唐渊一觉醒来，发现世界变成了高武现代世界，并且觉醒了武神系统。可还没等他高兴，天道就察觉到系统的存在，将系统的意识被抹除，留下毫无用处的面板。而他的身体因系统和天道相斗的缘故，出现阴阳逆转。自从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。修炼1天，修为倒退10天；服用修炼丹药，修为倒退1个月。丹药对他来说是剧毒，最终忍无可忍的唐渊选择摆烂躺平。叮，宿主摆烂1天，奖励10天修为。叮，宿主食物中毒，毒抗性+1。叮，宿主受到伤害，肉身防御+1。看到系统的提示，唐渊看到了成为强者的希望。我唐渊必将摆烂进行到底，谁来都不好使。第1章，重回10年前，系统族。南云城，时间2023年4月6日，星期四，早上8点000。2中高37班，上课铃声响起，所有的同学自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老唐，别睡了，快醒醒！第1节是老班的课。坐在后排门口位置的唐渊睡得迷迷糊糊，感觉有人在拍打他的肩膀，以为是室友在叫他。别闹，昨晚通宵了，让我再睡会。唐渊迷糊甩开他的手，昨晚上夜班，早上8点才交班回来，现在困得要命。通宵？那人一脸惊讶道：卧槽，你是不是又偷偷复习种子资料了？复习种子资料？旁边的男同学听到种子资料，两眼放光，围了上来。老唐，有好东西别收收藏藏啊，学习资料互享。不远处的女同学听到他们的对话，纷纷露出嫌弃的表情。你们能不能别吵，让我安静睡会？唐渊被他们吵得不耐烦，起床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从座位上猛扎起来。这帮混蛋，不用上夜班，开始作妖起来，等改天你们上夜班时，也让你们尝一尝。班上的同学都被唐渊响亮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纷纷望了过来。唐渊，你在干嘛？上课时间还在这里大吵大闹？突然，一道严厉的声音在教室里骤然响起，所有同学迅速回到座位上坐着，不敢出声。唐渊听到这道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，闻声看去，只见教室门口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，头发稀疏，面容严肃。老赵！唐渊看到来人，困意全无，失声惊呼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老赵的样貌一点也没变。随即他反应过来，注意到自己身处在教室中，周围一张张熟悉的面容，让唐渊为之动容。他高中毕业都10年了，怎么还在学校？肯定是在做梦。啪！唐渊立即想到他在做梦，一巴掌打脸上，嗤疼一声。有痛觉，这梦也太真实了吧！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在教室里响起，众人像见鬼一样的看着唐渊，不知道他抽什么风，自己打自己。唐渊，你在干什么？老班赵文斌被唐渊唤作老赵，刚想开口斥骂一番，谁知道唐渊自己打自己一巴掌，把他给搞懵了。叮！武神系统正在激活。倏然，一道毫无感情机械的声音在唐渊脑海中响起。系统？唐渊有些好笑，这个梦有趣，系统都出来了。武神系统激活成功。轰隆！就在系统激活成功那刻，青云成天空，黑云密布，一道震耳欲聋的雷鸣炸响。滴滴滴！系统激活暴露，遭遇此界天道攻击，开启清除模式。啊！系统的声音响起，话音落下，唐渊的脑袋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痛苦惨叫，面容扭曲，青筋暴起，口吐白沫，两眼一翻，彻底昏迷过去。唐渊！同学们惊呼一声，班主任赵文斌反过来，冲进教室，将唐渊抱起，往校医室跑去。陷入昏迷的唐渊，脸上时不时露出痛苦的表情，脑海中隐隐约约听到2道声音在争吵打起来。不过维持没多久，这2道声音也随之消失。当赵文斌把唐渊送到校医室，他脸上痛苦的表情也随之松开，恢复正常。大腹便便的赵文斌扛着100来斤的唐渊，跑了几百米，一点都不带喘气的。他把唐渊交给校医检查身体，得到的是这位学生身体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身体比较虚，还有一点低血糖。得到校医的答复后，赵文斌才松了一口气，把唐渊留在校医室里休息，回去继续上课。嘿嘿，唐渊不知睡了多久，感觉鼻子有点痒痒的，似乎有人用东西弄他的鼻子，而且耳边还有一阵猥琐的笑声。别闹！他忍不住揉了揉鼻子，继续闷头大睡。没过多久，瘙痒感再次来袭，唐渊被弄得不耐烦，唰的一下睁开眼睛，怒道：都说了不要！他话说到一半，看到那张既熟悉又猥琐的面孔，惊呼道：瘦猴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回来。侯耀东有些懵逼，不知道唐渊为何说出这样的话。不对，唐渊看着侯耀东那尖嘴猴腮像根竹竿的身材，还有他那张稚嫩的面孔。他跟侯耀东是最好的兄弟，两人从小就住在一个小区，
巧合的是，他们一直读同一个学校，同一个班，哪怕上了高中也是一样，两人的感情很好。当年高中毕业后，他就出国留学，后来在国外创业定居，一年从国外回来一次，上次见他还是半年前，都发福了。难道我还是在做梦？唐渊以为自己还在做梦，就在他还在继续想把自己打醒。老唐，你抽什么风？侯耀东连忙拦住了他，你睡傻了？走啦，已经放学了。他将唐渊从床上拉起来，拖着他往外跑，一边说道，再不快点，网吧就没有机子了。唐渊一脸茫然，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做梦，还是真的穿越回到10年前，实在是太真实了。两人离开校园，在前往网吧的路上，唐渊偷偷的用手掐手臂，手都黑了，痛得他龇牙咧嘴。唐渊这才相信他是真的穿越回到10年前高中时代。想到这里，唐渊开始歪歪起来，拥有领先未来10年的记忆，他唐某人绝对是天胡开局。嘿嘿，唐渊忍不住流着口水，未来南云城的富豪榜中必定有他一席之地。口水，擦擦口水。旁边的瘦猴注意到唐渊流着口水，还一脸猥琐的样子，无语道，老唐，你在歪歪什么？唐渊知道自己的失态，回神过来，连忙摇了摇头，高兴道，没什么，只是想到高兴的事。卧槽，那是什么鬼？他话说到一半，指着前方，失声惊呼，只见街道上一名60、70岁的驼背老人一跃而起，跳上房屋顶上，快速移动奔跑。唐渊顺着老人移动的方向，看到有不少人送餐员在房屋上快速奔跑跳跃，比起跑酷还要厉害不知多少倍。老唐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瘦猴见他大惊小怪的模样，无语道，这有什么好吃惊的，咱们自己也能办到啊。要不是怕巡警发现通知学校，我老早想用这种方式跑去网吧了。唐渊一脸懵逼，啥玩意？一路上，唐渊旁敲侧击，从瘦猴口中得知了不少信息。唐渊整个人顿时就不好了，他穿越回到10年前高中时代，可世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来到了一个以武为尊的世界。很快，他们来到网吧，瘦猴开了2台机子，然后点了2个杯面，两人端着杯面来到角落处。瘦猴打开电脑，高兴道，老唐，快点上游戏，今天我们一定要上白银段位。你先玩，我上网查点资料。此时的唐渊哪还有玩游戏的心思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说完，唐渊也不再理会瘦猴，他打开浏览器，里面有一堆头条新闻。马宗师成功突破5尊，进入虚影世界，一手闪电5连鞭，如同雷神降临，打爆虚界8阶巅峰一王。武帝炎大师血战3大7阶一王，一招太极推手，隔山打牛，造成2死1伤。西南军区司令疑似突破5胜，孤身踏入9阶虚影世界。小日国8阶虚影世界冲破防线，大量异族入侵，平度城被夷为平地，30余万市民沦为异族口粮。马宗师、炎大师、5尊、武帝、一王。看到这些头条新闻，唐渊一脸懵逼，光是听这些称号就知道不简单。瘦猴打开 LOL 游戏，趁着选英雄的时间，端着泡面吃了起来。见唐渊还没开动，提醒道，老唐，还不快吃，面都糊了。你先吃，不用管我。唐渊随口回了句，他打字输入华夏历史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如今的华夏朝代和平行世界的朝代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个世界是以武为尊的高武世界。强大的武者飞天遁地，横江断流，拳破虚空，踏碎山河，如同一枚人形核弹一样。历史中，秦始皇帝被誉为万古无一的绝世天才，年仅39岁便突破5圣境界，横扫6国，一统天下，筑万里长城，铸造12金人，以振9州龙脉。49岁突破武神，为了追寻更高的境界，50岁飞升仙界。秦朝没了始皇帝，群龙无首，二公子胡亥谋反继位，没了始皇帝的镇压，秦朝在秦二世手中亡了。自始皇之后，华夏再无出现过武神。历史中有2个人的天资被誉为能和始皇帝媲美，一个是西汉的兵仙韩信，35岁便达到5圣；一个是东汉的冠军侯霍去病，年仅28岁突破5尊巅峰。可惜2人英年早逝，历史上再无这等天资之人，哪怕楚霸王项羽、鬼神吕布、武圣关羽、秦琼等也无法与之媲美。看得唐渊热血沸腾，男人至死是少年，谁没一个武侠梦？此后的历史朝代和平行世界一样，直到华夏成立不久，1950年天地大变，世界各地出现虚面世界，也被唤作虚影世界。里面是一个异族世界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异族，有兽类的异族，有半兽人的异族，有类人的异族。这些异族性情暴虐，大肆入侵蓝星，视人类为食物，疯狂杀戮。经过长达40年的时间，无数先辈们前赴后继的牺牲和付出，终于将异族赶回虚面世界，华夏才得以获得了休养生息、
开启了全民武者时代，开办武校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。看完华夏的历史后，唐渊紧握拳头，无论是梦想还是现实，一定要成为武者，只有成为武者，才能出人头地，在这个世界活下去。了解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后，唐渊才松了一口气，心情开始愉悦起来，拿起桌面上已经被泡糊了的杯面，大口吃了起来。第2章，我的系统被天道干掉了。吃饱喝足后的唐渊原本还想打几把游戏，忽然想起之前在教室的时候，脑海中响起的那道机械声音。对了，我记得之前好像是什么武神系统激活，也就是说，我唐某人是有系统的男人了。想到这里，唐渊激动的脸色涨红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他强忍着激动的心情，将手中的杯面放下，离开电脑桌，快步往洗手间走去。一旁的瘦猴见状，喊住他：“老唐，你干嘛去？”唐渊头也不回：“我去趟洗手间。”这间网吧不大，也就30来台机子，洗手间有2个，男女共用。唐渊来到洗手间，把门关上，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。他压低声音：“系统在吗？系统，哈喽，大哥在不在？吱一声啊！系统爸爸。”无论唐渊怎么叫，系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一度以为自己之前是不是出现幻听了。唐渊心中郁闷道：“靠，这系统怎么开启的？”突然，一个光幕浮现在他眼前。宿主：唐渊，境界：无，资质：黄阶下品，气感30，力量 1.75， 注：成年力量为1，体质 2.5， 注：成年体质为1，速度1，注：成年速度为1，精神1，注：成年精神为1。功法：黄阶下品铁布衫，未激活，满级时当前3级56-400，每提升1级增加10气感， 0.5 体质， 0.25 力量。注：修炼方式：挨打，越揍越强。状态：阴阳逆转，永久。由于系统与此界天道发生冲突，被天道以无上力量抹除，天道残余的力量让宿主的身体发生异变，无法清除。我修炼的功法是铁布衫，未激活是什么意思？唐渊看到自己的面板信息，得知自己修炼的功法是铁布衫，先是一喜，同时也是一愣。未激活？怎么才能激活？难道是要修炼这功法才能激活吗？可这功法怎么修炼？怎么运功？难道挨打就行了？什么鬼？直到看到自己状态上的阴阳逆转永久存在，无法清除，一脸懵逼。哥的系统被天道干掉了，也就是说他的系统废了，只剩下一个面板功能。唐渊离开洗手间，失魂落魄地回到机子前，躺在椅子上，生无可恋地望着头顶上的天花板。我撤，这是闹哪样？我的系统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老唐，你咋了？快点上游戏，咱们一起双排。旁边的瘦猴见唐渊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一脸迷糊。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去了趟厕所变成这个样子？别管我，你自己玩吧，让我静静。唐渊有气无力地说了句，瘦猴也没多想，继续打游戏。1小时过去，时间来到1点45分，距离上课时间只剩下15分钟。唐渊郁闷的心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甩了甩脑袋，将烦恼抛之脑后。他也想通了，起码他还有个系统面板。他的目光看向瘦猴，淡然问道：“对了，瘦猴，你练的是什么功法？”瘦猴随口回了句：“混元桩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唐渊试探问道：“那你知不知道我的铁布衫修炼之法？”他的铁布衫还没激活，唐渊猜测可能要得到铁布衫的修炼方法，才能将其激活。你的铁布衫，我哪知道？瘦猴没好气道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国家禁令，严禁学生在没有成为武者之前，不得同时修炼2种功法，以免分心，难有所成。一旦发现，将取消高考资格。”说着，他疑惑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你问这个干嘛？”唐渊小心翼翼问道：“如果我忘记了铁布衫修炼之法，那该怎么办？”啥玩意？瘦猴听到他的话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：“你忘记了铁布衫的修炼之法了？”唐渊无奈地点了点头。一觉醒来，回到10年前，而且世界大变了，他什么信息都不知道。我撤！你在逗我呢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真的，没骗你。瘦猴见唐渊一脸认真，不像是在说假话，像见了鬼一样的看着他。最终，他连玩游戏的心思也没了，拉着唐渊往外跑，道：“去找老赵，当年我们挑选的功法都是老赵传授的。”两人加快脚步往学校赶去。网吧距离学校不远，10分钟路程左右。趁着还没到上课时间，瘦猴带着唐渊来到高3教师的办公室，直奔赵文斌而去。赵文斌正在准备上课的资料，见唐渊他们2人不在教室，反而跑来他这里，疑惑问道：“唐渊，耀东，准备上课了？
你们不在教室准备，跑来我这里干嘛？老师，出事了！瘦猴一手将唐渊拉到赵文斌身前，急道：唐渊说他忘记了铁布衫的修炼之法。啥？赵文斌一脸懵逼，他教书20年，从未听过学生会忘记自己的修炼功法。办公室的一众老师停下手中的工作，纷纷看了过来，这可是天下奇闻。一时间，办公室里寂静一片。000。这时，上课铃声响起，打破了宁静。其他的老师虽然很想留下来看戏，奈何他们有课要上，只能离开办公室，剩下4个看戏的老师。赵文斌对瘦猴道：耀东，你先回去上课。然后他又对不远处的一名年老的女教师道：梁老师，我现在有要事，暂时无法去上课，我们的课调换下，麻烦你帮我去6班顶1节课。行。那女老师也知道赵文斌现在有要事，没有拒绝，点头答应下来。待瘦猴离开后，赵文斌看了一眼唐渊，真的忘记了。唐渊点了下头，什么时候的事？赵文斌有些发懵，修炼了3年的功法，每天都在修炼，怎会说忘就忘？这一点都不科学。今天早上我晕倒后醒来就忘记了。唐渊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对策。赵文斌打量了唐渊一番，见他不像说谎，他摸了摸下巴，自言自语道：难道是脑子出问题了？赵文斌越想越有可能，让他不得不重视起来。脑子的事可大可小，不能马虎。当即他从椅子站了起来，对唐渊道：走，去医院。唐渊愣了下，一脸疑惑：去医院干嘛？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赵文斌解释道：我怀疑你的脑子可能有问题。我特……唐渊一阵无语，这话听起来怎么像是在骂人呢？他深知自己的问题，当即拒绝道：老师，我没钱去医院，而且我的身体很好，不用去医院了。还说你脑子没问题。赵文斌白了他一眼。自开启全民舞者时代后，国家出了政策，老人、小孩、学生医疗免费，不用付钱。说完，他也不给唐渊拒绝的机会，直接将他拖走。高考在即，这小子可不能出问题。第3章，阴阳逆转，我的铁布衫是不是废了？在医院折腾了3个小时，全身做了检查，尤其是脑袋，重点关注。检查报告终于出来了。诊室中，医生拿着唐渊的检测报告，扶了扶眼镜，仔细查看，直到看完最后一页才放下报告。赵文斌紧张地看着医生，问道：张医生，我的学生没事吧？张医生微笑道：这位唐同学的身体没什么问题，就是身体比较虚，记得回去要多补补身子。闻言，赵文斌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又问道：可他为什么会突然忘记了自己的修炼功法？张医生摇了摇头，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检查报告，他的脑子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他猜测道：可能高考在即，这位唐同学压力太大，紧张过头，心中的杂念太多，大脑一时间运转不过来，选择性失忆。所以对于他这种情况来说，千万不要刺激他，要顺从他，关怀他，让他感受温暖。这种病例有过，不过别人不是忘记修炼功法。听着医生的解答，赵文斌点了点头，感觉说的有道理。一旁的唐渊瞪大眼睛，这特么都可以，有这种病的吗？不会是胡扯乱说的吧？随即他眉开眼笑起来，这是给他找了个合适的理由。赵文斌告别了医生，拿着唐渊的检查报告，迷迷糊糊走出诊室。不要刺激他，要顺从他，关怀他。可回头一想，又似乎有些不对劲。唐渊坐着赵文斌的车回到学校，已经是下午5点20分，离放学时间还有25分钟，距离高考还有63天，唐渊的武道成绩不能落下。赵文斌也趁着这个时间，将他带回办公室，为他讲解铁布衫的功法。办公室里有几个闲下来的老师，见他们2个回来，很想上前打听，但唐渊这个当事人还在，他们也不好意思问。铁布衫顾名思义即为身穿铁制之衣衫，意指全身如钢铁般能抵抗外力之任何攻击。赵文斌手把手教唐渊，为其讲解如何战势，如何运功。铁布衫配合药膏、药浴，经过捶打，效果更显著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。不过这药膏和药浴价格不菲，一盒药膏最低也要1000块。唐渊越听越懵逼，这铁布衫修炼不仅要挨打，还要花大钱。他家就是小康家庭，哪来这么多钱给他霍？当初他是怎么脑抽到选择这门功法的？叮！恭喜宿主激活铁布衫功法。系统的字幕弹出，唐渊面露喜色，可还没等他高兴，又弹出一条系统提示：叮！经过宿主不懈的修炼，铁布衫熟练1。我撤！唐渊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，他算是明白了阴阳逆转的状态了，就是正反对着来干。他越是努力的修炼，就会不断扣减他的功法熟练度。那问题来了，他修炼的是铁布衫，属于挨打变强的功法，以后和别人打架的时候，岂不是越打越弱？我撤！我的铁布衫是不是废了？这不是坑爹吗？赵文斌见唐渊停了下来，眉头一皱，
刚想拿出老师的威严呵斥一番，忽然想起刚才张医生的叮嘱，不能刺激他。严肃的面容转化成一张自认为很和蔼的笑容。唐渊，怎么停下来了？继续练，多练几次就能记住了。唐渊回神过来，被赵文斌那张满脸横肉的笑容吓了一跳。在他的印象中，老赵从未给过他们好脸色，毕竟7班是出了名的差生班。再练下去，他的铁布衫熟练度都扣完了。唐渊连忙道：“老师，我真的记住了。你看时间也差不多，准备放学了，我回去会好好修炼的。”不行！赵文斌想也没想，直接拒绝了他。你再练2遍给我看看。面对老赵的威逼，唐渊只能欲哭无泪的修炼铁布衫，含泪被扣除2点熟练度，这才放他离开。时间已经来到了6点25分，太阳才刚开始西下。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已经离校回家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学生还没走。唐渊失魂落魄地走出校门口，他现在的心情很郁闷，在阴阳逆转的状态加持下，他根本无法正常修炼。距离高考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，无论是气感还是其他的属性，都达不到大学招生的要求，哪怕是最差的3流大学。重生到过去，原以为能大展拳脚，成为绝世强者，结果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，变成了废柴。老唐！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。唐渊闻声望去，只见瘦猴靠在大门口墙边，左肩膀背着书包，手里也提着一个。瘦猴将手里的书包抛给唐渊，问道：“都等你半天了，怎么这么久？功法学会了没？”“学会了。”“那走吧，回家。”两人同一个小区，所以上学放学都一起。回家的路上，两人并肩而行。瘦猴见唐渊闷闷不乐，疑惑道：“老唐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“没事，我在想其他的事而已。”唐渊摇了摇头，他想起一件事，看向瘦猴：“对了，你现在的气感是多少？其他4维属性呢？你还说你没事？”瘦猴瞪大眼睛的看着他：“我前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”说着，他担忧道：“老唐，要不你去医院看看吧。”他总感觉今天的唐渊怪怪的，感觉像是换了个人一样，就连自己的修炼功法都忘记了。唐渊白了他一眼：“滚！我身体好着呢，只是当时没注意听。我的混元桩修炼到第6层，前天在医院检测，气感达到60，力量 2.5， 体质 2.5， 速度 2.5， 精神1。他的混元桩是均衡型的功法，每提升1级，力量、体质、速度等3维各增加 0.25 属性。”听到瘦猴的属性后，唐渊爆出粗口：“我撤！4维加起来 8.5， 你是怎么修炼的？比我高这么多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家的药膳放开来吃，药浴躺开来泡。”瘦猴白了他一眼：“你小子还经常到我家蹭饭呢！”“我擦，狗大户！”唐渊才想起瘦猴是个富二代，他家是做畜禽养殖业的，以养鸡、养猪为主，南省每个地区都有他家的鸡场、猪场，有钱的很。至于他为什么会和唐渊住在一个小区，那是因为当时他家还没发迹，他爸还是个猪场小老板。他爸也是个迷信的人，觉得他家的风水好，就没有搬走，一直住到现在。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让侯父更坚信这块风水宝地。两人一路打闹，为了快点回家，他们准备拐进巷子，抄近路回去。啊，疼！松手，快松手！断了，我的手要断了！突然巷子里传出一道惨叫声，把唐渊两人吓了一跳。第4章，母老虎林雪瑶。两人猫着身子在墙边探头探脑偷瞄，结果看到巷子里有6个男生围着一个美艳绝伦的女生，面容冰冷。哦，疼！其中一个男生被女生擒住右手，疼得他哇哇直叫：“大江、小黑，你们快来帮忙，给我揍他！”瘦猴注意那6个男生穿的衣服，意中的人。随即他的目光落在那名绝美女子的身上，脸色大变：林雪瑶。经他这么一说，唐渊也注意到林雪瑶和他们一个小区，同一个学校3、1班的。平行世界中，林雪瑶是学霸，瘦猴的暗恋对象，初恋情人。高中毕业那会，瘦猴找他表白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对方根本看不上瘦猴，哪怕他家再有钱。说实话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唐渊也不例外，但他有自知之明，要钱没钱，长得也就有点小帅罢了，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当时他很快就掐灭这个念头，除了欣赏对方的美貌之外，绝无非分之想。嘿嘿，有好戏看了。瘦猴嘿嘿一笑，样子极其猥琐。唐渊懵逼地看着瘦猴：“你不是暗恋林雪瑶吗？不去英雄救美，给他留个好印象。”“屁！你在胡扯什么呢？”瘦猴白了他一眼：“谁暗恋这个母老虎？而且连他都打不过的话，我们去了也是送菜。”唐渊愣了下，瘦猴不是喜欢林雪瑶吗？他记得当初被林雪瑶拒绝之后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拉着他去酒吧买醉，可现在怎么变了？你就放心吧，一般的都是天才学生，林雪瑶这个母老虎更是天才中的怪物。瘦猴以为唐渊在担心林雪瑶，笑着解释道：“等着看戏吧，一中这帮崽子绝对要倒大霉。”卧槽！
话音落下，眼前一幕让唐渊失声惊呼。只见林雪瑶右脚一抬，一脚将身前被他擒住的男生踹飞，撞在巷子的墙上，砰砰砰！紧接着他身形一动，化作一道残影，一脚一个人。眨眼间，一中另外5人也一一被踹飞到墙上，掉落地面。林雪瑶的目光扫了眼入口的墙角，见到鬼鬼祟祟的唐渊2人，然后头也不回，潇洒离开，留下地上那6人倒地不起，痛苦呻吟。咕噜！躲在墙角的唐渊看得目瞪口呆，咽了下口水。他根本没有看清林雪瑶的动作，只见一瞬间有一道残影一闪而过。他忍不住向兽猴问道：“他这实力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范围了吧？普通人哪会化作一道残影？怪不得兽猴会说出那样的话。他恐怕已经突破到武者了。”兽猴点了下头，神色凝重道：“这母老虎果然是怪物。兽猴，你为啥一直叫他母老虎？”唐渊有些疑惑，难道是求爱不成，因爱成恨了？兽猴像见鬼一样的看着他，这外号是你起的好吧？我起的外号？唐渊傻眼了，怎么和平行世界的情节不一样？我撤，你难道忘了？兽猴无语道：“3年前，我俩刚上初中那会，看了一部黑道电影，把我俩整得热血沸腾。我们有模学样，学着电影情节，斩鸡头，烧黄纸，拜关二爷，结为兄弟，创建东渊组合。然后在小区里逮着小孩收保护费，结果你脑抽去收林雪瑶他弟弟的保护费，被他找上门，将你打成猪头，那样子老惨了。身为大哥的我，为了讲义气去帮你，也被暴揍了一顿。成了猪头的我们，回到家中还被父母毒打了一顿。原来是那些小屁孩找父母告状，找上门来。而我们东渊组合成立半天时间就被迫解散了。此后我们得罪了林雪瑶，他见我们一次就打一次，你还给他起了个母老虎的外号，是这样吗？”唐渊一脸懵逼，他有这么中二吗？当然。兽猴连忙转移话题：“时间不早，我们回家了。”走在前面的兽猴擦了擦额上的虚汗，心中暗道：老唐这小子的脑子果然出问题了，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？其实他刚刚说的话是半真半假，当年他们的确在小区里收保护费，不过得罪林雪瑶的不是唐渊，而是他。当年他傻乎乎跑去收林雪瑶弟弟的保护费，结果被暴揍，而唐渊为了救他受到牵连，以至于后面的日子林雪瑶见他们一次就揍一次。2人跨过那些倒地不起的一中学生，走在前面的兽猴刚拐弯进巷子，他的身影忽然消失不见。哎呦！砰！只听兽猴惨叫一声，巷子里传出一道撞墙的声响，把唐渊吓了一跳。兽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连忙上前一看，只见兽猴倒在地上，痛苦呻吟。哟，你们俩进步了不少啊，这几天来一次都没逮到你们。突然，唐渊的身后传来一道悦耳动听的声音，地面上出现一道影子。咕噜！光听声音，唐渊就知道出手之人是谁，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这女人也太记仇了吧，他当初怎会脑抽到惹上她？只见地上的影子抬起右手，唐渊顿时大汗淋漓。他可不想像兽猴那样被暴打，光是想想就觉得痛。听兽猴说他已经是武者了，唐渊吓得连忙求饶道：“女侠饶命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当年是我年少无知得罪了您，可这3年来你打了我们这么多次，就算是再大的仇也该让您解气了。”林雪瑶被唐渊一顿噼里啪啦的话说得一愣一愣的，她有些发懵的看着远处地上的兽猴，问道：“唐渊是怎么回事？母鸡啊！”地上的兽猴连忙摇头，他早上昏倒醒来后就变得怪怪的，连自己的修炼功法都忘了。林雪瑶脸色微变，转过身来。唐渊硬着头皮转过身，低下头，不敢看着他的脸。林雪瑶见他这样，冷声道：“抬起头，看着我。”2人相见10厘米的距离，唐渊抬头那刻，四目相对，望着那张美得令人窒息的面孔，还有他身上的香气。唐渊的心跳开始加速，眼前的女子太美了，不可尤物。林雪瑶望着唐渊，眼神冷漠，语气冰冷道：“你不是唐渊，你到底是谁？”唐渊身躯一震，那冰冷的声音让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心中大惊，这女人怎会说出这样的话？难道我暴露了？不对啊，我就是唐渊，就算从未来穿越过来，我依旧还是唐渊。他硬着头皮的看着林雪瑶，道：“女侠说笑了，我就是唐渊。”林雪瑶看着他的脸，见他脸色没有任何的异样，继续问道：“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唐渊想也没想，直接回答道：“知道啊，一般的林雪瑶。”话音落下，林雪瑶猛然出手，单手掐住唐渊的脖子，反手将他按在墙上，将他吊起来挂着，说：“真正的唐渊在哪？”眼前这个唐渊给他的感觉太陌生了，无论是眼神还是神情，绝不是唐渊。唐渊被他掐着脖子，喘不过气来，脸色涨红，不停拍打着林雪瑶的玉手，说话艰难：“松手，快松手！你个疯婆子！”
林雪瑶，过分了呀！瘦猴见林雪瑶不知为何突然发疯，怒斥道：“你想杀了老唐吗？”第5章，今晚小树林见。瘦猴从地上爬起来，强忍着身上的疼痛，快速向林雪瑶冲过去。正当他出手的时候，林雪瑶打断了他：“瘦猴，你不觉得今天的唐渊有点怪怪的吗？而且给人一种很陌生的感觉。”经他这么一说，瘦猴停了下来，仔细一想，今天的唐渊的确怪怪的，连自己的修炼功法都忘记了。喘不过气来的唐渊见瘦猴开始怀疑他，连忙道：“瘦猴，真的是我，你别听他胡扯。你还记得吗？你7岁那年，在小区里斗里大爷的大黑狗被追着咬，将我推出来挡着，自己逃跑，结果还是被大黑追上，咬了2口屁股。你8岁那年，买了一双防滑球鞋，在学校里装逼，结果上厕所一滑，掉进了粪坑里，还是我帮你找老师将你救起来。你9岁那年，13岁那年看片子。”唐渊将瘦猴小时候的糗事一一说出，还准确无误。旁边的林雪瑶一脸嫌弃地看着瘦猴：“不要说了。”瘦猴被说得羞愧不已，脸色微红，连忙打断唐渊的话：“这小子的确是唐渊，他的这些糗事除了唐渊之外，没人知道。”瘦猴怕林雪瑶不相信，一脸坏笑道：“如果你不相信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唐渊的左边屁股有一个狗牙印，脱了裤子一看便知。当年他被李大爷的狗追，唐渊也没有幸免，唐渊被他推出来，第一个被咬的。”说着，他笑盈盈地向唐渊走来。唐渊被掐着脖子，无法动弹，只能用双手死死地抓着裤头。卧槽！瘦猴，快住手！可惜唐渊用不上力，瘦猴很快就将他的裤子脱了下来，剩下一条裤衩。唐渊羞愧难当，瞪着林雪瑶：“林雪瑶，你不要看！”林雪瑶丝毫没有移开视线，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。瘦猴并没有将他的裤衩脱下，只是弯下身子，在他裤衩左边拉开一条缝隙，伸头看去，里面果然有一个狗牙印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有狗牙印，位置一模一样，是老唐无疑。”说着，他站起来，在唐渊脸上搓揉了几下，真皮无疑，也没有变化，不是易容术。啪嗒！这时，唐渊挣扎的时候，口袋里的检查报告滑轮下来。咦？瘦猴弯腰捡起来，打开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“人民医院检查报告”。林雪瑶听到检查报告几个字，立即松开唐渊，将瘦猴手中的报告抢了过来。嗨！唐渊才得以喘息，咳嗽了几下，然后一边把裤子拉起来，一边用目光狠狠地瞪着瘦猴。叮！宿主闭气1分钟，领悟秘法敛息诀，敛息诀熟练+1。突然，系统的字幕弹出，显示他闭气1分钟获得能力。唐渊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，还有这种操作。他似乎发现了新大陆，和自己身体对着干，就会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林雪瑶打开体检报告，上面记录着他的气感、思维属性，大概没啥问题，就是身体比较虚。瘦猴将头伸了过来，瞄了一眼，疑惑道：“老唐，你啥时候去做检查了？”唐渊揉了揉脖子，没好气道：“今天下午，老赵说我不记得功法，以为我脑子出了问题，硬是拖着我去医院做检查。”林雪瑶紧张地看着唐渊，急问道：“医生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？”唐渊一脸古怪地看着林雪瑶：“瘦猴不是说这个疯女人很讨厌他们吗？怎么会这么关心他？”林雪瑶见唐渊迟迟不说，凌厉的目光瞪了他一眼：“看什么看？说！”唐渊打了一个冷战，也不敢再多想。见识过这疯女人的实力后，他可不想像瘦猴那样挨一顿毒打，连忙回答道：“医生说没啥大问题，就是我压力太大，心中的杂念太多，大脑一时间运转不过来，所以选择性失忆。”压力太大？林雪瑶脸色一变，紧张问道：“那医生有没有说何时恢复，如何治疗？”唐渊有些迷糊，这疯女人为何对他这么紧张？他也没有隐瞒，将医生的话原原本本说了出来。医生说我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受到刺激，要顺从我，关怀我，让我感受温暖，这样才会有恢复的可能。一旁的瘦猴瞪大眼睛，这特么是睁大眼说瞎话的吧？有这种病的吗？别说瘦猴，就连林雪瑶也不相信他的鬼话，一脸怀疑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问老赵，当时他也在场。林雪瑶见他不像说假话，看着他认真问道：“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”“知道，打了我和瘦猴3年的母老大美女。”唐渊没好气说道。母老虎3字差点脱口而出，连忙改口。林雪瑶见唐渊真的忘记了一切，脸上闪过一丝失望，不再追问，随即将他别着的挎包扔给唐渊，回家了。唐渊看着手中的挎包，一脸茫然地看着瘦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帮他拎包回家呗，每次打完我们都会这样。瘦猴郁闷道：“快点跟上吧，不然又要挨打了。”两人唯唯诺诺地跟在林雪瑶身后，不敢靠得太前。他们住在天阳小区，距离学校很近，从学校步行回家也不过15分钟多路程。很快，3人来到小区门口，林雪瑶停下脚步，
唐渊也识趣，来到林雪瑶的身边，将挎包还给她。谁知林雪瑶用极为细小的声音和他说道：“今晚8点，老地方见。”唐渊一脸茫然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啥？老地方？什么老地方？林雪瑶愣了下，看了唐渊，真的什么都忘记了。小区的小树林。他用威胁的语气：“如果你不来，你就死定了。还有这事不能让瘦猴知道。”说完，他提着挎包，用门禁卡进入小区，留下唐渊在风中凌乱。今晚8点，小树林见。这是啥意思？我俩的关系这么熟的吗？唐渊想不明白，他和林雪瑶到底有啥关联？他记得没错的话，平行世界中他们之间连朋友都不算，除了见面礼貌打声招呼之外，就没说过话。瘦猴见唐渊站在原地不动，上前说道：“傻站着干嘛？回家了。”唐渊回过神来，立即跟上去：“来了。”瘦猴用门禁卡开门，一边道：“老唐，今晚去我家吃饭吗？今天我家牛场有一头蛮牛撞死了，我爸弄了些蛮牛肉回来，还有新的药膳。”唐渊摇了摇头拒绝道：“不了。”重回10年前，而且世界大变，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看看。第6章，阴阳逆转正确打开方式。进去小区，唐渊和瘦猴分开，他家在12栋6楼608，瘦猴他家在11栋12楼1203。唐渊进入电梯，按下6楼按键，很快升到6楼。他家不大不小，127平方面积，实际使用面积只有100平方，4房1厅1厨2卫。他家属于小康家庭，一家3口，爸妈在国企上班，这个世界应该也一样吧。来到家里门口，他的心跳不由加速，从书包里掏出钥匙，打开大门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儒雅气质的中年男子坐在客厅里看新闻。唐李文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抬头望去，见到儿子回来，笑道：“今天这么早回来，我还以为你又跑去耀东他家蹭饭呢。天天去他家吃，多不好意思啊。”唐渊见到父亲还是和平行世界的一样，就是年轻了许多，当即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爸，我妈呢？”唐李文没好气道：“回来第一句就知道问你妈，平时也不见你问我，她在厨房做饭呢。”嘿嘿。唐渊尴尬笑了声，从鞋柜里拿出拖鞋换上，进入家中。客厅左侧的厨房里有一名中年妇女正在忙碌中，她正是唐渊的母亲赵月，比父亲小1岁，今年刚好40岁，长得不算漂亮，属于那种比较耐看型。唐渊笑着喊了一声：“妈。”赵月应了一声，准备开饭了，去洗手。唐渊背包放回房间，然后去厨房洗手，帮忙端菜。家里的菜很丰盛，3菜1汤，一个小白菜，一个清蒸鱼，一个干煸辣子鸡，还有一个鱼头豆腐汤，色香味俱全，看得唐渊都忍不住流出口水。最后母亲还端出一个炖盅，放在唐渊面前，打开盖子：“今天你林姨送来了些蛮牛肉，妈给你做了个药膳。”炖盅里飘出一个中药味，虽然是中药，但味道却很香。唐渊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实在是太香了。唐渊舔了舔舌头，听说药膳能增加血气，笑道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端起炖盅，大口喝了起来。喝着喝着，唐渊感觉不对劲，只见系统弹出一条条提示信息：叮，宿主服用蛮牛药膳，扣除铁布衫易熟练度。叮，宿主服用蛮牛药膳，扣除铁布衫易熟练度。叮，宿主服用蛮牛药膳，扣除铁布衫易熟练度。一眨眼的功夫就扣了他5点熟练度，吓得唐渊脸色大变，连忙停止食用。药膳已经服用了一半，顿时欲哭无泪。儿子，怎么了吗？赵月刚坐下来端起碗筷，见儿子哭丧着脸，把药膳放下。药膳要趁热喝效果才好，凉了就无益了。唐渊哪还敢再喝下去？妈，爸，我喝够了，剩下的你和爸一起喝吧。胡闹，我和你爸又不练武，喝不了这么补的东西。赵月以为儿子心疼他们2个，不舍得吃，假装生气道：“快点喝了，对你的修炼有好处。”面对母亲的威逼和注视下，唐渊苦着脸咬了咬牙，只能一口闷了下去。叮，宿主服用蛮牛药膳，扣除铁布衫易熟练度。赵月夫妇见儿子喝下药膳后，才开始动筷。吃饭过程中，唐李文见儿子一直苦着脸，道：“儿子，今天你们班主任赵老师打电话来，将你的事情告知我们。其实你也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哪怕考不上武校大学，成不了武者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咱们可以报个文科大学。你看爸妈都是普通人，还不是一样过得很好。”旁边的赵月开口道：“你爸说的没错，读个文科大学，等你毕业后，让你爸去疏通关系，去我们那里上班，咱们做个普通人也挺好的。”唐渊愕然地看着父母2人，做父母的不都望子成龙的吗？怎么到我家就不一样了？可随后想一想，他家好像就是这样。他记得当年高考那会，他没有考上大学，父母也没说其他，反而还安慰着他。唐渊脸色一垮，连父母都觉得他高考无望，让他深受打击，化悲愤为食欲，硬生生吃了2大碗米饭，
才满足回房里。望着儿子落魄的背影，赵月有些于心不忍，和丈夫说：“老唐，我们这样对儿子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”唐李文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，看来儿子真的失忆了，换做以往，肯定会嚷嚷着怪我，让他选铁布衫。不过他很快就恢复正常，狠下心道：“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他好，武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当年我爸妈和你爸妈，还有大舅哥他们，全部陨落在虚面世界。一旦成为武者，就会身不由己。虚面世界是历代武者的归宿之地，家里就他一根独苗，不能让儿子步他爷爷和外公们的后尘，就当我们自私。”当年唐渊刚上高中，唐李文就欺骗儿子选择铁布衫功法，目的就是不让他成为武者。平日也极少给他做药膳、买药玉等修炼之物，令他修炼缓慢，全当强身健体，无法变强，所以他经常跑去侯耀东家蹭吃蹭喝。唐渊的铁布衫能达到3级，还得多亏了寿侯家的慷慨，有时候还会对唐李文发牢骚，当初为什么骗他选择铁布衫。唐渊回到房里，躺在床上，打开系统面板。宿主唐渊，资质黄阶下品，气感30，力量 1.75， 体质 2.5， 速度1，精神1，功法黄阶下品铁布衫3级 43-300， 秘法5品级敛息诀1级，熟练度 1-100， 发动时能够闭气敛息10分钟，等级不超过宿主一个大境界，无法察觉宿主的存在和修为。注：修炼方式通过长时间闭气领悟此法。状态阴阳逆转，永久。看着面板，唐渊有种想哭的冲动。一中药膳扣了他10点熟练度，铁布衫修炼3次扣了3点熟练度。他现在都不知道如何提升铁布衫，在阴阳逆转加持的状态下，根本无法修炼。身为一个拥有系统的男人，难道他这辈子要做一个废物吗？唯一的安慰奖是领悟了秘法敛息诀。唐渊越想越不甘，难得穿越回到过去，来到这个精彩的世界，他不想就这样平凡的度过一生，肯定有其他的办法提升铁布衫。叮！宿主超过1小时没有修炼，在阴阳逆转下，铁布衫功法增加1点熟练度。叮！宿主连续1小时呼吸，在阴阳逆转下，敛息诀增加1点熟练度。卧槽！突然2条系统信息弹出，唐渊激动到从床上跳了起来。他的铁布衫激活之后，1个小时没有修炼会自动增加熟练度。敛息诀的修炼更是简单，只要一直呼吸就会升级。也就是说，他唐某人躺平就会自动变强。第7章高考的条件，林雪瑶莫名的好。搞清铁布衫正确的修炼方式后，唐渊心情大好，1个小时增加1点熟练度，1天下来有24点熟练度。躺平10天，他的铁布衫就能突破4级，距离高考还有2个月，在高考之前，他的铁布衫最少也能突破到6级以上。唐渊已经开始计划读哪个大学了，当即打开电脑，查看华夏各个大学武校的学校招生条件。三流武校招生条件：文化课成绩480以上，基础功法需要达到5层，无资质要求。二流武校招生条件：文化课成绩550以上，基础功法需要达到6层，需要黄阶中品资质。一流武校招生条件：文化课成绩600，基础功法需要达到7层，需要黄阶上品资质。顶流武校招生条件：文化课成绩650，基础功法不低于8层，玄阶以上资质。目前顶流武校共有10所，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有3大武校，分别是帝都武校、魔都武校、国防武校。另外7所只是稍逊一筹，便是如此，也不是一流武校能够比拟的。二流武校需要550文化成绩。唐渊看到资质和文化成绩这里，有种想吐血的冲动。怎么来到高武世界还要看重文化成绩？不应该是看重武学修为的吗？他要是记得没错的话，自己的文化成绩很差，当年在平行世界高考他都落榜了，考了400分左右。更坑爹的是，他只有黄阶下品的资质，如果他修炼到武者，那别的武校会招收他吗？他有系统不在乎资质的问题，躺平就能变强，可人家武校就不一样，他们看重的是资质。我撤，修炼的事情刚解决，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。看完各个武校的招生条件后，唐渊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。叮！宿主超过1小时没有修炼，铁布衫增加1点熟练度。叮！宿主连续呼吸1小时，敛息诀增加1点熟练度。铁布衫和敛息诀的熟练度弹出，让唐渊郁闷的心情好上不少。忽然，唐渊从床上跳起来，他猛然想起林雪瑶约他晚上8点在小树林见面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发现已经是8点06分，吓得他连忙跑了出去，来到玄关，换上鞋子，和客厅里看电视的父母说了一声：“妈，我出去一下，晚点回来，门别反锁呀。”唐渊来到小区，按照记忆中的路线，绕了几栋楼，前往林雪瑶相约的小树林。
进入小树林有一条道路，两侧都有路灯照明。快步走了10多米路，唐渊看到前方有一个小凉亭，里面坐着一名身穿碎花连衣裙女子。在灯光下，那名女子绝美的容颜，但唐渊却没有欣赏的心思。迟到了10分钟，这母老虎肯定要发飙了。林雪瑶面无表情地看着唐渊，平淡道：“迟到了9分钟。”唐渊额上冒出冷汗，站在外面不敢进去，怕被打。将他来时想好的话，连忙说道：“今天晚饭比较迟，我吃完就赶来了。”可接下来让唐渊意外的是，林雪瑶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将石桌上摆放的一个大纸箱拿了起来，然后抛给唐渊。唐渊手忙脚乱地接住，疑惑地看着林雪瑶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不等他开口，只听林雪瑶开口说道：“里面装的是修炼铁布衫的药膏和药浴，药膏60盒，药浴20剂，每天抹1盒药膏在身上，药浴每3天1剂，每次泡3个小时，吸收药力，不可操之过急使用，足够你修炼到高考。”闻言，唐渊身躯一震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好端端的林雪瑶怎会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他？今天听老赵说，铁布衫修炼的药膏和药浴，1盒药膏最便宜也要1000，至于药浴就不知道了。他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林雪瑶是单亲家庭，父亲在他5岁那年去世，家里靠着母亲打工支持，他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些修炼资源？而且林雪瑶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唐渊实在想不明白，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任何的关联才对。唐渊抱着纸箱，感觉就像拿着烫手山芋一样，这份礼物太贵重了，他不能接受，并且在阴阳逆转的状态加持下，他使用了药膏、药浴修炼，怕是要扣光他的铁布衫熟练度。唐渊连忙拒绝道：“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”说着，他踏上凉亭的梯级，想要将东西还给林雪瑶。“给你，你就拿着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再说废话，信不信我揍你？”谁知对方恶狠狠地瞪了唐渊一眼，说话间扬起手来，想要揍唐渊。面对林雪瑶的威胁，唐渊身体一僵，停下了脚步。还他也不是，不还也不是，还给他的话要挨打。想起他傍晚时那暴力的画面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可不给的话，自己又用不上。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林雪瑶离开凉亭，与他擦肩而过。唐渊回神过来，转过身看着他的背影，鼓起勇气向他问道：“雪瑶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他实在想不明白林雪瑶为何对他这么好，双方似乎没啥交集才对。而且听瘦猴说，只因收了他弟弟的保护费，一直被记恨着，足足打了他们3年，经常在回家的路上堵他们。难道他喜欢上我？一个奇怪的念头在唐渊脑海中浮现，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很快被他否决掉。对方长得漂亮动人，更是天之娇女，年仅18就已经成为武者，而他天赋一般，长得一般，他又怎会看得上唐渊？面对唐渊的询问，林雪瑶的脚步微微一顿，背对着他：“等你想起来就会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从明天开始，记得10点前泡完药浴，然后来小树林集合。如果不来的话，后果你自己猜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，离开小树林。唐渊愣在原地：“大姐，你别和我打哑谜行不行？就算你给我想1辈子时间，我也不可能想得起来啊！”他根本就不是失忆，而是从平行世界穿越过来的，没有这个世界的记忆。望着手中的纸箱，想把东西退还给他，怕是不可能的了。这份情他记住了，等他成为武者后，有机会再还给他。第8章，同学要不？第2天早上7点，唐渊打着哈欠和瘦猴一起并肩行。瘦猴一大早就爱按门铃，叫他去上学，把他们一家都吵醒。唐渊差点忘记自己回到过去高中时代，要去上学。昨晚林雪瑶送他的修炼资源，他带回家打开查看，药膏和药浴的包装上分别印有炼皮药膏和断骨药浴。唐渊上网搜查，结果发现这2种药膏3001盒，药膏5001剂，当场令他瞠目结舌。60盒药膏18万，20剂药浴10万，林雪瑶哪来这么多钱？同时也让唐渊感叹，这练武也太花钱了，怪不得一直流传一句穷文富武的话。唐渊也知道28万卖了他也不值这个钱，这份人情太大了。他想不明白林雪瑶为何对他如此之好，出手就是28万，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一直令唐渊心痒痒，夜不能寐，一直失眠，直到3点多才睡着。换作是没有阴阳逆转的状态下时，唐渊或许会很高兴，但在这个状态加持下，使用药膏、药浴对他来说无疑是毒药。他已经把阴阳逆转的能力搞清楚了，只要是对身体有害的东西，都会负负得正。唐渊打完哈欠，直接转入正题，向瘦猴问道：“对了，瘦猴，你知道咱们班上有谁修炼铁布衫吗？”他的书包里装着一些药膏和药浴，他打算把这些修炼资源卖了，换点钱去买点危害身体的毒药。他网上查过，如果把药卖给商店回收，价钱折半，他又不是傻子，干脆拿回学校卖。瘦猴见他哈欠连连的样子，打趣道：“
你昨晚是不是又偷偷复习种子资料了？唐渊没好气道：滚！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我不是那种的人。哈哈！瘦猴见他搞笑的样子，也不再打趣他。咱们班就你一个人修炼铁布衫。唐渊当场傻眼。啥？就我一个人修炼铁布衫？对啊，铁布衫的修炼不仅要挨打，就连修炼药物也比其他的基础功法多。瘦猴解释道，普通的修炼功法只有药浴一种，而铁布衫多出了一种药膏的辅助药物，普通家庭哪里承受得起？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铁布衫的修炼方式需要经过挨打才会进步明显，正常人谁会喜欢挨打？还不如挑选其他的基础功法，反正到了武者后就会改换其他的功法。唐渊面容顿时垮了下来，原来就他一个冤大头，当时他怎会脑抽到这种程度，挑选铁布衫？他垮着脸问道：学校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人修炼铁布衫吗？有的。瘦猴点了点头，低年级我不知道，但咱们高三的有几个，一班有一个，2班有2个，4班有一个，6班和9班也有一个。从瘦猴口中得知修炼铁布衫的名单后，唐渊有了计划。两人都还没吃早餐，唐渊在路上的早餐摊买了4份饺子和2瓶牛奶，和瘦猴两人分着吃，不知不觉回到学校。上完早读课，唐渊立即拿上他的书包窜了出来。瘦猴回神过来，见唐渊背着书包跑了，卧槽，老唐还没放学呢。当他追出门口时，唐渊已经消失不见，留下他在风中凌乱。老唐又抽风了。而此时的唐渊并没有逃学，而是跑去了隔壁的6班，准备推销他的炼皮膏药和断骨药浴。唐渊来到6班，大喊一声：韩非！响亮的声音让6班的学生齐齐闻声望去。只见一个身材比较肥硕、长得比较有喜感的男生起身向唐渊走来，疑惑道：唐渊，叫我有啥事？他们2中高3有10个班，除了1、2、3班是重点班，其余7班都是普通学渣班。1、2、3班一直觉得自己是天才，看不起其余7班的学渣，所以并无交往，反而其他7班基本的同学都认识，属于见面打声招呼的那种。韩非自然也认识唐渊，不过交往不深，他有些迷糊，唐渊怎会来找他？唐渊开口道：出来聊聊。出来聊聊。韩非脸色一变，说出这话的一般都是干架，他的心一下子提起来，他记得没得罪过唐渊啊。6班的同学听到这话，眼睛放光，这是要开打的节奏吗？韩非跟在唐渊的身后，心里忐忑起来，已经做好打架防御状态。别看他长得大块头，其实胆子很小。唐渊来到走廊停了下来，一直在心里做思想斗争的韩非没注意，一不留神撞在唐渊的身上。唐渊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韩非整个人精神紧绷起来，紧张道：你想干嘛？唐渊被他紧张的情绪弄得一头雾水，不过他也没在意，反而把手搭在韩非的肩膀上。韩非吓得一个机灵，害怕道：唐渊，你别乱来啊，咱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而且有这么多同学看着，一旦动手会受到学校处分的。别紧张。唐渊也没在意，将他挂着身前的书包拍了拍，笑道：同学，要不？要？什么药？韩非一脸懵逼，不是来打他的吗？唐渊拉开书包链子，露出里面的药膏和药浴，炼皮药膏和断骨药浴，要不要？便宜给你。韩非见到唐渊书包里装着一大堆药膏药浴，瞪大眼睛，失声惊呼：这么多！这一书包的药价值起码也有10万。唐渊在他耳边低声道：嘘，不要声张。韩非没了之前的紧张，反而一脸怀疑地看着唐渊：你这药不会是假的吧？这些药只有正规药店才有的买，唐渊哪来这么多药，令他很难相信，不得不怀疑。比真金还真，假一赔10。唐渊拍着胸口保证道：如果我买假药的话，你可以上报学校处分我，开除我的学籍，然后报警抓我。这个世界华夏对假药抓得很严，毕竟事关武者之事，不得马虎。他继续诱惑的：我的药比药店便宜不少哦，买的多的话还有折扣。小胖子韩非有些心动：折扣？你这要怎么骂？炼皮药膏2951盒，断骨药浴4951剂，比市面上便宜50。小胖子撇了撇嘴：才便宜50？都便宜了50，你想还怎样？我这是亏本卖给你。唐渊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道：我要不是买多了，自己用不完，也不会亏本卖出去。见旁边的小胖子不为所动，唐渊咬了咬牙继续道：购买5件起，每件在基础上再减10，购买10件起，每件价格再减20。小胖子在心中计算一番，买10盒炼皮药膏的话就能省下好几百，眼中顿时一亮。他点了点头：好，我买，不过我现在身上没钱，明天礼拜休息再给你买。行。唐渊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。我们明天到哪碰面？去我们小区，那里比较安全。第9章新的发现。000。直到第1节课铃声响起，唐渊才心满意足的回去。经过他一番卖力的推销和保证，外加上折扣，
成功的找到4个买家：6班的韩飞、9班的梁晓峰、4班的孙家伟，还有2班的王志文。至于另外一个2班的同学，无论唐渊怎么推销，对方始终不相信他的药，宁愿去药店买高价药。剩下1班那个的同学，唐渊就不敢去推销了。如果被林雪瑶知道唐渊将他送出去的药卖了，绝对会打断他的腿。能找到4个买家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这些人不像唐渊，他们选择修炼铁布衫，都是家境殷实。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这几人绝对能把他手中的药买光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！唐渊从2班出来，满足的哼着小曲回去，结果在走廊上看到他们班的同学，急匆匆的从他身边快步掠过，往楼下走去。这帮家伙跑那么快，急着去哪？唐渊有摸不着头脑。当他看到瘦猴也在其中，跟上疑惑问道：“瘦猴，你们急着去哪？”瘦猴见唐渊回来，一脸惊讶道：“咦，老唐，你没有逃学？”唐渊无语道：“我什么时候逃学了？”瘦猴拖着唐渊，急道：“先别说这些，今天是大黑熊的课，不能迟到，快点跟上。”大黑熊这个熟悉的外号，让唐渊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高大魁梧的黑汉子，他们的体育老师熊建武。由于身材魁梧、粗犷的性格加上黝黑的皮肤，被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为大黑熊。很快，一众人赶到西楼的体育室集合，而此时的体育室中早已有一名30多岁魁梧的男子在此等候着。熊建武见到姗姗来迟的7班，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，生气大声呵斥道：“7班，又是你们7班，足足迟到了4分钟，难道连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吗？10个班中最懒散的就是你们7班，全部都给我去操场跑10圈！”熊建武粗犷暴怒的声音在体育室里回荡，7班众人顿时垮下了脸，连忙解释道：“熊老师，这不关我们的事，是我们班主任刚才……”熊建武哪会听他们的废话，10个班中就7班经常迟到，各种理由都有，他早已听烦了。我数到3，如果还不动身的话……说着，他握了握拳头，发出噼里啪啦声响，吓得所有人都跑出体育室去操场跑步。当唐渊跟着众人来到操场，看着那条围绕操场长达5000米的跑道，双脚顿时发软，跑10圈，这是要收买人命吗？还愣着干嘛？跑！熊建武的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，吓得所有人立即窜了出去，留下一脸茫然的唐渊呢。你们跑那么快干嘛？不留点体力？他不明白众人为什么那么拼命，跑10圈相当于5公里，慢慢跑不行吗？汪汪！直到唐渊身后响起一道狗叫声，他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头如同牛犊子般大小的黑犬朝他快速跑来，龇牙咧嘴，样子极其凶恶。他才反应过来，立即飞快跑起来，怪不得这帮家伙跑得那么快，破口大骂：“我撤！学校怎会有这么大的狗？”班上就唐渊一个人修炼铁布衫，专注防御，不擅长速度，无论他怎么跑，就是无法追赶上其他人的步伐。身后的那只大黑狗一直跟在他身后，穷追不舍，与他只有不到5米距离。唐渊一回头，看到那只大黑狗凶狠的模样，吓得脸都青了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咬紧牙关，拼命跑起来。一圈跑下来，唐渊惊奇地发现，除了双脚有点酸之外，并不觉得累，呼吸流畅。就算不是武者，这个世界的人类体质比平行世界的人类强上好几倍。令唐渊欲哭无泪的是，他的速度依旧跟不上其他同学，身后的大黑狗已经进入他5米范围了。第2圈跑完，唐渊的双脚有些酸痛，叮！宿主经过剧烈的运动，双脚出现劳损，速度增加 0.01。咦？突然，唐渊眼前弹出一条系统提示，心中一喜，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的发现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脚出现损伤就会增加速度。这个新发现让唐渊有了无限的动力，开始全力发起冲锋。第3圈、第4圈下来，有些同学体力下降，速度明显慢了许多，被唐渊追赶上来。唐渊的呼吸有些紊乱，他修炼的是铁布衫，专修肉身，哪怕只有3级，也比班上不少同学强。跑完第4圈，唐渊又收获了 0.01 速度，他的速度变成 1.02， 相当于跑10000米加 0.01 速度。8分钟后，随着最后一圈跑完，唐渊等人累趴在地上，每个人大汗淋漓，身上的衣衫被汗水浸湿。花了10分钟时间，跑了5公里路，让唐渊不得不感叹，这个世界人类的体质真是太强了。与同学们的苦脸不同，唐渊脸上露出绚丽的笑容。10圈跑完，他收获了 0.05 速度，变成了 1.05 速度。原地休息5分钟，5分钟后体育室集合。这时熊建武走了过来，他身旁跟着一只牛犊子般大小的黑犬，别让我等太久。说完，带着大黑狗转身离开，身上全是汗，臭死了，都怪赵老师。要不是他突然跑来开班会，我们也不会迟到。嘻嘻，还好我聪明，知道今天上武道课，多带了件衣服来换。待熊建武离开后，班上的女生们开始数落班主任赵文斌的不是。
唐渊望着熊建武离开的背影，向一旁的瘦猴问道：“瘦猴，那只大黑狗是怎么回事？长得也太大了吧？你连这个也忘记了？”瘦猴诧异地看了一眼唐渊，觉得他的失忆症有些严重了，解释道：“那只大黑狗是异兽，是大黑熊从虚面世界带出来的战宠，有着上品武者的实力，千万别得罪它，不然下场会很惨。”唐渊暗吃一惊，上品武者的实力？他昨晚在网上查过，武者的实力共有10个境界：武者、武师、武将、武宗、武王、武皇、武帝、武尊、武圣、武神。每个境界又分4个等级：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巅峰。第10章陪练，属性提升。傍晚放学，唐渊和瘦猴一路打闹，回到小区已经是傍晚6点。回到家中，唐渊第一件事就是洗澡，整个身体都臭了。今天早上第1节课，整个班的同学上课迟到，被舞蹈老师熊建武罚跑操场。每个同学跑完步，衣衫都湿透了，待衣服干了后，每个人身上散发出酸臭的味道，蔓延整个教室。一天下来，这股汗臭味差点没把唐渊给送走。好几次瘦猴怂恿他一起逃课，终于还是忍了下来。所以放学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泡在浴缸里洗个冷水澡，放松下身体。咔嚓！这时唐李文夫妇下班买菜回来，打开大门，见到玄关唐渊摆放的鞋子，惊讶道：“臭小子，今天这么早就回家了？”按照以往唐渊的尿性，这个时间点绝对会在侯耀东家蹭吃蹭喝。虽然侯家有钱，不在乎多一张嘴，但长久以来也不是个事。他们夫妻也多次和唐渊沟通，让他不要去别人家蹭吃蹭喝，可这小子就是不听，夫妻2人实在拿他没办法。唐渊在浴缸里泡了将近20分钟才起来，穿上干净的衣服，神清气爽地走出浴室，来到客厅。唐李文打趣道：“臭小子，今天不去耀东他家蹭饭了吗？”唐渊有些迷糊，好端端的，我去他家蹭什么饭？家里没饭吃吗？唐李文听到儿子的回答，愣了一下，就连厨房里的赵月也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惊奇地看着儿子。唐渊被父母的反应弄得莫名其妙，但也没多想，坐在沙发上和父亲一起看新闻。吃完饭后，唐渊回到房里，距离10点还有将近3个小时。无聊的他没有手机玩，只能打开电脑找瘦猴打几把游戏打发时间。学校规定，学生不能带手机上学，以免影响学习，通知各位家长不要给孩子们买手机。他爸妈也是一根筋，还真听进去了。学校不能带手机，又不是家里不能，就是不给他买。和瘦猴打了4把游戏，随着最后一把游戏跪了后，时间来到9点50分。唐渊看时间差不多，准备前往小树林赴约。来到客厅，爸妈还在看电视。妈，我去楼下耍耍，一会回来，你别反锁呀。为了避免像昨晚那样迟到，这次唐渊提前10分钟去小树林。可当他赶来的时候，彻底傻眼了。林雪瑶早已在凉亭中等候着。林雪瑶见唐渊提前过来，语气略带惊讶：“这次挺守时的啊。”唐渊有些尴尬，不知道林雪瑶大夜晚的约他出来有什么事。林童，雪瑶，这么晚叫我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他刚开口想要叫他林同学，可仔细一想，会不会显得太生分？毕竟林雪瑶对他那么好，干脆就改口喊他的名字。为了让你更好的吸收药浴和药膏的药力，从今晚开始，我会做你的陪练。林雪瑶直截了当说道：“除了泡药浴之外，10点前来，以后你每天晚上8点前都必须来小树林。有药浴和药膏等修炼资源，在高考之前，最少也能让你的铁布衫达到6层，考上大学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自己修炼就可以。”他的话把唐渊吓了一跳，连忙摇头拒绝他的好意。好不容易躺平升级，你这样一插手，我何时才能升级？少废话！林雪瑶以为唐渊不想麻烦他，也不给他拒绝的机会，当即出手。他身形一动，消失在凉亭之中。下一刻，出现在唐渊的身前，运转铁布衫。话音落下，他一拳打在唐渊的腹部。砰！唐渊只见一道身影闪过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腹中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，啪嗒，撞击在一棵成年人大腿般粗壮的树上，然后掉落地上。死！这一击差点让唐渊把晚饭吐出来，前胸后背都感觉到火辣辣的痛。叮！宿主遭受攻击，铁布衫自动运转，扣除1点熟练度。叮！宿主遭受攻击，体质增加 0.01。2条信息同时弹出，让唐渊既喜又悲。喜的是遭受攻击，他的体质增加了 0.01； 悲的是他的铁布衫被扣除熟练度了。唐渊从地上爬起来，林雪瑶再次发起攻击，快速出拳，对着他的身体疯狂输出。叮！宿主遭受攻击，铁布衫自动运转，扣除1点熟练度。叮！宿主遭受攻击，体质增加 0.01。叮！宿主腿部遭受攻击，速度增加 0.01。叮！宿主手部遭受攻击，力量增加 0.01。
此时的唐渊正在遭遇着非人的毒打，三维属性飞快上涨，痛苦并快乐着。要不是林雪瑶给他送了一大堆修炼资源，唐渊都怀疑他是不是看他不顺眼，找借口来打他。经过1小时漫长的毒打，林雪瑶看训练的差不多，便停下手来。而唐渊变得鼻青脸肿，眼睛眯了起来，身上没一块地方是好的，青一块，紫一块。噗呲！林雪瑶看着变成猪头模样的唐渊，冰冷的面容展露笑颜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在等灯光下映照出林雪瑶绝美的笑颜，唐渊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的笑颜，让他看得如痴如醉。他也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一笑倾城，实在是太美了。林雪瑶感受到唐渊炽热的目光，脸上闪过一丝羞红，轻说一声呆子。但一想起唐渊将他忘了后，变得伤感起来，又有些生气。笑颜散去，变回冰冷的面容，打断了猪哥模样的唐渊。明天继续，记得8点，不要迟到了。说完便转身离开，留下一阵香风。死！看着林雪瑶离开的背影，唐渊轻摸了下浮肿的脸，倒吸一口冷气。突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唐渊感觉全身酥酥麻麻的，只见他的伤势以眼见的速度消退，恢复如初。叮！检测到宿主受伤，在阴阳逆转下恢复伤势。卧槽，这特么也可以！唐渊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，受了伤都可以逆转，这个状态的加持太逆天了。这么说，他以后不怕受伤了，只要不是一击毙命，他就不会死。哈哈！想到这里，唐渊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抑制激动的心情，打开面板查看如今的属性。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黄阶下品，气感30，力量 1.89， 体质 2.84， 速度 1.16， 精神1，功法铁布衫3级0-300，秘法敛息诀1级24-100，状态阴阳逆转。看到如今的属性，唐渊都快笑出了猪声。这波挨打不亏，3维属性增加了 0.59。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铁布衫的熟练度被扣光了，这段时间怕是无法升级。第11章卖药突飞猛进。第二天早上8点40分，今天是礼拜六，学校休息，所以不用上学。唐渊起床洗漱，来到饭厅吃早餐，看到母亲在做家务，不用说，他爸肯定是去楼下的小区吹牛。他们在国企工作，周六周日也是休息，不用上班。唐渊吃完早餐，看了下时间，已经8点55分，和韩飞他们约定的时间差不多。回到房间，按照韩飞他们每个需要的数量塞进书包里，背着出门。来到小区门口，韩飞和王志文已经在此等候，两人一个背着挎包，一个拿着背包。他们见到走出来的唐渊，韩飞这个小胖子见到唐渊，冷着脸装出一副自认为冷酷的表情。货带来了吗？只是在唐渊眼中，他的模样比较滑稽，为了配合他的演出，拍了拍肩膀挂着的书包，东西带来了吗？韩飞将书包放下，开始交易吧。不远处的保安大爷听到他们对话，仿佛是在进行某种黑色交易。要不是他看着唐渊长大，知道他的为人，差点报警来处理。旁边的王志文见这两个戏精飙戏起来，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当即打断了他们。唐渊别闹了，我赶时间呢，一大早就去银行里排队拿钱，麻烦的要死，浪费我不少时间。你说你都成年了，怎么连一张银行卡都没有？我要5盒药膏，2剂药浴，这里是24600，你点一点。说着，他从挎包里掏出3沓钱抛给唐渊。唐渊接过钱，清点一番后，数目没错，将钱收好，然后把药膏和药浴交给王志文。王志文将东西装进挎包，点了下头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韩飞把书包交给唐渊，我要10盒药膏，5剂药浴。剩下的梁晓峰和孙家伟姗姗来迟，也各买了5盒药膏和2剂药浴。他们4人一共买了25盒药膏，11盒药浴，127800。唐渊望着手中鼓鼓囊囊的书包，略有感叹，这卖药的也太赚钱了吧，就这点要卖了12万多。有了钱后，唐渊第一步是去手机店买台手机，办了手机卡，然后带上身份证去银行办卡，把钱存进去，开通了限额和网银。王志文他们说的没错，每次交易都带一大堆现金，实在是太麻烦了，还是办张卡转账方便。办完银行卡，唐渊直奔药店。当他来到药店后，彻底傻眼了，被店员告知，丹药因为药力强劲，只有武者才能服用，普通人服用丹药和找死没什么区别，所以不会对普通人售卖。想要买丹药，要他拿出武者证才行，否则药店不会售卖，或者只能买普通人需要的药浴或药膏。唐渊走出药店，望着天空上的蓝天白云，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就算有钱也买不了丹药，失魂落魄的回家。晚上8点，唐渊如约来到小树林，不出意外，林雪瑶依旧一早在等候着他。林雪瑶见唐渊身上的伤消失不见，有些惊讶，看来药力吸收的不错。说完，还是一如既往的上来就打。
唐渊像个沙包一样被揍来揍去，直到鼻青脸肿，对方才停下了手，吩咐一声明天继续，便离开了小树林。唐渊的三维属性也来到了 2.02 力量， 3.22 体质， 1.29 速度。第3天晚上，林雪瑶如往常一样上来就开打，一拳打在唐渊的腹部，冲击的力量让他弓着身躯，随即他抬起雪白的大长脚，从唐渊的后背重重劈落，将他砸在地上。倒在地上的唐渊只是感到一丝微痛，这种痛觉很低，如同被蚊子叮咬了盘。唐渊很快从地上爬起，迷糊地看着林雪瑶：“你今天怎么留手了？”林雪瑶听到唐渊的话，精致的面容露出惊讶之色，看来这几天使用药浴、药膏外加训练没有白费。这些天来，他一直使用3成力量训练唐渊，但今天唐渊居然能接下他3成力量。继续，这次林雪瑶使用4成力量，一击就将唐渊打得四仰八叉的躺着，让他再次感受到痛觉。叮！宿主遭受攻击，体质增加 0.01， 属性的提升让他忘记身上的疼痛，脸上反而露出笑容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训练，林雪瑶再次看到鼻青脸肿的唐渊，这才停下手来。唐渊的进步着实让林雪瑶震惊，第3天就已经能承受他4成的力量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他看着唐渊：“你的铁布衫升级了吧？”唐渊模糊应了句：“他的铁布衫能升级才有鬼。”每天挨打训练，将他每日积攒下来的熟练度扣光，一直停留在3级0熟练度。不过唐渊并没有伤心，反而很开心。他现在的属性除了气感和精神没有变化之外，其余的3维一路飙升，比修炼铁布衫获得的属性还要多。在林雪瑶离开后，唐渊身上的伤势也慢慢恢复。这次训练，他的力量来到 2.23， 体质 3.51， 速度 1.41。随着力量和防御的提升，他的身体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，身高从175长到177，身材健硕起来，腹中更有8块腹肌，看起来孔武有力。周一早上7点，唐渊和瘦猴一起上学，两人并肩而行。老唐，你是不是2次发育？怎么感觉你好像长高了？瘦猴发现唐渊好像长高了，他172的身高，以前唐渊只是比他高一点，现在高度都超他半个头了。是吗？我没注意，可能是我的铁布衫进步了吧？唐渊向瘦猴问道。对了，瘦猴，你知不知道除了正规的药店之外，还有什么地方能弄丹药？他的铁布衫一直在3级原地踏步，得想个办法提升一下，否则高考没法考上大学。瘦猴也没多想，随口回了句：黑市呗。黑市？唐渊眼中一亮，迫切问道：那你知道黑市在哪吗？不知道。好端端的，你问这个干嘛？瘦猴有些迷糊，随即他反应过来，脸色一变：老唐，你可别犯浑啊，在没成为武者之前，丹药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枚定时炸弹，能直接把你的身体撑爆。唐渊突然问哪里有丹药买，让瘦猴不得不怀疑这小子想要尝试使用丹药变强。毕竟高考将至，以唐渊现在的实力，想要考上大学无疑是痴人说梦，恐怕他想要铤而走险服用丹药变强。以前不是没人做过，只是成功率非常低，那几率和买6合彩差不多，属于九死一生的那种。普通人服用丹药修炼，成功的还好，不成功轻则残废，重则爆体而亡。后来国家下了禁令，所有药店不得对普通人售卖丹药，否则封店关门。哈哈，我就随后问问，你别多想。唐渊打了个哈哈，话锋一转：瘦猴，你真不知道黑市在哪？不知道。瘦猴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道：就算知道也不跟你说。走了，上学。第12章属性暴涨，林雪瑶离开。当晚唐渊训练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半，却见瘦猴在他家和他爸妈在聊天，时不时逗得他爸妈发出笑声。瘦猴听到开门声，知道唐渊回来，看向门外，不满道：等了你一晚上，跑去哪里了？出去办点事了。唐渊回了句，惊讶道：你这么晚来找我，有啥事吗？瘦猴就是个游戏迷，按这个时间点，他绝对在家里打游戏，哪会有空来他家溜达？我给你弄了些好东西来。瘦猴起身搭着唐渊的肩膀，一脸神秘道：走，去你房里看。好东西？唐渊有些迷糊，当他进去房间，只见床上放着一个大纸箱，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当当当，只见瘦猴将大纸箱打开，里面装的全是药膏、药浴等修炼资源，笑道：怎样，开不开心？唐渊看着那一大箱子的修炼资源，面容僵硬，整个人傻眼了。林雪瑶刚送完1大箱，你又送1大箱，我要卖到什么时候？老唐，哥对你不错吧？瘦猴以为唐渊激动的说不出话，笑道：开不开心，高不高兴？高兴，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唐渊挤出一个比哭更难看的笑容，现在去退，怕是退不了了。瘦猴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别看瘦猴家有钱，猴爸怕瘦猴日后成为败家子，秉着穷养儿子的原则，
每个礼拜就给100块零花钱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比唐渊还要穷。这堆修炼资源最少也要几十万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不会是偷他爸的钱吧？瘦猴搂着唐渊的肩膀，这可是我跟我老爸立了军令状，好不容易才弄来的。军令状？什么军令状？瘦猴无所谓道：高考考上10大武校呗。唐渊暗吃一惊，10大武校？我的资质不错，如今会员装已经达到6层圆满，这几天内就能突破7层。瘦猴笑道：接下来只要稍微努力，高考前必定能达到第8层，考上10大武校，轻而易举。说着，他拍了拍了唐渊的肩膀，语气深长道：老唐，这些资源足够让你的铁布衫达到武校招收的条件，不要犯傻冒险服用丹药提升实力。今天早上唐渊打听丹药和黑市的事，让瘦猴警觉起来，害怕唐渊冒进，想要铤而走险服用丹药提升实力。唐渊从小和他一起长大，两人之间的感情不是亲兄弟，但更胜过亲兄弟，自然不能让他出事。他放学回家，第一时间就是找侯父要钱，并立下军令状，考上10大武校。对侯父来说，这些都是小零钱，听到儿子立下的军令状，顿时眉开眼笑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打钱。谢了，兄弟。唐渊知道瘦猴会错意了，但很是感动，这份情他深深记在心里。时间流逝，转眼间20天过去，在林雪瑶的帮助下，唐渊的实力突飞猛进。这天晚上训练完，唐渊打开系统面板，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黄阶下品，气感30，力量6.83，体质9.67，速度6.51，精神1，功法铁布衫3级0-300，秘法敛息诀3级52-300，发动时能够闭气敛息30分钟，等级不超过宿主一个大境界，无法察觉宿主的存在和修为。状态阴阳逆转，永久。三维属性达到了恐怖的境地，尤其是防御，如今快要突破到10点，哪怕是林雪瑶在不动用武者的力量情况下，已经无法伤到他。敛息诀达到了3级，每一级提升100熟练度，能够在30分钟内可以不呼吸。此时的林雪瑶香汗淋漓，气息有些紊乱。唐渊，你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短短20多天的时间，唐渊的进步快得吓人，体质的属性绝对接近了10。唐渊的资质他能猜到，修炼了这么多年，铁布衫只修炼到3层，应该是黄阶的资质，哪怕在药膏和药浴的加持下，也不可能进步那么大。他身上有秘密，这多亏了你的送的修炼资源。唐渊装傻充愣，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林雪瑶送的修炼资源。你的成长让我很惊讶。林雪瑶也没纠结这个问题，只要唐渊变强了就行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来训练了，以你如今的实力，足够应付高考了。现在你主要的任务，专心学习文化课。说到这里，他欲言又止道：对了，明天我要搬走了。前面的话唐渊听到挺高兴的，后面那句搬走让他身躯一震，紧张问道：搬走？你搬去哪？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唐渊对眼前这个外冷内热的女孩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情愫，如今听到对方要搬走，他的心有些乱。帝都，林雪瑶平静道：我已经被帝都大学特招了，武校已经安排好一切，明天我家将搬去帝都。帝都，唐渊脸色微微一变，很快恢复正常，微笑道：恭喜你啊。谢谢。林雪瑶点了下头，我先走了。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今晚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见。唐渊再次向他问出当初那个问题：雪瑶，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呢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唐渊实在想不明白这个问题，他也怀疑过他们之间是不是情侣关系，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林雪瑶对他从未流露过任何的情感，就连话也没几句，一直冰冷着脸训练他，两人根本不像情侣关系。林雪瑶身体微微一顿，如果真的想不起来，那就算了。5月1号这天，林雪瑶一家搬走，唐渊叫上瘦猴去帮忙搬东西。第二天，林雪瑶被10大武校帝都大学特招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传遍整个小区。林雪瑶的离开让唐渊的心有些空空的，晚上独自一人来到小树林的凉亭，陷入了回忆。5月4号，五一假期过完，唐渊和瘦猴如往常一样去上学。这几天不用训练，唐渊躺平4天，铁布衫的熟练度达到94-300，将近1/3，敛息诀达到4级。林雪瑶被帝都武校特招的事也在学校传来，成了人人讨论的对象，每个同学都羡慕不已，更多的是刺激鼓励着他们。但对咸鱼七班来说，依旧如往常一样，过好自己就行，别人的事与他们无关。对他们来说，无论再怎么努力，都不会考得上2流武校，更别说1流和10大武校了。这些人的实力普遍跟唐渊差不多，基础功法都是修炼到3-4层，能考个3流武校就已经不错了。当然，瘦猴是个例外，以他的实力放在一般，
绝对是顶尖的学霸。这小子一直摆烂，躲在七班混日子。第13章辅导班开设，体检。哟，瘦猴、老唐，你们来啦！唐渊他们邻桌的几个男同学见他们进来，八卦笑道：“我记得一班的林雪瑶是你们的发小吧？你们有这层关系，以后飞黄腾达，可别忘记了哥几个呀。”他们见唐渊和瘦猴经常帮林雪瑶拎书包，都以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很好。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将来林雪瑶功成名就，身为发小的唐渊他们也会得到关照。呵呵，瘦猴尴尬的笑了声，心中暗骂道：“发小个屁，还飞黄腾达呢！这母老虎不找我们晦气，就谢天谢地了。”大新闻，大新闻！唐渊和瘦猴回到座位上，和其他同学闲聊，突然门外传来一道惊呼的声音。只见一名男同学跑进教室，激动道：“教育局开设辅导班了，今天来学校挑人，教育局的领导已经到校了。”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先是一愣，随后跟没事人一样继续聊天。唯独唐渊不知道，茫然问道：“什么辅导班？”听到唐渊的话，其他同学无奈道：“还能是什么辅导班？天才辅导班呗。”瘦猴知道唐渊失忆，当即给他解释道：“为了提升学生考进10大武校的几率，教育局每年都会开设辅导班来学校挑选，有机会考上10大武校的学生。还有这么好的福利？”唐渊面露诧异之色，教育局开设的辅导班，这算作弊吗？那个来汇报消息的同学见大伙都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懵逼问道：“这么大的新闻，你们难道一点都不兴奋、不激动吗？”其他同学闻言白了他一眼，皆是反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傻？你觉得教育局开设的辅导班和我们7班有关系吗？就是，反正挑来挑去，最终的人选都在1班、2班、3班中挑的。除了1、3班，我是没听过其他班级的学生被选上。”面对一连串的灵魂拷问，那个来报信的同学才从激动的情绪中清醒过来。对啊，辅导班和我们7班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挑来挑去都是1、3班的人。靠！白高兴了。那人暗骂一声，没了之前的高兴，郁闷地回到座位上。000！上课铃声响起，今天是周4，第1节课是老赵的课。唐渊和瘦猴开启学霸模式，认真听课，一个目标是考上武校，另一个目标是考上10大武校，文化成绩自然不能落下。下课时，赵文斌通知学生们，今天教育局来挑人进辅导班，你们别给我找事，谁都不许旷课和请假，随时待命去做体检。体检！一听要做体检，唐渊顿时脸色大变。这段时间经过林雪瑶的训练，他的3维属性超过常人，哪怕别人将基础功法修炼圆满，也无法与他的属性相比。如果一旦被检查出来他的3维属性高出常人那么多，那该怎么解释？会不会将他抓起来切片研究？想到这里，唐渊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不由举手发言：“老师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想请个假。”不许！赵文斌话刚说完没几秒，唐渊就说要请假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等体检完，你请什么假都行，现在谁都不许请假。唐渊苦着脸道：“老师，我真的不舒服，反正我们也没希望进辅导班，体不体检都一样。”赵文斌能不知道他们班没人进辅导班吗？但校长下了命令，今天教育局来人，任何班级都不许缺人。不舒服去校医室，有医生给你看病。他警告唐渊：“唐渊，你别给我找事，体检是教育局下达的任务，任何人都不许缺席，这不是开玩笑。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，都会将你抓回来体检。”当听到赵文斌的警告后，唐渊知道逃跑无望，脸色垮了下来。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，高考时一样会检测出来。看来横竖都是死，只希望结果和他想的不一样。瘦猴注意到唐渊脸色不对劲，关心问道：“老唐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没事。”教育局的人一大早就来学校，1班的人已经开始去校医室做检查。上午放学，5班的人才做完检查，剩下班级的只能等下午开始。轮到唐渊他们7班，已经是下午第2节课，历史老师的课上到一半就被校园广播打断。赵文斌赶来，将7班的学生带走，前往校医室。6班的学生陆陆续续做完检查离开，7班学生按照学号排队，在校医室门口外等候着。别看唐渊和瘦猴坐在后排，两人的学号比较靠前，瘦猴是17号，唐渊是18号。唐渊简略地计算了一番，平均每个人进去检查的时间是1分钟左右。两人等了将近20分多钟时间，终于轮到瘦猴进入。唐渊的心提了起来。瘦猴进入校医室，里面的病床被搬走了，摆放着一台类似核磁共振的机器，他从未见过这种机器。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名单，读出名字：侯耀东。瘦猴应了一声：“是我。”侯同学躺到机器上。工作人员吩咐瘦猴躺在机器床上，然后操作机器，盖上盖子，送进机器里，开始扫描检查。在校医室另外一个房间，里面坐着5个人，4男1女，每个人年纪不少，最年轻的是个魁梧的中年刀疤脸男子，其余4个都是50、60岁以上。他们的目光都盯着电脑屏幕，外面的机器将瘦猴的检查信息上存到电脑。姓名：
侯耀东。资质玄阶上品，气感76，力量2.75，体质2.75，速度2.75，精神1。众人见到兽猴的检测信息，眼中皆是一亮。玄阶上品的资质，这是一个上等的好苗子啊！玄阶上品的资质真是意外的收获。目前2种里最出色的就是他了。76气感，看来他的基础功法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8层了，考上10大武校没问题。这小子居然藏身在普通班里，他是怎么想的？刀疤男子和一个老妪，还有一名驼背老者，盯着兽猴的资料信息，三人眼神闪烁，不知在想什么。第14章，获得辅导班名额。1分多钟后，兽猴从校医室走出，脸上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唐渊，校医室里传出点名的声音。咕噜，唐渊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咽了下口水，只能硬着头皮进入校医室。大门关上，工作人员将唐渊带到机器前，拿着名单。唐渊，唐渊紧张地回了一句。那工作人员似乎看出了唐渊的紧张，职业性微笑道：“唐渊同学，不用紧张，放松点，检查很快的。”唐渊咬了咬牙，死就死吧，直接躺了上去。机器合上盖子，将唐渊送了进去。检查机器发出光线，扫描唐渊的全身。1分钟后，唐渊的检查信息上传到隔壁房里的电脑上。姓名：唐渊，资质：黄阶下品，气感33，气感会随着功法进度增加，力量6.83，体质9.67，速度6.51，精神1。坐在电脑旁的5个领导看到唐渊的资质黄阶下品后，没有多大的情绪变化。除了1、3班的精英班外，其他的班级他们没有多大的期待。之所以全级检查，是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，像兽猴那样的。咦，不对劲，你们看他的3维属性。突然，一个精神抖擞、满头银发的老人失声惊呼，指着屏幕上唐渊的检查信息。原本众人看到唐渊黄阶下品资质后就失去了兴趣，直到一声惊呼声响起，其余4人的目光再次落在电脑屏幕上。见鬼了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胎？接近10的体质，力量和速度达到了6，气感33，说明他的基础功法只修炼到第3层。可他的属性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哪怕把2种基础功法修炼到圆满，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。难道他有五体不成？众人以为眼花，擦了擦眼睛，沉默了下来。那个第一个发现唐渊诡异属性的银发老者忍不住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声，惋惜道：“可惜了，他的资质只有黄阶下品，就算他拥有五体，这辈子也难有成就。”的确，可惜了。其余的3人也点了点头，同意银发老者的话，纷纷叹了一声：“下一个吧。这小子资质虽然差了点，但的身体情况让我很感兴趣。”与其他人不同，那个刀疤脸中年，眼睛露出金光，对唐渊充满兴趣。我手里还有一个推荐名额，送给这小子了。童小子，你真要把推荐名额给他？众人一听童印要把他手中的推荐名额送唐渊，纷纷劝道：“黄阶下品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，推荐名额给他就是白白浪费。”童印摇了摇头：“诸位不用再劝了，我已经决定把名额送给他。”外面检查完成，机器盖子打开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：“唐渊同学，检查完成，可以起来了。”唐渊起来，穿上鞋子，心里有些忐忑。就在此时，旁边的房子打开房门，里面传出一道声音：“唐渊同学，麻烦过来一下。”听到这道叫唤声音，唐渊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跳加速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他迈着沉重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往旁边的房间走去，额上冒出冷汗。当他进入房间后，映入眼帘的是4个老人和一个刀疤男子。众人的目光落在唐渊的身上，看得他浑身不自在。只见那个刀疤男子站了起来，看着唐渊，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：“唐渊同学，恭喜你获得进入辅导班的名额。”说着，他将桌面上的一个绿色小本子拿起来，递给唐渊。唐渊迷迷糊糊的下意识接过小本子，一脸茫然：“我通过了。以你黄阶下品的资质，原本是没资格获得名额。”童印笑道：“不过，你异于常人的体质，却让我很感兴趣，所以为你推荐。”唐渊脸色一变，果然还是检查出来了，同时也在心里将童印暗骂一番：“我他妈谢谢你啊！”这小本子是进入辅导班的通行证，放好了，不要给别人看到。童印继续道：“你进入辅导班的事，记得要保密，谁也不要泄露，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你父母那边，我们这边会通知的。辅导班开设时长1个月时间，期间不能回家，直至结束。明天早上8点整，在你们家门口等候，会有工作人员专车接送。带上你的书包，至于日常用品、换洗衣服都不用带，我们这边会替你们准备好。”在童印的一番叮嘱下来，唐渊失魂落魄地离开校医室。在外面等候的瘦猴见唐渊晃晃悠悠地走出来，
脸色很差，以为他落选，心情不好。老唐，你没事吧？他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别垂头丧气，没选上就没选上，就算没有辅导班，你也一样能考上武校。我哪有垂头丧气？唐渊无语道：这都不是一码事。晚上放学，唐渊和瘦猴一起回到小区，就在两人将要分开，各自回家的时候，瘦猴突然开口道：对了，老唐，我这段时间有事，要请一段时间假，不能和你一起上学了。唐渊点了点头，不用说，他也知道其中的缘由。这小子肯定是被选进了辅导班，毕竟他的实力摆在那里。回到家中，换上拖鞋，发现父母在家里，他惊讶道：爸，你们今天这么早回来？请假了。唐李文他们两个是6点下班的，平常回到家中差不多都7点，今天6点就到家了，除了请假，他想不到其他理由。唐李文鼻音哼了声，然后道：儿子过来坐着，我有话问你。唐渊被父亲搞得摸不着头脑，放下书包走了过来，坐在沙发上。爸，咋了？唐李文直接进入主题。今天下午你们学校打电话来说你被辅导班选上了。对啊。唐渊点了下头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唐李文严肃道：你老实跟爸说，你的铁布衫到底练到第几层了？这臭小子好端端的怎会被辅导班选上？难道他的铁布衫突破到更高的层次了？第3层。第3层。唐李文失声惊呼：这不科学啊，辅导班怎会选上你？他急问道：难道你的资质很高？黄阶下品的资质？旁边的赵月一副像见鬼了一样，教育局的领导傻了不成？不然怎会选上你？我哪知道？唐渊郁闷地说了句：那傻子的辅导班他是真的不想上，他也跟童印提出过推辞，对方不允许。第15章前往辅导班。夜幕降临，晚上7点半，南城酒店803房。童印洗完澡，穿着浴袍出来，从床上拿起的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。嘟嘟嘟。过了一会，电话被接通，里面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：哟，印小子，难得呀，居然有空给老头子打电话。童印冷酷的面容僵了下，随即垮着脸道：老校长，您就别打趣我了，你这个时间能打电话给老头子，想必是高中的辅导班开设了吧？电话里的老人也不再打趣童印，难道是发现了什么好苗子不成？童印点了下头，检查到一个有意思的学生。能被童印称为有意思的学生，那老校长惊讶道：难道是地阶资质的学生？童印摇了摇头，不是。电话里头的老校长呼吸不由急促起来，急问道：天阶资质？既不是地阶，也不是天阶。童印摇了摇头，他的资质是黄阶下品。黄阶下品？老校长有些懵，但他毕竟是见多识广，一下子就猜到，难道是武体？他疑惑道：就算是武体，黄阶下品的资质也难有成就，你不会是来打趣老头子的吧？此人的体质太诡异了，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武体。童印将唐渊的信息说出，他的力量6.83，体质9.67，速度6.51，最诡异的是他的基础功法才练到第3层，而且还是铁布衫，接近10的体质，力量和速度也如此之高。电话那头的老校长发出震惊的声音，哪怕是武体，也不过是单一属性的发展，不可能这么夸张。他急道：印小子，找机会搞清楚那小子到底是什么武体，如果是高等武体，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，老头子都为他提升资质。高等武体可遇不可求，100万人中能出一个高等武体，都可以说是老天爷眷顾人族了。童印应了一声，我已经把他弄到辅导班里。第二天早上7点56分，唐渊和父母打了声招呼，然后背上书包出门。望着儿子离开的背影，唐李文夫妇的心情别提有多乱。昨晚他们一晚都没睡，他们最怕的就是唐渊踏上武者之路，步了他爷爷和外公们的后尘，家里就他一根独苗。昨天唐李文收到学校打来的电话，想要推掉唐渊进入辅导班的名额，奈何学校领导说这是教育局下达的通知，推辞不了。老唐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赵月看着身旁忧心忡忡的丈夫，安慰道：小渊不过是黄阶下品的资质，就算进入辅导班也没多大的作用。希望如此吧。唐李文也只能自欺欺人，更多的是无奈，气骂道：也不知道教育局的领导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把名额发给一个黄阶下品资质的学生，这不是浪费国家的资源吗？赵月也气愤填膺，附和道：就是。唐渊背着书包来到小区大门口。咦，老唐，你怎么还没上学？都迟到了。他刚出来，旁边就响起一道震惊的声音。唐渊闻声望去，看见瘦猴背着书包靠在墙边，他从口袋里掏出绿色小本子，笑了笑道：鄙人不才，有幸被辅导班选上。说着，他装出一副疑惑，问道：瘦猴，你不是说有事请假的吗？怎么还带着书包？这是要去上学？卧槽！瘦猴看到唐渊的绿本子，不敢置信：老唐，
你怎么被选上了？哎，没办法，谁叫我天资出众，被看中了。唐渊叹了一声，无奈道：无论怎么推也推不掉，也只能勉为其难接受了。瘦猴见他一脸欠揍的样子，真想上去给他2拳，不过得知自家兄弟被辅导班选上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好你个老唐，被选上也不说，竟然瞒着我。同时他也对唐渊的资质很感兴趣，能让只修炼到3层基础功法的唐渊入选，想必他的资质不低。你还不是一样？我这不是以为你落选，怕打击到你。BB， 两人各自数落一番，一道喇叭声打断他们。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向他们迎面驶来，停在他们面前。只见一名西装革履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走下车来，他看过2人的资料，一眼就认出他们。他将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给2人看。唐同学，侯同学，我是辅导班的工作人员，是专门来接你们过去的。随后西装男子为其打开车门，示意他们上车。唐渊2人上车后，西装男子回到驾驶位上，开车离开。路上瘦猴一直找西装男子聊天，可对方却一言不发。瘦猴自讨没趣，不再找他搭话。车子行驶了半个小时，唐渊发现有些不对劲，用手肘撞了撞瘦猴。瘦猴警惕起来，车子竟开出了南云城，往城外开去，心里一下子提起来：大哥，我们不是去辅导班吗？这是去哪？西装男子瞄了车内后视镜，注意到2人的神色，平静说了句：不用紧张，辅导班不在城市里。不在城里？他的话让唐渊2人皆是一愣。那在哪里？那西装男子买了个关子，等去到后你们就知道了。此后无论唐渊他们怎么问，对方就是闭口不说。车子开出城后，离开的大道开进了一条小道，驾驶了将近半个小时，道路从开始的水泥路变成了泥地路，越来越偏僻。唐渊注意到在他们身后也跟着数辆黑色轿车，看来也是辅导班的学生。最终穿过一座大山，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座军营。唐渊2人惊讶道：辅导班开在军营里面？西装男子似乎话里有话：等到了你们就会知道。车子来到军营大门口停下，只见一名持枪的军人上前走来。西装男子打开车窗，将他的证件递给那名军人。持枪军人接过证件，检查一番，确认无误后，给西装男子行了一个军礼，把证件还给他，然后对后方的战士比划了一下手势，示意开门。第16章，辅导班在虚面世界。随着车子开进军营，和唐渊他们开始猜测的不同，辅导班并不在军营之中。车子穿过军营，来到了后方，只见前面的道路出现一个将近5米大小的黑洞，在黑洞的前方有一道防线挡住去路，道路2侧有一队战士把守着。瘦猴看到前方的黑洞，惊呼一声：辅导班开在虚面世界！虚面世界！唐渊吓了一跳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，他早已不是当初的小白，对这个世界已经了解的差不多。虚面世界居住着各种异族，他们这些连武者都不是的小萌新，进去虚面世界和找死没什么区别。放心吧。西装男子从车内后视镜瞄了他们一眼，里面的异族都被清理干净，不会有任何的危险。唐渊和瘦猴齐齐翻了个白眼，骗小孩呢，虚面世界没有被毁灭，里面的异族就不会被消灭干净，这点常识小学2年级就学过了。不过教育局既然敢把他们带进虚面世界，那就不用担心危险。一名战士迎面走来，对西装男子露出笑容：磊哥，履行公事，麻烦把你们的通行证拿出来看看。西装男子把他的证件拿出，然后和唐渊他们道：将你们的通行证拿出来吧。唐渊和瘦猴2人把绿色小本子掏出来，递给那名战士。对方接过证件，检查一番，确认无误后，将证件还给他们。可以了，磊哥。说完，他对身后的战士们挥了一下手，说道：放行。战士们听到命令，撤开路障，给他们放行。西装男子驾驶着车子进入黑洞，众人视线一黑。当他们回神过来时，已经穿过了黑洞，来到一处神秘的原始森林，周围都是高大的千年古树。微风从车窗吹进，一股大自然的气息迎面扑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地面上有一条水泥路，可以让车子平稳行走。车子开了将近20分钟，终于离开原始森林，前方的视线变成一片大草原。在前方的远处，唐渊他们看到伫立着一座军事要塞。121，121。车子行驶了10几分钟，终于来到要塞，里面传出一道道响亮的口号声。又经过一番检查，才放他们进去。训练的声音越来越大。西装男子开着车子前往军营报道处，从操场边上经过。唐渊他们从窗外望出去，操场上有2000多人在训练，每个人气势如虹。很快，车子来到军营报道处，外面有数十个学生已经在此等候，有的人手里拿着棉签，按着驱驰位置。西装男子将唐渊2人打发下车，然后开车离开。唐渊和瘦猴背着书包进入报道处，看到有几个学生排队签到，签完到后又到旁边抽血。2人自觉的排队，瘦猴向排在前面的学生疑惑问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为啥要抽血？
那同学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。很快，唐渊和瘦猴抽完血，那个抽血的战士通知他们到外面等候。两人来到外面，找了个空出的地方，打量了眼人群。目前在场的人数大概有50多个，男生30多，女生20左右。两位兄弟，怎么称呼？是哪个学校的？忽然有3名男生向他们走来，其中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微笑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苏子生，南山中学。”说着还介绍他身旁一瘦一胖的2人，他是3中的杜远航，这位是邵阳中学的许然。能进入辅导班的都是天才，自然是要结交一番，多个朋友，多条路。唐渊和瘦猴也自报家门：2中唐渊，2中侯耀东。几人都是男生，聊起天来没有那么拘谨，很快熟络起来，打成一片。从苏子生的话中得知，这次被挑选进入辅导班的共有100人，一共有9个高中，一中占了20个名额，其余的学校各占10个。众人聊得火热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10点钟，后面的学生也陆陆续续到来，一共100人。不多时，有10名身穿军装的战士走来，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张名单。其中一个战士开口道：“读到名字的人，来我这里站着。”侯耀东、李永浩、张义成。当第10人个人走出后，那名战士停下宣读，6男4女。只听那名战士对瘦猴他们10人道：“你们10个都和我来。”随着瘦猴他们被带走，另外一名战士开始宣读名单上的人。很快，一个个学生被带走，场上剩下30个学生。轮到下一个战士宣读名单时，唐渊一眼就认出，那个人正是开车搭他们来的西装男子苏小小。人群中走出一个可爱的小萝莉，身高大概1.5米左右。不少男生看到这个可爱的小萝莉，不由眼前一亮。许然、唐渊、赵立群、梁志亮、朱一鸣、罗峰、葛崇伟、梁少宇、周天泽。唐渊他们被点到名字后，都纷纷站了出来，9男1女。跟我来吧。郑磊带着众人来到一栋4层宿舍楼。唐渊看到先前被点名带走的学生都被带到这栋楼。郑磊带着唐渊他们来到2楼205房，警告道：1楼和2楼是男生宿舍，3楼和4楼是女生宿舍，没事不要踏上3楼一步。你们9个就住在205宿舍，里面的床位都有你们的名字，生活用品和你们换洗衣服都摆放好了，一会换上新衣服，10分钟后楼下集合。说完，他带着苏小小离开，前往4楼。待郑磊离开，众人各种找到自己的床位。唐渊在3号床，床上的被褥叠放整齐，放着4套军装和日常用品。9人中除了许然，唐渊认识下其余7人一概不识，他们各自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眼看10分钟快过，他们赶紧换上新衣服，准备到楼下集合。在换上军装的时候，除了胖胖的许然，每个都露出健硕的身躯。有些人好奇一问，结果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是修炼了铁布衫。他们顿时明白，这是把他们这些修炼铁布衫的人集合在一起。忽然，他们想起那个可爱的小萝莉，她不会也是修炼铁布衫的吧？第17章训练1。半小时后，众人换上军装，英姿勃发，大变了模样，来到楼下集合。唐渊他们来到楼下，其他队伍已经被他们的领队陆陆续续带走。郑磊早已在楼下等待着他们。小萝莉苏小小火急燎燎跑下来，帽子都还没戴好。我叫郑磊，是你们7班的班长，负责辅导你们的成长。郑磊扫了一眼众人，进入军营，你们就是军人，接下来1个月时间，你们要做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服从命令。话音刚落，他话锋一转，全体都有立正，向右看齐。唐渊、苏小小，你们左右不分的吗？右边，哪边是右？唐渊和苏小小闹了个大红脸，一般不都是向左看齐的吗？怎么到了你这里就不按套路出牌？两人羞红着脸往右边看齐。少熙，立正，跟上我的步伐，齐步走。郑磊在前面带路，双手握拳，慢跑起来。唐渊等人也跑起来，跟在他的身后。跑了将近1里多路，在郑磊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一个训练器材仓库。停！郑磊停下脚步，立正。唐渊等人立即停下，整齐排好队伍。郑磊向看守仓库的大爷走去：“张叔，我们7班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那大爷50多岁的样子，左臂缺失，但却神采奕奕。他躺在摇椅上，抬起右手，指了指门口处摆放的东西：“都准备好了，你们自己拿吧。”谢了，张叔。郑磊道了声谢，然后对唐渊等人道：“都过来拿上你们的装备。”众人小跑着过去。当他们看到所谓的装备后，脸色垮了下来。所谓的装备竟是负重器材，负重背心，还有脚部、手部的负重器材，装的都是铅块。郑磊将负重器材一件件发给众人，并让他们穿上。唐渊将负重背心和手绑铅块
脚绑铅块穿上，粗略了计算了番，背心有100斤重，手部和脚部的负重各有25斤，加起来有150斤。大伙修炼的是铁布衫，力量自然是不少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穿上负重器材，这有何意义？罗峰问出众人的心声：班长，我们又不是修炼力量型的功法，穿这些负重器材有什么用？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忘记了吗？郑磊平静地扫了他一眼，只要进来军营，哪怕只有1天时间，你们也是军人，军人要做的只有一个，服从命令，执行下去。说完，他也不给众人开口的机会，全体都有，围着要塞边缘跑3圈。起步跑？什么？跑3圈？这要塞都有小镇大小，负重跑3圈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除了唐渊和苏小小外，其余8个都哀嚎起来。还有2小时就开饭了，这里可不是外面，迟了可没饭吃。郑磊见他们还在那里磨磨蹭蹭，在一旁阴恻恻道：下午训练的量可不少，如果没吃到饭的话，你们说结果会如何？靠！众人大骂一声，跑了起来。除了唐渊是个例外之外，其他9人能进入辅导班，天赋不仅出色，就连基础功法最少达到6层，而且他们修炼的还是铁布衫，体质非比常人。用了30分钟时间，围着要塞跑了1圈，每个人气息紊乱，唯独有2个例外，一个是唐渊，一个是苏小小，2人气息平缓，没有任何起伏。唐渊的体质早已能和武者比拟，这种程度的负重训练对他来说轻轻松松。可惜的是，1圈跑下来并没有增加速度，看来速度达到6点后，简单的跑步是不能让他增加速度了。不过令唐渊惊讶的是，这个小不点苏小小的体质居然比男生还要强。一旁的苏小小也注意到唐渊，有些诧异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同龄人中的体质能与他媲美，这人难道也拥有武体？第2圈下来花了35分钟，其他8人大汗淋漓，苏小小的气息已经开始紊乱，唯独唐渊依旧神态自若。跟在他们身后的郑磊也注意到这个情况，有些诧异，光从体质上看，唐渊和苏小小的实力明显超过其他8人。第3圈，众人的速度明显下降许多，7班的人跑到一半已经气喘吁吁，尤其胖子许然叫苦连天，大喊着跑不动。郑磊见有人停下，解下腰带，在后面抽他们，抽的其他8人嗷嗷大叫，不敢停下，咬紧牙关跑下去。苏小小额上冒出汗珠，呼吸紊乱，而唐渊也好不到哪去，双脚出现酸痛，增加了 0.1 速度。最终花了43分钟才跑完第3圈。不错。郑磊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，11点57分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负重训练结束，立正。听到号令，迅速排好队伍，除了唐渊和苏小小，许然等8人累得双腿发软，不停打颤。尤其是胖子许然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那凄惨的样子让人不敢直视。由于他身体肥胖，速度是最慢的，跑在后面一直被郑磊用皮带在后面抽。向右看齐，唐渊、苏小小，又是你们2个，你们左右不分的吗？左是哪边？郑磊说出列队口令，再次发现唐渊他们2人左右不分。噗呲！其他8人听到这话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尤其是许然，鼻涕吹出一个气泡。唐渊2人再次闹了个大红脸，连忙改正过来。这个郑班长不按套路出牌，一会右一会左。齐步走。郑磊带着众人前往食堂，经过操场的时候，早上那些训练的战士已经下训了。唐渊他们跟着郑磊的步伐来到3营的大食堂，另外9个辅导班小队早已在食堂里吃饭，唐渊他们7班属于最迟一班。3营里的其他战士早已吃完午饭回去休息了。唐渊注意到每个小队的人都带着疲惫之色，看来大伙都被折腾得不轻。郑磊带领大伙拿餐盘去排队打饭，还别说，军营里的伙食非常丰盛，摆放着各种珍贵大补的异兽肉。郑磊对他们说道：喜欢吃什么就打什么，不过要注意不能浪费食物。唐渊看着各种各样的异兽肉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，这都是大补之物。可一想到自己的情况，一旦吃了这些玩意，铁布衫熟练度肯定会扣掉。他的铁布衫好不容易才能提升熟练度，可不想被扣光，最终强忍着口腹之欲，只能含泪的打了一大勺米饭和一些青菜。第18章训练2。888。下午军号响起，熟睡中的唐渊唰的一下睁开眼睛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郑磊就通知他们下午2点起来集合。其他人也迅速起来穿衣服，唯独还剩下许然，睡得跟头猪一样，还打着呼噜，那么大声的军号也没有把他叫醒。唐渊起来用脚踢了踢许然的屁股，2人是临床。许然，起来集合了，别吵我，让我再睡会。许然拍掉唐渊的脚，还赖着床不愿起来，继续闷头大睡。唐渊见他还在睡，阴恻恻道：郑班拿着皮带来了。一听到郑磊的名字，许然打了一个激灵，下意识地从床上跳起来。原因无他，郑磊的皮带抽人实在是太疼了，他
他修炼的是铁布衫，不可能承受不了皮带的抽击。能让他想到的是，当时郑磊绝对是动用了武者的真气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众人快速穿上衣服，换好负重装备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往楼下跑去。早上跑了3圈要塞，大伙早就累得不轻，休息1个多小时，身体都还没恢复过来。来到楼下集合，10支队伍并列，在各自的班长带领下分开而走。唐渊他们被带到了训练操场，数千个战士已经开始训练。他们日常训练练习基础功法、基础射击、投掷手榴弹、基础体能训练等。每个营、每个连修炼的功法都不一样，有的修炼混元桩，有的修炼梅花桩，有的修炼军体拳、铁布衫等基础功法。郑磊带着唐渊他们来到3营3排7班，向9班的班长问道：“武哥有没有空？”9班的班长李武看到郑磊等人走来，见唐渊等人那稚嫩的面容，顿时知道怎么回事，笑道：“老郑，今年由你来带辅导班啊？说吧，有什么事？”现在还不是新军入伍，他不用猜都知道唐渊等人的身份。我想请武哥你们班帮个忙，他们修炼的都是铁布衫基础功法。郑磊点了下头，想要武哥你们帮忙训练一下他们抗击打能力。抗击打？李武身后的战士们听到抗击打，纷纷停下训练，眼中一亮，这是白送上门的沙包啊！李武也没想，直接答应下来，没问题，小事情而已。罗峰等人倒是没有多大的抗拒，毕竟他们修炼的铁布衫就是要经过锤炼身体才能快速变强，有人辅助他们修炼，他们也乐见其成。郑磊对唐渊他们道：“把你们身上的负重装备脱了，然后自己挑一个战士。”大伙解下身上的负重装备，各自挑了个顺眼的战士陪练。许然在挨揍前提醒和他陪练的战士：“大哥，先说好，除了脸和下阴，其他地方随便打，毕竟小弟也是靠脸吃饭的。”小兄弟放心，这个我懂。那战士兴奋道：“可以开始了没？”许然咬了咬牙，运转铁布衫：“大哥，来吧！”砰！话音刚落，那战士一拳打在许然的左眼上。我靠！许然吃痛一声，变成熊猫眼，捂着左眼：“大哥，不是说不许打脸的吗？”砰！那战士对他的话充耳不闻，又是一拳打在他的右眼，笑呵呵道：“这样就对称了。”大哥，别过分了！许然怒瞪着他：“打人不打脸，打脸伤自尊。”砰！那战士又挥出一拳打在他的左脸上。啊！许然被气得发飙，怒吼：“我跟你拼了！”说完，他一个猛虎下山扑了上去，与那名战士纠缠打斗起来。哈哈！那战士高兴哈哈大笑，就是这样站着挨打不还手，跟个木头人一样，打起来多没趣。其他人的遭遇和许然的差不多，9班的战士专门往他们的脸上招呼，似乎是合计好一样。就连小萝莉苏小小也没有幸免，对方完全没有把她当成女生看待，顶着一双熊猫眼，那样子极其滑稽。砰！与唐渊陪练的那名健硕的战士同样一拳打在唐渊的脸上。死！突然，一道倒吸冷气的声音发出，不过这道声音并不是唐渊发出来，而是那名健硕的战士口中发出。只见那名战士的手打在唐渊的脸上，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他收回拳头，手指颤抖，震惊地看着唐渊。他的拳头打在唐渊的脸上，就像轰在一块钢板上，震得他的手臂发麻。而唐渊脸上一点伤势也没有。那个战士脸色一变，心中惊骇道：“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体质怎会如此恐怖？”他3点力量打在唐渊身上，不仅没有伤到他，反而震伤他的手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现在的高中生都这么恐怖的吗？我就不信你体质真的那么强大。那战士修炼的是混元桩，达到第8层，3维属性均匀，快速出拳，全部轰在唐渊的身上。砰砰砰，发出一道道响亮的碰撞声音。唐渊站着不动，将近10的体质，可以说武者之下根本没人能伤得到他。对方的攻击对他来说不过是给他挠痒痒罢了，连他的铁布衫熟练度也扣不了。咦？正在观察着场上众人的郑磊和李武，他们注意到唐渊这边的情况，这小子果然不简单。郑磊一脸诧异，早上跑步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唐渊这小子跑了3圈要塞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其他人都累得跟狗一样。那战士连轰了10多拳，脸色憋得涨红，才停下了手。李武以为自家的士兵保留着实力，怒喝道：“何大伟，你没吃饭吗？”何大伟收回双手放在背后，手背红肿，食指颤抖。李武不明白何大伟怎么突然停下来。何大伟，你在搞什么？只见何大伟装出一脸轻松的样子，向李武2人走去，直到来到他们身边，脸色瞬间垮了下来。他2双手摊了出来，低声苦笑道：“班长，你看我的双手，并不是我没有用力，而是那小子就是个怪物，我打在他身上就像打在一块钢板上。”郑磊2人看到何大伟双红肿的手，面露害色。唐渊这小子的体质最少也是6点以上，
一般人根本无法伤到他。第19章跑路。郑磊顿时对唐渊来了兴趣，他从未见过高中生拥有这么强的体质，打算亲自出手试探一下唐渊的深浅。他一步步向唐渊走来，笑道：“唐渊，我来陪你练练。”原本一脸轻松的唐渊听到郑磊亲自上场陪他练，连忙道：“郑班，就不用麻烦您老人家了，我和刚才那位大哥练得挺好的。”郑磊可是武者，一旦动起手来，把他的铁布衫熟练度扣光了怎么办？还有1个多月就高考，他的铁布衫最少要达到6层才有机会考上武校。放心吧，我下手有分寸的。郑磊没有理会唐渊的话，自顾自地说：“开始了。”话音落下，郑磊脚下用力一踏，地上留下一个凹下去的脚印，他整个人窜了出去，快速向唐渊掠来。唐渊眼前一花，下一刻，郑磊已经来到他身前，一个鞭腿向他左腰间扫来。他脸色一变，郑磊的速度最低时，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速度。就算他6点多的速度，也达不到这种效果。靠！唐渊暗骂一声，连忙抬起双手横挡。砰！郑磊的鞭腿踢在唐渊格挡的双臂，发出一道沉闷的碰撞声响。唐渊顿时感受到一股沉闷的巨力，将他拖行了将近5米远，地上留下2道1寸深的沟痕。没有感觉到痛楚，也没有扣除熟练度，说明他使用的力量没有超过10。双方的碰撞在力量方面唐渊输了，显然他使用的力量在8至9之间。郑磊见一击，并没有想象中把唐渊击飞，而是把他击退了而已，神色略带着惊讶，这小子居然扛住了他的力量。一击不中，郑磊再次发起攻击，快速向唐渊冲去。还来！唐渊可不敢再跟郑磊对练，鬼知道打着打着他会不会动真格，使用武者的实力，好不容易存起来的熟练度，他可不想被扣掉。拜拜您嘞！唐渊立即转身朝人群跑去，脚下生风，头也不回，一溜烟就窜出100米远。郑磊见到这一幕，彻底傻眼，脚下一滑，差点一个踉跄摔倒，既好气又好笑。混小子，你跑去哪？你还想不想在辅导班混了？同时他也为唐渊的速度感到震惊，这小子的速度绝对不低于5，无论是体质、力量还是速度，都比同龄人高出太多。今年的辅导班中竟然出了个小怪物。唐渊这边的情况引来操场上附近战士们的注意，辅导7班除了苏小小和许然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唐渊的背影，其余罗峰等7人皆是摇了摇头，感觉唐渊是个没脑子，得罪辅导员，接下来怎么在辅导班混下去？你们继续训练，不许偷懒。郑磊被唐渊这番操作牙痒痒，叮嘱许然他们继续训练抗击打，同时也拜托李武哥，我去抓那小子回来，你帮我照看下。说完，他便向唐渊逃跑的方向追去。唐渊一路狂奔，左闪右躲，避开那些正在训练的战士，惹得各班的班长怒吼：“你小子是怎么回事？哪个连的？那2个士兵是怎么回事？不好好训练，一点纪律都没有，在那里瞎跑！”在操场边上的领导视察战士们训练，注意到这戏剧性的一幕，脸色顿时黑了下来。吕文，去把他们给我带上来。其余陪行的营长见状，脸也黑了下来。这帮臭小子居然在这关头给他们惹事。是。那名保护领导的护卫得到命令，应了一声，追了上去。吕文腾空而飞，快速飞去，想要将他们擒住。可惜唐渊早已窜出了操场，消失不见，只剩下在后面追赶的郑磊。失去了唐渊这个目标，吕文只能把目光放在郑磊的身上。眼看郑磊也快要离开操场，吕文当即加快飞行速度，从他身后飞来，一手抓住他的手臂，将他带上天空。谁？郑磊被突如其来的升空吓了一跳。王旅长，要见你。吕文的声音在郑磊的耳边响起。旅长。郑磊脸色一下子煞白，他猛然想起昨天军营里通报过，今日王旅长来视察，要大伙注意点，因为辅导班的事他给忘了。唐渊这个混小子把我给害惨了。吕文将郑磊带到王旅长的身边，松开了他手。3营的营长杨军辉一眼就认出郑磊，他们3营的人，这小子被他任命为辅导班的班长。他黑着脸问道：“郑磊，你不是带辅导班的吗？怎么在操场上瞎跑？”辅导班？正准备开口问责的王旅长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他想起来今年的辅导班开设了。报告王旅长、营长，这不关我事。郑磊行了一个军礼，连忙解释道：“是那小子逃离训练，我想把他给抓回来。”这……王旅长张了张嘴，辅导班的事他管不了，毕竟不是他们体系的，他们不过是和教育局合作罢了，这事你们自己处理吧。听到王旅长的话，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。杨军辉瞪了郑磊一眼，还不快把那小子找回来，再有下次就让教育局把人带走。是。郑磊行了一个军礼，便转身离开，去寻找唐渊这个小王八犊子。他第一个想到的是，唐渊应该跑回宿舍楼躲藏，毕竟他第一天来要塞，人生地不熟，能跑到哪去？郑磊快步往宿舍楼跑去，
可事实和他想的不一样。当来他到205房，里面空荡荡，人影不见一个。这混小子到底躲到哪了？所有男生宿舍他搜了个遍，鬼影也不见一个。郑磊开始有些后悔，早知道就不去试探唐渊了，现在惹出事来。他恶狠狠道：找到这混小子，一定要让他好看。而此时的唐渊藏身在操场不远的一棵树上，舒服地坐在树枝上，背靠树干，望着操场上辛苦训练的士兵，好不惬意，不由开始歪歪起来。逃避辅导训练，经他这么一闹，说不定会被辅导班辞退，这样他就能回家安心躺平，苟着发育。不知不觉中，他陷入了沉睡。第20章，血液的检查。这小混蛋到底躲在哪里？郑磊找了2个小时，都快把整个要塞翻过来，依旧不见唐渊的踪影，气得牙痒痒。杨军辉把王旅长安置好，正准备去找团长汇报，结果看到郑磊还在瞎逛，气得不轻。郑磊，你不是去带辅导班的吗？怎么还这里瞎逛？营长！郑磊打了一个机灵，连忙行了一个军礼，苦着脸解释道：不是在我瞎逛，而是之前逃跑的那小子还没找到。我都快把整个要塞翻了个遍，也没找到那小子。还没找到？闻言，杨军辉顿时感到头大，教育局怎么送来这种刺头？如果是他的兵做出这样懦弱逃兵的行为，当场将他的腿打折。奈何对方是高中生，而且还是辅导班的天才生，他们只是协助教育局，根本管不到他们。王旅长还在要塞里，这事不能闹太大。你找几个人去寻找那小子。杨军辉有些生气，这事我会去跟团长上报，这种刺头不是我们兵，也管不了他，还是让教育局的人把他领走。营长，这会不会太过了？郑磊听到把人送回去，有些于心不忍，要不再给他一个机会？过什么过？今天在王旅长面前一闹，你没看到当时王旅长脸有多黑，后面肯定又会找团长聊天。杨军辉瞪了他一眼，一点纪律都没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自己不好好珍惜机会，怪得了谁？那小子叫什么？哪个中学的？我现在正好去找团长。郑磊只能无奈地说出唐渊的名字，2中的学生，名叫唐渊。杨军辉得到唐渊的名字，点了点头。行了，你找几个人把这小子挖出来，今晚就送他走。郑磊看着杨军辉离开的背影，叹了一声，可惜了，唐渊这小子。要塞军部医院，在化验室中，有3名医生正在做着血液检查，他们的旁边站着一个刀疤脸中年，此人正是童印。此人的血好生神奇。一名戴着眼镜的老年医生经过反复的检查和实验，发现血液中充满生机和毁灭，啧称奇，血液里蕴含着一股磅礴的生命力，但又携带着毁灭的能量。我把他的血液稀释到100倍，连小白鼠也承受不住他的血液。一名中年医生说道，他发现血液中的神奇，当即用医用的小白鼠做实验。从开始的1倍稀释注入小白鼠的体内，不到1秒钟时间直接爆体。小白鼠无法承受血液中的力量，稀释5倍、10倍、20倍、30倍、50倍，直到稀释到100倍，将血液注入小白鼠的体内。这次小白鼠并没有爆体而亡，而是充满活力，在笼子里活蹦乱跳，持续了10秒左右，最终2脚一蹬倒了下来，失去气息。这股恐怖的生机和毁灭的能量，可以肯定此人绝对拥有高级武体。另外一名医生开口道，只是到底是什么武体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目前已知的武体之中，并没有这种武体记载。其他2名医生附和道，说不定上古的典籍或许有他的记载，可惜有许多都遗失了，我们无从查证。童印面露喜色，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，当即下达命令，检查到此结束，将此人的血液和检查报告全部销毁，不要有任何遗留。说着，他警告道，将今天的事烂在心里，任何人都不许说，否则泄露出去，只能请诸位到军事法庭走一遭了。3人闻言，心中一柄，连忙道，童团长，请放心，今天的事我们不会乱说，我们这就销毁这些信息。说着，他们3人连忙将检查资料和研究资料全部删掉，那些死掉的小白鼠和血液全部倒进垃圾桶里，不敢再做任何的研究，进去军事法庭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童印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得到了想要知道的答案，他也不再留在军区医院里，打算将消息传给老校长。3位医生将童印送出了化验室，通知外面的助理清理掉化验室的垃圾。助理将垃圾打包好，扔在外面的垃圾桶里，后面会有清洁工清理垃圾。童印心情大好，离开军区医院，刚出到门口，就迎面碰到3营营长杨军辉。团长，老杨你来找我啥事？王旅长已经安排好了。杨军辉开口道，你看你是不是亲自去招待下？哎，童印拍了下头，光顾着检查唐渊的血液，忘记了今天上面来视察的领导。走，现在就去。跟老校长的汇报只能推迟一下了，先搞定王旅长再说。杨军辉跟在童印身后。对了，今天辅导班出了个刺头，逃离了训练，而且还被王旅长看到。呵呵，童印没有在意，第1天就受不了，后面还有29天时间呢，
一点毅力都没有，留下来也是浪费资源。那家伙叫什么名字？我跟教育局那边沟通，让他们把人带回去。杨军辉说道。二中的学生名叫唐渊。叫什么？同应师生惊呼。老杨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叫唐渊，是二中的学生。杨军辉不知童英为何这么大的反应，这小子都躲了几个小时，郑磊那小子还在找他，一点纪律都没有，留在辅导班也是害群之马，带坏其他的学生。如果唐渊在此处听到这话，绝对会热泪满眶，衷心的感谢杨营长恩人啊！不行，童英想也没想，直接拒绝。开玩笑呢，唐渊现在可是个宝贝。经过他的血液检查，这小子异常的血液已经可以肯定是一个高级武体的人才，他还想把这小子弄到手，怎么可能放他走啊？为什么？杨军辉一脸懵逼。按照以往，这样的害群之马早就被撵走，可团长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应？难道那个唐渊有什么强大的背景不成？这是没有为什么。童颖没有和他解释，直接道他不想训练，随他就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都不用管他，只要他在要塞待够30天就行。第21章郑磊的退让。唐渊在树上睡得很安稳，一觉睡到5点半，直到战士们训练结束下操课，被嘈杂的声音惊醒。唐渊扫了眼操场，有好几个辅导班还在训练，其中包括7班的人。现在战士们都去食堂吃饭，唐渊可不想被郑磊带到，便独自先一步前往3营的食堂吃饭。来到食堂，唐渊拿了个餐盘，跟着排队打饭。轮到唐渊的时候，看到饭菜后开始有点想家了，怀念妈妈做的菜。并不是军营的伙食不好，反而是太好了，全部都是益兽肉，大补之物，没有普通的肉类。就在唐渊想家的时候，他身后的战士无语道：兄弟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好了没？哦，好了。唐渊回神过来，打了一大勺米饭，要了2个馒头，又打了2个青菜，这才端着餐盘离开。兄弟，怎么打的全是菜？你不打点肉补一补？唐渊转身离开那刻，他身后的那个战士看到他打饭的餐盘都惊呆了。唐渊心中默默流泪，违心的说了句：没事，我减肥。减肥？那名战士有些发懵，他们在军营里的人有胖过吗？每天大量的训练，不吃些益兽肉补一补都无法维持下去。唐渊端着餐盘，目光扫视整个食堂，寻找空位。现在是开饭的时间，食堂基本都坐满了人。老汤！突然一道怪异的声音传来，似乎是有人在叫他，可仔细一听又有点不像，似乎是叫老汤的人。老汤！那道声音连续叫了几次，唐渊感觉是在叫他，他闻声望去，却被吓了一跳，看到不远有一个被揍成猪头的人正在和他招手，还喊着他。这人是谁？唐渊有些发懵，他不认识。仔细一看，此人虽然变成猪头，但眉宇之间的猥琐气质让他一眼认出瘦猴。此时的瘦猴足足胖了一圈，要不是他那猥琐的气质超凡脱俗，唐渊都差点认不出他。是我。猪头瘦猴点了点头，开心挥手，连说话都不利索。唐渊端着餐盘向他走去，来到他的饭桌，眼前的一幕吓得他差点把餐盘给扔掉。我撤！只见除了一个中年男子完好无损之外，其余的9个人全部都和瘦猴一样被打成猪头，4名女生也同样如此，就连亲妈来了也认不出他们，下手也太狠了吧。瘦猴让旁边的同伴让出一点空位，示意唐渊坐下。唐渊放下餐盘，坐了下来，看着他们，震惊问道：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弄成这样？挨打呗。瘦猴欲哭无泪，说话间他还瞄了一眼他们的班长，道：早上负重跑步，下午去挖矿，挖了2个小时矿后又要练习抗击打。其中一名女生似乎是说到心坎处，趴在饭桌上抽泣起来，呜，早知道进入辅导班受这种折磨，我就不来了。另外一名女生也红着眼，我们练这些到底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在家里修炼提升实力。其他人也是感同身受，要不是进入辅导班无法退出，他们早就拎包走人了。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，他们都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。中年男子是他们的班长，见几个女生哭了起来，有点不自然，于是解释道：你们修炼的是混元桩，属性均匀，负重跑步是锻炼你们的速度，挖矿是锻炼你们的力量，抗击打是锻炼你们的体质。其中一名男生无语道：这些锻炼进步微妙，还不如修炼基础功法。中年男子卖了个小关子，笑道：等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。众人半信半疑，毕竟辅导班的名头摆在那里，历届进入辅导班的学长的确获得很大的提升，有不少人考上一流武校，甚至10大武校。忽然中年男子想起一件事：哦，对了，晚上7点到西楼集合，在你们宿舍左边那栋楼。不是吧，晚上又要训练？班长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现在累得没力气，连走1步路都难。一听晚上7点集合，众人叫苦连天，被折磨了一天，大伙早就累趴了。不是训练，而是上课。
上课？上什么课？高考的成绩可不只看武道成绩，还要看文化成绩。中年男子笑道：晚上7点，带上你们的书包到西楼学习文化课。他继续道：9点下课，回到宿舍带上你们换洗衣服，到楼下集合。众人哭丧着脸，晚上还要上课，饶了我吧。中年男子没有理会他们，反而看着在吃饭的唐渊，这小家伙神采奕奕，与其他人相比显得鲜明，疑惑问道：小兄弟，你是哪个辅导班的？怎么一个人跑来吃饭？一般都是一个班一起行动，可唐渊却是一个人。我7班的。唐渊随口说了句：我们班长见我表现出色，让我先下训。一班除了瘦猴外，其他人羡慕地看着唐渊。瘦猴和唐渊多年兄弟，真话假话一听便知，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跑出来，但这家伙绝对是在吹牛皮。中年男子抽了抽嘴角，这小子说谎不打草稿，不过这不关他的事，不是他们班的人，让他们的班长头痛吧。唐渊！突然唐渊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，吓得他身体一僵，手一抖，勺子掉在餐盘上。他回过头看去，看到郑磊带着苏小小和许然他们过来，每个人和瘦猴他们一样，被打得鼻青脸肿，顶着猪头。唐渊身体紧绷起来，心中暗道：看来这顿打是避免不了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正班罗峰等人纷纷摇头，二中这傻小子逃避训练，违反了纪律，怕是要被赶出辅导班了。可下一刻却令众人大跌眼镜，只见郑磊从唐渊身边走过，留下一句话：今晚7点，西楼带上你的书本，到西楼上文化课。罗峰等人一头雾水，不处罚唐渊吗？郑磊也想处罚唐渊啊，可问题这小子背景大得吓人，营长跑去找团长投诉，结果被团长训了一顿。通知他们，唐渊不想训练就算了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用管他。唐渊一脸懵圈，他都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结果不处罚他了。第22章，再吵醒我，揍你！罗峰等人吃完饭后回到宿舍，见到躺在床上的唐渊，许然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唐渊：唐渊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唐渊愣了下：什么怎么做到？许然羡慕道：你逃离训练，正班居然没有处罚你。我哪知道？唐渊也被郑磊的行为搞得摸不着头，当时他都做好心理准备了。除了许然之外，罗峰等人并没有和唐渊深交，他们感觉唐渊脑子有坑，随时都会踢出辅导班，和他交往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。唐渊对此也没有在意。众人休息了一会，眼看时间要快到7点，他们带上书包离开宿舍，前往西楼。当他们来到西楼，大伙聚集在一起，1楼的房间每个门口都贴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美中学的名字。瘦猴和唐渊碰面，一起找到2中的教室。这房间被改成一个小教室，里面坐着8个肿成猪头的学生，这些人都是他们2中的同学，看来大伙都没有逃过挨打的定律。讲台上还有一个银发老人，唐渊认出这是他们2中高3的训导主任。辅导班有点大手笔啊，把学校的训导主任带来，专门负责他们的文化课。想来其他的学校也是如此，都有一个老师跟来辅导班。训导主任朱振华见到瘦猴2人进来，目光落在唐渊的身上，脸上露出诧异之色。其他9人都变成猪头，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唯独唐渊完好无损，精神十足。他看过唐渊和瘦猴的资料，2人都是7班的学生，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天赋如何，但能被选上辅导班，想必天赋相当出色，否则不可能打败其他1、3班的学生进入辅导班。朱振华也没再多想，他只是负责学生的文化课，辅导班其余的事与他无关。找个位置坐吧。朱振华对唐渊2人说了句，然后打开语文课本。学校的课本基本都教完了，现在是复习阶段，接下来我们先从语文课开始。时间慢慢流逝，2小时很快就过去。这2小时唐渊他们学了3门课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。下课时，训导主任告知明天晚上学习政治、地理、历史，后天学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，以后每天晚上学习3课。让唐渊不得不感叹，现在训导主任都这么卷的吗？每一门课都会，这是全能吗？晚修放学后，众人回到宿舍，拿上换洗的衣服，到楼下集合。各班的班长将自家的队员带走。唐渊等人跟着郑磊来到一个浴室，里面摆放着9个大浴桶，这是为你们准备的特级药浴，训了1天，你们都早已精疲力尽，现在泡药浴能做到最大的吸收。郑磊笑道：想要变强，想要考上10大武校，只要不死就往死里练，你们就能吸收更多的药力。班长。这时苏小小举手发言，害羞道：我是女生。此言一出，许然等人把目光落在苏小小身上，不由歪歪起来，露出猥琐的笑容。可惜下一秒，郑磊打碎他们的美梦。放心，考虑到你的问题，我特意给你安排在隔壁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这就带你过去。苏小小高兴道：谢谢班长。就在郑磊带着苏小小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唐渊忽然开口道：郑班，这药浴我就不泡了，你来泡吧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愣。
罗峰等人都觉得唐渊是傻子，特级药浴都不泡，这药浴可比外面的药浴好上不少。为什么？这可是特级的药浴。郑伟有些抓狂，他都不知道唐渊脑子里想什么，这么好的修炼资源都不用。没有为什么，不想泡就是不想泡。唐渊随口回了句，拿着衣服进入旁边单间的浴室。特级药浴是想要他的老命吗？泡一次怕是要扣光他的熟练度，鬼才去泡。郑磊把苏小小送到隔壁的浴室，立即回来，想要劝劝唐渊，好说歹说。结果这小子就是一根筋，油盐不进。他也很无奈，秉着不能浪费的原因，只能自己泡了。唐渊洗了一个舒服的冷水澡，换好衣服，将脏衣服带回去洗。出来时，他看到郑伟泡在浴桶里，提醒道：“郑班，以后不用再为我准备药浴了，我用不上。”说完便转身离开，回去宿舍。唐渊回到宿舍，将衣服洗好晾晒，回到床上躺着，目光看着天花。今天这样一闹，还不替我出辅导班，看来明天得加把劲了。唐渊计划着一系列被赶出辅导班的计划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，嘴角上露出一抹笑意，似乎在做着美梦。2小时过去，时间来到晚上11点20分。罗峰等人回来，他们身上的伤消退了许多，猪头变回人样，每个人脸上挂着洋溢的笑容，手里都拿着一个小盒子。正如郑伟所说的一样，经过1天的训练，把他们的体力榨压干净，身体更好的吸收药力。泡了2个小时药浴，每个人的收益不少。赵立群和罗峰等人畅谈，高兴道：“不亏是特级药浴，我的铁布衫足足运转了10个周天，按着这样的修炼速度，高考前我的铁布衫能达到7层，1级5校稳了。”我比你好点。罗峰笑道：“我的铁布衫运转15个周天，有机会冲击第8层。”牛批！其他人听到罗峰有机会冲击铁布衫第8层，都羡慕不已。他们进入宿舍，看到闷头大睡的唐渊，纷纷露出厌恶之色。今天唐渊的表现，在他们眼中看来，唐渊就是个傻子，这种人是怎么被选进来的？和他住在一起真晦气，越看越不顺眼。唯独许然并没有这样认为，今天唐渊的表现，他都有注意，无论是早上负重跑步，还是下午的训练，他都看在眼里。唐渊的实力远超过他们所有人。许然手里拿着2个小盒子，其中一盒放在唐渊的床头边上，他把手放在唐渊的肩膀上，摇了摇他：“唐渊，醒醒！”唐渊，唐渊被摇醒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到是许然叫他：“怎么了？”“郑班给我们发放药膏，他让我带回来给你。”许然解释道：“先别睡了，药膏放在你床头上，涂了药膏再睡吧。”药膏？唐渊有些无语，就因为这事把我叫醒，药膏送你了，别再吵我。送我？许然愣住了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对，这玩意我不需要，送你了。唐渊没好气道：“再吵醒我，别怪我揍你啊！这么好的吗？”许然望着唐渊床头边上的药膏，忍住心中的贪念，将药膏塞进他的枕头下。罗峰等人听到唐渊将药膏送给许然，有些懊恼。刚才郑伟让他们给唐渊送药膏，其他人都没有答应，他们看不起唐渊，只有许然帮忙送。早知道刚才答应下来，这药膏就是他们的了。第23章小白鼠复活。此时12点，军区医院后面100米远的垃圾池，沙沙沙，垃圾堆里的一个黑色塑料袋发出沙沙声响。刺啦！突然，塑料袋被划破，里面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爪子，将塑料袋刮开来，袋子里面露出一块块残破的小白鼠残肢尸块，还有干枯的血液。只见有一只完好无损的小白鼠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，踩在同类的残肢上。他低头嗅了嗅同类的尸块，红色的眼睛瞬间变得鲜红，极其妖异，张开嘴巴像发了疯一样，开始大口啃食同类残肢。小白鼠不过3指大，但胃口却大得惊人，短短5分钟时间，居然将10多只同类的残尸全部吞噬，就连袋子上干枯的血液也没放过，全部舔舐干净。神奇的是，小白鼠吞噬比自身还要大10多倍的东西，居然没有把它的身体撑爆，只是撑成一只小胖鼠。那么小的胃，它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？实在是太诡异了。小白鼠将同类吞噬干净后，鲜红的眼睛褪去，变回原来的红眼睛，恢复清明。叽叽！突然，小白鼠口中发出一道痛苦的惨叫声，从垃圾堆上滚落垃圾池，痛苦打滚，龇牙惨叫。在月光的照射下，垃圾池下的小白鼠，它的身体开始发生了变化，肥胖的身体以眼见的速度渐渐缩小，变回原来的体型大小。它左边身体的毛发由白色转变成黑色，眼睛也变成黑色。变异结束，小白鼠的惨叫也便随之停下，它的外貌变成一半黑一半白。叽叽！小白鼠站了起来，歪了歪小鼠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叽叽！忽然，它爬上垃圾池的墙边上，抽动小鼻子嗅了嗅，眼中一亮，顺着墙身爬下地面，迈着小短腿往辅导班的宿舍楼方向跑去。小白鼠似乎是有智慧，
路上遇到值班的战士，都被他一一完美避开，来到宿舍楼。他来到楼下，再次用鼻子嗅了嗅，目光最终锁定在2楼205室的位置。小白鼠迈着小短腿开始攀爬楼梯，梯级没有墙身好爬，要一个个爬，每个梯级10厘米高，爬起来比较吃力。小白鼠花了5分钟才爬上2楼，此时变得气喘吁吁，但却抑制不住他激动的心情。他来到205室门口，小鼻子嗅了嗅，那股令他感到非常亲切的气味就是从里面传来的。这股气味给他一种像母亲的感觉一样。205室的大门紧闭，门缝下只有一条2厘米宽的门缝，无论小白鼠低下头想要钻进去，可无论怎么钻，就是钻不进去。叽叽，急得他不停用小爪子挠头，跺脚急叫。就在他不知如何进去的时候，目光扫到头顶上那个开着的窗户，顿时高兴起来。小白鼠用小爪子抓着墙身，快速爬了上去，来到窗台上。他再次嗅了嗅鼻子，最终目光落在3号床的唐渊身上，鼠脸上露出人性化的笑容。小白鼠从窗台爬落地面，激动的心情再也抑制不住，飞快地往唐渊的位置跑去，动作麻利地爬到床上。叽叽，小白鼠来到床头，蹭了蹭唐渊的头发，嗅着他的气味，激动地发出声音。唐渊眉头轻皱，闻到一股臭味和怪异的声音，随即眉头松开，以为是室友的脚臭味和磨牙，没有再多想，继续睡觉。小白鼠蹭了蹭唐渊，跑了一路，又爬了一段楼梯，他也累得不轻，最后钻进被窝里睡觉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叭叭叭，早上响亮的军号吹响，许然等人纷纷起床，开始穿衣服。靠！唐渊也被军号吵醒，将被子拉上来盖在头上，继续睡觉。昨晚大伙涂了药膏睡觉，他们身上的伤恢复得七七八八，众人都恢复活力，精力十足。许然换好衣服，见唐渊还没起来，摇了摇他的身体。唐渊，起床集合了，要集合你们自己去，别吵我。被子里传出唐渊不耐烦的声音。他昨晚都计划好了，集合训练什么的，他全部不参加，坐等被辅导班辞退回家。这什么劳资的辅导班谁上，让谁去，反正他不去，当初都说了不进去辅导班，那些人硬是逼着他来，把这机会让给其他人不好吗？许然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喜欢堕落，就让他堕落。罗峰看不惯唐渊的行为，集合时间到了，下去吧，迟了可要挨皮鞭子的。唉，许然见唐渊不愿起来，只能无奈叹了一声，和大伙一起下去集合。楼下的郑磊见许然和苏小小等9人都到齐，唯独唐渊没下来，看来这小子是不来了，齐不走。罗峰见郑磊准备带他们去做操课，以为他没注意到队伍里少了一个人，当即打起小报告：正班，唐渊还在宿舍里睡觉，不用管他。罗峰一脸不解问道：为什么？郑磊没好气道：没有为什么，人家背后有大佬罩着，想上就上，不上就不上，他开心就行。罗峰显然不死心道：正班，这个唐渊一点纪律都没有，最好把他踢出辅导班。在他眼中，唐渊的表现不过是在装逼，还自我感觉良好，谁不知他的行为在他们眼中就是个小丑。他最看不惯唐渊那种自以为是、我行我素的人。如果唐渊知道罗峰心中的想法，绝对会大呼冤枉，他唐某人真的没有装逼啊。哼，罗峰这小子还挺狠的呀，也不知道唐渊怎么得罪了他。郑磊心中有些好笑，做好自己的事就行，唐渊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其他人听出郑磊的意思，似乎并不打算处罚唐渊。罗峰等人出操半个小时，回来打扫卫生、洗漱，唐渊还在睡觉。许然还想将唐渊叫醒，结果惹怒了他，反手就是一拳，将许然左眼打成黑眼圈。自此许然不敢再吵唐渊，这家伙是真动手，下手老重了。罗峰等人嘲笑许然活该，让你多管闲事，这下子遭罪了吧。第24章不死之身的小白鼠。早上11点，叽叽，小白鼠醒来，钻出被窝，蹭着唐渊的脸，发出高兴的叫声。睡得正舒服的唐渊感觉有人用毛茸茸的东西弄他的脸，而且还伴随着一股恶臭味。不会是哪个混蛋用臭袜子来捉弄我吧？唐渊想到这里，睡意全无，唰的一下睁开眼睛，只见眼前出现一只脏兮兮的小老鼠，伴随着一股恶臭味。我撤！唐渊被突然出现的鼠头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用手一扇，6.83的力量相当于680多斤的力量，一巴掌扇出，直接把小白鼠打爆了身体，化为血雾。唐渊被吓得不轻，心有余悸，马德，宿舍里怎么会出现老鼠？试想一下，一觉醒来，床头上出现一只脏兮兮的老鼠，能不被吓一跳吗？麻烦了。唐渊看着隔壁的许然和赵立群床位的被子都沾上老鼠血和肉沫，他们夏训回来该怎么解释？唐渊想好对策，我还是开溜算了，等他们回来问的话就说不知道，反正他们也没证据。就在唐渊打算开溜的时候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被子上的血肉似乎是有生命一般，重新凝聚在一起，化作一只黑白小老鼠。卧槽！
唐渊被这一幕吓了一大跳，被他拍成血沫的小老鼠竟然重生复活了。叽叽，小老鼠复活过来，发出不解的声音，向唐渊跑来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只小老鼠太诡异了，唐渊以为他要发起进攻。砰！当即先下手为强，一抬脚就将其踢飞出去，撞击在墙上，巨大的力量把墙身砸出一个小凹痕，而小白鼠的身体再次爆炸。没过几秒，小白鼠又复活过来，再次向唐渊跑来。叽叽，还来！叽叽，走你！叽叽，这只小老鼠是不死之身吗？不对劲，这小老鼠的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。接着连杀了几次小老鼠，就算变成肉末，它都能重新复活。更诡异的是，它每次复活实力都会变强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还好这只小老鼠没有啥战斗能力，就像个棱青头一样，一直发起冲锋。随着唐渊一脚把小老鼠踩死，它再次复活。叽叽，这一次小老鼠复活过来，没有再次发起冲锋，而是站在原地，抬头看着唐渊，露出人性化的伤心表情，眼中流出泪水，发出伤心的叫声。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一直在打他。妖兽了！唐渊被这一幕惊呆了，老鼠居然会露出人性化的表情，而且还会伤心流泪，可怜兮兮的样子触动他的心弦。眼前这只小老鼠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心。唐渊蹲下身子，伸出手掌放在地上。叽叽，伤心哭泣的小老鼠见到唐渊伸出来的手，眼中的流泪停了下来，高兴地迈着小短腿爬上唐渊的手掌，发出高兴的叫声。小家伙，原来是赖上我了。唐渊用手指逗弄着小老鼠，他看出来这只小老鼠似乎是喜欢他，刚才向不停他冲来，并不是对他发起攻击，而是想要亲近他。叽叽，小老鼠的双手抓着唐渊的手指，高兴地叫着。小家伙居然通灵性！唐渊很是惊讶，他似乎是捡到宝了，笑道：以后你就是我的小伙伴了，不能再叫你小家伙，给你起个名字怎样？叽叽，小老鼠不知道名字是什么，但不妨碍他高兴。看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唐渊抓着小老鼠，用另一只手分开他的脚，打算看看他是公的还是母的，好给他起个名。叽叽，小老鼠听到唐渊的话，当即害羞夹住双脚，双手不断挣扎，不想让唐渊检查。哈哈，唐渊被他害羞的行为逗笑了，小家伙居然还会害羞。叽叽叽，他用手指挠了挠小老鼠的肚子，小老鼠被挠得叽叽笑起来，双脚再也夹不住，放了开来。唐渊定睛一看，发现不是带把的，是个小女生，便放开了她，笑道：原来你是个小女生啊。叽叽，小老鼠有些生气的别过头，不看唐渊，嘴里发出不满的叫声。嘿嘿，还会生气？唐渊见他生气的样子，感觉挺有趣的，用手指轻轻地戳了戳他的脸，笑道：小家伙，别生气了，是我不好。叽叽，小老鼠继续发出不满的声音，似乎是对唐渊偷看他的性别不满。好了好了，我想好给你取什么名字了。唐渊戳了下他的脸，看你半黑半白的，叫黑白怎样？叽，小老鼠回过身，歪着头，用萌蠢萌蠢的眼睛看着唐渊。不行，黑白这名字用在你身上不好听。这个名字很快被唐渊否决掉。小黑，这个也不行，感觉有点像叫旺财一样，就叫小白这个名字怎样？唐渊感觉这个名字不错，当即拍板决定，就这样决定了，以后你就叫小白，跟我一个姓，叫唐小白。这个名字你喜不喜欢？唐渊向小老鼠问道。叽，小家伙也不懂什么叫名字，歪着小脑袋叫了声。看来你也喜欢这个名字，以后你叫唐小白了。唐渊以为他很喜欢这个名字，高兴道：走，小白，带你去洗个澡。小家伙身上脏兮兮，还有股臭味，唐渊带他进入洗手间，给他洗个澡。宿舍里没有浴室，所以没有沐浴露和洗发水之类的用品，唐渊只能用洗手液给他洗个澡，晚上再带他去浴室重新洗过。洗手盆上等满水，小白很怕水，死活不愿意下去，四肢死死地抓住唐渊的手。无奈之下，唐渊只能用手一点一点浇水到他的身上，然后用洗手液抹在他的身上。小家伙身上冒起泡泡，他第一次见这东西，感觉很神奇，双手一直搓着泡泡。唐渊见洗的差不多，用水把他身上的泡沫冲掉。叽叽，小白见身上的泡沫被冲走，不满地叫了起来。小白，不能玩太久，不然会感冒的。唐渊没有理会他的不满，用水给他冲洗干净，然后把它放在毛巾上，给他擦干身体。洗干净后的小白便漂亮许多，香喷喷的。第25章异兽小白1。爸爸爸，下课的军号响起，唐渊知道要开饭了。走，小白，吃饭去了。唐渊将香喷喷的小家伙放在胸前的口袋里，带他去吃饭。呲呲，小白从口袋伸出脑袋，很听话，乖乖地待着，没有乱动。唐渊来到食堂门口，就看到里面已经人满为患，战士们都已经来打饭了。老唐，
正当唐渊也去排队的时候，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喊住了他。不用说，唐渊也知道是谁在叫他。回头看去，瘦猴他们已经下训了，来食堂吃饭。老唐，你在搞什么？听你们7班的人说，你没有参加训练。瘦猴对唐渊怒气不争，距离高考还有1个月时间，这小子还在胡闹，不好好修炼。今天早上，辅导7班的罗峰等人大肆宣扬、诋毁唐渊的事，说他就是个傻子。作为兄弟的瘦猴，听到自家兄弟被嘲笑和诋毁，当场就不乐意了，带着罗峰几人暴揍。瘦猴独占罗峰、赵立群、周天宇3人，不落于下风。辅导7班的朱一鸣4人本来就舔罗峰的，有意和他结交，见此机会，自然不可能错过，当即加入战斗。瘦猴以1敌7，双拳难敌4手，不免挂彩。还好辅导1班的同学和瘦猴相处虽然不久，但没有那么多弯弯肠子，氛围比较团结。见瘦猴被欺负，当即其余9人也上去帮忙，10个打7个，一边倒的战斗。罗峰等人的学校同学也加入战斗帮忙，辅导1班的也不例外，他们的学校同学也来帮忙。要不是各班的班长出现将其制止，恐怕会掀起一阵大乱斗。作为引发战斗的瘦猴和罗峰等3人受到了处罚，而当事人的唐渊浑然不知，只当瘦猴身上的伤是训练时候弄伤的。唉，唐渊拍了拍瘦猴的肩膀，笑道：“你就安了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，我有自己的主意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瘦猴虽然不知道唐渊要做什么，但还是相信他的话，不再劝说其他，提醒道：“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作为班长的中年男子没有插嘴说话，他知道唐渊的身份在他们那里公开了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用管他。众人排队打饭，轮到唐渊的时候，因为小白的缘故，这次他要了一块异兽肉。打好饭菜后，众人找了一个空位坐在一起。一班的几个女生打量着唐渊，看他的样子不像傻子。其中一个女生好奇问道：“喂，唐渊，你为什么不参加训练？”“对啊，听说你连药浴也不泡，那你进来辅导班有何意义？”另外一名女生也好奇：“今天早上侯耀东为了你和梁雪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瘦猴打断，对其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不要说。那女生注意到瘦猴的眼色，也识趣闭嘴，不再多说。瘦猴，他怎么了？唐渊有些迷糊，不知他要说什么。瘦猴笑道：“没事，别听他乱说。”叽叽。这时，唐渊口袋上的小白闻到饭香味，从他的口袋中爬出来，落在饭桌上。啊！老鼠！有老鼠！几个女生看到桌面上的小白，吓得失声尖叫。小白被这刺耳的尖叫声吓得不轻，连忙爬上唐渊的身体，钻进衣服里，探出一个小鼠头。食堂里的人都被这刺耳的尖叫声吸引，纷纷看了过来。唐渊双手捂耳，无语道：“不就是老鼠吗？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”说着，他把小白从衣服里掏出来，放在手掌心上，用手抚摸着他的头，微笑道：“你们不觉得它很可爱吗？拿走，快点把它拿走！”几个女生看着唐渊手中的黑白小老鼠，感觉很恶心，不停挥手让唐渊把小老鼠带走。老鼠，老鼠在哪儿？厨房里的工作人拿着刀勺冲了出来，有些不高兴道：“我们3营的食堂从未闹过耗子。”梁雪指着唐渊手中的小老鼠：“在那呢。”还真的是。众人的目光落在唐渊手上的小老鼠，不敢置信，他们3营真的闹耗子了。其中一名厨师怒气冲冲：“小兄弟，把这耗子交给我，我将他就地正法！”叽叽。小白听到有人叫他耗子，气得对其张牙舞爪，叽叽大叫：“谁是耗子？你全家都是耗子！老娘叫小白！”这刻，他终于知道名字的重要性了。唐渊连忙把小白收回去，解释道：“大哥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这是我养的宠物鼠，绝不是野耗子。”呼！其他工作人员见唐渊说是他养的宠物鼠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原来不是他们食堂闹耗子。以后来食堂不许带耗子进来。一名中年厨师对唐渊发出警告：“还有，军营里不许养宠物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最好快点处理掉。”唐渊点头保证：“是，都是我的错，不会有下次了。”中年厨师见他诚恳道歉，也不再追究，对着食堂里的战士们摆了摆手，大声道：“不是食堂闹耗子，大伙继续安心吃饭吧。”叽叽。待厨师们都离开，小白还在那里生气嘶叫着。唐渊有些好笑，摸了摸他的头，道：“好了，别生气了。”好恶心！梁雪几个女生见到这一幕，感觉好恶心，连忙和其他几个男生调换位置，远离唐渊的范围。瘦猴见唐渊似乎很喜欢这只黑白鼠，有些无语道：“你啥时候养的小老鼠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刚起床看到的，一直黏着我不放，看他挺可怜的，就将它收下了。”唐渊笑着解释，用勺子弄下一块小肉，放在手心上，给小白吃。我给他取名叫小白，是不是很可爱？瘦猴一阵无语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啧啧。小白低着头在一瘦肉上嗅了嗅，叫了一声后，
别过头去，用尾巴把肉碎扫走，似乎不喜欢吃。小白要多吃点肉，这样才能快快长大。唐渊再次把异兽肉放在他面前，滋滋。小白依旧用尾巴把异兽肉扫走，对唐渊比划着手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兽猴见小白一直把肉推走，猜测道：“老唐，他会不会是不想吃肉？”滋滋。小白露出人性化的表情，看向兽猴，不停地点头，似乎在说他不想吃异兽肉。第26章，异兽小白2。咦，这小老鼠居然能听懂人话，而且还会点头。兽猴被小白的操作给惊呆了，满脸震惊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唐渊一脸得意道：“对吧？小白是不是很有趣？”异兽中年男子有些诧异，他一眼就看出这小老鼠显然是一只异兽，应该刚觉醒不久，感受不到威胁。他向唐渊问道：“唐渊，你老实说，这只异兽你从哪弄来的？”异兽、兽猴等人皆是一愣。中年男子点了点头：“没错，这只小老鼠已经开了灵智，应该刚觉醒不久。”众人的目光落在小白身上，打量了一番，这是异兽，看起来也不怎样啊。唐渊早就知道小白是异兽，毕竟他拥有不死之身，普通的老鼠哪有这种能力？他也没有隐瞒，刚起床看到的，在我床上，怎么赶也赶不走，一直黏着我。要塞把守戒备森严，这异兽是怎么进得来？中年男子眉头紧蹙，摸了摸下巴，难道这异兽是在要塞里诞生的？如果这小老鼠真的是在要塞里诞生，那么肯定不止一只老鼠，说不定还有其他老鼠，要是都变成异兽就麻烦了。想到这里，中年男子连吃饭的心思都没，要把这件事汇报上去。你们吃，我有事先走。众人也没在意，纷纷把目光放在小白身上，他们很少有机会和异兽接触。众所周知，想要获得异兽有2种方法，第一种进入虚面世界，以实力收服异兽；第二种异兽幼崽，从小将其养大，但价格昂贵，一个普通的异兽幼崽最少也要上百万。唐渊白捡一只异兽，哪怕是一只老鼠，也让不少人羡慕。不吃肉，你想吃什么？唐渊有些无语，老鼠不是杂食动物吗？他将餐盘上的米饭盛了点，放在手心上。小白对着米饭嗅了嗅，然后抓起一粒米饭放进嘴里吃了起来。叽叽，一粒小米饭下肚，小白眼中一亮，再抓起一粒米饭吃进嘴里，高兴叫了起来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看来这小家伙喜欢吃米饭。兽猴见状，盛了一勺米饭放在手上，诱惑道：“小白，来我这里。”正在吃饭的小白听到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见到猥琐的兽猴，鼠脸上露出人性化的嫌弃表情，立即转过身去，不再看他。兽猴石化在原地：“老唐，这算什么？他是嫌弃我吗？”哈哈，显而易见。众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只小老鼠看起来也没那么讨厌，反而很聪明，很有趣。一开始对小白有抗拒之心的梁雪等女生也忍不住拿出米饭来逗他。众人吃完打饭，将餐具洗放好，打道回宿舍休息。他们不像唐渊那么闲，早上的修炼早就让他们精疲力尽，如果不休息下，睡个午觉，下午都没力气坚持下去了。大伙回到宿舍楼，各自分开回去。唐渊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，将小白放了出来，让他在床上玩耍。他手垫在枕头上，开始寻思着，自己都做到这个份上，为啥辅导班还不放人？不应该啊，难道是因为他太帅了？什么东西？唐渊感觉枕头有点个人，有东西垫在下面。他起身把枕头拿起，发现是一个小盒子，这玩意好像是药膏吧。唐渊回想起来，昨晚刚睡着，许然好像给他带来政委发放的药膏，他记得当时说不要送给许然，没想到这小子偷偷把药膏牌塞到枕头下。可惜这玩意我用不了，等许然回来再送他了。唐渊拿着药膏，不由叹了一声，这玩意对他没用，而兽猴也用不上。这药膏是专门为修炼铁布衫的人配置的，兽猴修炼的是混元桩，对他毫无用处，放着不用也是浪费。他对许然的印象还不错，干脆就送给他了。小白在床上蹦蹦跳跳，跑来跑去，唐渊时不时逗逗他，玩了10多分钟，也玩累了，最后爬到唐渊的身上，打了个哈欠，开始眯着眼睛，渐渐睡了过去。唐渊轻轻地把他放在枕头上，打算继续睡觉，反正也没事做。唐渊，这时许然刚好回来，跟他打了一声招呼：“你吃饭了没？”“吃了。”唐渊点了下头，却见许然一个人回来，不见罗峰等人，疑惑问道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其他人呢？”许然有些不自然回道：“他们还没吃完呢。今天早上因为罗峰他们多嘴，到处说唐渊的坏话，结果被唐渊的兄弟兽猴暴揍一顿，他没有去帮忙。毕竟唐渊也是他认识的朋友，本着谁也不帮。结果罗峰他们怪他没义气，7人成了一个团体，就孤立他，也不和他说话，只有苏小小和他聊几句。许然吃完饭就回来，没有等他们。接住！”
唐渊将药膏抛给他，许然下意识接住，见到手中的东西是药膏后，唐渊，这东西你就收下吧，这玩意我用不上。唐渊摆了摆手，以后你就把我那份领了便是。许然看着手中的膏药，有些感动，感激道：谢谢。这种特级的膏药有价无市，只有军队才有，外面最好的膏药也不过是高级罢了。唐渊，许然想把今天早上的事告诉唐渊，但一想到他孤身一人，要是知道瘦猴因为他的事儿打架，肯定会和罗峰他们闹起来，他一个人如何是罗峰等人的对手？咋了？没事。许然摇了摇头，还是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唐渊被他的行为搞得摸不着头。没过多久，罗峰等人回来，7人脸上有不少挂彩的地方。哼！他们扫了一眼唐渊和许然，眼中的厌恶之色丝毫没有隐藏，冷哼一声，回到自己的床位上。这么大的火气，他们这是抽什么风？唐渊向一旁的许然问道：你们今天训练被正班罚了？差不多。许然模糊的回了句：被你兄弟暴打一顿，又被正班处罚，能不生气吗？当然，这话他没有说出口。第27章毒幻菇，新的属性1。唐渊醒来，伸了伸懒腰，一觉睡到自然醒，真舒服。这日子好是好，就是太无聊了。随后他叹道：哎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我送走啊？小白，起来了。唐渊对枕头上睡觉的小白喊道：带你出去走走。小白，他低头一看，不见小白的踪影，以为他躲了起来。小白别躲了，出来吧，带你出去玩呢。小白，唐渊连喊几声，也不见小白出来，不由挠了挠头，这小家伙跑去哪了？难道是被许然他们带走了？还是他离开了？他倒是不担心小白的安全，毕竟他是不死之身，怎么杀也杀不死。唐渊也猜测小白也有可能离开了，毕竟他们认识才几个小时，但不管怎样，还是去找找看吧。汪汪！突然门口传来一阵狗叫声，还有脚步声。咔嚓！大门推开，一名牵着黑犬的战士闯了进来。那只黑犬来到唐渊的床边嗅了嗅，发出汪汪叫声。黑犬长得有些奇怪，它的身体修长，大概接近1米的高度，看起来很瘦弱，通体黝黑，耳朵是红色的。唐渊惊讶问道：大哥，你这是干嘛？小兄弟，不用担心，听说要塞里有异兽出现，我们正在搜捕呢。今天有人上报说要塞有异兽出现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异兽，上面立即安排士兵进行大搜查。那负责搜查宿舍里的战士，他知道唐渊的存在，这次行动上面吩咐过205师的唐渊，让他们不要得罪此人，也不用管他。搜捕异兽？唐渊着急问道：大哥，那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黑白色的小老鼠？那是我养的异兽。他担心小白被军营里的战士捉了起来。怪不得小五闻到你房里有异兽的味道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那名战士才反应过来，摇了摇头：黑白色的小老鼠吗？没有看到，目前要塞里还没找到异兽的踪迹。他咂了咂舌，这小子的背景果然大，居然能在要军营养异兽，除了军部之外，其他人不得在军营里养异兽，这是规定。如果找到黑白色的小老鼠，我们会通知你，就不打搅你了。那战士牵着赤耳犬离开，他知道唐渊来头很大，便通知其他搜捕小队的同伴，如果发现一只黑白色的老鼠，不要击杀，活抓起来。唐渊穿上鞋子，打算出去找找，不曾想他刚要出门，汪汪！外面传来狗叫声，那名离开没多久的战士折返回来，他的手提着一只黑白色的小老鼠。小兄弟，这只小老鼠是不是你养的异兽？赤耳犬对着小白龇牙咧嘴大叫，那战士拍了拍他的头，让他不要叫。叽叽！小白被提着来，不停挣扎，发出尖叫声。唐渊心中一喜，这么快就找到了，这小家伙跑出去了。那战士将小白交还给唐渊，笑道：刚在楼梯口就看到他在攀爬回来。唐渊接过小白，将他捧在手心，对那名战士感谢道：多谢大哥，顺手而已，不用谢。那战士摆了摆手，他注意到唐渊手中的小白双手抱着一个黄绿色的小蘑菇，提醒道：小兄弟，你的异兽手里的那朵蘑菇是毒幻菇，赶紧扔掉，不能让他吃了。毒幻菇？经他这么一说，唐渊才注意到小白手里抱着一朵蘑菇。毒幻菇的毒性很强，误食后会让人产生幻觉，摧毁精神，就连异兽也不例外。那战士点了点头，解释道：仅仅一点就能毒倒一个普通人，如果来不及解毒的话，能要人命。说着他也疑惑道：奇了怪了，这毒幻菇生长在荒史之林里，你的异兽是怎么弄到的？难道他跑出去了？可这个要塞戒备森严，他不可能出得去啊。算了，这个问题交给上面头疼吧，他把这个消息汇报上去就行。他提醒唐渊：小兄弟，看好你的异兽了，别让他再乱跑，要是被不知情的士兵发现，可能会把他当成野外的异兽杀了。唐渊道了声谢：麻烦大哥你了，谢谢。那战士挥了挥手，牵着赤耳犬离开。
你个小家伙，不好好睡觉，到处乱跑！唐渊戳了戳小白的头，还以为你被别人给捉走了。滋滋，小白没有在意唐渊的话，反而将他手中抱着的毒幻菇举起来，像献宝一样，高兴叫道。唐渊看出他的意思，你这是给我？滋滋，小白点了点头。这玩意有毒的，你是想毒死我吗？唐渊被气得想笑，这小家伙居然生有反骨，是想把他给毒死吗？咦，不对！突然，唐渊猛然想起，他的阴阳逆转的状态正负相反，置换的毒蘑菇对他来说反而是大补之物。咕噜，唐渊从小白手中接过毒幻菇，咽了下口水。虽然知道阴阳逆转，但他从没试过吃带毒的东西，难免有些害怕。要是逆转不了的话，他凉了怎么办？滋滋，小白高兴鸡叫，做出啃食的动作，让唐渊快点吃下去。死就死吧！唐渊咬了咬牙，举起毒幻菇放到嘴边，轻轻咬了一小口。如果逆转不了毒性，说不定还有抢救的可能。他嚼了几下，毒幻菇的汁液带着一股苦涩的味道，随后咽了下去。毒幻菇下肚，过了几秒，毒性一下子上来。唐渊只感到脑袋嗡嗡作响，伴随着天旋地转，身体开始不听使唤，晃晃悠悠。他的意识开始渐渐模糊，周围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。我擦，这毒性有点猛啊！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身中幻毒，在阴阳逆转下获得 0.1 精神、0.1 精神抗性、0.01 毒抗性。突然，系统提示弹出，下一秒，唐渊身上所有的负面状态全部消失。哈哈，真的能行！唐渊稳住身体，激动大笑。阴阳逆转果然没有让他失望，正负相反。他捧着小白狠狠亲了一口，高兴道：“小白做得不错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”叽叽，小白得到主人的夸赞，高兴地蹭着他的脸。第28章，毒幻菇新的属性2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身中幻毒，在阴阳逆转下获得 0.6 精神、0.6 精神抗性、0.06 毒抗性。唐渊把剩下的毒幻菇一口吃掉，毒性更猛。宿舍里的画面扭曲起来，还好在幻觉出来之前，阴阳逆转，一切负面状态消失。此时的他只感到精神抖擞，很亢奋。唐渊打开属性面板查看，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黄阶下品，气感35，力量6.83，防御9.67，速度6.52，精神1.7，功法铁布衫3级166-300，秘法敛息诀4级68-400，状态阴阳逆转，毒抗性0.07，精神抗性0.7，精神增加了0.7，还多了2条属性抗性，真是意外的收获。另外，铁布衫的熟练度已经达到一半了，再过6天就能升级达到第4层。当看到铁布衫这里，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。因为之前林雪瑶陪练的原因，他的铁布衫一直停滞不前，以他现在的躺平速度，怕是到了高考，他的铁布衫最多也就达到5级，与三流武校的招生条件还差了1级。算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走一步是一步吧。唐渊叹了一声，想再多也没用，至于结果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随后，唐渊把目光落在小白身上，询问道：“小白，这毒幻菇你从哪里找来的？还有没有？”毒幻菇能提升精神属性和其他2个抗性，他目前只知道提升精神能让他精神十足，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用途，但精神属性提升总比没有的好。滋滋，小白听出唐渊的话，点了点头，伸出小爪子指了指门口外面的位置，然后做出一个挖呀挖的动作，开心叫道：“虽然不知道小白说什么，但看他的动作似乎是说还有毒幻菇。”唐渊眼前一亮：“小白，带我去找！”鸡！小白高兴地叫了一声，从唐渊手中跳落地面，对他招了招手，然后迈着小短腿一溜烟跑了出去。小白别跑那么快，小心被狗叼走了。唐渊立即跟了上去，小家伙跑那么快，外面有搜捕小队，真怕他被搜捕全给叼走。跑了将近20分钟路，小白将唐渊带到要塞的高墙下，停了下来。这里有毒幻菇吗？唐渊愣了下，前面除了一堵墙，啥也没有啊。小白，你确定这里有毒幻菇吗？滋滋，小白叫了声，小爪子指了指地面。唐渊定睛一看，只见小白所指的位置下有一个小孩拳头大小的洞口，老鼠洞。他瞬间明白过来，毒幻菇是从外面带进来的。鸡！小白钻进洞里，然后伸出半个身体，对唐渊招了招手，示意他也进来。唐渊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那个5厘米大小的洞口，你让我怎么钻进去？他抬头看了一眼要塞的高墙，最少也有20多米高，他又不是武将，还不会飞行。至于要塞的出口，更不用想了，有重兵把守。叽叽！小白见唐渊迟迟不动，连忙叫道：“小白，这洞口太小了，我连手都伸不进去。”
唐渊郁闷道：“要不，你去帮我把毒幻菇采回来。”滋滋，小白点了下头，转身钻进洞里，消失不见。唐渊原本还想靠在墙边坐下来，等待小白给他带毒幻菇回来。那边的士兵，你是哪个营的兵？不知道不能靠近要塞边缘的吗？结果不远处的城墙上有哨兵注意到唐渊的身影，对他大喝一声：“我这就走。”唐渊回了一句：“他哪知道军营有那么多规矩，也没听政委说过。”站住！哨兵觉得唐渊的行为有些怪异，立即拿起通讯器通知巡逻队、巡逻二队，2点钟方向城墙边出现一个可疑的士兵，你们将他拦截下来。傻子才站住！唐渊转身就离开，还没等他走出多远，就有一支10人的队伍向他快速掠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为首的巡逻队长对唐渊进行询问：“你是哪个营的兵？军规上有规定，不可靠近城墙。你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有何目的？”唐渊被他问得一愣一愣的，哪知道这些规矩，也只好解释道：“我不是军营里的士兵，我是辅导班的学生，不知道这个军规。”辅导班？巡逻队长皱了下眉头：“你们的辅导员没有跟你说过这个军规吗？”唐渊摇了摇头：“没有。”“哪个班的？叫什么名？”“辅导7班。”唐渊。巡逻队长观察着唐渊的神色，见他气定神闲，没有任何的变化，然后走到一边，拿出通讯器，将此事汇报上去。随后他的脸色不断变换，挂掉通讯器，走了过来，对唐渊道：“你的身份确认了，以后不要再靠近要塞城墙，不然会被其他巡逻队当成可疑人物逮捕。”说完，他对巡逻队员们挥了一下手，继续巡逻。唐渊离开城墙的范围，在路边找了一棵遮阴的绿化树下等待小白。巡逻2队的士兵回头瞄了眼坐在绿化树下的唐渊，不解问道：“队长，怎么把他给放了？不用押回去审问吗？”上面说让他自由活动，不用管他。巡逻队长刚将唐渊的信息和外貌汇报上去，上面的领导说不用管他，让他随意活动，只要不出要塞就行。众人也是暗吃一惊，这个小子来头这么大吗？时间慢慢过去，叽叽，唐渊在树下等了将近1个小时，小白终于回来，他嘴里叼着一朵比之前还要大1倍的毒幻菇。哈哈，干得不错，小白。唐渊将小白捧起来，狠狠亲了一口，高兴地夸赞他。滋滋，得到夸赞的小白把嘴里叼着的毒幻菇放在唐渊手上，高兴地叫了一声。唐渊看着手中的毒幻菇，舔了舔嘴唇，3口就把整朵毒幻菇吃掉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身中幻毒，在阴阳逆转下获得1精神，1精神抗性 0.1 毒抗性。咦，才增加这么点？唐渊眉头一皱，有些疑惑。这次的毒幻菇可是比之前的那朵大上1倍，怎么才增加1精神和1精神抗性 0.1 毒抗性？难道是抗性上来了？他猜测应该是抗性上来了，就像3维属性一样，没有破开他的防御，就不会获得属性提升。第29章毒幻菇新的属性3，夜幕降临。唐渊带着小白去上晚课，他和瘦猴进入教室，察觉到其他8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。他向瘦猴问道：“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”瘦猴摇了摇头：“没有。”“那他们怎么都看着我？可能是你长得比较帅吧。”瘦猴违心说了句，他没有告诉唐渊，那是因为他傻子的事迹已经在辅导班里传开了。今天辅导班里有几个学生受不了永无止境的训练，有模学样的学习唐渊，以为他们的班长不会管，结果被他们的班长揍得哭爹喊娘，罚得更重。这下子唐渊变得更出名了。今晚的复习课，唐渊惊讶地发现他的记忆力变强了，训导主任讲的每一课他都能清晰记住。没想到精神提升后，就连记忆力也会变强。滋滋，枯燥的文化课让好动的小白很不自在，变得不耐烦起来，想要出去玩。小白听话，不要吵。唐渊拍了拍胸前的口袋，安抚躲在里面的小白。不知不觉2小时过去，到了下课的时间。唐渊有些意犹未尽，精神力提升后实在是太爽了，训导主任讲的课程他全部都记住下来。叽叽，小白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伸出萌蠢萌蠢的小脑袋。小白回去了，带你去洗澡。唐渊和瘦猴分开，回到宿舍拿上换洗衣服，直接去浴室洗澡，没有等许然他们一起。来到浴室，里面早已放好9个大浴桶。唐渊带着小白进入浴室。唐渊脱掉衣服，打开花洒，把小白的身体淋湿，准备给他洗澡。突然唐渊的手停了下来，给小白洗澡到底是用洗发液还是沐浴露？他看了看手上的小白，全身都是毛，算了，用洗发液吧。唐渊按了点洗发液涂在小白的身上，很快他的身上布满泡沫。他把小白放在花洒开关上，让他独自玩一玩，而他自己则洗澡。咔嚓，外面的浴室门打开，郑磊带着许然他们来泡药浴。哗啦哗啦，郑磊听到里面的流水声，知道唐渊在里面洗澡，喊了声：“唐渊，药浴准备好了，你不泡吗？”“不泡。”唐渊回了句，
用花洒将身上的泡沫都冲掉，拿起毛巾将身体擦干。随后他摘下花洒头，给小白冲洗干净身体。滋滋，小家伙正玩得不亦乐乎，见身上的泡沫被冲走，不满地叫道：“别玩，要回去了。”唐渊没机会小白的不满，用毛巾将他包裹起来，为他擦拭身体，然后拿上脏衣服，带着小白离开浴室。唐渊经过的时候，众人注意到他肩膀上的小老鼠。唐渊这傻子运气真好，白捡一只异兽。要是我也捡到一只异兽就好了，这叫傻人有傻福吧。哈哈！唐渊捡到一只老鼠异兽，被一般的人传了出来，许多人都很羡慕，同时也感叹他的运气真好。罗峰等人都嫉妒不已，同在一个宿舍，那只小老鼠真是瞎了眼，选了个傻子做主人。唐渊回到宿舍后，把小白放在床上，让他自己玩会，而他则拿着脏衣服去洗。当他洗完衣服晾晒好后出来，发现小白已经躺在枕头上睡着了。今天这小家伙跑了2次去外面摘毒幻菇，早就累得不轻。唐渊回到床上，睡了一天的他，再加上精神暴涨，变得精神十足，一点也不困。呆坐在床上，又没有电视看，也没手机玩，很是无聊。于是从床边拿起书包，掏出一本语文书复习。不知不觉，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20分。罗峰等人已经泡完药浴回来，他们扫了一眼在床上看书的唐渊，嘴角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唐渊也懒得正眼看他们，更别说打招呼了。许然一人在后面姗姗来迟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他看了眼床上的唐渊，唐渊的察觉到异样的目光，抬头看去，注意到许然脸色不怎么好，问道：“咋了，许然？”许然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唐渊，许然。此时，后面角落床位的罗峰喊了一声，许然脸色微变，摇了摇头，没事了。他不说，唐渊也懒得管。他和许然的关系一般般，最多也就是室友，看他比较顺眼，平时碰面打个招呼。辅导班规定11点半就熄灯睡觉。第二天早上9点半，唐渊被操场上响亮的训练声音吵醒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看到小白还在睡觉。正当他还要将小白叫醒的时候，看到床头边上摆放着4朵毒幻菇。毒幻菇，唐渊不敢相信，揉了揉眼睛，他顿时明白过来，怪不得外面的训练声那么大，都没有把他给吵醒。原来昨晚小白偷偷跑出要塞，给他去采集毒幻菇了。4朵毒幻菇，一来一回都要4个小时，真是难为这个小家伙了。唐渊很是感动，没有打搅小白睡觉，只是伸出手指在他头上抚摸了下，轻声道：“谢谢。”然后他将床边上的毒幻菇拿起来，直接放进嘴里吃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获得 0.3 精神、0.3 精神抗性、0.03 毒抗性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获得 0.2 精神、0.2 精神抗性、0.02 毒抗性。连吃4朵毒幻菇，唐渊注意到毒幻菇的效果降低了许多，直接被砍了2/3，只增加了 0.9 精神、0.9 精神抗性、0.09 毒抗性。他打开属性面板，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黄阶下品，气感35，力量6.83，防御9.67，速度6.52，精神3.6，功法铁布衫3级186-300，秘法敛息诀4级88-400，状态阴阳逆转，毒抗性0.26，精神抗性2.6。可惜了，身体对毒幻菇的抗性越来越强，属性收益降低了许多。唐渊叹了一声，4朵毒幻菇获取的收益还不如昨天那朵毒幻菇的多。他的目光落在小白的身上，以后只能让小白辛苦点，多带些毒幻菇回来。第30章秘辛。时间来到11点半，早训下课，午饭时间到了。小白还没睡醒，唐渊只能将他放在口袋里，去食堂吃饭。唐渊来到食堂，再次碰到瘦猴他们，无语道：“10个辅导班，每天都是你们班第一个下课。”哈哈，瘦猴他们笑道：“我们班长人好呗。”他见唐渊两手空空，小白呢？唐渊指了指胸前的口袋，还在睡觉呢。叽叽，谁知他刚说完，小白就醒来，从口袋里探出小脑袋，嗅了嗅小鼻子，显然是被饭菜的香气给吸引。唐渊提醒小白先别出来，不然一会食堂里的工作人员不给你进去吃饭了。吱！小白一听不给进去吃饭，连忙把头缩回去躲起来。大伙被小白搞笑的动作逗得笑了起来，哈哈，这小家伙太有趣了。众人打好饭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。小白，可以出来了。唐渊喊了一声，用勺子把饭盛在餐盘的边上。小白听到能出来，迅速的从口袋里爬了出来，跳到饭桌上，小爪子抓起米饭吃了起来。唐渊，你怎么都不打点肉吃？一般有人注意到，唐渊餐盘上除了米饭就是青菜，一块肉都没有。这几天我就没见过他吃过一块肉。梁雪早就发现了，
这几天唐渊吃的都是米饭和青菜。昨天他打的那块肉原本是给小白吃的，后面小白不吃，唐渊就把肉塞给瘦猴。还真是，经他这么一说，其他人也回想起来，还真没见过唐渊吃肉。最近伙食太好，胖了不少，减肥。唐渊胡编一个理由，搪塞过去，当然也没人信他的话，他们也只是好奇疑问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修炼速度比以前快上许多？你也发现了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呢。我们用的是特级的药浴，比外面的还要好，修炼能不快吗？一般的人聊起来，分享这几天的修炼和发现。特级药浴好是好，但没有这么夸张。瘦猴摇了摇头，应该是虚面世界的问题。虚面世界？他的话让众人一愣。中年男子听到瘦猴话，也是有些惊讶，这小家伙居然发现了。耀东说的没错，你们能进步那么快，不仅因为特效药浴的原因，还有一部分是虚面世界。他见瘦猴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也不再隐瞒，向众人反问道：知道为什么要把辅导班开在虚面世界吗？不知道。众人摇了摇头，瘦猴也是一知半解。因为虚面世界的天地元气充裕，而现实世界的天地元气稀薄。中年男子解释道：秦朝时，始皇帝筑长城，筑12金人，以镇九州龙脉，汇聚天地元气在神州大地。始皇也借助磅礴的天地元气突破武神。自那之后，华夏天才辈出，各领风骚，皇朝起伏跌宕，每隔几百年都会有新的皇朝崛起，纷争战乱不断。直到明朝出现，洪武大帝为了避免再掀起战争，命武圣刘伯温斩断九州龙脉。自此，蓝星天地元气消退，变得稀薄，武道之路断了。许多武道前辈、宗门教派都纷纷归隐山林，寻找拥有天地元气的地方，避世不出，等待天地元气复苏。此后的数百年，华夏再也没有出现一个武王之上的武者。洪武大帝冲击武神失败，遭到反噬，自知时日无多，担心明朝没了他的镇压，朝中重臣生有异心，开启了清算。洪武大帝身陨道消之后，明朝一代不如一代，到最后亡国。后面满清崛起，最强的武者修为也不过武将。直到华夏成立，虚面世界出现，华夏的天地元气才恢复了些。后来有武者进入虚面世界，发现里面的天地元气充裕，那些避世不出的武道前辈和宗门势力也纷纷出世，抗击异族，攻进虚面世界，武者盛世再次降临。众人竖着耳朵听得津津有味，就连唐渊也不例外。普通人如果在这里长久居住，能够无病无灾，长命百岁。中年男子笑道：你们之所以能有明显的进步，也是因为天地元气的原因，这也是为什么辅导班会开在虚面世界里。原来是这样。众人点了点头，才后知后觉。老唐，你真的没问题吗？瘦猴想起唐渊的情况，这小子既不训练，也不泡药浴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。这小子的铁布衫才修炼到第3层，哪怕天赋真的很好，在不用修炼资源情况下，能快速提升实力吗？唐渊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什么问题？你说呢？瘦猴恨铁不成钢道：你现在这样，高考前能达到武校的招生条件吗？唐渊面容僵了下，他现在能不能达到3流武校的招生条件都成了一个问题。不过他很快恢复正常，脸色平静道：你就安了，我有分寸，回去现实世界后一定要找个提升铁布衫的方法才行，看来退出辅导班得加把劲了。晚上8点，现实世界。这几天上级王旅长来白狼团考察，童印的工作忙得不行，今天好不容易送走王旅长，他也趁此机会出来。酒桌散场，童印回到旅馆，拿出电话联系老校长。嘟嘟，电话很快就被接通，里面传出一道苍老期盼的声音：童小子，查得怎样？童印笑道：查清楚了，可以肯定那小子拥有高级武体。电话里头传出老校长急促的呼吸声：是什么武体？我们也搞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武体。童印摇头道：他的血液中拥有强大的生机与毁灭的能量，这和目前已知中的武体没有相配。生机和毁灭，新的武体吗？老校长高兴道：童小子，一定要把他弄到军校里，什么条件都好说，其中包括帮他提升资质的事。放心，老校长，交给我吧。童印拍着胸口保证道：保证把他弄到军校里。第31章体质破10，觉醒神通，霸体。转眼间5天过去，这5天来，小白白天睡觉，晚上出去帮他采集毒幻菇，每晚都带回来4、5个毒幻菇。随着毒幻菇吃多了，身体的抗性上来，现在吃毒幻菇获取的属性越来越低，平均每朵毒幻菇属性增加 0.1 精神， 0.1 精神抗性， 0.01 毒抗性。在吞噬大量的毒幻菇，唐渊的精神属性达到了 4.9， 精神抗性 3.9， 毒抗性 0.39。 这晚唐渊没有去上文化课，随着精神力越高，他的记忆力也越好，如今的他可以说达到了过目不忘的境地，只要看一眼就能牢牢的记住。
他早已将所有的书本内容都记了下来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学霸，再去上文化课晚班也是浪费时间。叮，宿主超过1小时没有修炼，在阴阳逆转下，铁布衫功法增加1点熟练度。叮，宿主铁布衫的熟练度达到300圆满，成功突破4级。叮，恭喜宿主在未达到武者境界前，体质突破10级线，觉醒初级神通霸体。突然，系统弹出一连串提示。唐渊还没看清系统提示，下一刻，他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，身上的皮肤开始变得潮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股剧烈的灼烧感来袭，唐渊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被燃烧了般，火辣辣的疼，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啊！唐渊全身疼痛难忍，皮肤通红，双手下意识抓紧床单，面容扭曲，身上的青筋暴起。叽叽！在床上玩耍的小白被唐渊痛苦的嘶叫惊到，当他看到主人痛苦的模样，着急大叫，手忙脚乱，眼中冒出小泪珠，不知所措。妈的，好端端怎会这样？唐渊咬紧牙关，痛苦道：难道我是中毒了不成？但这也不科学啊！我的身体在阴阳逆转下，不可能会中毒。灼烧的疼痛一直维持了半个小时，他身上的通红的皮肤也开始慢慢转变，从通红变成灰色，直至变成焦黑色，身上的灼烧疼痛才消退。呼！变成黑炭的唐渊大口喘气，终于结束了，差点要了我的老命。叽叽！小白被变成黑炭的唐渊吓得不轻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唐渊见小白流着眼泪，为自己担心，感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身体好痒啊，又要闹什么幺蛾子？唐渊感到身体传来一阵瘙痒感，下意识伸手抓了抓脖子，咔嚓！只听一声清脆的声音，唐渊将脖子上焦黑的皮肤抓了下来，露出雪白的肌肤。卧槽，这是什么玩意？唐渊看到手上从脖子上抓下来的黑块，吓了一跳，就连他的双手也同样如此，像是被烧焦了一般。他用手一抹，将左手上焦黑的皮肤撕下，露出白皙的嫩手，瘙痒感也随之消失。我擦，见鬼了！唐渊爆了一声粗口，从床上跳下来，匆忙跑进了洗手间，朝镜子一照，只见镜子里照出一个乌漆墨黑的黑人，差点没把他给吓晕过去。还好他想起刚才把黑炭皮肤撕下来，连忙用手把脸上的黑炭皮肤撕扯着下来。妈呀！他这不扯还好，这一扯，连带头上的头皮和头发也跟着扯了下来，露出一个铮亮的光头，差点没把他给气晕过去。呼！唐渊深深呼吸一口气，光头就光头吧，总比变成黑炭的好。1分钟后，一个面如关羽英俊的光头男子出现在镜子前。唐渊望着镜子前的自己，久久不语，看着大变了模样的他，一脸懵逼，这特么是我？以前的他长得一般，算是有点小帅吧，现在就像整容了一样，变成一个大帅哥，与之前的容貌有3分相似，就连他亲妈见了也认不出他来。好端端的，我怎会变成这个鬼样？唐渊有些郁闷，虽然变成一个大帅哥，但是这张陌生的脸看起来很不习惯。他记得刚才系统弹出提示，好像是铁布衫升级了，皱着眉猜测道：难道是系统搞的鬼？当即唐渊查看信息提示，前面2条信息没问题，体质突破时觉醒神通，直到最后一条信息让他愣住了。难道我变成这样是神通觉醒的原因？他打开系统属性面板，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黄阶下品，气感40，力量6.83，体质10.17加10.17，注霸体加持，速度6.52，精神4.9，功法铁布衫4级0-400，秘法敛息诀4级208-400，神通初级神通霸体被动，注觉醒霸体增加1倍体质，状态阴阳逆转，毒抗性0.39，精神抗性3.9，初级神通霸体增加1倍体质。当唐渊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后，顿时目瞪口呆。我撤，还有这种隐藏奖励？在未成为武者前，属性突破时能觉醒神通。发现到这个隐藏秘密，唐渊的呼吸不由急促起来。如果在未成为武者之前，我把力量、速度、精神这3个属性达到时，是不是都会觉醒神通？想到这里，唐渊决定一定要在成为武者之前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3个属性突破到10。体质觉醒神通就增加1倍体质，其他3个属性觉醒神通一定也不会差。力量和速度比较好搞，挨打就行。精神这个方面只能辛苦小白了，让他多采摘点毒幻菇，务必在离开虚面世界之前，精神达到10点。滋滋，小白出现在唐渊的脚下，将他撕扯下来的死皮抓起来，放进嘴里吃。小白你干嘛？唐渊听到小白的叫声，回神过来，低头一看，发现小白正在吃他的死皮，顿时吓了一跳。脏死了，别吃！
他弯下身子，想要将小白提起来，结果小白避开他的手，继续啃食他的死皮。无论他怎么阻止，小白就是不听，拼命的啃食，直至将他剥落下来的死皮全部吃掉，才心满意足地爬回唐渊的身上。第32章，教训罗峰等人。晚上9点，唐渊和小白洗完澡，哼着小曲回来，觉醒了神通霸体，令他心情大好。辅导班的文化课放学，大伙回来宿舍拿衣服去洗澡。那个姓唐的傻子有免费的药膏也不要，正好便宜了我。这些天有了他的药膏，我进步更快，高考前我的铁布衫必定能达到第8层。恭喜罗老大！罗老大将来飞黄腾达，可要关照下小弟们啊。唐渊上到2楼，就听到罗峰等人的声音，眉头一皱，当听到他们说他傻子，而且还拿了他的膏药，美丽的心情瞬间消失。膏药不是叫许然拿的吗？怎么落在罗峰手上？他想起来这几天许然有点怪怪的，有的时候说话欲言又止。如今仔细一想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拿了我的东西还骂我傻子，你真行。唐渊露出一抹冷笑，一会有你好受。罗峰等人拿着衣服出来，他对其余6人笑道：各位兄弟放心，我罗峰绝不会忘记你们的。7人与唐渊擦肩而过，如今唐渊变了样子，他们认不出来。赵立群瞄了一眼经过的唐渊，疑惑道：这家伙好面生，辅导班中有这个光头吗？不知道，没注意。可能他平时都戴着帽子，大伙没注意吧。其他人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唐渊回到宿舍，将衣服晾晒好，陪小白玩了一会，让他休息会。晚点等罗峰他们睡觉后，他还要出去采蘑菇，要养好精神才有精力干活。想要教训下罗峰他们，还得等他们泡完药浴。这帮家伙敢骂他唐某人是傻子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唐渊躺在床上眯了会眼。2小时过去，楼下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唐渊这才醒来，悠悠道：终于泡完了吗？大大。外面传来脚步声，一个身材肥胖的青年走了进来，看到宿舍里躺着一名俊俏的光头青年，他以为走错宿舍，退出门口看了看门口，揉了揉眼睛，是205室，没走错呀。许然一脸茫然看着里面的光头青年，问道：朋友，你是不是走错宿舍了？是我，许然。唐渊无奈道：唐渊，唐渊，你是唐渊？许然失声惊呼：不可能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唐渊也不好解释，出于某些原因解释不了。许然听他说话的声音的确和唐渊一模一样，就是样子变了，而且还是个光头。他认真观看，和原来的唐渊确实有3分相似，一脸古怪道：你这是整容了还是易容了？一个人半天不见就大变了模样，能让他想到的也就这2个。别扯犊子。唐渊白了他一眼，问你个事。啥事？许然进来宿舍打量着唐渊，太神奇了，整容的效果也没这么快吧？应该是易容了，弄了个光头，牺牲有点大啊。唐渊看着他问道：你老实跟我说，这几天我的药膏是不是被罗峰给拿了？许然面容一僵，有些不自然道：你听谁乱说的？没有的事，都是我拿的。唐渊反问道：哦，既然是你拿的，那把今晚替我拿的药膏拿出来。许然身躯震了震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药膏，强颜欢笑道：在这里呢。那把你的药膏也拿出来。许然拍了拍他的裤带位置，在我口袋里呢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我既然能问出这话，能不知道吗？唐渊没好气，冷笑道：我的东西都敢拿，不给他一点教训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唐渊，别做傻事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的。许然一听唐渊要找罗峰算账，连忙劝道：你真想要回药膏，可以找正班上报。唐渊摆了摆手：行了，这事你别管。许然还打算继续劝他，特级药浴就是不一样，疲惫的身体都恢复的差不多。谁知这时罗峰他们泡完药浴回来，便不敢多言。罗峰他们进入宿舍，注意到光头的唐渊，有些惊讶：许然这是谁？姓唐的那个傻子呢？不会是被赶出辅导班了吧？他猜想唐渊可能被赶出辅导班，然后教育局重新找一个人来顶替。这是个不好的消息，如果唐渊被赶走，那他的免费膏药就没了。罗峰，你胆子挺大的呀，我的东西都敢拿。唐渊的脸瞬间黑了下来，当着他的面叫他傻子。你谁啊？我拿了你什么东西？罗峰一脸懵逼，我特么都不认识你，拿你啥东西？我是唐渊。唐渊从床上起来，向罗峰走去。这几天你一直偷拿我的药膏。你是唐渊？罗峰等人听到光头男子说出的名字后，纷纷失声惊呼：不可能，这个光头是个大帅哥，而唐渊是个丑逼，完全就是2个人。旁边的许然插嘴道：他真的是唐渊？你们没看到床上那只小老鼠异兽吗？异兽基本一生只认和一个主人，不可能再认其他人做主人。经许然这么一说，罗峰等人目光看去，
还真是唐渊的那只异兽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光头真的是唐渊。这半天不见，变化也太大了吧，就连亲妈来了也认不出来啊。唐渊伸出手来，把老子的东西拿出来。得知这个光头青年是唐渊，罗峰的底气更足，毕竟他自认为七班中实力最强的。唐渊不过是傻小子，实力最多也是和许然是一路货色。罗峰丝毫没有打算把药膏还给唐渊，反而把手伸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还欣欣自得道：“唐渊，这药膏你反正也不用，干脆就让给我，将来我考上10大武校，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”滚！唐渊甩开他的手，最后一遍把药膏交出来。罗峰见唐渊甩开他的手，脸色阴沉下来。唐渊作为狗腿子的赵立群当然不会放弃这个表现的机会，跳了出来：“唐渊，罗老大好声好气和你说话，是给足你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”马德，唧唧歪歪，就你话多。唐渊右脚一抬，直接把赵立群踹飞到墙上，巨大的力量把墙身撞出数道裂缝。砰！赵立群两眼一翻，彻底昏迷过去，倒在床上。第33章教训罗峰等人2。赵立群、罗峰等人惊呼一声，他们没想到唐渊会出手偷袭，许然也没想到唐渊会这么果断出手，一招就放倒了赵立群。马德，弄他！罗峰见到小弟被放倒，怒喝一声。话音落下，6人一同出手，分别从唐渊的背部、头部、脸部、腰部、腹部、胸口等位置攻来。看着6人联手攻来，唐渊也懒得闪躲，这些人的动作在他眼中都很慢，再加上他们修炼的是铁布衫，专修体质，力量一般，哪怕再给他们增加10点力量，也无法破开他如今的防御。砰砰砰！罗峰等人的拳头打在唐渊的身上，发出沉闷的碰撞声响。众人脸色皆是一变，闪过一抹痛苦之容。他们的拳头打在唐渊的身上，就像打在钢板上一样，拳头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。既然他们都出手了，唐渊也不会放过他们。他一个手肘顶在梁志亮的腹部，一个膝盖顶飞朱一鸣，一脚踹飞梁少宇，一拳轰飞葛崇伟。轮到罗峰，唐渊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身体倒飞出去，在空中旋转2圈360度，撞进洗手间的阳台里，倒在地上，嘴里吐出一口血和几颗牙齿，便昏迷过去。砰砰砰！唐渊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罗峰等6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倒飞出去，撞击在墙上，发出响亮的撞击声，整栋宿舍楼都能听到。卧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声音是205那边发出来的，难道7班内讧打起来了？有好戏看了，过去看看。205是两边隔壁的宿舍，听到这非比寻常的撞击声，纷纷跑出来观看。当他们跑来挤在门口，只见205室里躺下了7个人，有一个光头青年在罗峰等人身上摸索出一个小盒子膏药，而许然在一旁安然无恙地站着，脸上全是目瞪口呆震惊之色。卧槽，这个光头是谁？哪个班的猛人居然将罗峰他们放倒了？众人见到罗峰7人全部被放倒这一幕，震惊不已。嘘嘘，有人对不远处的许然吹了一下口哨，低声喊道：“许然，这光头兄弟是谁？哪个班的？这么猛？”啊！许然回神过来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他虽然知道唐渊强，但没想到他这么强，一下子就秒了罗峰他们7人。喂，许然说句话啊，吓傻了吗？那哥们是谁啊？有人不死心好奇问道。他是我们7班的唐渊。许然苦笑一声，唐渊的强大超出了他的想象，怪不得他一直不参加训练，以他的实力，恐怕距离武者已经不远了，随便都能考进10大武校。唐渊，那个一直不上训练课的唐渊。别开玩笑了，他们2人的样貌都不一样，完全就2人。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众人用一副看傻子的目光看着许然。真的是他，我没骗你们。许然也解释不清楚，无奈道：“信不信随你们。”此时的唐渊将罗峰他们7人身上的药膏全部搜了出来，然后抛给许然：“给你。”这……许然看到飞来一盒盒的药膏，手忙脚乱地接住。唐渊将从罗峰等人身上收刮过来的药膏全部给了他：“我用不上，送你了。”对唐渊来说，谁想要药膏跟他说一声便是，而罗峰等人不问自取就算了，还骂他是傻子，这口气他怎么咽得下？许然抱着药膏，感激道：“谢谢你，唐渊。”唐渊摆了摆手，随后看到门口围满了人，没啥好看的，都散了吧。说完，他将房门关上，然后关灯，回到床上休息。至于罗峰等人，唐渊也没管，让他们躺在地上睡觉，他不过是用了5成力量，罗峰他们过几个小时自己会醒来。反正他们都是修炼铁布衫，体质比同级的人强上许多。5分钟不到，唐渊的名号传遍了整个辅导班。谁能想到那个吊儿郎当不上训练课的唐渊竟然这么强，一人将罗峰他们7人打趴，这等恐怖的实力早超越了辅导班的其他人。有人猜测唐渊的实力
不是武者，也和武者相差不远。毕竟能进去辅导班的都是个校天才学生，7打1都打不过，可想而知唐渊的实力有多强。各班的学员都把唐渊列为不可招惹的对象。而作为兄弟的瘦猴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懵逼了许久，才恢复过来。你们说的那个人真的是我的兄弟唐渊吗？开玩笑的吧？唐渊几斤几两，他能不知道？不可能这么强大，该不会是同名同姓吧？要不是熄灯时间到了，瘦猴真想跑上2楼找唐渊一问究竟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起床军号响起，罗峰等人起来，除了罗峰肿了半边脸，缺失了几颗牙齿外，其他人还好，只是被唐渊打的位置隐隐作痛。7人下意识地瞄了眼正在睡觉的唐渊，眼中带着恐惧之色。昨晚他们昏迷到3点多才醒来，身体的疼痛让他们想起昏迷之前的事。现在罗峰7人后悔的要死，他们谁也没想到，那个在他们眼中的傻子竟然这么强大。早知道这傻小子这么强，他们说什么也不会惹他。如今他们不仅得罪了唐渊，就连身上的药膏被抢光，往后在辅导班的日子该怎么过？7人连忙叠好被子，换上衣服，快步离开宿舍。他们害怕唐渊起床脾气不好，又会打他们一顿。他们下去集合的路上，不少辅导班的学员对他们7人指指点点。不用说，他们的事恐怕已经传开来了。罗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想到唐渊有这么强的实力，居然扮猪吃老虎。他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以后这日子该怎么过？赵立群他们6人哭诉道：找正班解决，这小子抢了我们的药膏。罗峰阴沉着脸，很快就想到办法，正班肯定不会坐视不管，说不定还把他赶出辅导班。其他人听到这个方法眼中一亮，点头附和道：这个方法可行。唯独梁少宇不这么认为，我们也抢了他的膏药，这事一闹，我们也会有麻烦。我们不承认，谁知道我们拿了？赵立群不这么认为，我们这边7张嘴，他1张嘴，你说正班信我们还是信他？而且他一直不是训练课，正班应该也早就看他不爽了。说的没错。罗峰他们点了点头，赵立群的话说的有道理。第34章，老师说你去哪里整容了？罗峰等人来到楼下集合，满怀着希望找郑磊打小报告。许然收了唐渊的好处，还想插嘴为唐渊说话，结果他话还没说出来，郑磊就把罗峰他们训了一顿，7个人打1个都打不过，还有脸在这里哭诉，被抢了也是活该，这资源用在你们身上也是浪费，叫他去找唐渊麻烦，这不是让他倒霉吗？这帮害人精，惹谁不好，惹唐渊，人家后面有人罩着的。罗峰他们被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后，羞愧不已，自知找郑磊帮忙无望，只能把目光放在他们学校同学身上。可他们的同学也不是傻子，昨晚唐渊一战成名，让他们去找唐渊麻烦，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？去得罪他，滚犊子！罗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众人看着罗峰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凉拌！罗峰抬头望着天空，眼中流下一滴懊悔的泪水。11点半，准时下训，开饭时间到。唐渊吃完5朵毒幻菇，身体抗性又上来了。第1朵毒幻菇服用后，他的精神成功突破到5，后面的4朵毒幻菇，每朵才增加 0.05 精神， 0.05 精神抗性， 0.01 毒抗性。毒幻菇的属性提升足足减了一半。唐渊戴上军装帽子，将熟睡的小白放进口袋里，带他去食堂吃饭。小白这家伙鼻子灵得很，一闻到饭香味就醒来。唐渊拿上餐盘排队，目光扫视一圈食堂，发现了瘦猴他们的位置。辅导一班，上课永远都不会拖沓，每天都准时准点吃饭。唐渊打好饭，端着托盘往瘦猴他们的位置走去，来到瘦猴旁边的空位置坐了下来。瘦猴看到身边坐下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，开口道：兄弟，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，麻烦让下。是我，唐渊。唐渊很是纳闷，蜕皮之后他的样子发生了大变化，别说瘦猴了，就连他都认不出自己。唐渊？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看了过来，就连一班的班长也不例外。兄弟，别开玩笑了。瘦猴没好气道：你当我傻子不成？真的是我。为了让瘦猴相信他的身份，唐渊将瘦猴的糗事说出来。你7岁那年被李大爷的狗追，8岁那年。够了，我信你的话了。瘦猴一手捂住他的嘴，他确信眼前就是唐渊，震惊道：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整容了还是易容了？说了，他上手将唐渊的脸扯来扯去，一脸惊讶：是真皮。唐渊无奈道：出于不可抗拒因素，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。耀东，你真的确定他是唐渊？梁雪等人不敢置信问道。这跟原来的唐渊差天河地，完全就是2个人。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这家伙的确是唐渊，只有他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。瘦猴看着唐渊那张俊俏的面容，非常妒忌道：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去整容了？我能去哪里整容？唐渊翻了翻白眼道：昨天晚上一觉醒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另外几个男生一脸不信：就这么简单？
唐渊摊了摊手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中年男子感觉有点扯淡，一晚上不见就变了一个人，从未听过这样的事。哪怕侯耀东说他唐渊，他都不相信，他怀疑是不是有人假扮唐渊。吃完饭后，他离开食堂，将这件事情汇报上去。三营营长杨军辉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上报给团长童印。童印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一愣，一晚上就大变了模样。杨军辉点了点头，对，我们怀疑会不会是有人假扮唐渊，跑进军营里假扮别人，这不是扯淡吗？童印一阵无语，哪个贼会笨到这种程度？难道是这个？忽然童印想到一件事，眼中不由一亮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。想到这里，他内心非常激动，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对杨军辉道，这事我会亲自去检查，你们不用管。吃完午饭，唐渊带小白回去宿舍休息。没过多久，许然和罗峰等人陆陆续续回来。此时的罗峰七人没有了之前的神气，看到唐渊夹着尾巴进来，尤其和唐渊临床2号位的朱一鸣吓得不轻。唐渊开口道，你们拿了我多少膏药，从今晚开始补回来。原本快要回到床位的罗峰听到唐渊这话就急了，你昨晚不是拿了我们7盒药膏吗？我们不过拿了你6盒药膏罢了，偷东西不用赔偿吗？我们要你们偷1赔10就已经不错了。唐渊笑道，现在只要你们以1赔7，便宜你们了。从昨晚算起，你们还要赔我5天的药膏，也就是35盒。35盒？罗峰听到要赔35盒药膏，失声道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距离高考还剩下20多天，每1盒药膏能让他们实力提升多点。唐渊开口要35盒，这不是要他们的老命吗？人啊，要为自己犯下的错承担后果。你们拿了我的东西就算了，却在后面叫我傻子，你们可真行。唐渊微笑道，你们可以不给，但我动手拿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数量了。听到这话，罗峰等人脸色苍白，非常后悔惹上唐渊，当初就不该贪这个心，也不该嘴贱。唐渊，是罗峰拿了你的药膏用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。没错，我们动也没动过，全都是罗峰他自己用的，而且叫你傻子的也是罗峰，他还在辅导班里撒播你的谣言。还有前几天罗峰说你坏话，被一班的侯耀东知道，和他打了一架。葛崇伟、梁少宇和周天泽3人连忙哭诉求饶，将罗峰的事导了出来。他们跟罗峰交好，只是想抱他的大腿，现在这根大腿被打折，他们自然不会傻乎乎去抱下去。况且唐渊的药膏他们都没用过，现在要他们一起赔，这也太倒霉了。梁少宇，你们……罗峰见梁少宇他们3个，气得连话也说不出。你什么你自己惹出来的事自己解决，别想拉我们下水。现在罗峰倒台了，梁少宇他们3人自然不会怕他。赵立群他们3人面面相觑，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也反水。唐渊看着罗峰，脸色平静道，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唐渊，我……罗峰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砰！唐渊反手一巴掌扇在罗峰那张完好无损的右脸，他的身体旋转了2圈，倒在地上。噗！罗峰口中吐出几颗牙齿，右脸迅速浮肿。唐渊冷眼地看着地上的罗峰，冷声道，你再加10盒赔偿。噗！罗峰听到这句话，气火攻心，两眼一翻，昏迷过去。第35章军校的特招无体之说。下午3点，滋滋，唐渊被小白的声音吵醒。小白爬到他的身上，小爪子拉着他的衣服，像是想把他拉起来。好啦，不要扯了，我知道了。唐渊知道小白这是叫他出去走走。这些天来，除了睡觉还是睡觉，实在是太无聊，所以下午他都会带着小白在要塞里逛一逛。唐渊穿上鞋子，洗了把脸，对小白喊道，小白，出发了。滋滋，小白从床上跳下，顺着唐渊的裤脚爬到肩膀上。唐渊带着小白逛了一圈，他才心满意足。这小家伙性格好动，喜欢新鲜的事物，整天待在宿舍早就腻了。最后他们找了一棵遮阴的大树，坐了下来，背靠树干，目光望着前方下面的操场。小白看着下面的战士训练来了兴趣，在唐渊肩膀上有模有样的比划起来。哈哈！看到这有趣的一幕，唐渊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你一只小老鼠，怎么可能学得会人类的修炼之法？更何况你也没运转的法诀。滋滋！小白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，在唐渊的肩膀上比划着，滋滋叫道，似乎在说他能学会。好聪明的小异兽！突然，一道浑厚的声音在唐渊身后响起。唐渊下意识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魁梧的刀疤脸中年男子出现在他身后。以他5点的精神力，无法发现对方的存在，悄无声息地靠近他。是你！唐渊一眼就认出来人，正是当初将他推荐进入辅导班的那个大叔。你认识我？童印装出一副疑惑的表情。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你就是华成辉，我也认得你。
唐渊咬牙切齿道：“我叫唐渊，当初被你推荐进来辅导班的那个。你是唐渊？不对啊！”童印像见鬼一样看着他。唐渊长得那么丑，你长得这么帅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呵呵。唐渊白了他一眼：“我谢谢你的评价。”童印吃惊道：“你真是唐渊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整容了？”唐渊没有过多解释，随口回了句：“因为某种原因变成这样。”字，真神奇啊！童印摸了摸下巴，打了眼他，疑惑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去训练？以你黄阶下品的资质，原本想要考上武校就非常渺茫，现在难得进入辅导班，有机会考上武校，为什么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？你都说了，我黄阶下品的资质，考上武校就非常渺茫，再努力也是一样。”唐渊没好气道：“你还浪费这个名额给我，让给其他人不是更好？你为什么不努力试一试？说不定能考上呢。”童印无语道：“这小子是什么脑回路，连努力都不努力，怎么知道不能考上武校？我几斤几两，我自己清楚。”唐渊也不再和他纠结这个问题：“大叔，你看我每天都在混日子，浪费资源，干脆把我赶出辅导班吧。”“赶你出辅导班？”童印摇了摇头：“我没这个能力。”“怎么会？”唐渊一脸不相信：“你是教育局的领导，当初还是你推荐我进来的。我是有能力推荐你进来，但没有赶你出去的能力。”童印摇了摇头：“我并不是教育局的领导，所以没有这个权利。”“啥？”唐渊傻眼了。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悲观。童印见气氛差不多，将他的目的说出来：“如果不用看资质和武考，让你进去武校，你去不去？”“不看资质和武考，能上武校？”唐渊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：“大叔，你不会是让我花钱买学位吧？”想到这里，他立即摇头拒绝：“这个不行，一旦被查出用钱买学位，可是要坐牢的。”他之前在网上查过，国家对买卖学位查得非常严，毕竟事关武者之事，而且高中学校有他的高考记录，很容易查出来，他可不想吃牢饭。“想什么呢？犯法的事我不做。”童印无语道：“我说的方法是特招。”“特招？”唐渊震惊了，拥有特招的特权只有一流武校和顶流的10大武校。开玩笑的吧？他很是怀疑，一脸不相道：“就我黄阶下品的资质，能有资格被特招？能不怀疑吗？黄阶下品的资质，哪间武校会瞎眼将他特招？”“小兄弟，你也别妄自菲薄。”童印见唐渊怀疑他的话，连忙道：“你忘了你那非比寻常的三维属性了吗？这跟我三维属性有啥关系？”唐渊疑惑道：“武校招生不是看学生的资质和基础功吗？”“一般武校招生的确看资质和基础功。”童印摇了摇头：“但却有一种是例外。”唐渊一脸茫然问道：“我就是那种例外吗？”“没错。”童印笑道：“你的体质超越常人太多了，正常人在没成为武者前，能有你这样的体质吗？”说到这里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唐渊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大变了模样，应该是体质突破了时，突破了人类肉身的极限，褪去了凡躯，并且觉醒了神通。”唐渊面容一僵，童印连这个都知道，看来时的极限秘密不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个秘密。“我检测过你的血液，里面含有强大的能量。”童印继续道：“毫无疑问，你拥有传说中的武体，而且还是高级武体。”“血液检测？”唐渊想起第一天进来辅导班报道，军营里安排过抽血，应该是那个时候得到他的血。武体？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。什么是武体？武体是一种特殊体质。童印给他细说道：“据说拥有武体之人，祖上必定出过强大的武者，先祖的血脉传承下来。武体千奇百怪，例如拥有火之武体，修炼火系功法，不仅进步神速，火属性真气和武技会得到增幅，变得更强。霸者武体，防御无双；神力武体，力大无穷；神念武体，驾驭万物。武体有高低之分，共分4个等级：低级武体、中级武体、高级武体、神级武体。”第36章爆气丹，答应特招。童印说道：“我们检测过你的血液，里面所蕴含的能量，可以确定是高级武体无疑。那我是什么武体？”唐渊有些迷糊，他绝对没有那什么所谓的武体，如果真有，系统早就显示出来了。童印他们从他的血液中检测出来的能量，怕不是天道在他体内残余的能量吧？不知道。童印摇了摇头：“你的血液里的能量拥有生机和毁灭，目前已知武体中没有这种，应该是新发现的武体。”唐渊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他基本可以确定他没有武体。他的血液所蕴含的特殊能量是阴阳逆转的状态，也就是天道残余的力量所形成的。童印看着他问道：“怎样？有没有兴趣做特招生？”唐渊眼神闪烁，非常心动。以他现在的情况，高考前铁布衫没有达到6层就无缘考上武校，就算真的考上武校，最多也就是所3流武校。如今一个进入1流武校的机会摆在面前，
他怎会不心动？满怀期待地看着童印问道：“是哪所武校？”童印笑道：“军校，国防武校。”闻言，唐渊脸上的笑容僵硬下来，立即转身离开，告辞。军校是国防武校的简称，让我去军部武校上学，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？唐渊早已不是初来乍到的小白，对武校做了不少情报工作。国防武校虽然是10大武校之一，背靠国家，师资雄厚，更有大量的资源，毕业后还有工作安排，最低也能混个军官，但却也是出了名的死亡高校。听说学校军事化，学生的训练是要和异族战斗，经常有学生战死。只要有些天赋，家境好点的学生都不会挑选国防武校，毕竟没人会嫌命长。他唐某人家境虽然不殷实，但起码还有个系统撑场面，犯不着去赌命。哎，你小子跑什么跑？童印见唐渊一听军校的名字，转身就跑来，连忙拉住他的手。军校没你想的那么恐怖，都是外面那些不了解情况的百姓以讹传讹。大叔，松手！唐渊想要把童印的手掰开，可对方的手就像钳子一样紧紧抓着不放。我觉得你可能搞错了，我没有那什么武体，而且资质低下，这个特招的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吧。告辞。白期待了，军校打死他也不去，谁爱去谁去，他只想苟着发育。唐小子，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把握？唐渊没好气道：“你还是送给那些需要把握机会的人吧。”童印抓着唐渊的手不放，急道：“如果武校愿意花大代价为你提升资质呢？”唐渊眼中一亮：“提升资质？对，没错。”童印点了点头，把唐渊的神情变化尽收眼底，觉得有戏，毕竟没有人能抗拒得了资质提升。随即唐渊的眼神又暗淡下去，提升资质对别人来说是好事，可对他来说却是坏事，搞不好把他的黄阶下品的资质一撸到底。他最终摇了摇头，还是算了，让给有需要的人吧。啊！童印被唐渊气得有些发狂，你小子怎么就油盐不进呢？这么好的机会都不好好把握，别人哪怕再有钱有权，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。以你黄阶下品的资质，除了3流的武校，2流以上哪个武校会收你？他咬了咬牙，只要你愿意进入军校，军校奖励你1部地阶功法。地阶功法？唐渊脸色一变，呼吸不由急促起来。大叔，你没骗我？童印会心一笑，没有人能无视高级功法的诱惑，没骗你。而且功法的评级是地阶极品，唐渊现在修炼的铁布衫不过是黄阶下品的功法，修到圆满也不过是武者境界。据说大学武校提供的功法不过是黄阶上品，修炼到最后只能达到50。功法分5个等级：黄阶、玄阶、地阶、天阶、神阶，每个等级分4个品级：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。特招送地阶功法，也就是说修炼到5黄之前都不用为功法发愁。武体真的有那么重要？唐渊忍不住问道。为了所谓的武体，又送地阶极品功法，又送提升资质的宝物，每一样的价值都无法估计，花费如此大的代价。童印白了他一眼，普通的武体当然不值如此大费周章的培养，但你是高级武体，100万人中也不见得有一个，一切都值得。如果我没有武体怎么办？唐渊虽然很心动，但又怕后面查出他没有武体，到时候会不会告他诈骗？靠！童印暗骂一声，这小子不会是想坐地起价吧？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小子到底要怎样才肯进军校？想要什么条件，我们可以谈。看来这大叔是铁了心要招我进军校。”唐渊暗吃一惊，随即他心中一动：“大叔，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能让人修为跌落的丹药？爆气丹？”童印愣了下：“你问这个干嘛？这玩意是禁药。”禁药？唐渊一听对方知道，当即提出条件：“大叔，如果你能给我弄些爆气丹来，我就答应你加入军校。”童印听出唐渊提出来的要求，眉头一皱道：“你要这禁药干嘛？这小子连武者都不是，要这爆气丹有什么用？”唐渊说道：“你别管我有什么用，就问你能不能弄来。”童印有些为难道：“你要几枚？”唐渊一看有戏，心中思索了一番，最终道：“10，我要10枚爆气丹。10枚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去哪弄这么多？”童印失声惊呼，摇了摇头：“最多3枚。”“不行，太少了，一人退一步，9枚。4枚。你可知道爆气丹有多贵？8枚。”最终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爆气丹的数量定格在6枚。童印脸上露出笑颜：“唐小子，咱们就这样说定了。你加入军校的事可别反悔啊！等你啥时候把爆气丹弄来，这个交易才能成立。”唐渊白了他一眼，东西都没见到就想拉我进坑，嘿嘿。童印嘿嘿一笑，掏出一个通讯器：“老杨，派个人帮我拿6枚爆气丹过来一趟西区绿化道这边。”第37章爆气丹到手。旁边的唐渊听到童印的通话，有些发懵：“你不是说爆气丹很难弄的吗？”“对啊。”童印笑道：“在外面是很难弄，但在军营里有不少库存的。”“我撤，你坑我！”唐渊这才反应过来，
感情他刚刚的讨价还价是在做戏。童印见唐渊吃瘪的样子，有些得意道：“这交易你情我愿，而且还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唐渊对童印的身份很好奇，不仅参与辅导班人员的选拔，又替军校招生，还能指挥军营的人。我呀，是一名军人。5分钟后，团长，一名士兵急匆匆跑来，对童印行了一个军礼，然后把一个小瓶子交给他，这是爆气丹。辛苦了。童印点了下头，可以回去做你自己的事了。是。那士兵敬了一礼，转身离开。团长，听到那士兵对童印的称呼，唐渊震惊道：“你是要塞里的团长？”没错。童印得意的点了下头，将手中的小瓶子抛给唐渊：“这是爆气丹，我们的交易成立了。等辅导班结束后，军校的录取通知书会送到你家的。”说着，他警告并提醒唐渊道：“虽然我不知道你要爆气丹干嘛，但千万记住不要吃。爆气丹和普通丹药不一样，爆气丹是一种爆裂性的丹药，是武者生死存亡之间才使用的药物。服用爆气丹能够在一炷香内提升一个境界的修为，药力过后却有恐怖的副作用，自身修为会掉落一个境界，身体也会受到重创的损伤，并且其烈性的药力会损毁天赋资质。吃了这玩意，相当于成了一个废人。”说到最后一句，他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。普通人吃了丹药只是九死一生，但吃了爆气丹十死无生。也正因为爆气丹的副作用太大，才会被国家列为禁药，禁止民间炼制和售卖。不仅重创身体，而且摧毁天赋资质。听到童印的警告，唐渊心中一喜，这么好，同时也懊恼，要是早知道童印是白狼军团的团长的话，刚才就应该狠狠宰他一笔。他也不解问道：“既然是禁药，为何军营里会有爆气丹？”“因为我们是镇守虚面世界的军人。”童印脸上表情严肃：“异族的实力不弱于我们人族，他们一直对蓝星虎视眈眈。我们军人的职责是保护人民，哪怕战死，也不让异族踏出虚面世界一步。爆气丹是战士们在生死关头抱着必死的心，与异族同归于尽的底牌。因此每次出任务，战士们都会带上一枚爆气丹。”闻言，唐渊不由肃然起敬。军人们为了保家卫国，不惧牺牲，哪怕战死，也不让入侵者踏进华夏一步。童印继续道：“你手中的爆气丹可千万别流入市场，这玩意是禁药，国家对这药看管很严，一旦被查出，可是要蹲大牢的。”他害怕唐渊把爆气丹拿去卖，当即提醒他：“放心，不会拿去卖。”唐渊点了下头，将心中的疑惑问出来：“对了，童大叔，你既然是白狼军团的团长，为何会帮军校招生？你小子说你聪明吧，可你又傻得可爱。”童印好笑道：“军校本身就是军方创办的学校，是军方专门用来培养人才的地方。辅导班是教育局和军方一起合作开设的，军校有优先招生选择权。就像你这种天赋异禀的学生，被发现后，军校会发出特招的邀请。当然，军方不会强迫学生，选择武校的抉择全凭学生的意愿。加入军校以后，你们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华夏各地的军团服役。”童印略带玩笑道：“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我们有机会一起共事呢。”两人闲聊了一会，童印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唐渊答应加入军校的事通知老校长。他看时间差不多，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，便提出离开。“唐小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就不和你聊了。”唐渊点了下头。就在童印刚走没几步，唐渊想起一件事，连忙喊住他：“童大叔，稍等一下。”“咋了？”童印回过头，一脸疑惑：“童大叔，能不能帮我弄个出要塞的通行证？”得知童印是军营里的团长，要塞里的老大，唐渊心里有了想法。每天靠着小白拿一点点毒幻菇回来，还不如自己亲自出去采集更快点。出要塞的通行证？童印眉头一皱：“你要出要塞？辅导班的训练对我没用，每天在要塞里混日子，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我都快闷出病来。”唐渊双手一摊，无奈道：“难得来一次虚面世界，我想出去看看异界的风景。”童印摇了摇头，拒绝他：“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就在塞附近走走，能有什么危险？不是说周围的异兽都被清理掉了吗？军团在前线也将异族挡下，他们都不敢进攻。”唐渊翻了翻白眼，前段时间听一班的班长说过军营里的事情，要塞附近的异兽都被清理干净，而军团在前线打的异族抱头鼠窜，收缩阵线，退到角落，苟延残喘，不敢反攻。话虽说如此，但要塞附近还有不少低级异兽特意放生，留下来繁衍。童印无奈道：“你连武者都不是，遇到异兽就死翘翘了。童大叔，你就放心吧。”唐渊拍了拍身体，自信道：“以我现在的体质强度，真遇到低级异兽也无法伤我分毫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来试试。”“哦。”童印见他自信满满的样子，脸上露出惊讶之色。低级异兽无法伤到他，这小子不过刚突破10体质，怎会如此自信，说出这样的话？难道是他觉醒的神通？想来应该是这样了。
好，童印答应下来，正好也见识下这小子的神通。我把力量控制在武者等级，如果你能扛住，我就答应给你通行证。来吧。得到童印的承诺，唐渊高兴道：小白，你先去树上躲躲。吱，小白应了一声，跳落地下，快速爬上树。第38章，再次觉醒神通，资质提升1。那我来了。童印将实力压低到武者境界，没有动用真气，只用纯粹的肉身之力，一拳轰出。砰！拳头打在唐渊的身上，发出一道碰撞沉闷的声音。唐渊站在原地纹丝不动，脸上的神情自若。有意思，再来。童印脸上露出诧异之色，他是气修，不是体修，专修的是真气。武者境界时，他的力量不过是15点。考虑到唐渊实体质和自信满满的原因，他才敢这样出手，不怕伤到他。砰砰砰！童印双拳左右开弓，对着唐渊的身体一阵输出，发出一阵阵的撞击声。每一拳不低于1000斤之力。唐渊脚下的水泥地面崩裂，双脚陷进去。唐渊脸上毫无变化，依旧神情自若，任由童印攻击。童印停下了手，这小子的体质绝对超过了15以上，寻常的武者根本无法伤到他。他看着唐渊，这是你领悟的神通吗？唐渊点了点头，增加1倍体质。增加1倍体质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的体质达到了20点。童印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这就是神通者吗？好恐怖的神通！随着唐渊的体质越高，他的神通也就越强。这小子完全就是一个天生体修的苗子。这次真的是挖到宝了。你领悟神通的事情，记得保密，无论是谁，哪怕是你父母，也都不要说。同时，他也对唐渊的单纯感到无语。就算别人发现你领悟了神通，也不许透露神通的能力，知道吗？说到这里，他神色严肃。在人类世界中，不仅有背叛者，还隐藏着异族，他们专门猎杀人类天才。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是神通者，他们会对你发动暗杀，就连你的亲人也会受到伤害。知道了。唐渊这才知道自己的鲁莽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目前知道我领悟神通，还有其能力的也就只有你。如果泄露出去……说到这里，他瞄了瞄童印，欲言又止。滚！童印没好气骂了声，这小子在阴阳他，转身快步离开。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消息通知给老校长。唐渊见童印离开，连忙喊道：童大叔，我的通行证怎么办？童印头也不回，晚点让你们班长给你送去。嘿嘿。唐渊望着童印离开的背影，又看了眼手中的爆气丹，嘿嘿一笑，对树上的小白道：走了，小白，回去了。滋滋。小白从树上跳下，落在唐渊的肩膀上。回到宿舍。唐渊迫不及待要服用爆气丹，尝试下效果如何。他坐在床上，把小白放下，让他自己玩耍，然后打开药瓶盖，倒出一枚爆气丹。爆气丹的颜色是暗红色，唐渊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直接一口吞下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狂暴的能量在唐渊的肚子里炸开，朝着他四肢百骸涌去。恐怖的药力填满他的身体，身上的肌肉隆隆鼓起，似乎有种要撑爆他的身体趋势。但是唐渊的体质早已超越寻常武者的体质，哪怕他不是武者，爆气丹的药力还无法撑爆他的身体。叮！宿主服用爆气丹，修为临时提升到武者境界，维持半小时。叮！由于在阴阳逆转状态加持下，宿主的修为临时跌落一个境界，维持半个小时。唐渊身上隆起的肌肉瞬间消退，变化原来的样子，不增不减。他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。时间慢慢过去，快到半小时的时候，唐渊感受到身体开始有了反应，身上的肌肉颤抖起来，伴随着一阵火辣辣的疼痛，并且越来越强烈。爆气丹药力持续到半小时结束，副作用开始爆发，宛如一个被点燃了的炸药桶般，在他的身体没炸开。剧烈的疼痛侵袭他的全身，手脚痛得没知觉，不听使唤的倒在床上。死！唐渊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睛布满红丝，额上冒出汗珠。这爆气丹的副作用竟然比他突破实体质褪去凡躯时还要疼痛。叮！爆气丹持续时间结束，宿主遭到反噬，修为掉落一个境界。叮！爆气丹持续时间结束，宿主遭到反噬，力量永久减5，体质永久减5，速度永久减5。叮！爆气丹持续时间结束，宿主遭到反噬，天赋资质受到毁灭性损毁，资质下降一个品级。叮！宿主遭到反噬，修为掉落一个境界，在阴阳逆转下提升宿主一个境界修为。叮！由于宿主没有达到武者境界，修为转化为铁布衫熟练度。叮！宿主遭到反噬，3维属性永久扣除5，在阴阳逆转下增加5力量，增加 4.83 体质，增加5速度。叮！宿主遭到反噬，资质受到毁灭性损毁，在阴阳逆转下资质提升一个品级。叮！宿主铁布衫熟练度达到400圆满，成功突破5级。叮！
恭喜宿主，在未达到武者境界前，力量突破10级线，觉醒初级神通大力。叮！恭喜宿主，在未达到武者境界前，速度突破10级线，觉醒初级神通神行。突然，系统面板弹出一条条信息提示，身上剧烈的疼痛也随意消退。没过几秒，疼痛转移到他的双脚和双手。和他的猜想一样，力量和速度突破时，觉醒神通。还好这种痛觉和暴气丹的反噬相比，差天和地。在唐渊的体质和霸体的加持下，这种痛觉只是挠痒痒，给他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。神通的觉醒和之前霸体觉醒一样，持续半个小时才结束。此时的唐渊感到全身充满力量，打开系统面板，查看新觉醒的神通能力。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黄阶中品，气感50，力量 12.08 加 12.08， 体质 15.5， 铁布衫升级的 0.5 加 15.5， 速度 11.52 加 11.52， 精神 5.2， 功法铁布衫5级 0-500， 秘法敛息诀4级 225-400， 神通初级神通霸体被动增加1倍体质，初级神通大力被动增加1倍力量，初级神通神行被动增加1倍速度，状态阴阳逆转，毒抗性 0.42， 精神抗性 4.2。 第39章再次觉醒神通，资质提升2。觉醒神通后，唐渊身上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一样，全身充满力量，精力十足。尝到了暴气丹提升实力的甜头后，唐渊忍不住再次服下一枚暴气丹。叮！宿主服用暴气丹，修为临时提升到武者境界，维持半小时。叮！由于在阴阳逆转状态加持下，宿主的修为临时跌落一个境界，维持半个小时。半小时过去，药力退散。叮！暴气丹持续时间结束，宿主遭到反噬，由于宿主的体质超越武者，副作用削弱，修为掉落一个小境界。叮！暴气丹持续时间结束，宿主遭到反噬，由于宿主的体质超出武者，副作用削弱，力量永久减1，速度永久减1。叮！暴气丹持续时间结束，宿主遭到反噬，由于宿主的体质超出武者，副作用削弱，天赋资质受到微弱的损毁，资质下降 50% 成长度。叮！宿主遭到反噬，修为掉落一个小境界，在阴阳逆转下提升宿主一个小境界修为。叮！由于宿主没有达到武者境界，修为转化为铁布衫熟练度。叮！宿主遭到反噬，二维属性永久扣除1，在阴阳逆转下增加1力量，增加1速度。叮！宿主遭到反噬，资质受到毁灭性损毁，在阴阳逆转下资质提升 50% 成长度。叮！宿主铁布衫熟练度达到500圆满，成功突破6级。看到系统提示的信息，唐渊也是一愣，体质在神通的加持下超过30点后，已经超出武者的体质，服用暴气丹收益被砍了4/5，体质也不增加了。也就是说，暴气丹的使用范围只有武者阶段吗？唐渊暗道一声可惜，但回头一想，觉得也是，如果暴气丹真的那么逆天，人类早就攻下虚面世界了，又何必和异族对峙，不彻底消灭他们？不过令唐渊欣慰的是，暴气丹的修为依旧能增加铁布衫的熟练度，天赋提升只是减了一半。接下来，唐渊把剩余的4枚暴气丹服用，后面的力量和速度增加到15就不再提升。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黄阶上品 90-100， 气感100，力量16加16，体质18加18，速度15加15，精神 5.2， 功法铁布衫10级圆满，秘法敛息诀4级 228-400， 神通霸体大力神行，状态阴阳逆转，毒抗性 0.42， 精神抗性 4.2， 力量和速度达到15，在神通的加持下变成30，就没有再增加了，和之前的体质一样。铁布衫达到圆满，不怕再被扣除熟练度了。如今想要突破到武者境界，唯有更换武者的修炼功法才行。资质达到了黄阶上品，以他现在的资质和圆满的基础功，完全可以挑选10大武校。奈何他已经答应了铜印的特招，想要反悔也不可能了，毕竟他能得到如此大的提升，多亏铜印送的暴气丹。叮！宿主连续呼吸1小时，在阴阳逆转下，敛息诀增加3熟练度。资质提升到黄阶上品后，功法熟练度提升，从1变成了3，每提升1级资质就会增加1点熟练度。这个发现让唐渊惊喜不已，以后躺平修炼变得更快。属性无法提升，但天赋资质还可以提升，有机会再找童大叔要点暴气丹。唐渊盘算着，要是再见到铜印的话，如何从他手中弄点暴气丹过来。
算了，先去吃饭。折腾了3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是傍晚6点15分，再不去吃饭就没饭吃了。唐渊心情大好，将在一旁睡着了的小白放进口袋里，去食堂吃饭。来到食堂，不用叫小白，他鼻子灵得很，一来到食堂闻到饭香味，就立即醒来，小脑袋露出一点，打探着食堂。此时的食堂早已变得空旷，里面只有零零散散的战士。唐渊进入食堂，远远就看到7班还在食堂里吃饭，每次下训最迟的都是7班，永恒不变。他拿了个餐盘，打完饭来到7班位置坐下。唐渊，今天这么晚？许然看到唐渊有些惊讶，一直以来唐渊都是最早来食堂吃饭，基本上不可能在食堂里见到他。罗峰等人见到唐渊像老鼠见到猫一样缩成一团，不敢与之对视，低着头快速扒饭，只想快点吃完离开他。唐渊点了下头，今天睡过头了。郑磊看着唐渊啧啧称奇，几天不见，你小子变化也太大了吧。唐渊变脸的事他听过，但没见过，还真的变了一个人，要不是听出他的声音，他都认不出唐渊来。哦，对了，说着郑磊想起一件事，他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，递给唐渊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谢了，郑班。唐渊接过小本子，明白过来，这是童印给他弄的通行证，童大叔办事效率挺麻利的嘛。郑磊摆了摆手，小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郑班，你知道童大叔住哪吗？唐渊惦记着童印手中的报契单，打算再找他要点。童大叔？郑磊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试探问道，童团长？唐渊点了下头，没错，是他。我擦！郑磊心中一惊，这小子果然有大来头，居然叫团长做书。他小心翼翼问道，唐渊，你和团长是什么关系？关系？唐渊摇了摇头，没啥关系，就是认识下而已。骗鬼呢！郑磊翻了翻白眼，暗骂一声，叫童印做书，能是普通的关系吗？既然唐渊不想说，他也不再过问。团长住在南边的公寓楼101房。谢了，郑班。唐渊会心一笑，知道童印住在哪里，那就好办了。罗峰等人听到两人之间的对话，内心掀起惊涛骇浪，唐渊的来头居然这么大，认识军营里的团长，怪不得他一直不上训练课也没事，郑磊对其不闻不问，也不惩罚他，原来是有大背景。尤其是赵立群等人，更是既后悔又后怕。第40章小白觉醒1。第二天早上9点，唐渊起来洗漱，换好鞋子，叫醒小白。现在有了通行证，能够自由出入要塞，他昨晚没让小白去采毒换菇。小白跳上唐渊的肩膀，一人一鼠整装出发。站住！唐渊来到要塞出口，被看守的士兵拦住，要外出，请出示通行证。他把红色的通行证拿出，递给士兵。那士兵接过通行证，用了一台机器扫了一下，上面将唐渊的身份信息显示出来。随后他把通行证还给唐渊，没问题，可以走了。谢了。唐渊把通行证收回，大步走出要塞。来到要塞外面，望着前方一片青绿的草原，大自然的气息迎面扑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唐渊张开手，深深呼吸草原上的空气，在要塞里关了这么久，都快憋出病了。过了一会，他才把手放下，对肩膀上的小白问道，小白，那毒幻菇你在哪里采集的？这次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毒幻菇，先把精神属性拉满，风景观光后面有的是时间。滋滋，站肩膀上的小白应了一声，小爪子指着左边的方向。唐渊顺着小白所指的方向而行，路上也领略异界的风景，走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看到前方出现一片茂密森林。走了5分多钟路，唐渊终于看到这片森林的面貌，是一片古林，全部都是巨大的千年古树，巨大的藤蔓缠绕树身。滋滋，小白从肩膀上跳落地面，对着唐渊招了招手，窜进古林里。古林里由于树木茂密遮挡阳光，林中没什么杂草，地上全是枯叶。死！小白刚跑出10多米远，一条隐藏在枯叶下的葵叶蛇窜了出来，一口咬住小白。葵叶蛇有成年人手臂般粗壮，皮肤长得和地上的枯叶一样，2颗毒牙扎进小白的身体里，注入毒液。滋滋，小白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了一跳，四肢挣扎。小白！刚踏进古林的唐渊见到小白被袭击，惊呼一声，他脚下用力一跺，脚下的大地崩裂，身体就像一支利箭射出，瞬息而至，来到葵叶蛇的身旁。咔嚓！唐渊一手掐住葵叶蛇的脖子，用力一捏，只听咔嚓一声，葵叶蛇的脖子瞬间被捏成肉末，断成2截。沙沙沙，只剩下半个身子在扭动，扫动地上的枯叶，发出声音。葵叶蛇的头还能动，不过没有神经系统，小白很容易从蛇嘴里挣脱出来，身体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。小白！唐渊连忙将小白捧起来。小白虽然是不死之身，被打爆身体都能复活，但他的体内被注入了蛇毒，不知道他的身体能不能免疫毒性。叽叽！
只见小白晃动几下身子便恢复正常，从唐渊的手跳落地上，对着葵叶蛇的头一顿狂抓，显然是被刚刚的袭击吓到。滋滋，发泄一番后，葵叶蛇失去了气息，小白这才停下手来，继续在前面带路，叫唐渊跟上。小白，你还是回来我身边吧。唐渊害怕小家伙又会遇到异兽袭击。滋滋，小白满不在乎的回了声，继续前行。一人一鼠走了差不多5分钟的路程，这段路上他们遇到各种隐藏在地下和树上的毒物袭击。小白凭借着不死之身，在唐渊面前展现各种各样的死法。短短5分钟时间，小白就死了不下5次，看得唐渊头皮发麻。这段时间，小白一直跑进古林为他采集毒幻菇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叽叽！突然，小白爬上一棵倒在地上的古树枝干上，朝着唐渊兴奋叫道，然后翻了下去。唐渊猜测应该是毒幻菇生长的地方到了，他轻轻一跃，跳了上去。只见下方的小白正在抱着一朵毒幻菇啃着吃，他身边周围生长着密密麻麻毒幻菇，其中小白身边有一小块空出的地方，地上有不少毒幻菇的头杆，有不少头杆有被啃食和采摘的痕迹。小白也吃毒幻菇？唐渊有些惊讶，这小家伙居然也能吃毒幻菇。望着地上那片密密麻麻的毒幻菇，唐渊脸上露出惊喜之色，这么多毒幻菇足够让他的精神突破时。唐渊跳落地上，直接抓起来地上的毒幻菇塞进嘴里，大口吃了起来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获得 0.05 精神， 0.05 精神抗性， 0.01 毒抗性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获得 0.05 精神， 0.05 精神抗性， 0.01 毒抗性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获得 0.05 精神， 0.05 精神抗性， 0.01 毒抗性。唐渊一口气直接连吃10朵毒幻菇，精神达到 5.7。他缓了缓，继续埋头苦干。为了提升精神力，再难吃也啃了。吃到第16朵毒幻菇，他的精神已经来到6点，腹中传来饱和感，显然是肚子装不下了。唐渊只能暂时停下来，将肚子里的毒幻菇消化后再继续吃。他来到倒在地上的树干靠坐下来，看着还在埋头苦吃的小白，脸上露出诧异之色。小家伙已经连续吃了6朵毒幻菇了，他那么小的身体竟然能装上这么多食物。小白以前为了给唐渊带毒幻菇，他都没时间吃上几朵，如今不用他带毒幻菇回来了，终于可以放开肚子来吃。接下来的一幕让唐渊目瞪口呆，只见小白的嘴就没停过，连续吃了20朵毒幻菇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唐渊的身边。唐渊将小白提起来，打量了下他的肚子，变得圆滚滚。见鬼了，小白的肚子能装下这么多东西？他的肚子是无底洞吗？说出去也没人相信，他一个120斤的成年人，食量居然比不过一只连体重不到1斤的小老鼠。小白爬上唐渊的肩膀，闭着眼睛眯睡，看来是吃得太饱，要消化一下。唐渊休息了1个多小时，腹中的饱和感消退了不少，继续开凿毒幻菇。吃饱了继续休息，至于回去要塞吃饭就算了，毒幻菇都已经填饱了他的肚子，他打算继续和毒幻菇血战到底。第41章小白觉醒2。下午2点半左右，正靠在树干睡觉的唐渊感觉脖子痒痒的，像是有东西在撕扯他的脖子，并且伴随着一股热流喷出。他缓缓睁开眼睛，只见一只灰青色的巨狼近在眼前，正在拼命地撕咬他的脖子，却无法破开他的肉身防御。灰青色巨狼肩高1米，体长2米半，明显是一只异兽。巨狼似乎察觉到唐渊苏醒，停下了撕咬，一人一狼四目相视。卧槽！唐渊被近距离突然出现的巨狼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抬脚，一脚踹在巨狼的腹部。砰！32点力量，相当于3200斤巨力，恐怖的力量瞬间踢在巨狼的腹部，巨狼半个身体被踢爆，惨叫声都没叫出来。啪嗒！巨狼没了半个身体，失去了气息，一头栽倒在地上。杀杀杀！忽然，巨狼洒落地上的血肉，其中有一小部分的血肉在蠕动。这画面咋这么眼熟？眼前血肉蠕动的画面让唐渊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只见地上的血肉快速凝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只黑白小老鼠。唐渊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，他就说这画面怎么这么熟悉？怪不得刚才没发现小白，感情是他被巨狼吞进了腹中，然后巨狼又被他一脚踢爆身体，连同他腹中的小白也跟着遭殃。叽叽！小白复活过来，看着地上剩下半个身体的巨狼，气得不轻，跳上巨狼的脑袋一顿狂抓。这个小垃圾竟然趁他睡觉的时候出手偷袭，将他给吃了。经过巨狼这个小插曲，唐渊和小白醒来，继续抱着毒幻菇开餐。傍晚6点左右，一人一鼠都挺着大肚子，他们已经吃不下了。唐渊用衣服装着一大堆毒幻菇回去，打算今晚宵夜。经过一天与毒幻菇的奋战，唐渊的精神属性达到了 6.8， 精神到6之后，服用毒幻菇的收益又降低了，吃一朵只获得 0.02 精神和抗性。
时间流逝，转眼间又过去15天。这天下午，唐渊如往常一样和小白一起吃饱毒幻菇，就躺在树干上睡觉。这些天餐餐吃毒幻菇，他都吃吐了，精神已经达到了9.01。为了精神达到时，他只能咬牙坚持下去。如今毒幻菇获取的属性越来越低，每朵收获只有 0.005， 再坚持2-3天就能达到10点。妈妈，妈妈！午睡的中的唐渊脑海中传来一道奶声奶气的可爱的女孩声音。妈妈！那个可爱的女孩声音一直在唐渊的脑海中回荡。唐渊忍不住眉头皱了皱，下意识睁开眼睛，不对劲，这里是虚面异界，哪来小女孩？妈妈！女孩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距离很近，仿佛在她身边一样。谁？唐渊喊了一声，目光扫视周围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出来！妈妈，我在这呢。小女孩的声音响起。妈妈，我是小白。小白？唐渊低下头朝小白看去。小白蹦蹦跳跳，高兴道：是小白，妈妈。小白终于能和妈妈说话了。女孩可爱的声音再次传进唐渊的脑海里。妖兽了，小白居然能开口说话。唐渊脸上全是惊骇之色，震惊问道：小白，你怎么会说话了？小白开心道：妈妈，小白还不会说话，是小白用精神和你沟通。精神？唐渊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小家伙一直叫他做妈妈，懵逼道：等等，小白，你搞错了，我不是你妈妈。小白爬上唐渊的肩膀，在他身上嗅了嗅，你就是小白的妈妈，你身上有妈妈的味道。唐渊也不知道小白为什么会在他身上闻到他妈妈的气味，苦笑解释道：小白，我真不是你妈妈，我是男的，而妈妈是女的。闻言，小白的身体一僵，对哦，妈妈是女的，这个妈妈是男的，到底哪里不对劲？他的小脑袋一时间转不过来，实在想不通，最终还是认定唐渊是他的妈妈。小白不管，你就是小白的妈妈。唐渊眼皮子跳了跳了，劝道：小白，我真不是你的妈妈，我是你的主人。主人？小白摇了摇头，不满道：你才不是主人，你是小白的妈妈。唐渊一脸无奈，这孩子怎么就一根筋呢？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他一个大男人被叫妈妈，他唐某人的脸往那搁。小白，我真不是你的妈妈。他无奈道：咱们个退一步，你叫我哥哥如何？哥哥？小白歪着萌蠢萌蠢的小脑袋看着唐渊。对，就是哥哥。唐渊脑子灵光一闪，解释道：因为我是小白的哥哥，所以身上才会有妈妈的味道。是这样吗？小白仔细一想，感觉好像有点道理。对。唐渊连忙点了点头，只要不叫他做妈妈，叫什么都行。小白问道：哥哥，那妈妈在哪里呢？妈妈不在这里，等出去虚面世界后就能见到妈妈了。唐渊擦了擦额上的虚汗，连忙转移话题道：小白，你刚刚说你是用精神和我沟通，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这些天来也不见你用精神和我沟通？以前小白的精神力不够，无法用精神和哥哥沟通。小白摇了摇头，最近小白吃了大量的小蘑菇，精神达到了界限，小白觉醒成妖兽了，才能和哥哥沟通。说到这里，他高兴笑道：小白的脑袋里多出了许多传承记忆，以后小白也能修炼了。妖兽其实也是异兽的著称，以前蓝星上也有妖兽，但是龙脉损毁，天地元气消散，蓝星再无妖兽诞生。蓝星上仅存的妖兽惨遭人类追杀，没了天地元气，他们为了变强，掠夺妖兽的血肉和妖丹修炼，自此妖兽就退出了天地舞台。直到新时代虚面世界出现，新时代的人类把里面的妖兽换作异兽，一直流传至今。什么？小白吃毒幻菇竟然能提升精神？毒幻菇不是毒药吗？为何小白会和他一样，能服用毒幻菇提升精神？这种能力应该只有他一个人有才对啊，毕竟他有阴阳逆转。唐渊大吃一惊，小白到底是什么异兽？第42章精神觉醒，阴阳逆转的新发现。很快3天过去，自小白能用精神和唐渊沟通之后，他的生活乐趣多了不少。这天，唐渊终于把精神叠到10点。叮！宿主食用毒幻蘑菇，获得 0.01 精神， 0.01 精神抗性， 0.01 毒抗性。叮！恭喜宿主在未达到武者境界前，精神突破10级限，觉醒初级神通神念。我撤！觉醒神通那刻，唐渊太阳穴上的位置青筋暴起，痛得唐渊在地上打滚。他感觉脑袋快要爆炸一样，痛得他死去活来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旁边的小白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大惊失色。没事。唐渊咬紧牙关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汗水如雨滴落地上，尽量平静地回复小白，示意他不用担心，哥哥在修炼，不用担心。精神力涌动，汇聚在脑海中，形成一个圆球。精神觉醒，这种痛觉比第一次服用暴气丹的副作用反噬还要强，好几次痛的唐渊差点晕厥过去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
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在唐渊的眼中，仿佛过了1个月时间般，时间过得非常的慢。精神力凝聚的圆球渐渐缩小，最后化作一枚小拇指般大小的精神晶核。呼！唐渊脑袋的疼痛迅速消退，躺在地上大口喘气，身上的衣衫都被汗水浸湿。他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，打开系统面板查看新神通。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玄阶下品，气感100，力量16+16，体质18+18，速度15+15，精神10。注：精神消耗后每小时恢复5点，根据资质恢复。功法铁布衫圆满，秘法敛息诀7级228-700，神通霸体大力神行，神念主动，能力1神识，消耗1点精神力，能够使用神识探查方圆10米内范围的一切东西，维持1分钟。能力2控物，消耗1点精神力，能够操控任何物体战斗，维持1分钟。注物体重量不可超过1000斤，根据精神力而调动。状态阴阳逆转。毒抗性4，精神抗性9。精神神通与力量、体质和速度这3个被动神通不一样。神念是主动技能神通，并没有增加精神属性，有2种能力，一种是辅助能力，一种是战斗能力。唐渊迫不及待的要尝试新神通，发动第一个能力神识。只见神识发动，方圆10米内范围一切的事物都映入他脑海中，周围的花草树木，地上行走的蚂蚁，画面清晰可见，就像是被放大了盘。唐渊一脸惊叹，这就是神识吗？好神奇！第一次使用神识，唐渊感觉很新奇，像是找到了个好玩的新玩具一样，一直使用神识探查周围。很快1分钟过去，神识探查自动关闭了。叮！宿主精神消耗1，在阴阳逆转下，精神自动恢复1。正当唐渊准备试试神通第2个能力的时候，系统突然弹出提示。卧槽！看到系统提示，唐渊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。精神消耗都能恢复，那成为武者后消耗真气是不是也能一样恢复？咕噜！他咽了咽口水，呼吸不由急促起来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阴阳逆转也太 bug 了，那他以后不就拥有无限 CD 了？唐渊抑制心中的激动，试试神通第2个能力控物。控物发动，脑海中的精神结晶分化出一团精神力，在唐渊的指引下，精神力分化成10小团，依附在地上的碎石上。下一刻，唐渊能感受到每一颗被他的精神力依附的碎石，他心中一动，10颗碎石从地上飘起来，在他身边环绕。去！唐渊操控碎石，对着前方10米远一棵古树快速射去。砰砰砰！在精神力的依附下，哪怕是一块小小的碎石都能发挥出不俗的攻击。10颗碎石撞击在古树上，砸出一个个凹痕。碎石撞击崩碎，依附在上面的精神力也随之消散。和唐渊想的一样，被消耗的精神在扣除那刻也立即恢复过来。才刚刚觉醒神通，目前还不是很熟练，这下子唐渊更是肆无忌惮地使用神通了。唐渊疯狂发动控物，在不计精神消耗下，他对控物能力的掌控越来越熟练。时间流逝，太阳渐渐西下，唐渊这才停下修炼，吃了大半个月毒幻菇，今天终于可以回去吃正常的饭了，再晚点就没饭吃。小白回去了。转眼间2天过去，今天是辅导班最后一天，过了今天后，明天大伙将会被遣送回现实世界。这1个月来，辅导班中除了唐渊之外，所有的学生无论男女都被晒成了黑皮，每个人添加了一份坚毅和英气。唐小子，你又跑来我这里干嘛？唐渊出现在童印的办公室中，熟练地泡了一壶茶。对方没好气道：我身上没有爆气丹了，你就算再求我也没用。爆气丹都有入库记录的，这些天给你的那些爆气丹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就算我是团长也不可能调用这么多。童大叔，小了，格局小了。唐渊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叫冤道：我唐渊是那种人吗？呵呵。童印冷笑一声：你说呢？这段时间唐渊在他身上前前后后薅了10多枚爆气丹，现在童印一看到他就烦，生怕唐渊再缠着他要爆气丹。不过这次他想多了，唐渊的资质在提升到玄阶后，服用爆气丹已经无法提升资质，所以他也不用再薅童印的羊毛了。这次真的不是找童大叔，你要爆气丹？唐渊抿了一口茶，然后将茶杯放下，感激道：明天就要离开虚面世界了，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童大叔您。我今天过来是特意来感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。这混小子终于要走了吗？童印端起茶水喝了一口，脸上有些惆怅。1个月了吗？时间过得真快。也不知道其他地区辅导班的辅导工作做得如何，今年加入军校的学生能有多少？第43章辅导结束，回家。第2天早上7点，罗峰7人很早起来，到楼下跑路做操，许然也跟了上去。这个月来的训练，他们早已经形成了习惯。
7点回来，叠好被子，将宿舍卫生打扫干净，然后背上书包，提着垃圾袋离开。自从得罪唐渊后，他们每天饱受精神折磨，生怕他一不开心就拿他们出气。其中最惨的就是罗峰，2天一小揍，5天一大揍，他都被唐渊打出心理阴影。现在见到唐渊就像是猫见到老鼠一样，只要唐渊一不经意抬一下手，罗峰就会下意识抱头防御。今天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唐渊，以后再也不用见到这个恶魔了。唐渊被他们打扫卫生的动静吵醒，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才刚7点，距离8点离开还有1个小时，这帮家伙跑那么快干嘛？唐渊被吵醒也睡不着，没有再睡，起来洗脸刷牙，换上来时穿的衣服。临床的许然和唐渊道谢，感激道：唐渊，这段时间来感谢你的照顾，将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绝不推脱。这段时间许然一直领着唐渊的药膏，多出了一分修炼资源，加上他的努力，成功将铁布衫修炼到第8层。10大武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全靠唐渊送他的膏药。如果不是唐渊送的药膏，他也不会修炼得这么快。虽说这药膏是唐渊用不上才会随手送给他，但对他来说这份情太重了。不用在意。唐渊躺在床上，左手撑着脑袋，背对着许然，用空出的右手逗弄小白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时间很快来到7点55分。唐渊将小白放在肩膀上，和许然背上书包离开宿舍，关上门去楼下集合。和来时一样，数十辆接送的专车已经在等待。唐渊有些搞不懂这是什么操作，搞几辆大巴过来不就行了吗？为何要这么大费周章？一批批学生被接走，唐渊和瘦猴被读到名字，两人上车，接送他们的还是郑磊。车子出了虚面世界，他们的通行证全都被回收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望着前方一辆辆行驶的车子，唐渊忍不住向郑磊问道：郑班，有必要弄得这么麻烦吗？开这么多车子接人，直接弄几辆大巴不就行了？这你们就不懂了。郑磊笑道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遇袭时减少学生伤亡。遇袭？唐渊和瘦猴听到他的话吓了一跳。郑班，你开玩笑的吧？这事是真的。郑磊摇了摇头，人类世界中隐藏着不少异族，他们的任务就是暗杀人族的天才，能上辅导班的都是各校的天才学生，他们自然不会放过。3年前清月城遭遇过袭击，有43个学生遇害的重大事故。此后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，辅导班开设也改革了，不再是固定的地方，各个军团以抽取方式进行，1年为1期，异族根本无法掌握辅导班的位置。学生不再是集合接送，而是分开来接送，接送的车子都是教育局安排的。说到这里，郑磊无语道：我们白狼军团运气不好，连续2年抽到大奖，明年又会重新开始抽，希望团长不会那么脸黑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要是学生出了事，他们白狼军团会受到处罚。3人一路畅聊，不知不觉车子已经进入南云城。很快郑磊将他们送到天阳小区大门口，两人背上书包，对郑磊道了一声谢：郑班，多谢了。郑磊点了下头，祝福他们2个，祝你们武运昌隆，能考上自己心仪的武校。郑班再见。两人看着郑磊车子离开的背影，齐齐挥了挥手。瘦猴刷了门禁卡，两人进入小区分开而走，归心似箭赶回家。离家1个月，他们也怪想念家的。唐渊进入电梯，按了6楼按键，电梯门关上，开始缓缓上升。哥哥，这个大箱子居然会动。肩膀上的小白第一次来到人类世界，对这些新鲜事物充满好奇。唐渊笑着解释道：这大箱子叫电梯，不用我们辛苦爬楼梯，直接把我们送到家门口。好神奇啊！小白眼睛充满亮光。叮！电梯很快升到6楼停下，打开电梯门。唐渊走出电梯，拐弯往左，便是他家608。他用钥匙开门，今天是6号星期二，父母去了上班，家里没人。结果他刚一进门，就看到母亲赵月在客厅里拖地。妈！正当他开口喊一声妈的时候，赵月听到开门声，以为丈夫回来，抬头看去。你是谁？却看到一个陌生的短发青年进入他家，对方还有他家的钥匙。还不等唐渊开口，他脸色一变，以为家里进贼，语气温和：小伙子，离开我家，我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他一个妇人在家，不敢有过激的语言，以免刺激到对方，还是稳住他，让他离开后再报警。老婆，儿子是不是回来了？突然门口传来一道喜悦的声音。我在楼下看到耀东回来了，1个月不见，变得更精神了，就是黑了点。咱们家的小渊是不是也一样？只听门口处传来一道匆忙的脚步声，唐李文出现在门口，看到玄关里有一个陌生的青年，愣了下问道：这位小兄弟，你是？赵月看到丈夫回来，心中的恐惧降低了不少，壮着胆道：小兄弟，我丈夫可是准武者，你现在离开我们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我是准武者。唐李文有些发懵，他啥时候成准武者了？我的基础功练到第4层就放弃了，现在人到中年，血气衰退，
四维属性降的和普通人没啥两样。赵月连忙给丈夫使了眼神，示意他装下去。爸妈，我是唐渊。唐渊一脸无奈，他知道父母认不出他，毕竟现在的他就像换了一张脸，能认得出才有鬼。还有，妈，你吹牛的时候拿拖把的手能不能别抖？小渊，唐李文夫妇听到青年的话，齐齐失声，不可能，真的是我。唐渊知道他们不会相信，当即把父亲收私房钱的事说出来。爸，你在抽水桶里藏了300私房钱，还有你们的结婚照后面也藏了200，电视机旁边的花瓶里面也有100多块，鞋柜里你的鞋垫下也有，还有你每次出去买菜都会将砍价剩下的钱都据为己有，然后骗我妈。随着唐渊说下去，旁边的赵月目光转移在唐李文身上，眼神越来越危险。唐李文额上冒出细汗，心中暗道不好，这小子怎么知道这些事？见父亲他们还不相信，唐渊继续爆出大瓜。还有，上个月5一放假，爸你和萧叔一起去了。啊！唐李文脸上大变，立即大叫一声，打断唐渊的话。够了，这件事只有唐渊那臭小子知道，当时被他给碰见，而且还被他坑了500封口费。够什么够？赵月打断丈夫的话，看着唐渊问道，继续说，老唐和萧华坤去哪？唐李文害怕唐渊说出真相，急中生智道，老婆，这小子是胡编乱造，他的话不能相信。老爸和萧叔去城南那家洗脚按摩中心，而且老爸还点了一个美女小姐姐，两人聊得火热，还相约改天再来。前面是真的，后面是唐渊编的，谁叫老爸说他的话不能信？哼！那天瘦猴拉着他去网吧打游戏，刚好看到唐李文进入洗脚按摩店，后面他回家，唐渊以此事威胁，坑了他500私房钱。怪不得他那天下午不见人，打电话也不接。赵月瞄了一眼唐李文，冷笑一声，原来是去找小美女了。老婆，你别听他乱说，走进房里。疼，老婆，不要拧耳朵。老婆，我错了。老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房里传出唐李文一阵阵惨叫声。第44章，千万别让小渊考上武校。10分钟后，咔嚓，房门打开，唐李文一拐一拐地走出，脸上多了几道抓痕。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唐渊，都怪这个臭小子。赵月走了出来，围着唐渊打量了一番，他的面容虽然是变了，但眉宇之间还是和儿子有3分相似。啊！突然，赵月发出一声尖叫，吓得坐倒在地上，指着唐渊肩膀上的小白，老鼠，有老鼠。唐李文顺着妻子所指的位置，看到唐渊肩膀上黑白色的小老鼠，无语道，老鼠有啥好怕的？哥哥，她就是妈妈吗？小白歪着小脑袋向唐渊问道，为什么妈妈身上的味道有点不一样？虽然有哥哥的味道，但却没那么好闻。唐渊忽悠他，因为她是妈妈，当然不一样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对。小白打量了一眼赵月，也没再多想，一跃而起，跳落在赵月的身上，蹭着他的脸，奶声奶气高兴道，妈妈，小白终于找到你了。老赵月看到落在身上的小白，吓得两眼一翻，晕倒过去。小白见到赵月晕过去，急得泪水直打转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老婆。唐李文见到老婆被吓晕过去，便立即冲了上去。闯祸了。唐渊眼皮子跳了跳，没想到老妈这么怕老鼠，连忙伸手将小白抓了回来。小白急道，哥哥，妈妈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妈妈是看到你回家太高兴了。唐渊昧着良心说瞎话，总不能说老妈是被你给吓晕了。小白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妈妈不喜欢小白呢。老婆。唐李文抱起妻子放在沙发上，他也是很无语，一只小老鼠而已，至于吓晕过去吗？小白见唐李文抱起赵月，向唐渊好奇问道，哥哥，他是爸爸吗？唐渊点了下头，是爸爸。爸爸。小白高兴地朝唐李文喊道。唐李文见唐渊一直在自言自语，旁边的小老鼠还发出叽叽叫声，以为这小子脑子有问题，结果小白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。谁？爸爸。小白落在茶几上，站立而起，对着唐李文挥动双手。这次唐李文听到小白的声音不再是叽叽的叫着，而是人类的声音。这是异兽。这么多年来，唐李文的新闻可不是白看的，没吃过猪肉，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一下子就能想到。对，没错，爸。唐渊点头应和。唐李文看着唐渊，带着怀疑问道，你真的是小渊？真是我。你那些破事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知道？唐渊一脸无奈道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到瘦猴家，问问他就知道了。2分钟后，唐李文挂掉电话，复杂地看着唐渊这张陌生的脸，经过瘦猴肯定的回答，他终于确认，眼前这个青年真的是他的儿子。小渊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解释不清楚，老爸你就当我修炼有成，脱胎换骨。
对于这个问题，唐渊也解释不了，童印叮嘱过他，神通越少人知道，对他越好，哪怕是父母也不要泄露。爸爸，爸爸！小白在茶几上欢快的叫唤，蹦蹦跳跳，呼喊着唐李文。唐李文也是第一次见异兽能说话，而且声音奶声奶气，将他的心软化，忍不住伸出手将他捧起来，感觉眼前这小老鼠也没那么恶心。没想到他们老唐家也能有异兽，对着小白笑道：“小家伙，你叫小白是吗？”“是的，爸爸，我叫唐小白，哥哥帮我起的名字。”一旁的唐渊看着父亲和小白玩了起来，全然不顾躺在沙发上的母亲，抽了抽嘴角：“爸，你不先处理一下妈的事吗？你妈只是吓晕了而已，一会就醒。”唐李文的心思全都在小白的身上，对于吓晕的妻子没有多上心，反正要不了多久他会自动醒来。果不其然，过了没多久，赵月醒来。在丈夫的一番解说下，赵月终于相信眼前的俊青年是他的儿子，并且得知小白是异兽后，赵月对他不再是害怕和讨厌，反而被他可爱的声音给俘虏了。唐渊在家里的地位急速下降，父母把小白当成了宝一样。期间，唐李文还带着小白去小区里显摆，逢人就说小白是异兽。不过唐渊叮嘱过小白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不许在外人面前说话。中午12点吃饭，唐渊加了条青菜：“爸妈，你们今天怎么不用上班？你妈1个月没见到你，怪想念的，知道你今天回来就请假了。”夫妇两人的心思全在小白的身上，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小饭碗，加了一块肉给他。小白第一次吃肉，欢快的吃了起来，这不是异兽肉，他能吃。对了，儿子，说着，唐李文想起一件事，下午你不出去了，我陪你去一趟派出所，重新办个身份证。办身份证？唐渊有些迷惑，我不是已经有身份证了吗？为什么还要重新办？唐李文白了他一眼，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以前的身份证还能用吗？经常父亲这么一说，唐渊才反应过来，好像说的没错，他现在的样子和身份证上的照片完成就是两个人。要是警察检查的话，搞不好说他用假证将他抓起来。儿子，这段时间在辅导班里学习的怎样？赵月问出夫妻两人最关心的事，装作淡然问道：“有机会考上武校吗？”夫妻两人在内心中祈祷，老天爷保佑，千万别让小渊考上武校。唐渊自信满满道：“10拿9稳。”至于军校特招的事情，他不敢说出来，要是被他们知道，绝对会被混合双打。唐李文见儿子这么自信，大感不妙，小心翼翼问道：“儿子，你的铁布衫修炼到第6层了？”“不可能吧，儿子的资质这么垃圾，仅仅1个月的时间就能修炼到第6层。”“爸，你就放心吧。”唐渊见父亲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以为父亲在担心他的修炼问题，笑道：“我的铁布衫已经修炼到圆满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”呼！闻言，唐李文夫妇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，这下子稳了。以唐渊的黄阶下品资质，只要发挥正常，铁布衫绝对不可能超过第6层，更别说修炼到圆满。在他们看来，唐渊不过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在那里吹牛。第45章，录取通知书下来，抓狂的父母。下午2点，唐李文拿上户口本，带上儿子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，赵月和小白留在家里。000，两人刚上出租车，唐李文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上面显示快递公司的电话。他刚接通，里面传出一道声音：“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唐李文，唐先生吗？”“对，是我，有什么事情？”“唐先生，我这里有你一件快递，我已经到了你们小区门口，麻烦你出来签收一下。”“快递？”唐李文愣了下，他好像没有网购吧？这要巧，我刚出门了。这样吧，我打个电话，叫我的妻子出来拿吧。随后，唐李文打了个电话给赵月，让他去楼下拿快递。很快，赵月将快递拿回家，这快递是用一个文件信封袋装着。赵月有些好奇，这件寄来的快递是什么东西？他撕开封条，将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，是一封红色的大本子，封面上有一个国徽的标志，还有国防武校录取通知书9个大字。军校的录取通知书，难道是同名同姓记错了？赵月眉头轻皱，直到他打开通知书，看到里面的内容后，脸色瞬间苍白，身体摇摇欲坠，手中的录取通知书掉落地上。他赫然看到录取通知书上面写有唐渊2个大字，上面的内容大概是写着唐渊被国防武校特招，叫他7月31日前准时到武校报到。怎会这样？小渊被军校特招了？赵月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录取通知书，他从地上捡起来反复查看，他没有看错，通知书上面的编号证件号码都是和唐渊的一模一样。赵月瘫坐在沙发上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们夫妇一直不希望儿子跟武者扯上关系，甚至一直坑他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这个小王八蛋，真是气死老娘了！小白注意到赵月的脸色很差，来到他的身边，紧张喊道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赵月伸手抚摸着小白的头，
强颜欢笑道：“小白不用担心，妈妈没事。”忽然他想起小白和唐渊在虚面世界认识的，肯定知道一些事，当即问道：“小白是不是听妈妈话的好孩子？”小白昂首着小脑袋，骄傲道：“当然了，小白是个好孩子。那你跟妈妈说，你哥哥是不是被军校特招了？”赵月抚摸着他的头，直入主题：“好孩子是不会骗妈妈的，好像是有这事。”小白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哥哥找童大叔要了好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就答应童大叔的条件了。这个蠢儿子就因为一点吃的东西就把自己给卖了。听到这话，赵月气得有气不打一处出，我怎么就生了一个这么蠢的儿子？下午4点，身份证办理搞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换了一个新的身份证。还好这个世界和平行世界不一样，当天办理当天拿，不用等几个月时间。回到家刚好4点，父子两人在玄关换好鞋子进屋，见赵月在客厅里坐着，一声不响。唐渊喊了一声妈，可赵月像是没听到一样，默不出声。谁惹到他了？父子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他们对赵月的性格很了解，明显是生气了。唐李文来到赵月的身边，笑道：“老婆，这是谁惹你生气了？跟我说，看我不收拾他。”唐渊在一旁附和道：“对，妈，是谁惹你了？”“谁惹我？”赵月冷笑一声：“老唐，你看看茶几上这份东西，就知道是谁惹我。”唐李文目光落在茶几上，看到了那份录取通知书，国防武校录取通知书。唐渊脸色一变，心中大感不妙，不好，录取通知书送来了，这下子麻烦了，家里暂时不能待，还是去瘦猴家避一避。他立即转过身，脚步轻盈往门口方向走去。唐李文将录取通知书拿起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唐渊2个大字映入眼中，血压一下子就飙升。他转过头往身后看去，却见唐渊鬼鬼祟祟的想要逃跑，怒喝一声：“唐渊，你给我过来！”刚偷跑到玄关的唐渊被父亲一喝，只能放弃逃跑，搭拢着脑袋垂头丧气的回来。唐李文将茶几上的录取通知书拍了拍了，生气质问道：“臭小子，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在辅导班里被军营的团长给看上了呗？”唐渊摊了摊手，无奈道，然后就糊里糊涂答应了。赵月冷笑道：“我怎么听小白说，你因为一点吃的把自己给卖了？”唐渊目光落在小白的身上，这小家伙胡言乱语，他唐某人是那种贪吃的人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蠢的儿子？唐李文被气得不轻，你读什么武校不行，偏偏选一个军校，你是嫌命长吗？他越说越气，站起来抽出腰间的皮带，今天我抽死你个王八犊子！唐渊有必要撇清跟愚蠢的关系，嘴硬道：“作为祖国的花朵，身为华夏的公民，有保家卫国的义务。没错，他唐某人就是这种保家卫国的好男儿，不然他又怎么会去上军校？”呵呵，保家卫国，就你那黄阶下品的资质！唐李文气急反笑，上了战场也是做炮灰的份。保家卫国是没错，但也要量力而行，起码也要成为武者后沉淀几年再去当兵，最好给他们老唐家留个后代。他们老唐家就一根独苗，父母兄辈都为国家牺牲了，况且就算保家卫国，轮也轮不到他们家。说着，他抽出皮带，狠狠抽在唐渊的身上，发出啪啪声响。这种抽击打在唐渊身上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你现在打他有什么用？这臭小子修炼的是铁布衫，你打他也不痛。一旁的赵月开口道：“还是想想办法，不让他去军校。”听到妻子的话，唐李文抬起的手停了下来，无奈叹道：“现在能有什么办法？军校又不是普通的武校，性质不一样，哪是你想上就上，不想上就不上。这小子能被特招，说明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军方的关注名单上，就和当兵一样，不去上军校的话，就是逃兵。”赵月一听，顿时急了起来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“还能怎么办？只能凉拌了呗。”唐李文叹了一声，只能祈祷这小子命大。“爸妈！”唐渊无语道：“军校没你们想的那么恐怖，以你儿子我的实力，在军校混如鱼得水，将来毕业最低也能当个军官，你们说出去也有面子。老子抽死你不孝子！”他不说还好，一说这话，唐李文气得不轻，抓起皮带一顿抽。第46章瘦猴遇刺。晚上10点，唐李文夫妇看完电视剧，关灯准备睡觉。经过唐渊的房间，见他房门下还有灯光射出，心中的气还没消。咚咚咚，当即敲了敲房门，怒斥道：“臭小子，都10点了还不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”“知道了，这就睡。”房里的唐渊应了声，立即关灯。他知道父亲还气在头上，不敢顶嘴。唐李文夫妻回房间里，得知儿子被军校特招，两人的心情一直很乱。“老唐，要不我们再要个孩子吧？”赵月忧心忡忡道：“将来小渊真的有什么意外，唐家也好有个后。”“也好。”唐李文点了点头，同意妻子的提议。大号练废了，重新再练个小号吧。这次小号再像大号那样乱来，腿都打折他。第二天一早，瘦猴等到7点，又不见唐渊下来，
便上他家敲门。原本唐渊打算不去上学的，反正已经被军校特招了，但一想到一个人在家里也无聊，还是去学校逛逛吧。回到学校，唐渊的变化在班上引起热议，同学们都以为他去泡菜国整容了，这个月在家里休养。倒是瘦猴，同学们猜测他应该是去上辅导班，班主任虽然没有明说，只说唐渊和侯耀东有事请假，但从瘦猴的变化，他们还是能猜出些东西来。不少同学对瘦猴热情了许多，甚至有的同学拍他的马屁。一天下来，搞得瘦猴心花怒放。傍晚放学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唐渊向一旁咧嘴傻笑的瘦猴问道：“对了，瘦猴，你准备报哪间武校？距离高考还有3天时间，6月10号。”瘦猴第一次感受被人恭维的感觉，原来是这么爽。被唐渊叫唤，瘦猴回过神来，首选武校肯定是帝都武校，第二个是魔都武校。瘦猴想也没想，直接说道：“他的混元桩已经修炼到第9层，再加上他的资质，如无意外，上帝都武校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。”说着，他看向唐渊问道：“你呢？准备上哪间武校？”说实话，自从唐渊失忆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给他的感觉有点怪怪的。如今他是什么实力，瘦猴也不知道，唐渊一直隐瞒不说。在辅导班时，问他总是模糊不清，一天一个答案，今天是6层铁布衫，改天又变成7层。瘦猴真是信了他的邪，所以干脆就不问。不过唐渊能放倒罗峰他们等人，实力不比他差，甚至更强，真是见鬼！也不知道这混蛋是怎么修炼的，明明平时也不见他修炼。我也是去帝都。唐渊模糊地说了句，国防武校也在帝都。至于军校的事，他不敢和瘦猴说，免得这小子发浑跟着去。瘦猴以为唐渊也报考帝都武校，高兴说道：“那感情好啊，这样我们又能一起上学。”两人边走边聊，转弯进入巷子，却见里面出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。太好了，终于看到人了。老人向他们两人走来，嘴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们知不知道南华路怎么走？”老头子，我在这里绕了半天都没找到南华路。他来到唐渊两人的身边，用不察觉的目光打量着两人，心中暗道：怎么只有一个目标？信息上不是说2个目标一直都是一起行动的吗？难道是情报有误？算了，不管这个了，先解决这个目标，晚上再解决另一个目标。老人往瘦猴的位置靠去，在接近1米范围的时候，咔嚓！他撑着拐杖的右手扭动拐杖头，发出一道轻微的咔嚓声响，抽出一把短匕首，快速朝瘦猴的心脏处刺去。唐渊见状，目眦欲裂，瘦猴小心，无命休矣！当瘦猴反应过来，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砰！眼看匕首距离瘦猴的心脏还有5厘米的时候，突然一只脚出现，踢在老人的手腕上。咔嚓一声，老人的手发出一道响亮的骨裂声。哐当！他手中的匕首飞上空中，然后掉落地上。唐渊迅速将瘦猴拉到身后护住，冰冷的目光盯着老人，冷声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刺杀瘦猴？”滴答滴答，老人脸上呈现一抹痛苦之色，他的手腕碎裂，骨头刺出皮肤，鲜血顺着伤口流下。看着挡在他身前的唐渊，脸上露出凝重之色，一脚就踢断他的手。这小子绝对是武者。老人没有回答唐渊的话，而是惊讶地看着他，了不起，这么年轻的武者，这可是一笔大生意。可惜他现在受伤了，无法试出唐渊的水平。2中出了一个武者，这可是大新闻啊！如果把这个消息带回去，会有一笔不菲的奖金。武者，后面的瘦猴听到老人的话，像见鬼一样的看着唐渊。老唐成为武者了。远处30米远，一栋楼房的天台上出现2个中年男子，他们的目光盯着巷子的位置。当老人出手行刺的那刻，两人脸色皆是一变，出事了！救人！两人在天台上快速移动，朝巷子位置掠去。老人早已没有再刺杀瘦猴的心思了，一击不中，外加唐渊在此，想杀他基本不可能。他脚步往后一撤，立即转身往后面的巷子逃去。瘦猴，你离开巷子，往人多的地方去。唐渊叮嘱一句，瘦猴便冲出去追赶杀手，别跑，一定要抓住那个杀手，搞清楚为什么要刺杀瘦猴，这是个不安定的因素，可不能让他的兄弟受到危险。唐渊脚下用力一踏，巨大的力量把地面震裂，身体像一支利箭射手，向着杀手追去，形成一股风压吹在瘦猴的脸上。他震惊地看着唐渊的身影，好快的速度，老唐这小子果然成为武者了。瘦猴不敢再在巷子里待着，听从唐渊的吩咐，离开巷子，去人多的地方。刷刷！谁曾想，巷子的上空跳落2道身影，拦住瘦猴的路。瘦猴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马德，又来，不会又是杀我的吧？我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？这么多人来杀我！当即苦着脸道：大哥，我从不与人结怨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两人知道瘦猴会错意了，解释道：侯同学，你搞错了，我们不是来暗杀你，而是来保护你们的。第47章。
暴打背叛者！另一名男子开口说道：“我们是白狼军团第2营的士兵，专门负责保护你和唐同学的安全。”说着，他把证件拿出来，然后继续问道：“唐同学和那个杀手呢？刚才他们见到侯耀东遇刺，急冲冲赶来救人，没有注意到后面的事情。老唐去追杀手了。”那士兵急问道：“往哪个方向了？”瘦猴指着后面的巷子，他们进了巷子。老陈，你保护侯同学，我去保护唐同学。那士兵留下一句话，一跃而起，借助落脚点跳动几次，顺利来到天台。他的目光落在下方的巷子，寻找唐渊的身影。一眼扫过，没有任何发现，继续移动寻找。下方的瘦猴向一旁留下来保护他的士兵心有余悸，问道：“大哥，为什么会有杀手来刺杀我？刚刚那记刺杀，如果不是唐渊及时救他，怕是要凉了。这些士兵会被安排保护他们，说明他们应该知道一些事。除了背叛者那帮搅屎棍，还能是谁？”中年男子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，被异族圈养的狗，专门猎杀人族的天才。你们再进入辅导班，就被他们盯上了。瘦猴惊呼一声：“难道教育局中有奸细？”那倒不是。中年男子摇了摇头，他们想要得到名单很简单，哪个学校的学生连续1个月缺席，没有来上学的，基本都可以确认是进入辅导班的天才。靠，原来是这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瘦猴感觉有道理，爆了一声粗口，哭丧着脸：“大哥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不会每天都要遭受暗杀吧？今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过？”放心吧，这些背叛者蹦跶不了几天。中年男子自信道：“我们军方早已做好防备，要不了几天就能将南云城的背叛者清理干净。军方每年都会借此机会清除背叛者，等你们上了武校之后，安全基本不会有问题。”另一边，那杀手窜进巷子，全速奔跑，施展身法，绕了几条小巷，想要甩掉唐渊。可惜他想多了，在速度神通的加持下，唐渊的速度达到30点，早已超越了武者的速度，哪怕没有身法武技，追上杀手也是轻而易举，眨眼间就追了上去。那杀手听到身后的动响，下意识回头，差点吓得3魂不见七魄。只见唐渊距离他的位置不到5米远。见鬼，这小子的速度怎会那么快？杀手暗骂一声，心急如焚，他那佝偻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身体挺拔起来，眨眼间变成30多岁的男子，咬紧牙关加速。可惜他小看了唐渊的速度，哪怕再怎么加速，也无法将其甩掉，反而越来越近。身后的唐渊见此情形，有些惊讶，这老小子还能变身。唐渊用力一踏，一跃而起，从杀手的头上越过，出现在前面，挡住杀手的去路。伪装者知道无法逃脱，眼前的小子速度远超过他，想要逃跑，只有把他杀掉。说说吧。唐渊看着伪装者，为什么要暗杀瘦猴？等你死了，下去问阎王吧。伪装者左手一挥，数道毒针从衣袖中射出，随后他的身体微微一沉，脚下亮起一道青色的真气，开始蓄力。他脚下一动，在真气的加持下，他的身体爆射出去，向唐渊冲来。他现在只等一个机会，等待唐渊闪避毒针那刻，发动攻击。眼看毒针越来越近，伪装者却看到唐渊竟然不闪不躲，心中不由一喜，这小子干嘛？难道是吓傻了？他可不管这些，只要把眼前这个碍事的小子解决了就行。叮叮叮！下一刻，只见毒针射来，打在唐渊的身上，发出叮叮声响，连他的皮肤都没有刺破，毒针全都掉落地上。伪装者见状脸色大变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不仅速度快得吓人，就连防御也这么恐怖。现在他想退走也没办法，因为他已经靠近唐渊身边3米的范围，现在停下刹不住脚步，只能硬着头皮硬上了。伪装者一个鞭腿朝唐渊的脑袋扫去，脚上依附真气，空气中传出爆响声。唐渊神识打开，眼前的杀手动作在他眼中放慢，横手挡在脖子以上的位置。砰！伪装者一脚扫来，踢在唐渊的手上，真气与肉身的相撞，发出沉闷碰撞声。唐渊感受到一股巨力，身体一沉，脚下的水泥地裂开。一击不中，伪装者滞留在半空的身体利用惯性的力量一个旋转，使用另外一条腿踹向唐渊的心脏位置。不好！远处天台上的士兵终于找到了唐渊的踪影，看到背叛者对唐渊发出攻击，大感不妙，移动速度加快。伪装者无论是想法还是操作都很完美，但在神识全开的唐渊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他的速度原本就跟不上唐渊，再加上神识扫描，就像放了慢动作一样。唐渊的身体往后一倾斜，伪装者的脚从他上方的脸穿过。伪装者见他再次避开攻击，而且还露出这么大的破绽，心中大喜。正当他想要一脚劈落下来，突然唐渊伸手抓住他的脚腕，借力一个翻身转，狠狠将他砸落地上。砰！一声巨响，地面崩碎，伪装者口中喷出鲜血，后背火辣辣的疼。砰！砰！砰！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，唐渊提着他的脚
把他当成沙包一样，在地上摔来摔去，地面上留下一个个小坑。刚赶来的姚文龙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，他没想到唐渊居然这么强，一个武者居然被他吊起来打，这小子已经是武者了。他愣神的功夫很快恢复过来，见地上全是伪装者的鲜血，生怕被唐渊给打死，连忙跳下来阻止：“唐同学，别再摔了，再摔背叛者就要死了。”唐渊神识扫到身后的来人，停下了动作，把伪装者扔在地上，回头朝姚文龙看去：“你们是一伙的？”“不，不，不！”姚文龙连忙摇头，生怕唐渊杀红眼，连忙把他的证件拿出来，自报家门：“我是白狼军团第2营的中士姚文龙，负责保护你和侯耀东同学的安全。”第48章血煞盟1。唐渊有些疑惑：“保护我们？”“没错。”姚文龙点了下头：“你们这些加入辅导班的学生，从虚面世界回来那刻就被背叛者给盯上了，而我们正是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全。”唐渊脸色一变：“他们被背叛者给盯上了，那他们不是危险了吗？”背叛者的事他略有耳闻，替异族办事，是一伙背叛人类、无恶不作的恶徒，只要出得起钱，他们就帮你杀人。唐同学，不用担心。姚文龙注意到唐渊脸上的神情，解释道：“我们军方已经做好了后手，背叛者蹦跶不了几天，危机很快就能解决。”他朝伪装者走去，对唐渊说道：“这名背叛者还不能死，从他口中说不定能挖出点有用的信息。”此时的伪装者被摔得头晕眼花，全身像是散架了般，无力动弹。姚文龙来到伪装者的身边，弯下身子，避免他自杀，手捏着他的下巴，用力一拉，将他的下巴卸了，然后捏开他的嘴，看了看他的口腔，在左侧的牙凹中有一个小毒包，拆了下来。唐渊见他从伪装者口中摘出一个筷子尾大小的东西，感觉有点恶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毒药。姚文龙解释道：“背叛者的惯用伎俩，任务失败被捕，咬破口中的毒药自杀，避免审讯时泄露情报。”说着，他抬手正想把毒药毁掉。“大哥，别！”唐渊一听毒药，两眼放光，连忙制止他：“这毒药我有用，给我吧。”姚文龙有些发懵：“唐同学，这毒药可是剧毒，仅仅一点就能让武者封喉，就算是武师也坚持不了1炷香时间。”“放心，我有分寸。”唐渊拍了拍胸口保证道：“只是用来做点实验，我不会用在别人的身上。”姚文龙见他这样说，也不再劝说，毕竟人是唐渊打倒的，属于他的战利品。他把毒药递给唐渊，提醒他一句：“那你自己注意点。”唐渊点了点头，满心欢喜地接过毒药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的夹层。随后，唐渊来到伪装者的身边，在他的身上摸索一番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好东西。最终只在他身上摸索出了一台手机，还有他断裂的右腕衣袖里摸索出5根毒针，地上也有5根，正好凑够10根，可以用来发动神通控物能力，当做武器使用。手机被姚文龙没收了，说里面可能会有背叛者的信息，唐渊也无所谓，反正他拿了也没用，里面设置了密码。姚文龙扛起伪装者：“唐同学，回去了。”伪装者从迷迷糊糊中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被擒住了，想要咬破口中的毒药，他的下巴已经被卸掉，毒药也被拆下来。他心知自己这下子完了。唐渊和姚文龙回到巷子入口，瘦猴他们在此等候着。瘦猴见到唐渊回来，上前担心问道：“老唐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能有什么事？”唐渊十分装逼道：“区区一个武者，就算再来2个，一样不是我的对手。”一旁的杨永刚听到这话，露出诧异之色，这小子这么强。姚文龙扛着伪装者，对杨永刚叮嘱道：“老杨，你护送他们，我先把背叛者带回去。”经此一劫，瘦猴心有余悸，害怕再遭到刺杀，回到家中就打电话给班主任请假，表示高考前不会再出去浪了，打算在家里避避风头，等事情结束。唐渊回到家中，父母还没回来，至于小白，被他们带去上班显摆了。他从书包夹层拿出毒药，因为被伪装者藏在口里，多少有些恶心。唐渊拿出洗手间冲洗了几遍，然后回到房间，强忍着恶心放进嘴里，用牙齿咬破毒药。腥臭的毒液流出，整个口腔充满辛苦的味道，顺着他的喉咙流下腹中。仅仅过了3秒，毒性就开始发作。唐渊感受到他的肚子出现疼痛，五脏六腑感觉像是被火燃烧了盘。唐渊明白这是一种烈性的毒药，从内部破坏他的身体器官，怪不得姚文龙说仅仅1点要人命。叮！宿主服用5脏毒，体内器官遭到毒素破坏，在阴阳逆转下增加2体质、2毒抗性。阴阳逆转下，一切负面状态都被清除，身上的疼痛瞬间消失不见。唐渊脸上露出笑容，一个毒药包就能让他增加2点体质，加上神通的被动，他的体质已经来到40。真想再来几个背叛者，好夺取他们口中的毒药。另一边，姚文龙将伪装者带回市中心军区的临时基地，铜印坐镇指挥中心，里面的战士们忙得焦头烂额，一个个电话被打爆，
汇通今天的学生遇袭的情况。情报员将信息整理好，汇报给童印团长。到目前为止，共有42个学生遇袭，有10个学生受伤，其中8个轻伤，2个重伤，暂无学生死亡。我们这边剿灭背叛者39个，抓捕了3个背叛者，但有不少弟兄也受伤了。这帮搅屎棍就像韭菜，每年割了一茬，又重新长一茬。童印听到汇报，脸色阴沉下来，加快速度，撬开那3个背叛者的嘴。团长，好消息！忽然，一个后勤人员高兴来汇报，二营那边又抓了一个背叛者回来，而且他的手机没有来得及损坏，目前已经将他的手机破解了，查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众人精神大振。与此同时，城南天禄山别墅区某间别墅里出现5道身影，4男1女，坐在客厅里。为首的是个穿着悠闲服装的男子，30岁左右，相貌普通。其余4人，一个是老者，一个是艳丽少妇，2个中年男子。男子看向其他4人问道：“你们4个一起过来，怕是没啥好事。”其余3人沉默下来，唯有老者开口叹道：“今年白狼团家多了人手，我们的人全部都失败了。”男子抽了抽嘴角，他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连续2年都这样，这帮废物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你们怕不是对面派来的卧底吧？第49章血煞盟2。男子无奈道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有几个兄弟被抓了，要不了多久，白狼团就能将我们的人挖出来。”其中一名中年开口提议道：“为了避免弟兄们做无谓的牺牲，我建议收缩下面的人，转移阵地，让他们避一避风头。”另外一个中年附和：“我觉得老林说的没错，如今敌众我寡，搞不好我们南云城血煞盟分部被剿灭。血煞盟也就是背叛者联盟，是异族搞出来的产物，只要出得起价钱，他们就会替你杀人。”众人觉得有道理，纷纷看向被唤作堂主的男子，问道：“堂主，你觉得怎样？”男子叹了一声：“你们说怎样就怎样吧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一个人反对有什么用？这4个家伙是老油条，哪怕他反对，背后他们也会阳奉阴违。他怎么这么倒霉？上面将这个烂摊子交到他的手上，真是作孽啊！” 4人得到堂主的答复，兴高采烈道：“那我们现在就去吩咐下面的人，让他们收手，出去避一避。”4人起身，陆陆续续离开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命令传达下去。轮到最后一个老人，他刚站起来，男子幽怨看着他：“梁叔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们是不是军方派来血煞盟的卧底？”堂主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被唤作梁叔的老者笑道：“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。”“呵呵，为我好。”男子冷笑一声，没好气道：“接下来你叫我怎么跟上面汇报？一个目标也没有杀到，前年也同样如此，就因为这事，我被上面骂得狗血淋头。你全部如实上报了。”梁叔震惊地看着他，没有跟上面弄虚作假。弄虚作假？男子愣了一下，才后知后觉：“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？”梁叔看到这一幕，不由摇了摇头。这小子被发配来南云城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实在是太悍了，跟个愣头青一样。他无奈解释道：“堂主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活这么久，而堂主却换了一个又一个吗？为什么？”男子愣了下，一脸茫然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好像的确如此。在血煞盟中，堂主是个高危职业，基本每隔1-2年就换一个。只要不是傻子，都知道不能惹国家。梁叔白了他一眼，徐徐道来：“明面上人族和异族实力不相上下，但你别忘了，蓝星是人族的地盘，异族的强者根本无法走出虚面世界，无法来到蓝星，他们只能耍一些小手段，扶持一些势力，用来牵制人族。我们血煞盟正是异族弄出来的产物，用来暗杀人族的天才，目的是削弱人族未来的强者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激怒国家，异族有没有事，老夫不知道，但首当其冲的必定是我们血煞盟，毕竟人是我们杀的。只要有心观察，你就能发现，各个地区的分部每年都更换堂主，还不是惹怒了国家，被军方给围剿了。”说到这里，梁叔语气深长地拍了拍男子的肩膀：“听叔一句劝，想要活得长久，你要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要学会做事做伴和弄虚作假。”经他这么一说，男子顿时毛骨悚然。梁叔说的没错，蓝星是人族的地盘，在蓝星闹事和找死没啥区别。可随即男子又有些不明白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梁叔你们加入血煞盟？有头发谁想做蜡力？老夫资质不好，又没有钱买修炼资源，只能铤而走险呗。梁叔叹了一声，加入血煞盟的，要么是身负血海深仇，要么就是恶徒，要么就像老夫这样资质不好的，完成任务获得修炼资源。他看向男子问道：“堂主你呢？看你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堂主，资质应该不差，为何堕落加入血煞盟？”“我……”男子摇了摇头：“我爹是血煞盟的左护法，从小就在血煞盟长大。”“什么？”梁叔瞪大眼睛的看着男子，
一脸不敢置信：“你既然是护法之子，为何会被派来南云城做堂主？”没想到这个憨憨堂主来头这么大，他爹是怎么想的？这不是让他儿子来送死吗？男子叹了一声：“被我大哥陷害的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。兄弟戏强嘛。”梁叔有些同情眼前的憨憨堂主，安慰他道：“堂主你也不必丧气，你这么年轻，以你的能力，说不定很快就能干出一番大事，被召回总部。”老者的一番话说到男子的心坎处，高兴道：“梁叔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”“肯定啊。”梁叔点了点头，恭维道：“堂主年纪轻轻便已经达到武将境界，比起各大势力的天才不遑多让。只要给堂主一点时间，假以时日，必定能成为一方霸主。”一顿马屁拍下来，男子眼睛放光，神游天外，开始畅想未来。被梁叔一番点拨后，男子茅塞顿开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得像他说的那样，先苟起来发育。待他成为参天大树后，重新杀回总部，要让陷害他的大哥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梁叔见男子神游天外，堂主没事的话，老夫先走了。去吧，去吧。男子摆了摆手，还处于歪歪中。阁下可是庄乾坤，庄堂主。突然，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将男子拉回现实。庄乾坤心中一惊，南云城中根本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能知道他名字的只有总部的人。他闻声看去，只见门口处出现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子。“你是谁？”庄乾坤眉头一皱，不会是他那个好大哥派人来弄他吧？那人将鸭舌帽和口罩解下，竟男生女相，露出一张令女生妒忌的精致面容。惊奇的是，他的头上竖起一双毛茸茸的耳朵。庄乾坤瞳孔猛然一缩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人的身份——狐族。异族中的狐族，男俊女美，样貌长得和人类无异，长有一双狐耳和狐尾，擅长幻术，蛊惑人心，迷惑他人。意志不坚定的人会被迷惑，沦为其奴隶，听其命令。第50章异族特使密谋谢祭。那狐族男子掏出一块令牌，上面刻有一只日月相伴的巨兽，神族特使狐族胡言。异族一向以神族自居，他们认为人类孱弱的反种理应由他们统治。庄乾坤听到胡言自报家门，脸色一变，双手握拳，交叉抵在胸前，躬身行礼：“见过特使。”胡言点了下头，庄乾坤抬头看着胡言，问道：“不知特使大驾光临，有何吩咐？”他在总部生活了这么久，见过形形色色的异族，庄乾坤可不认为胡言会闲着没事来他们的分部。听你大哥说，你的能力不错，他向本座举荐你。胡言进入客厅，坐了下来，打量了眼庄乾坤，希望你不要让本座失望。闻言，庄乾坤脸色狂变，马德，庄景林这个王八蛋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哥。他连忙解释道：“特使，那不过是我大哥高抬罢了。庄堂主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既然你大哥向本座推荐你，那说明你的能力不低。”胡言看着庄乾坤道：“今天本座过来是有要事交给你们南云城分部办，不知特使有何要事，吩咐我等去办。”庄乾坤只能硬着头皮问道：“3天后，人类学生高考那天，你带领部下去攻下城西城门，将城门放下。”胡言盯着庄乾坤一字一句，任何想要出城的人类都杀了。攻下城西城门。庄乾坤面容一僵，出城的人都杀掉，怎么听都不像是简单的任务，小心翼翼问道：“特使，我们攻下城西有什么用？况且城里还有白狼团，就算我们攻下城门，很快就会被发现。”胡言瞪了他一眼，身上恐怖的气息向庄乾坤压去，冰冷道：“不该问的不要问，做好你们自己的任务就行。”是。庄乾坤被他强大的气息压得弯下腰，额上布满细汗。记住，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。3天后早上9点，带上你的人执行任务，完成发信号弹。胡林留下一句话，庄乾坤身体一松，当他抬起头时，对方早已消失不见。呼！庄乾坤瘫坐在沙发上，要出大事了。从这个任务中，他就知道不简单。白狼军团在城里，胡言居然叫他们去攻下城西的城门，后面绝对还会有个大计划。马德，庄景林这个王八蛋，把他弄成这样，还不肯放过他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总有一天老子要弄死你。庄乾坤觉得一个人脑子不够用，决定还是找人来商讨下，当即打电话将梁叔等4人叫回来。这4位大佬可是出了名的狗，堂主换了一个个，而他们4个依旧屹立不倒，就已经说明了他们狗的本事。至于不可泄露任务的问题，早已被他抛诸脑后，还是保命要紧。4人很快被召唤回来，很是不解问道：“堂主，这么急把我们叫回来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他们才刚离开，车子开到山脚下，就被庄乾坤火急燎燎叫回来。庄乾坤无奈道：“刚刚异族的特使来了。”异族特使！众人惊呼一声，他们在南云城这种小地方还没见过所谓的特使，今天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没啥好事。
梁叔知道特使不会无缘无故出现，向庄乾坤问道：“特使来这里，是不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们做？”庄乾坤点了点头，凝重道：“他让我们3天后攻占城西城门，放下大门，不能让任何人离开南云城，任何靠近城门的人都杀了。异族这是要干嘛？”众人一听，眉头紧蹙，明知高考，城里还有军方把守，他让我们去攻占城西。都说人老成精，梁叔很快看透此事，把他的猜测观点说出。恐怕这次的任务不仅只有我们南云城分部，其他的分部怕是也参与进来，负责其他3个城门。不然我们攻下城西有什么用处？吸引白狼团吗？那特使应该怕我们泄露任务，没有告诉我们。不错，庄乾坤不由点了点头，我也是这样想。他只是憨了点，但并不是蠢，只要细心分析，便能猜出其中的缘由。庄乾坤看向众人，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？虽然不知道异族封锁南云城要做什么，但绝对会有大事发生。那美丽少妇开口道：“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南云城的分部后面只怕会被国家秋后算账。”确实，其余的人也点了点头。这是一个死局。特使出现在南云城，如果我们的任务出现纰漏的话，只会死得更快。梁叔叹了一声，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先把城西攻下，后面见机行事。如果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就放弃任务，离开南云城。众人觉得梁叔说的有道理。夜幕降临，市中心一家5星级大酒店，在某间总统房里，胡言站在阳台上，目光望着远处的军区临时基地。突然，房里的泛起一道道空间波纹，胡言察觉到异样，回头看去，只见一名黑袍人走出，他头上戴着帽子遮住样子，无法看清他的样貌。他的肩膀站着一只小白鼠，空间鼠。胡言见到来人，看着他肩膀上的小白鼠，脸上露出羡慕之色。黑袍人抚摸着肩膀上的小白鼠，嘴里发出听不出男女的声音：“胡特使，你们那边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已经布置好了。”胡言点了下头，然后疑惑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在南云城这座小城市举行谢祭？那个白狼团的团长真有如此重要吗？”“胡特使，别小看华夏。”黑袍人用手逗弄着小白鼠，漫不经心道：“用南云城50万人血祭，已经足够召唤出一个6级的虚影世界，针对大城市动手，只会惹怒华夏，到时候连我后面的势力也顶不住。不然的话，你们也不会和我们合作。至于白狼团的团长为什么那么重要，因为他姓童。”闻言，胡言脸色一变，不会是那个童家吧？没错，就是童家。黑袍人点了下头，同意是童家人。他继续说道：“血祭这么大的事，想要压下去，基本不可能，但有铜印在手就不一样了。用铜印做筹码，和童家做交易，以童家在军方的能量压下南云城的事，轻而易举。把血祭改成虚影世界降临，南云城遭到异族血洗，到时候由我们来接管虚影世界。”听到黑袍人的计划，胡言眼皮抖了抖：“你这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我们神族的身上，你们异族做的坏事还少吗？”黑袍人笑道：“还会在乎这个？”第51章，计划开始。转眼间3天过去，今天礼拜6，唐李文夫妇周末休息，不用上班。赵月一大早就给唐渊做好早餐，一碗面加1条香肠和2个蛋，寓意高考能考100分。唐渊很是无语，老妈咋那么迷信呢？这种玄学有用吗？而且他都被特招了，考不考都一样能上武校。吃完早餐，唐渊背上书包去上学，小白没带，留在家里。落到楼下，外面的景色大雾茫茫，能见度很低。瘦猴已经在等他，他惊奇道：“今天见鬼了！现在夏天又不是冬天，怎会这么大雾？”确实，唐渊也点头附和。现在基本早上5点多，天色都开始渐渐亮起，7点太阳都出来了，更别说还有雾气。另一边，市中心军区临时基地，这几天白狼团围剿血煞盟进展很慢，只抓了零零散散的杂鱼，血煞盟的人似乎都躲了起来。会议室中，同意向一众干部布置任务：今天是高考，叮嘱你们的人都要提高警惕，不可懈怠。报告！突然，一名后勤士兵急冲冲跑来汇报：“团长，出事了！虚面世界的异族突然暴动，对我军发起进攻。异族的数量是我军一营的3倍，目前我军节节败退，已经撤出了前线阵地。一营传来求援信息，请求支援。”此言一出，会议室中的干部脸色皆是大变，这是个不好的信号。杨军辉铁青着脸，用力砸了一下桌子：“这帮杂碎，看来还没把他们打疼吗？偏偏挑在这个时候。”童印有些头痛：“老杨，你们3营的人回去支援老李他们。”“我们3营回去。”杨军辉眉头皱了下：“那南云城这边怎么办？”“小杨，南云城有我们2营就行了，况且还有团长坐镇，不成问题。”一名老者开口道：“虚面世界那边不容有失。”“好。”杨军辉也知道事情的轻重，立即起来向外面走去，来到操场上，对3营的士兵、3营的全体都有，
坐上战车，立即返回虚面世界。二营的士兵们听到命令，迅速行动起来，上千个士兵浩浩荡荡往城外赶去。远处的酒店，胡言在楼上的阳台看到二营的士兵浩浩荡荡的出城，俊俏的脸上露出笑意。终于开始了吗？坐在室内的黑袍人抚摸着手上的小白鼠，随意问道：“你们的血祭大阵布置好了吗？”早已布置好了。胡言笑道：“用你们人族的话来说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等你的空间鼠打开传送，血祭便能开始。”啧啧，黑袍人啧啧称奇：“你们异族的能力真神奇，居然能创造出这等奇异之术。”异族？胡言嗤之以鼻，不屑道：“异族不过是你们人类畏惧我们神族所更换的称呼，目的不过是为了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凡种罢了。我们神族无论是天赋、寿命还是实力，都远超你们人类。我们创造的神术，更不是你们人类所谓的武技能够比拟。”呵呵，黑袍人呵呵一笑，没有与他辩论，继续逗弄小白鼠。时间慢慢过去，来到9点，高考已经开始。城西城门位置，庄乾坤带领血煞盟倾巢而出，数量大约50个左右。这几天因为军方的抓捕，血煞盟死伤不少，死了150个兄弟，剩余下来的人都是狗道精英。庄乾坤带领梁叔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，望着高墙上的哨兵，还有地下看守城门的一支士兵队长，人数30个。自异族入侵之后，人类各个城市都铸造高墙，抵御异族，每个城门都有士兵把守，防止异族混进人类城市。他吩咐梁叔等4人：“梁叔，你们4个带领16人，负责解决其余上面的哨兵，其余人跟我一起解决看守城门的士兵。”行动！庄乾坤一声令下，率先出击，一步当先冲在前面，后面的人紧跟其后。40人步伐迅速，朝城门掠来。看守城门的士兵们注意到这一点，守卫军的队长察觉到他们的实力全部都是清一色的武者，举起手来对士兵们提醒道：“戒备！”士兵们听到命令，纷纷举起背着的枪，对着血煞盟的人。守卫军的队长对着庄乾坤等人大声喝道：“来人止步！”不曾想，血煞盟的人不仅没有停下来，反而加快速度。再不停下，我们就发动攻击了。眼看血煞盟的人越来越近，守卫军队长大感不妙，他们要干嘛？立即对身边的士兵们下达命令：射击！砰砰砰！士兵们听到命令，勾动扳机，手中的步枪迅速射出子弹。枪械对普通人有用，但对武者作用不大。他们的体质超越常人，眼睛能够捕捉到子弹的轨迹，只要不是傻乎乎站在原地，基本都能避开子弹。避开！庄乾坤提醒一声身后的手下，血煞盟等人立即分开两侧，从左右方向继续前进。射来的子弹被轻松躲开，而庄乾坤自己却没有丝毫闪避的意思，身上的真气涌现，包裹他的身体，形成一个真气护膜，任由子弹打在他的身上。子弹碰到他身上的真气护膜，都一一被弹开，无法伤到他分毫。武将！守卫队长见状，瞳孔猛然一缩，对城墙上的哨兵大喝道：“立即上报，有大量武者作乱，为首是武将。”血煞盟的人已经靠近高墙，庄乾坤对梁叔他们喊道：“梁叔，不能让他们将信息发出。”是。梁叔等人应了一声，拔出一把匕首，脚下的真气凝聚，一跃而起，跳到10米高，然后用真气依附在匕首，横插进高墙，卡住位置。他们借助支点，用力一翻，成功跃到高墙上。哨兵们看到敌人上到高墙，心知近距离枪械对敌人作用不大，拔出挂在腰间的军刀，杀！真气附在军刀上，一众哨兵对梁叔等人发起攻击。下方城门下，庄乾坤等人也已经杀来，守卫军队长和士兵们纷纷拔出军刀迎敌，两方人马厮杀起来。第52章异族入侵。5分钟后，庄乾坤一手掐住守卫军队长的脖子，将他吊了起来，用力一捏，把他的脖子捏碎。砰！守卫军队长失去了气息，被庄乾坤随手扔在地上。对方虽然只是武士实力，但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，战斗经验丰富，让他费了点功夫才解决。他这边解决战斗后，血煞门的人也陆陆续续完成战斗，高墙上的哨兵也被清理掉。血煞盟这边虽然解决掉守卫军，但也损失了10个兄弟，剩下40人。庄乾坤对着城墙上的梁叔等人喊道：“梁叔，把城门放下！”听到命令，梁叔他们迅速把城门放了下来。完成任务后，庄乾坤拿出信号弹，对天空上发射。砰！信号弹射上天空炸开，白雾茫茫的天空在天边映照出模糊的红光。随后，城北、城南、城东等3个方向也陆陆续续发射信号弹。你们看，天空上的红光是什么？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有，怎么看有点像信号弹？今天大雾一直不散，不会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吧？城里许多市民都注意到这一点，开始议论纷纷。通知出勤的士兵戒备。军区临时基地同应注意到这点，对身边的部下
另外，其余在基地里的士兵全部集合。是。黑袍人和胡言不知何时出现在酒店的天台，看到4个方向天空上的红光。胡言对身边的黑袍人道：“轮到你表演了。”小白。黑袍人对肩膀上的空间鼠喊了声：“滋滋！”空间鼠回应了句，身上的妖力涌现，天空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一个个异族和一只只异兽像下饺子一样掉落下来。大家快看，天空上好像有东西掉落下来。异族，是异兽和异族，异族入侵南云城了，快跑！附近的居民发现天空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卷动附近的大雾，漩涡中掉落一个个黑点。当黑点快掉落地面的时候，他们才看清是异兽和异族，吓得连滚带爬逃跑。好！率先落地的异族和异兽嗅到人类的气味，发出兴奋的咆哮声。去吧！胡言看着下方的异族和异兽，摊开双手兴奋道：“杀光城里所有人类，血洗南云城，迎接神界降临！”好！异族和异兽发出兴奋的嘶叫声，向着4面8方冲去，掠杀市民。那些异兽更是蛮横，借助高大的体型和强横的肉身，如同推土机般将房屋撞崩，一些来不及逃跑的市民被活活掩埋砸死。军区临时基地，童印注意到远处天空上出现的空间漩涡，密密麻麻的异族异兽降临。空间系异兽，他铁青着脸，竟然以这种方式入侵城市，怪不得虚面世界的异族会暴动，看来一切都计算好了。利用虚面世界的暴动，将我们的人分散掉。后勤部立即通知虚面世界那边，让他们撤出，支援南云城。50万个百姓和虚面世界相比，孰轻孰重，童印还是拎得清。虚面世界失守还能重新收复，但50万个百姓死了，那就真的没了。南云城将会变成一座死城。不行，团长，异族有备而来，城里的信号被屏蔽了，无法发出消息。没过几秒，后勤部的部长火急寥寥上报，童印立即安排道：消息无法发出，那就派一支队伍出城求援。李营长，带上兄弟们和我一起迎击入侵者。话音落下，童印一马当先，向着空间漩涡的方向腾空飞去。与此同时，呜！异族入侵那刻，全城响起1级战备警报声，所有公安局、派出所、特警、武警全体出动。他们分工明确，武警和特警负责击杀异族，警察负责保护市民，安排他们的撤退，还有召集城里的武者抵御异族。城里的市民都知道1级战备警报意义，除了异族入侵之外，基本不会拉响这种警报。这刻，一股恐惧的阴影笼罩在市民的心头上。有些从市中心逃出来的市民拼命往城门方向逃，他们知道这次异族入侵不是城外，而是在城里。天空上一直掉落异族和异兽，留在城里就是等死。一些不知情的市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也跟着逃命。一时间，整座南云城乱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2中刚发下试卷没多久，唐渊写下大名，全城拉响1级战备警报。监考老师一脸凝重，对学生们道：“同学们，立即停止考试，到楼下集合，进入地下室。”学生们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迅速跟上，离开教室。唐渊跟了上去，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向一旁问道：“兄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那同学脸色有些发白，明显是害怕，颤着声道：“你是不是傻？1级战备警报拉响，说明异族入侵南云城了。”异族入侵？唐渊脸色大变，异族入侵南云城了，那家里的老爸老妈怎么办？不行！想到这里，唐渊心急如焚，直接从走廊上跳下楼。不好，有人跳楼了！兄弟有啥事想不开，这么冲动？旁边的同学见到这一幕，吓得尖叫起来。这里可是5楼，有10多米高，如果是武者，跳下去还好说，但唐渊连武者都不是，这一跳不死也残废。有些老师和学生已经落到楼下集合，看到跳楼的唐渊，吓得不轻。砰！不过血腥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唐渊双脚落地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地上的水泥地裂开一道道裂纹。众人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这小子肉身这么强，他成为武者了。唐渊脚下用力一蹬，一个冲锋，身影消失不见，地上留下一个小坑。下一刻，他已经跑出数十米远，向着校门口方向跑去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有老师回神过来，在后面大声急喊道：“小子，不要离开学校，快回来！”唐渊对他的充耳不闻，心里惦记着家里的父母，谁也别想拦住他。他跑到校门口，单手抓着栅栏，一个帅气的跨栏离开了学校。第53章出手1。这位同学，外面现在很危险，请立即回去学校。高考的原因，害怕有人闹事，学校门口有一支10人军部小队驻守，他们看到跳出来的唐渊，立即呵斥，让他回去学校。唐渊并没有理会他们的话，直接往家中的方向奔去，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结舌，瞬间消失在大雾中。其中一名战士呆呆问道：“
班长要去追吗？算了，由他去吧。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学校。被唤作班长的士兵摇了摇头，不能因为他一人置学校的师生性命不顾。况且这小子不简单，他的速度恐怕我们也追不上。刚刚唐渊爆发出来的速度实在是太惊艳了。来了，戒备！他话音刚落，就注意到天空上的雾里出现一道鸟类的身影，向他们俯冲而来。大雾茫茫，能见度10分之低。唐渊为了快速回到家，开启神识，用神识来探查视野。啊！我的脚！救命！我不想死！救救我！异兽杀来了！大家不要乱，要有秩序的撤离。唐渊离开学校范围，来到大街上，听到远处传来一道道惨叫声。他的神识范围只有10米，无法探查更远的范围。唐渊心中一紧，祈祷异族还没入侵到小区。他一头扎进浓雾，进入街道，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迎面扑来，地上到处都是残肢断臂，遍地尸体，还有异族和异兽的鲜血染红地面，周围的房屋崩塌摧毁。眼前血腥惨烈的一幕让唐渊很不适应，差点吐了出来。他强忍着恶心，继续前进，快步走了将近100米远，便看到前方出现一道道模糊的身影。呼！兄弟们坚持住，为市民们争取撤离的时间。老王，还行不行？你可别死那么快。死？就算是死，老子也要和异族同归于尽。唐渊的神识探查到，前方有5个身穿警服的男子被异族包围起来，他们身上全是鲜血，不知是异族的还是他们自己的，每个人脸上没有丝毫畏惧之色，反而战意十足。异族数量是人类的1倍，每个样貌不一，有的长着狗头人身，有的身上长满鳞片，有的和人类长得一样，但背上却长有一双翅膀。唐渊的出现，无论是异族一方还是人类一方都察觉到。那5个警察以为是异族的帮手，心中一紧，毕竟这附近的人都已经撤离了，而异族却无所谓，哪怕来者是人类，他们也丝毫不惧，再来一个人类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当唐渊越来越近时，他的样貌显露出来，是个俊俏的人类青年，身上穿着2中的衣服。那5名警员脸色大变，还有人没有撤退。是人类！一个长着蛙脸的异族嘴里吐出长长的舌头，笑道：这人类归我了。说话间，他的舌头卷进嘴里，口中一吐，舌头快速射出，朝唐渊的脑门位置射去。不好，来不及了！5名警员见状，面容皆是一变，对着唐渊心急如焚大喊：小兄弟，快躲开！那个被唤作老王的警员掏出1枚爆气丹，祈祷唐渊躲开致命一击，他在服用爆气丹救他。眼看蛙脸异族的长蛇越来越近，唐渊竟然没有丝毫闪避的意思。警员们以为唐渊被吓坏了，愣在原地不敢动弹。异族们脸上的笑意更甚，充满戏谑之色。可接下来的一幕让无论是警员还是异族都震惊不已。眼看蛙脸异族舌头距离唐渊的脑门只剩下10厘米范围的时候，唐渊突然出手了，他左手一动，瞬间抓住射来的舌头。怎么可能？蛙脸异族脸色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，失声惊呼。他可是拥有1阶后期的实力，发动蛇枪能力，飞射的速度哪怕是同级的对手也不敢用手接住，而眼前这个人类竟能徒手接住他的蛇枪。蛙脸异族心中一惊，这个人类不简单，绝不是凡种，他是武者。他立即拉动长蛇，想把舌头收回去。更诡异的是，无论他怎么拉扯，都无法把射手收回去，对方的身体纹丝不动。蛙脸异族脸上露出惊慌之色，对身边的同伴呼喊急道：黑蟒！他话还没说完，唐渊用力一拉，蛙脸异族的身体失去重心，不受控制，朝唐渊的位置飞去。唐渊抬起右手，五指握拳，手臂上的肌肉隆起。不！蛙脸异族看到这一幕，脸上全是惊恐之色，口中发出恐惧的声音。砰！当蛙脸异族出现在唐渊身边范围的时候，他对准蛙脸异族的脑袋，一拳轰出，3200斤的巨力，直接把他的脑袋轰爆，血肉横飞，散落一地。啪嗒！一具无头尸体掉落地上，伤口处涌现大量的鲜血。啪！唐渊扔掉蛙脸异族的舌头，他的手中全是粘液，嫌弃的甩了甩手。5名警员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和蛙脸异族交过手，吃过不少亏，知道他的实力，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被唐渊给解决了。同时，唐渊展现出强横的实力，令他们精神大振，有了他的帮忙，说不定他们不用服用爆气丹，也能解决异族。蛙脸的惨死让异族警惕起来，一拳爆头，这等实力已经远超了王志超5人。一个被生双翅的异族对身边2个同伴说道：黑蟒、剑珠，你们去解决那个人类。好。黑蟒是半人半蛇的异族，他的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蛇身，吐着蛇信子。咻咻咻！剑珠是个猪头人身，背上长满一根根锋利的尖刺，他身体微微一弯，背上的尖刺如同箭雨般朝着唐渊快速射出。唐渊神识打开，
面对密密麻麻射来的箭雨，他双脚微微一弯，砰的一声，就像一支箭矢射出。咔嚓，脚下恐怖的冲击力量把水泥地崩碎，身影瞬息出现在箭猪的身前，同时一拳挥出，径直轰在他的脑袋上，血沫脑浆全洒在黑蟒的脸上。他都还没反应过来，箭猪就被秒了。一招击杀箭猪，唐渊并没有停下，一个鞭腿扫在黑蟒的腰上，砰砰砰，恐怖的力量如同一辆大卡车撞来，黑蟒倒飞出去，撞击在房屋上，狂暴的力量并未停下，携带着他的身体撞穿5栋楼房才停了下来。轰隆，摇摇欲坠的楼房崩塌下来，把黑蟒掩埋。第54章出手2。场上寂静一片，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，唐渊就把箭猪和黑蟒秒掉。强横的实力如同一股无形压迫感，压向一族。没时间陪你们玩。唐渊平静看着他们，脚下一动，发出一声爆响，身影在原地消失不见。大家小心，这人类是2阶。那个长有翅膀的异族男子心中一紧，提醒周围的同伴，一瞬间就能秒掉他们2个人，其实力早已超出1阶的实力。他们立即退到一边拉开距离，不敢再围困那5个警员，害怕应付唐渊的时候被他们出手偷袭。人未到，风先至，一股强风袭来，一众异族大感不妙。这个人类的速度竟然达到如此境地，他们的眼睛无法捕捉到他的身影。一众异族内心慌的一批。正常来说，7个1阶围攻一个2阶，或许有机会赢。可眼前这个人类，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根本无法捕捉得到他的身影。砰！突然，狗头人的脑袋毫无征兆地爆开，血肉散落一地，无头尸身倒在地上。缠绕兽，一个长有鹿角的异族趁此机会发动异术。就在唐渊再次出拳轰向一个长满鳞片的异族的时候，5条2指粗壮的藤蔓破开水泥地，顺着他的脚缠上，快速把他的身体困住。鹿角异族一脸自得，捉到他了。唐渊的拳头停在鳞甲异族脸上5厘米距离，吓得他瞳孔放大，脸上苍白无色。一众异族大喜，抓住唐渊，那他就死定了。多谢了，鹿。鳞甲异族松了一口气，心有余悸地向鹿角异族道谢。不曾想，他话还没说完，唐渊身上的藤蔓寸寸崩断，拳头径直轰在他的脸上。砰！又是一具无头尸身倒在地上，鳞甲异族的鲜血和脑浆洒在鹿角异族的脸上，他整个人如呆若木鸡，痴呆不动。那些见唐渊被困住，纷纷出手的异族立即停下攻击。一众异族心中大骇，鹿角的异术竟然被唐渊用蛮力给挣脱了，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强？速度强就算了，就连力量都那么恐怖，这个人类比他们异族还要变态，不可力敌。现在异族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逃！再不逃，他们都会死。跑！异族男子大喝一声，背上的双翼扇动，冲天而起。其余见状也立即朝4面8方逃跑。砰！鹿角被异族男子的声音喝醒，回过神的时候想要逃跑，被唐渊反手一巴掌扇爆脑袋。5名警员反应过来，立即出手拦下那4个想要逃跑的异族。无法逃跑的4个异族心急如焚，开始拼命，他们恨不得像异族那样多双生1双翅膀逃跑。可惜他们的挣扎都徒劳，在唐渊的协助下，1分钟不到，地上又多出4具无头尸身。多谢了，小兄弟。5名警员瘫坐在地上，有些气喘，对唐渊道谢，要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们今天恐怕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严重了。唐渊望着天空，摇了摇头，异族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。我还有要事要做，就先告辞了。他惦记着家里的父母，没时间在这里耗着。几位大哥，你们自己小心点。说完，唐渊就冲进了浓雾，身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。这位小兄弟穿的是2中的校服吧？其中一名警员看着唐渊消失的方向，惊叹道：这么年轻，你们说他的实力真的达到武师了吗？一拳一个异族，就算不是武师，恐怕也不远。老王羡慕道：真是个怪物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身上一点真气波动也没有？另外一名警员注意到唐渊身上根本没有真气波动。有吗？老王等人愣了下，刚才那种危机关头，他们哪有心思观察这个？可能他是体修吧。体修专注肉身，对真气修炼并不看重，很少会分心去修炼真气。也对。那警员点了点头，想起刚刚唐渊一拳一个异族，也觉得他是个体修。另一边，天阳小区。此时的天阳小区被数十个异族异兽包围，居民们无法撤离。负责安排撤离的民警全部战死，天阳小区已然成为人间炼狱，地上全是残缺的尸体，有的甚至被啃食过。存活下来的居民在小区里寻找地方躲藏起来，和异族、异兽玩起了捉迷藏。异兽智力低下，凭着气味寻找，而异族却享受这种乐趣。他们喜欢看人类那种绝望和恐惧的神情，玩心大起，一间一间房子寻找。
唐李文夫妇藏身在家中，异族入侵的太突然，警报拉响没多久，他们正准备跟大伙一起撤离，异族就已经把天阳小区包围了。负责护送撤离的民警全部战死，他们只能退回躲在家中等待救援。唐李文夫妇躲在房里，手里各拿着一把菜刀，身体颤颤巍巍。站在赵月肩膀上，小白拍了拍胸口，安慰他们：爸爸妈妈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小白很强的，小白会保护你们的。听到小白的话，夫妇两人有些欣慰，但小白只是一只小老鼠，就算是异兽，又怎么可能保护得了他们？赵月强颜欢笑道：妈妈知道小白很强。砰！突然，厅里外的大门传来一道巨响，似乎是大门被撞坏了。闻到了人类的气味，厅里响起一阵脚步声，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：小老鼠们都躲好了吗？唐李文夫妇身体一抖，手中拿着的菜刀差点掉落地上。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夫妇两人不断后退，最终退到角落没有后退的地方。脚步来到门外停下，夫妻两人的心跳加速。砰！倏然，一只毛茸茸的大手轰穿房门伸了进来，然后又缩了回去。唐李文身体挡在妻子前面，握紧手中的菜刀。砰砰砰！门外的异族接连轰击房门，最终房门不堪重负倒了下来。一只大棕熊人立而起，走了进来，毛茸茸胖嘟嘟的熊头有点像人。第55章，越战越勇的小白。唐李文夫妇看到体型庞大的大棕熊，脸上全是恐惧之色，尤其是赵月，身体摇摇欲坠。大棕熊看到唐李文夫妇恐惧的表情，很是享受，脸上露出人性化的笑容，咧嘴一笑，露出锋利的牙齿，狰狞笑道：小老鼠，找到你们了。咻！突然，小白从赵月的肩膀跳下，向着大棕熊跑去。唐李文夫妇被小白的动作吓了一跳，连忙喊道：小白，不要！一只小老鼠怎么可能是异族的对手？不曾想，小白四肢落地，跑起来快如闪电，蹿的一下就来到大棕熊的脚下，一跃而起，小爪子向着大棕熊的眼睛刺去。卧槽，什么鬼？棕熊被突然窜出来的小白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用手一拍，砰！巨大的力量携带小白撞击在墙上，砸出一个凹痕，而他的身体也炸开了来，鲜血顺着墙身流落。靠，原来是小老鼠，吓本大爷一跳。棕熊看清墙上的鼠尸，松了一口气，突然窜出来，能不吓到吗？小白！唐李文夫妇悲痛呼叫，赵月流下伤心的泪水。小白虽然是小老鼠，但是这些天的相伴，他们的心早已被小白俘虏了，把小白当成自己的孩子。人类真是感性的物种。棕熊见唐李文夫妇悲痛的样子，狞笑道：居然为了一只小老鼠悲伤起来，那本大爷大发善心，送你们去见他吧。忽然，原本脸上全是悲伤之色的唐李文夫妇转成一脸惊恐的面容。棕熊以为唐李文夫妇是害怕才会露出这样的表情，脸上的笑意更甚。谁不知唐李文他们看到墙上小白的尸体，血肉快速凝聚，眨眼间重新复活过来。滋滋！重新复活的小白见到赵月眼泪婆娑的样子，在墙上四肢用力一蹬，飞扑到棕熊的后背上，发出愤怒的声音：大狗熊，你把妈妈惹哭了，看姑奶奶不打死你！说话间，小白身上爆发出一股漆黑的妖气，携带着恐怖的气息，依附在爪子上。撕拉！他一爪子插进棕熊的后背，轻易破开棕熊的皮毛里，只听撕拉的一声，把棕熊的一块2指大的血肉挖了出来。好！棕熊吃痛嘶叫一声，感受有东西趴在他身后，在攻击他。什么东西？连忙把手伸到背后，想要把攻击他的东西给抓住，奈何他的手不够长，够不着小白。让你欺负妈妈，让你欺负妈妈，我挠死你！小白愤怒发起攻击，双手并用，依附妖气，轻易划破棕熊的皮毛防御。棕熊整个后背被小白挖得坑坑洼洼，大量鲜血涌出，顺着皮毛滴落。好！棕熊嘴里发出响亮的痛苦哀嚎声，震彻整个小区。异族和异兽都被一道凄厉的嘶吼声吓了一跳，这是遇到什么强大的敌人不成？而那些躲起来的居民更是被这道嘶吼声吓得三魂不见七魄。好！棕熊嘶吼一声，既然够不着，那就另寻办法。他注意到房里的墙，心生一计。他强忍着身上的疼痛，一个后跃撞击在墙上，沉重的身体直接把墙撞穿，摔进了唐渊的房间里。倒在地上的棕熊害怕趴着身后的东西还没死，用力的磨蹭几下才放心爬起来。看着被染红的地面，棕熊知道是他的鲜血，目光寻找那个攻击他的罪魁祸首的尸体。很快他就看到地上有一小团被血液染红的皮毛，气愤的挪动脚踩了上去，就是你个小东西攻击本大爷。他越说越气，后背火辣辣的痛，脚下不停用力蹂躏小白的尸体。小白！赵月捂着嘴，他们见过小白死而复生，祈祷这次同样如此。唐李文看到小白被鞭尸，双手握拳，咬紧牙关，只恨自己没有能力去救小白。他第一次对武者的力量充满渴望。
棕熊把小白的尸体践踏成肉末，才彻底解气。而后背的疼痛让他把目光放在唐李文夫妇身上，没想到在樊种手上吃了个大亏，不杀了他们难解心头之恨。棕熊刚转身，他身后的小白身体再次凝聚，重新复活过来。大狗熊，去死吧！小白一跃而起，跳上棕熊的后背，发起疯狂的攻击。你还没死？棕熊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，失声惊呼：不可能，本大爷明明已经把你踩成肉末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地上那堆被他踩成肉末的尸身消失不见，不敢置信道：尸体不见了。好！棕熊吃痛叫了一声，本大爷就不信你不会死。他再次故技重施，用后背撞在墙上，把小白压成肉泥，将尸体蹂躏一番后，他并没有转身离开，目光死死盯着小白的尸体。下一刻，小白的血肉蠕动，重新凝聚成型复活。棕熊惊恐道：怎么可能？一只小老鼠竟然有不死之身，能够无限复活？世界上居然有不死的生物，这也太违背常理了。哪怕是神明也会陨落，不可能不死。这只小老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小白又一次复活过来，扑在棕熊的脸上，疯狂地挠它，一块块沾带血肉的皮毛被撕扯下来。好！痛得棕熊哇哇大叫，整张熊脸变得血肉模糊。嗷！他一巴掌拍在脸上，将小白拍成肉末，用力过猛，痛得他齿牙咧嘴。棕熊把小白的尸体扔在地上，害怕他再次复活，连滚带爬地逃离唐渊家。怎么杀也杀不死，哪怕变成肉末也能复活过来，实在太诡异了。再这样闹下去，他会被小白耗死。棕熊前脚一走，小白再次复活过来，目光扫视周围，却不见棕熊的踪影。这只大笨熊跑去哪了？他小跑回到房间，向唐李文夫妇问道：爸爸妈妈，那只大笨熊呢？唐李文夫妇从惊愕的回神过来，赵月更是喜极而泣，将小白捧起来，狠狠地亲了一口。小白你太棒了，把异族给打跑了。小白被赵月一声夸赞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，扬起小脑袋，骄傲笑道：小白可是很强的，能够保护爸爸妈妈。下次再见到大笨熊，一定打得他屁股开花。第56章牛头人一。唐渊一路狂飙，注意到茫茫大雾上的天空，时不时掠过一道黑影。路上的尸体少了很多，看来市民们已经撤离了，再穿过一条街就是天阳小区了。唐渊心中祈祷，父母能够安全撤离。咻！他刚穿过马路，天空上出现一道火红的身影，对着唐渊的位置俯冲而下。唐渊神识一直开启着，当那道身影靠近他10米范围之内，便能探查到来袭者是一只浑身冒着火焰的大鸟，体长50厘米，双翼展开长达2米，一个扑食俯冲的动作，锋利的双爪泛起烈焰，对着唐渊的脑袋抓去。唐渊脑袋往右一斜，避开袭来的火焰利爪。火焰鸟心里有些诧异，这个人类居然能避开他的袭击。一击扑空，火焰鸟想要飞回天空上，重新发起进攻。突然，一只大手伸来，丝毫不惧火焰鸟身上的火焰，抓住了他冒着火焰的利爪。火焰鸟的利爪被抓，心中一惊，连忙发动妖力，身上的火焰更甚，企图用烈焰将唐渊的手焚烧。可惜唐渊皮糙肉厚，火焰鸟的烈焰根本无法伤到他。砰！唐渊一手抓住火焰鸟的脚，用力狠狠地砸在地上。裂！地上被砸出一个坑洞，火焰鸟吃痛嘶叫，疯狂扇动翅膀，想要从唐渊的手挣脱。奈何唐渊的手就像钳子一样，抓着他的爪子纹丝不动。唐渊抓着他的脚，挥动火焰鸟的身体，一下又一下地砸在地上，身上折断的羽毛掉落下来，羽毛上的火焰消散，变成红色的羽毛。沥！火焰鸟痛苦嘶叫，凄厉的惨叫声在街道上回荡，直至失去气息死亡，身上的火焰消失，地上全是羽毛和鲜血。砰！唐渊将失去气息的火焰鸟随手扔在地上。天空上飞行的异兽听到火焰鸟的惨叫声，迅速集合在一起，雾里出现一群飞禽的身影。看模糊的黑影数量，起码也有30-40只，盘旋在唐渊的头顶上。呱！倏然，天空上响起一道类似乌鸦的叫声，雾里出现5颜6色的光彩。火球、风刃、雷球、雷电等攻击对准了唐渊所在的位置，轰落下来。砰砰砰！一番狂轰乱炸，唐渊所在的位置被炸得烟尘四起，再加上大雾的缘故，根本无法看到下方的视野。盘旋天空上的飞禽轰炸一番后，便分散离开，寻找其他人类的身影。在他们看来，下方的唐渊早已死在他们的轰炸下。这么多异兽，晨雾下的唐渊身上的衣服被炸得破破烂烂，露出结实的胸膛。飞行异兽盘旋在天上，他还不会飞，不好解决啊，只能这样了。唐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盖子，里面装着10根银针。这些银针都是从袭击兽猴的伪装者身上搜来的，针上带有剧毒，他都不舍得舔了，用来当作武器。如今正好用来对方天上盘旋的飞禽异兽。尘烟渐渐散去，
唐渊准备发动神通控物的能力，控制毒针击杀天空上的异兽。结果抬头一看，天空上的异兽消失不见，让唐渊有些摸不着头。唐渊也没多想，能避免这场战斗，让他省了不少时间，继续往小区方向跑去。救命啊！不要吃我！啊！我还不想死，谁能来救救我？很快，唐渊穿过街道，靠近小区的范围，小区里传出一道道惨叫声。唐渊的脸色一下子煞白起来，小区里的人还没撤离，那他爸妈是不是也在其中？他脚下速度加快，来到小区的围墙外，一跃而起，跨过围墙，跳进小区里。唐渊看到有不少异族和异兽在小区里游荡，看数量30只左右。爸妈，你们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唐渊心急如焚，向着12栋的位置冲去。人类，他是我的了，滚！谁抢到就是谁的。好！那些在游荡的异族和异兽看到出现在小区里的唐渊，兴奋起来，全部朝他冲去，嘴里嚷嚷叫道：谁也不让谁！唐渊的出现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，一众异族和异兽朝他蜂拥而来。唐渊打开盒子，发动神通控物能力，精神力依附在毒针上，在他的操控下，毒针脱离了盒子，快速朝异族和异兽飞去。特！那些跑在前面10个异族和异兽，在浓雾遮掩下，根本无法看到细小的毒针，突然感到身上一阵微微的刺痛，像是被蚊子叮咬了般，他们也没在意。扑通！扑通！扑通！他们跑了没几步，毒性发作，七窍流血，全部栽倒在地上。黄狗，你们怎么了？后面赶上来的异族们见到前面的同伴倒下，纷纷吓了一跳，停下脚步查看。那些倒在地上的异族和异兽，他们七窍流血，死状凄惨。他们这是中毒了。有个别异族一眼看出，狗头人他们是中毒身亡。毒？哪来的毒？异族们有些发懵，好端端的怎会中毒？唐渊见这么好的机会，又怎么会放过？继续发动控物，将狗头人他们身上的毒针拔出，攻击其他异族。死！靠近尸体的异族和异兽感受到身体有一阵刺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插进身体。其中一个异族用手抚摸刺痛的位置，摸到了一根细小的异物，他用手拔出一看，是一根细小的针。他拿起毒针，疑惑道：这是什么东西？噗！他话还没说完，口中喷出一口黑血，鼻腔、眼睛、耳朵都纷纷流出一行黑血，一头栽在地上，失去气息。其余9个被毒针刺到的异族和异兽也一个个倒下。眼前这惊悚的一幕，把剩下的7个异族和3头异兽吓得不轻。一个长着猪头的异族惊呼道：这是暗器，上面有毒！暗器？谁放的？一众异族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把目光落在唐渊的身上，失声道：是那个人类！跑！一众异族对视了一眼，不知谁吼了一声，异族和异兽们开始四处逃窜。如此剧烈的毒，就连体质强横的异兽都扛不住，更别说他们了。但他们现在想要逃，已经迟了。唐渊又怎会放他们离开？当即继续操控毒针，射进他们的体内。异族和异兽身中毒针，居然跑出了10多步，才毒性发作，倒在地上。猪头人在临死前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发出悲鸣：牛老大！第57章牛头人2。这次异族中了毒针后，还能跑出10多步，看来毒针反复使用，上面的剧毒被消耗了不少。唐渊打开小盒子，心中一动，将插在异族身上的毒针召唤回来，自动飞回盒子中。他把盖子合上，放进裤袋里。说实话，伪装者弄的毒是真的强，50以下，一旦中了毒针，立即毒发。据姚文龙说，50级别的武者中了毒针，一炷香时间内来不及服用解药，便会毒发身亡。开始他有些不信，现在毒针用在异族身上，他相信了。砰！突然，第2幢的位置有一道巨大的身影从楼上坠落下来，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，破碎的水泥块四溅。唐渊被这动静吸引，刚转身看去，却见第2幢的位置冲出一个巨大的身影，快速移动，朝他冲来。对方的速度不差，看他移动的步伐，应该有20速度左右。他的步伐幅度很大，每踏出一步都发出沉闷的脚步声。眨眼间就已经冲进了唐渊的神识范围，是一个牛头人身的异族，身材魁梧高大，有2米3高，暗红的皮肤。人类实力不错，竟能杀了牛爷这么多手下。牛头人瞬息而至，一拳轰向唐渊，大笑道：让牛爷来会会你。那只宛如成年人大腿般粗壮的拳头朝着唐渊的脑袋轰来。唐渊连忙使用双手格挡，牛头人的拳头轰在他的双手上，咔嚓！那巨大的力量如同一辆卡车撞来。唐渊脸色一变，双手传来骨裂声响。这股力量居然震裂他的双手，比他的力量还要强。唐渊的身体一沉，不受控制倒飞出去。砰！他的身体像炮弹一样撞穿了第5幢楼，速度不减，飞出数十米远，
砸在小区里的公共泳池中，激起一道巨大的水花。唐渊躺在泳池中，目光望着天空上的大雾，双臂无力垂落水中。这个牛头人的力量好大，刚才那一拳起码有4000斤以上，破开了他肉身的防御。叮，宿主双臂受到创伤，增加 0.5 力量。叮，检查到宿主受伤，在阴阳逆转下恢复伤势。唐渊站了起来，轻轻一跃，跳出泳池，受伤的双臂恢复如初，并且增加 0.5 力量。各幢楼层上搜查人类的一族听到小区里的大动静，纷纷探头出来查看，奈何大雾茫茫，他们无法看到下方的情况。有意思。忽然，牛头人的声音在唐渊的左侧响起，惊讶道：“挨了牛爷一拳，居然一点事也没有。”可惜唐渊还不是武者，没有真气，无法感知牛头人的实力。这头牛刚才爆发出来的力量，不是武者境界所拥有的，绝对达到武士的境地。牛头人兴奋地看着唐渊：“人类，再来！”话音落下，牛头人再次对唐渊发起进攻，那拳头夹带着破空之声。唐渊丝毫不惧，挥拳迎上，与牛头人的拳头碰在一起。砰！两人的拳头相碰，发出一道沉闷的声音。唐渊的手指咔嚓一声，五指碎裂，巨大的力量冲击携带他的身体倒退出去。他双脚用力抓住地面，竭力地稳住身体，地上划出2道沟痕。叮！宿主手臂受到创伤，增加 0.5 力量。叮！检查到宿主受伤，在阴阳逆转下恢复伤势。牛头人一拳击退唐渊，继续乘胜追击，脚下用力一踏，快速追了上去。这次他不再留手，双拳挥动，对着唐渊一阵疯狂输出。砰砰砰！唐渊自然不会退缩，只要不死，他就越打越强，又何惧之有？当即握拳迎击，两人拳头对轰，你来我往。不同的是，唐渊的拳头打在牛头人身上，像是给他挠痒痒，而牛头人打在唐渊的身上，拳拳到肉，每一拳轰在他的身上都能听出骨裂声响。哈哈，小子，再大力点！牛头人高兴大笑，你这是在给牛爷按摩吗？唐渊和牛头人对轰了2轮，就败阵下来，双手被牛头人给打折，骨头都穿出皮肤暴露出来。砰砰砰！牛头人并没有因此放过唐渊，一拳一拳轰在他的身体上，将他身上每一寸骨头都敲碎。扑通！唐渊像一滩烂泥倒在地上，样子极其凄惨，身上被鲜血染红。要不是他的精神力强大，意志力坚强，剧烈的疼痛都能活活将他痛死。叮！宿主双臂受到重创，增加1力量。叮！宿主身体受到重创，增加2体质。叮！检查到宿主受伤，在阴阳逆转下恢复伤势。在牛爷交手的人类中，你是第一个敢与牛爷硬碰硬，可惜你还是差了点。牛头人看着半死不活的唐渊，摇头道：“作为回礼，为了不让你在痛苦折磨中慢慢死去，牛爷亲自送你上路吧。”说着，他伸出大手抓向唐渊的脖子。眼看他的大手正要落下，忽然唐渊身上的血液消失不见，身上的伤恢复如初。唐渊双手抓住牛头人的大手，用力往后一甩。砰！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牛头人脚下一个踉跄，身体不稳，被唐渊用力狠狠摔在后面的地上，沉重的身体把地面摔裂。唐渊一个鲤鱼打滚翻起身来，然后转过身看着躺在地上的牛头人。牛头人看着唐渊，脸上全是惊愕的面容。他明明已经将唐渊身上的骨头全部打碎，就连双手的骨头都暴露出来。仅仅一瞬间，唐渊身上的伤势怎么恢复的，他都还没看清楚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再来！唐渊居高临下的对着牛头人道。牛头人翻过身，单手撑地起来，震惊的看着唐渊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物种？”他怀疑唐渊根本不是人类，他从未见过这等诡异事件，哪怕是他们神族和异兽，也没有这种恐怖的恢复能力。打就打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唐渊脸色一黑，这头牛居然在阴阳塔质疑他龙的传人的身份，有趣！牛头人脸上震惊的神色散去，转换成兴奋的面容。等牛爷再将你打趴后，好好研究一下你的身体。第58章，纯死的牛头人一。咻！唐渊率先发起攻击，一步踏出，拳头往后一扬，直接一个炮拳轰去。小子，你的力量太弱了，无论再怎么打，也不是牛爷的对手，更别说伤到牛爷了。牛头人狞笑一声，也出拳和唐渊对轰在一起。砰！一声碰撞闷响，唐渊的身体后退了5步，而牛头人也后退了1步。这人类的力量和体质变强了。牛头人脸色微微一变，他的手有些颤抖。唐渊的力量和体质变强了，虽然还是无法与他匹敌，但却将他逼退了1步，而且他的手并没有碎裂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并不觉得唐渊之前是留有余力，毕竟刚才他的惨状可不是装出来的。这一拳对碰，唐渊的手只是有些发麻，没有受伤。他注意到牛头人抖动的手，刚刚体质增加了2点，在神通的增幅下
达到了44点体质，力量也增加了2点，变成了36点力量。按这样的判断，牛头人的力量大约在45点左右，他的体质在35之间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的力量能够伤到牛头人了。楼上的异族们听到牛头人在下方打斗的声音，是牛老大，下去看看。老牛，你后退一步了。唐渊看着牛头人，脸上露出笑意，看来你也不怎样嘛。呵呵。牛头人听到唐渊嚣张的话，气急反笑，牛爷居然被一个人类给看低了。呵！他大喝一声，身上的肌肉隆隆鼓起，身躯疯长，从2米3身高长成3米高。那庞大的身躯宛如一座小山丘，那双铜铃般大小的眼睛盯着唐渊，鼻子里喷出白烟，露出狰狞的笑容，声音变得瓮声瓮气：“小子，来吧，咱们继续。”咕噜！唐渊咽了一下口水，这头老牛还带开挂的庞大的身躯，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见唐渊呆住的模样，牛头人更加的得意，瓮声道：“你不进攻，那牛也可动手了。”说着，他那只如同砂锅大的拳头朝唐渊的脑袋上猛然砸落下来。这一拳下来，100%被爆头，绝对会死翘翘，不能硬刚。唐渊一个冲步，身体一斜，从牛头人的胯下滑过去，出现在他身后。砰！牛头人一拳落空，重重砸在地上，霎时间，恐怖的力量把地面轰出一个将近5米的大坑，水泥、石板等碎石四溅，爆射出去。地面震动，裂开一道道裂缝，延伸到泳池，水流顺着裂缝流进大坑里。我去，这力量最少也达到50点了。唐渊咂了咂舌，不过他的惊讶也就一瞬间，现在没时间陪牛头人玩了。他趁着牛头人一击落空的空隙，用力一拳打在他的货窝上，3600斤的力量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砰！牛头人感受到左脚的货窝传来剧烈的疼痛，一个踉跄，单膝跪在地上，地面都被他的膝盖撞出一个小坑，差点摔进他轰出来的大坑。小子，你找死！牛头人单膝跪地，愤怒咆哮，他的身体往后回转，左手朝唐渊横扫过去。想法很好，但现实很骨感，唐渊脚下往后一蹬，轻易地退出他拳头范围，同时也趁此机会用力一脚把他踢进水坑里。扑通一声，牛头人摔进坑洞里，溅起水花。哞！牛头人发出一道愤怒的牛哞声，从水坑中跳了出来，全身湿哒哒，披头散发。他的眼睛赤红，死死地盯着唐渊，愤怒咆哮道：“人类，你成功激怒牛爷了，去死吧！”他咆哮一声，挥动双拳，疯狂地攻向唐渊，每一拳轰出都夹带破空之声。牛头人的力量虽强，但他的速度是硬伤，只要不是硬碰硬，唐渊很轻松避开他的攻击。牛头人陷入了狂暴的状态，他的攻击变得混乱起来，毫无章法。他的一击再次扑空，唐渊跳上他的手臂，顺着他的手指点，从他的手臂跑到他的头上。砰！唐渊双手抓着牛头人的双脚，往他的后背一跳，借助跳落的重力，狠狠地把牛头人摔在地上。同时，唐渊单手抓着牛头人的牛角，把他的头死死按在地上，不让他起来。砰砰砰！而空出的另一只手不停地轰击牛头人的脑袋，每一拳都携带着恐怖巨力。牛头人很快反应过来，伸手抓住唐渊的拳头，用力一扯，将唐渊甩了出去。这巨大的力量把唐渊甩飞出数十米远。唐渊在空中翻转了几圈，稳住身形，然后才落在地上，滑行了10多米才停了下来。这头牛还真是皮糙肉厚，砸了那么多拳，一点事也没有。唐渊有些纳闷，不能再跟他拖下去了。心想如此，他从口袋里拿出装毒针的盒子，咻咻咻！突然，各幢楼层上跳下一道道身影，快速朝唐渊的位置掠来，将他包围起来。还有这么多异族？唐渊眉头一皱，看着数量不低于50个，谁都不许插手。在天空上骤然响起一道声音，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，落在地上，地面震动。他是牛爷的猎物。牛头人甩了甩脑袋，刚刚被唐渊轰了几拳，有些头眩眼花。唐渊打开盒子，发动控物的能力，一根根毒针飞出，咻咻咻！他控制毒针，快速射出，攻击牛头人。牛头人是2阶实力，目力自然比1阶的强。在毒针飞来那刻，他便看到毒针没有丝毫闪躲的意思，任由毒针打在他身上。叮叮叮！毒针打在牛头人身上，发出叮叮响声，被弹了开来。牛头人用手接住其中一根毒针，举起来查看，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用这小玩意来给牛爷挠痒痒吗？”卧槽！唐渊见到这一幕，心里直呼一声卧槽，这头老牛居然傻乎乎把人头送上门来。当即他也不再客气，心中一动，控制牛头人手中那根毒针，从他手中钻出，快速往他的右眼射去。哞！牛头人吃痛嘶叫，捂住右眼，嘴里发出牛哞声。卑鄙的人类。第59章，蠢死的牛头人2。
12壮608式。唐渊家被棕熊大闹一场，唐李文夫妇惊魂未定。刚才要不是小白拼命保护他们，怕是早就惨死在棕熊手下。爸爸妈妈不要怕，小白会保护你们的。咦，小白在一旁安慰他们，忽然他的小鼻子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，高兴道：爸爸妈妈，哥哥回来了。小白闻到他的气味了。小渊回来了。唐李文夫妇听到小白说唐渊回来，瞬间回过神来，急问道：小白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小渊这个时候应该在学校才对。小白没有搞错。小白见爸妈不信他的话，急着解释道：小白真的闻到哥哥的气味了，他就在小区下面。小渊真的跑回来了。赵月见小白不像说谎，脸色一下子煞白起来。老唐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小区里到处都是异族和异兽，小渊跑回来，这不是送死吗？小白在赵月肩膀上蹭了蹭他的脸，妈妈，你不用担心，哥哥很强的，大狗熊他们不是哥哥的对手。我下去找小渊。唐李文握紧手中的菜刀，决定下去找唐渊，对小白道：小白，你在家里保护好妈妈，爸爸去找哥哥回来。你去有什么用？赵月一听丈夫要出去找儿子，急道：你连武者也不是，去了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哎呦！小白拍了一下脑袋，说出一句不知从哪听来的方言：妈妈，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小白的话呢？哥哥真的很强的。见唐李文执意要落楼下，他也劝不动，只能无奈道：小白去小区里找哥哥回来，妈妈你们在家里多好。另一边，牛头人将插进他眼珠子的毒针拔了出来，右眼变得通红，布满了血丝，视力变得有些模糊，还好没瞎，只是受伤了。卑鄙的人类！他用手将毒针捏成弯曲，狠狠扔在地上，对着唐渊愤怒咆哮道：牛也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他迈动步伐向唐渊走去，不曾想他刚走没2步，被刺伤的眼珠子传来阵阵剧痛，眼珠子上出现黑色斑点，很快整个眼珠变成黑色，被毒针刺伤的伤口开始腐烂，流出黑血，带有一股腥臭味。猫，我的眼睛！牛头人捂着右眼，痛苦嘶叫一声，那根针里居然有毒。他的眼睛已经被毒素腐蚀，彻底瞎了，并且他还感觉到毒素开始从顺着他的血液慢慢流淌全身。牛头人解除巨大化，变回原来的大小，这毒的毒性很强，如果再进行剧烈的战斗，毒素很快就遍布全身。他看着唐渊，咬牙切齿道：小子，将解药交出来，牛爷饶你一命。想要解药？唐渊对他招了招手，笑道：自己来拿吧。牛头人身中剧毒，如果再进行剧烈的战斗，只会加快他的死亡速度。好！他被唐渊气得不轻，对周围的异族喝道：都给我上，杀了这个人类！听到牛头人的命令，异族们包围了过来，有些蠢蠢欲动。咻咻咻！唐渊担心和异族打起来时会被牛头人出手偷袭，当即控制地上剩余的9根毒针，飞了起来，环绕他周身游走，微笑道：不怕死的就来，我这毒针5式以下，见血封喉，哪怕是你们的牛老大，他也坚持不住1炷香的时间。不信的话，可以来试试。唐渊的话彻底震慑在场的异族，他们停下了脚步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怕什么？他就一个人。牛头人见自己的小弟都害怕退缩，再不拿到解药，他就要死翘翘了，怒喝道：我们神族50多个战士，每个人出一招，都能轻松将他斩杀。牛老大说的没错，我们50多号人，一人出一招，都能把他撕扯碎片。不要怕，把这人类杀了。有些异族觉得牛头人说的话有道理，又开始蠢蠢欲动。咻咻咻！唐渊控制毒针射出，对那几个特别挑的异族射去。不，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毒针入体，感到体内一阵刺痛，立即将毒针拔出，脸上露出恐惧的面容。扑通！仅仅过了3秒，那9个异族全部倒在地上，七窍流血，失去气息。好恐怖的毒！剩余的异族见到这恐怖的一幕，纷纷后退几步，脸上全是惊惧之色。那人类说的没错，他使用的毒2阶以下，见血封喉。见识过唐渊的毒后，异族们打起退堂鼓，不敢再前进一步。上啊！谁敢再后退一步，牛爷杀了他！牛头人却急了，他清晰地感受到毒素不停地侵蚀他的身体，再拿不到解药，他就会毒发身亡。面对牛头人的威胁，异族们开始摇摆不定，心里正在做抉择，到底要不要上。哥哥，哥哥！突然，一道小黑影闪电般窜了进来，顺着唐渊的裤脚爬上他的肩膀。这道小黑影正是小白。小白！唐渊见到突然出现的小白，先是一喜，随即担心急问道：老爸他们没事吧？妈妈他们没事。小白得意道：家里来了一只大笨熊捣乱，小白保护爸爸妈妈，将他给打跑了。小白真厉害！唐渊抚摸了下他的头，随即他想到跑出来的小白，急道：那你不好好在家里保护爸爸他们，跑出来干嘛？爸爸他们知道哥哥回来，要出来找哥哥，小白顶替爸爸来找哥哥。唐渊有些迷糊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
小白有些不好意思，低声道：“小白说的，你个小家伙，就你话多。”唐渊脸色一黑，弹了一下他的小脑袋，还不快点回去保护他们？是。小白揉了揉小脑袋，瘪了瘪嘴道：“那哥哥，你快点回家哦。”他跳落地上，一溜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呼！得知家里的父母平安无事，唐渊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这下子再无后顾之忧了。他操纵毒针，开始在异族群中收割。眨眼间，又有9个异族倒下。跑！剩余的30多个异族被吓得肝胆俱裂，头也不回，向小区外面方向逃亡。你们！噗！牛头人被他的手下气得毒气攻心，喷出一口黑血。他竭力平复怒火，擦了擦嘴角上的黑血。这帮混蛋靠不住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只要在毒发前从唐渊身上拿到解药就行。呵！牛头人打算速战速决，直接使用变身能力，再次变成3米高的巨人。卑鄙小人，去死吧！他脚下一踏，地面碎裂，用力一蹬，借助蓄力向唐渊掠来，手脚并用，对唐渊疯狂发起进攻，每一拳每一脚都携带恐怖的力量。唐渊知道他要拼命，就是不与他对碰，凭借着灵活的身体轻松夺活牛头人的攻击。他要做的只有一个，拖到牛头人毒发。砰砰砰！牛头人攻击全部落空，所到之处碎石四溅，留下一个个大坑。经过一阵剧烈的攻击后，牛头人的血液循环更快，他感觉到体内的器官已经开始被毒素腐蚀。卑鄙小人，你只会闪躲吗？你之前的气势呢？他着急道，是个男的就和牛爷硬碰硬。卑鄙无耻的小人！牛头人见唐渊就是不跟他打，气急败坏，一直在破口大骂。5分钟后，噗！牛头人口中喷出一口黑血，巨大化自动解除，七窍流血。无耻小人！他临死前对唐渊大骂一句，身躯重重再摔在地上，失去气息。原本牛头人有一炷香活命的时间，但经过一番剧烈的运动，毒素顺着血液流淌全身，加快了他的死亡时间。第60章，大地之雄，一路走好。看着终于失去气息的牛头人，唐渊松了一口气。小区里的异族也跑光了，这些玩意应该值钱吧？唐渊见地上异族手里拿着的武器，就算是废铁，起码也能卖几个钱。当即，他将异族手中拿着的武器全部收集起来，从其中一个异族身上扯下一件衣服，用来打包带走，数量40多件左右。有的异族没有拿武器，可惜牛头人也没带武器，不然以他的身份，他的武器肯定不简单。唐渊将沉重的战利品背在后面，往家中的位置走去。挠死你个大笨熊！他刚来到12幢楼，就听到电梯处传出小白的气愤声音。唐渊被气得不轻，这个小家伙叫他回去保护爸妈，还在这里打闹。他进入楼下大厅，却见到小白正趴在一头棕熊头上，小爪子将他的皮毛撕扯下来。棕熊双手抱头，痛得嗷嗷直叫，全然没了之前的嚣张，口中不停求饶：“姑奶奶，小的知道错了，饶了小的吧。”唐渊看到棕熊人立而起，那张人性化的熊脸，眉头一皱：“异族哥哥。”小白听到唐渊的声音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抬头看去，高兴道：“哥哥，就是这头大笨熊，刚刚被小白赶跑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生气道：“大笨熊把我们家打坏了，还欺负爸爸妈妈，是吗？”唐渊脸色阴沉下来，一步一步朝棕熊走去。棕熊见识过唐渊的厉害，他刚才跑下楼的时候，就看到他在大肆击杀异族，吓得他不敢出来，一直躲在大厅下观察。后面又看到他和牛头人打了起来，现在唐渊活着回来，说明牛头人已经被打败了。大人饶命，小的不是异族，小的是异兽。棕熊吓得双脚一软，跪倒地上，胯下流出一滩黄色的液体，求饶道：“这一切都是牛老大逼迫小的，不关小的事。”你是异兽？唐渊看着他那张人性化的熊脸，要不是被毛遮住，剃光后绝对是一张人脸，忍不住翻了翻白眼：“你把我当傻子不成？”大人，我真的是异兽。棕熊明白，一切都坏在他那张人性化的脸上。他知道唐渊不会相信他的话，我可以证明给你看。说着，他身上的妖力涌动，浮现出一层黄色的妖力。唐渊虽然不是武者，但他在网上看过，人族、异族、异兽这3种力量不一样，很好辨认。人族使用的是真气，异族使用的是灵力，异兽使用的是妖力。人族的真气刚猛，异族的灵力柔和，异兽的妖力狂暴。棕熊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夹带着狂暴的气息，还真是异兽。唐渊脸上露出惊讶之色，如果不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妖力，他真把棕熊当成异族，毕竟这家伙太像异族了，而且还会说话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要知道，异兽只有达到5阶王级才能口吐人言。不过这家伙竟敢对他父母出手，已经决定了他的死期。就算你不是异族，但入侵人类世界，杀害人类，并还对我父母出手，无论是哪一个，
都不可能让你活下去。不，大人，都是牛老大逼我的，小的可以赎罪。棕熊一听唐渊要杀他，吓得一个机灵，连忙道：小的可以做您的战宠。唐渊被他的话逗笑了，有些好笑道：你连小白都打不过，要你何用？这头棕熊被小白打趴，明显就是个渣渣，连只老鼠都不如，又能强到哪去？不，大人，小的很有用的。棕熊连忙解释道：只是大人你养的小老鼠比较诡异，同阶中能伤到我的没几个。小白气得在他头上撕下一小块血肉。小老鼠，大笨熊，你叫谁小老鼠呢？哦！棕熊疼得发出嚎叫，不敢再叫小白做小老鼠。姑奶奶饶命！小白满意的拍了拍棕熊的头，再让姑奶奶听到一句小老鼠，大笨熊你就死定了。是是是。棕熊不停点头附和，不敢再叫小老鼠。他担心唐渊看不上他，害怕被宰了，便自报家门：大人，小的身负神兽大地之熊的血脉，未来成长起来绝对能保护大人您，替您办很多事。你神兽血脉？唐渊用一副看傻子的目光看着他。真的，小的没骗大人您。棕熊见唐渊不信他的话，顿时就急了：大人不信的话，可以跟小的去外面，小的展示给您看看。可以，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。唐渊点头同意，打算看看棕熊要做什么。他带着棕熊来到外面，到你表演了。是。棕熊点了下头，然后对头上的小白陪笑道：姑奶奶，麻烦您老人家挪下脚步，从我身上离开，不然我不好表演。就你事多。小白拍了一下他的头，便跳落地上，顺着唐渊的裤脚爬到肩膀上。大人，看好了。棕熊双脚跨开，脚下用力狠狠踏碎水泥地面，他的双脚陷入地下。忽然，只见棕熊身上黄色的妖力涌动，越来越强。他身上被小白抓伤的伤势开始慢慢恢复，皮肤和血肉也渐渐重新长了出来。唐渊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这头笨熊还有这种能力。棕熊见唐渊脸上露出震惊之色，很是得意道：我们大地之熊一族身负神级血脉，是大地的宠儿，拥有掌管大地的权柄。只要脚踏大地，就会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，无论是力量还是防御，都会大大提升。不仅如此，就算我们受到再重的伤，都能汲取大地的力量恢复。啧啧，唐渊啧啧称奇，好神奇的力量！虽然比不上他的阴阳逆转，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。这货完全就是一个 MT 的模型，能抗能打，还带治疗技能。大人，我们大地熊的能力可不仅如此。棕熊裂开熊嘴笑道，眼中狡黠之色一闪而过。唐渊来了兴趣，有些期待道：哦，还有什么能力？使出来看看。第61章收服大地之熊。大人，你看好了。棕熊哈哈一笑，胖乎乎的右脚抬起，用力一跺地面。轰轰！唐渊脚下的地面有些震动。咻！突然，一根尖锐的地刺从唐渊两脚之间的地下窜出，直取他的下体位置。卧槽！唐渊眼皮子直跳，迅速做出反应，脚下一蹬，退出地刺的范围。怎么可能？棕熊失声惊呼，他的几乎地刺瞬发，并且以唐渊脚下的范围，不可能被躲开才对。呵呵，唐渊脸色黑了下来，气急反笑：大狗熊，你居然敢跟我玩阴的！小白也被刚刚的袭击吓了一跳，哥哥，揍死他！大人，小的说这是失误，您相信吗？棕熊陪笑道：如果刚才一击得手，他就不用受制于唐渊了。他也没想到唐渊的警惕和反应速度那么快，一击不中，他就失去了先机。你说我信不信？唐渊脚步错动，瞬息来到棕熊身前，一拳轰在他的腹部。可棕熊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到腹中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，身体痉挛弯缩，咳出一口鲜血，连忙求饶道：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错，要不是老子躲得快，差点被你爆局了。看打！他不说还好，一说唐渊火气上头，拳脚并用，对着他一顿暴揍。嗷！肋骨断了！大人，别打了，再打就死熊了！我的头盖骨！棕熊凄厉的惨叫声一直在小区里回荡，那些躲藏起来的居民被吓得毛骨悚然。唐渊不知打了多久，直到累了才停下手，踩着棕熊的头。此时的棕熊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瘫倒在地上，身上都胖了一圈，哪怕他脚踏大地，伤势也恢复不了那么快。唐渊打也打够了，不打算再跟他耗下去，抬起脚准备解决他。好了，不跟你玩了，现在送你上路。大人不要啊！棕熊吓得屁滚尿流，嚎啕大哭，大声求饶。小的知道错了，愿意臣服，不会再有二心。哼，就像刚才那样，假装臣服于我，然后再寻找机会杀我吗？唐渊冷笑一声，不再相信他的鬼话。棕熊急得大声呼喊：小的可以认大人为主，成为大人的战宠。说完，他的身上泛起一点点黄光，在头上凝聚，过了几秒，最后凝聚成一只小拳头大小的黄色虚幻小熊。
棕熊用双手将黄色虚幻小熊捧着，卑微地交给唐渊：“大人，这是小的命魂。”唐渊在网上看过异兽认主的视频，略知一二。他伸手抓住棕熊的命魂，只见他的手触碰到棕熊的命魂那刻，命魂自动融入他的身体中。过了几秒，唐渊脑海中出现棕熊的命魂，被他的精神晶核伸出一条线，牢牢捆住。唐渊和棕熊之间多出了一份感应，他能感受到棕熊的心思。如果他有升起任何一丝背叛主人的行为，他只要一个念头就能灭杀棕熊的命魂。主人，如今的棕熊只能认命了，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，他选择生，他还不想死。唐渊为什么不杀棕熊，而是把他给收服？那是因为被他的能力给吸引了。掌管大地的权柄，脚踏大地，拥有无穷不尽的力量。这家伙成长起来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存在。走了，憨货。唐渊踢了踢他的身体，把背上的武器扔给他，把东西带上，回家。是，主人。棕熊屁颠屁颠地爬起来，提上一大摞武器，跟上唐渊的步伐。唐李文夫妇坐在客厅里，精神紧绷，等待唐渊和小白的消息。叮！忽然，外面响起电梯开门声。赵月夫妻两人如同大敌来临，唐李文握着菜刀的手颤抖起来。爸爸妈妈！外面传来小白的声音，他迫不及待地回来邀功。小白把哥哥带回来了。唐李文夫妇听到小白的声音，面露喜色，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，将手中的菜刀扔掉，小跑出去。小月，你没事吧？熊。赵月担心儿子有没有受伤，谁知他刚出到门口，就看到唐渊身后那只大棕熊，吓得他差点晕厥过去，身体摇摇欲坠。唐李文眼疾手快，将妻子扶住。唐渊肩膀上的小白连忙解释：“妈妈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大笨熊被哥哥给收服了。”嗨，两位主子晚上好。棕熊裂开嘴巴，露出一个自认为和善的笑容，尴尬道：“刚才是小的脑抽，惹到两位主子了。”另一边，城西城门，血煞门等人把守城门，任何靠近城门的市民都被用武力赶回去，并没有按照命令上击杀他们。城里的惨叫声越来越多，庄乾坤目光望着城外，脸上露出着急的面容，嘴里嘀咕道：“怎么这么久还不来？堂主，现在怎么办？”梁叔看着高墙下方再次聚集起来的市民，低声急道：“异族和异兽越来越近了，要不打开城门，放市民们出去吧？你想死别拉上我，谁知道城外有没有异族看守？一旦放他们出去，我们就麻烦了。”庄乾坤瞪了他一眼：“我跟你们合作，只是为了保命，不是为了送死。我没有你们这些为人民牺牲的伟大精神，在你们的人没来之前，谁也别想离开南云城。”梁叔脸上露出着急之色，劝道：“可现在城里的市民正在遭受异族屠杀，再拖下去，死的人越多。梁叔，你首先要记住，我并不是你们的人。”庄乾坤没好气道：“他们出去是没事了，但我呢？要是被特使知道我在阳凤营围，后面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？你们在血煞盟潜伏那么久，不会不知道血煞盟的手段。要怪就怪你们自己的人吧，给了你们3天时间的准备，到现在还没来支援，这能怪谁？”唉，梁叔急得直跺脚，他也理解庄乾坤的难处，再加上他是武将的实力，他们所有人加起来也不是庄乾坤的对手，不能和他撕破脸皮，只希望援军快一点赶来。第62章，援军到来。隆隆隆，城外3里出现20架战机，50辆战车，每辆战车后面坐着20个战士。报告师座，前方发现诡异事件，坐标上显示的南云城不见了。天空上的战机开路，地图上的南云城明明有显示，但就是看不到南云城。下方开在前面第1辆战车，坐着一个温文儒雅的中年男子，拿起通讯器道：“不用管，按照坐标前行，那不过是狐族弄出来的障眼术，用来迷惑外人的眼睛。”说完，他用传讯接通另外的频道：“黑狼团、天狼团、野狼团，你们3团到目的地没？报告，黑狼团已到城南2里之外，进入南云城的范围，里面全是浓雾，通讯器信号被屏蔽了。张团长猜测，应该是狐族弄出来的玩意，让我出来汇报。天狼团已到城北3里之外，野狼团已到城东3里之外。”通讯器里传出一道道汇报声音。李玉军点头道：“按照原定计划执行，后面的事我会处理。”是。通讯器那边的3人应了一声。李玉军挂掉通讯器，对驾驶车子的战士继续前行。天空上的战机进入南云城的范围，消失不见。这狐族的幻术真厉害。开车的战士注意到天空上消失的战机，感叹道：“要不是检测到南云城里面的坐标信号，我们都以为南云城凭空消失了。”李玉军点了点头，确实，狐族的幻术在诸多异族中算是比较棘手的敌人。很快，战狼团进入南云城的范围，果真和黑狼团的汇报一样，南云城被大雾笼罩着。哼！李玉军冷哼一声，发出一道音波，将全城的大雾震散，
天开云散。高墙上的庄乾坤等人看到前方不远处出现的军队，皆是一喜，援军终于来了。庄乾坤给梁叔打了一个眼色，他心领神会离开高墙。几十秒后，梁叔手中提着一只乌鸦异兽回来，堂主，搞定了。你们血煞盟的人要干嘛？那只乌鸦异兽口吐人言，不断挣扎身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这是异族圈养的豹性鸦，拥有口吐人言的能力，外貌和普通的乌鸦一样，专门用来报信和监视。庄乾坤看着梁叔手中的乌鸦，不把他给解决了，我们都会死，杀了吧。你们背叛了。咔嚓，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梁叔拧断脖子。没了异族的监视，开城门吧。躺了这么久，我都差点睡着了。那些被庄乾坤他们杀死的守卫军纷纷从地上起来。之前被异族的豹性鸦监视，他们全部炸死，让庄乾坤他们拿下城门。如今援军来了，豹性鸦也没有存在的必要，他们终于可以起来了。至于豹性鸦的事，庄乾坤他们会自己处理。另一边，童印率领白狼团2营的战士正在浴血奋战，被密密麻麻的异族和异兽包围。天空上不停有异族和异兽降临，朝着城里四面八方掠去。无论童印杀了多少个异族，后面都会有异族前赴后继的填上，他们不惧死亡，消耗童印的力量。2营中的战士面对异族的疯狂进攻，开始陆陆续续出现死亡。童印脸色铁青，异族居然不计伤亡来消耗他们，不能再让空间通道继续打开。他体内罡气涌动，身体爆发出一股既恐怖又霸道的气息。周围的异族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，身体如同被一座大山压住一样，弯曲下身体，无法动弹。不远处酒店天台上观察着下方的黑袍人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，这股气息与境界的气息不同，充满霸道，惊讶道：“这是异的气息，这童印竟然领悟了异。”童印五指握拳，周边的空间变得扭曲起来，拳头之上依附可怕的气息，对着天空上的空间通道一拳轰去。一只10米大小的灰白色的无形拳头轰出，携带着恐怖的气势，周围的空间扭曲，像是崩塌了般，对天空上的空间通道轰去。不好，这是权异，他想毁掉空间通道。黑袍人脸色大变，对着胡言喝道：“胡特使，挡下他的权异！”放心，交给我。胡言应了一声，身影消失在天台上。下一刻，他出现在天空上，挡在童印的权异前方，伸出一只手，砰！权异撞击在胡言的手，发出一声惊天巨响，强横的力量将胡言撞退数步，才停了下来，挡住了前进。胡言脸色微微一变，身上灵力运转，手中冒出墨绿色的火焰，将童印的权异焚烧。下方的童印见到天空上胡言出现，挡下他的权异，脸色凝重起来。王阶，不愧是童家人，居然领悟了权异，原本还想后面再将你拿下。天空上的胡言目光望着下方的童印，现在你展现出来的实力，可不能放任不管，坏我们的大事。话音刚落，胡言消失在天空，下一秒出现在童印的身后，一只手向他抓来。童印感知很强，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危机，当即做出反应，罡气转运，大喝一声：“混元天罡！”只见童印身上浮现出一个罡气护罩，将他的身体包围住。胡言的手碰到罡气，被挡了下来，他并没有把手收回去，而是一掌拍下去。咔嚓！童印的罡气护罩上裂开一道道裂纹，并没有崩碎。胡言露出诧异之色，这罡气有古怪，虽然我没有使用灵力，但力量却也不弱，这罡气竟能挡下我一击。混元天罡拳！童印趁着他惊讶的瞬间，转身一拳朝胡言轰去，强横的罡气瞬息而出，夹带着霸道的拳意。面对近距离轰来的拳罡，胡言没有丝毫慌乱，他的手泛起一团墨绿色的火焰，一掌挡住。是！胡言使用的狐火竟将童印的拳罡给腐蚀一干二净，笑道：“别浪费力气了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王级的力量是无法逾越的。”童印心中一惊，好霸道的狐火！他又怎会不知道王级的力量不可逾越？他不过刚领悟权益不久，还也无法做到越一个大境界战斗。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，打不过还能走，但他身后还有一群战士，如果他跑了，2营的兄弟怕是凶多吉少。他现在要做的是拖延时间，等待师座他们的支援。童印身上罡气涌动，打算跟胡言进行近身战。狐族擅长幻术，肉身是他们的弱点，只要不和他们对视，就不会中了他们的幻术。砰砰砰！童印贴身进攻，粘着胡言打，每一拳轰出，迸发出恐怖的罡气，可都被他一一轻松化解。他越打越心惊，在胡言面前，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第63章，胡言退走。呼！童印后撤数步，气喘吁吁，和王级的战斗消耗太大了，光是躲开胡言的攻击都非常吃力。他体内的罡气消耗的七七八八，已经出现疲乏。身后的2营原本有500人，现在只剩下300多左右，正在苦苦支撑着。支援怎么还不来？都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了。
童印脸色阴沉下来，再拖下去，二营的人怕是要全军覆没了。闹剧到此结束了。胡言见消耗的差不多，也不打算跟他玩下去，一只凌厉大手在他头上横跨而出，向童印抓去。童印脸色一变，立即一拳迎上，拳刚包裹着拳翼，轰在凌厉大手上。砰！凌厉大手被拳刚撞得变形，大有被震散的趋势。还有余力。胡言有些惊讶，发动灵力，加固凌厉大手。凌厉大手在他的操控下握住拳刚，用力一捏，将拳刚捏碎，速度不减，向童印抓去。童印的脸色瞬间苍白下来，使用拳翼需要消耗精神和心神，接连使用对他的消耗很大。眼看凌厉大手越来越近，向他抓来。哼！突然，城里骤然响起一道冷哼声，荡起一道音波，将大雾震散，并将胡言的凌厉大手震碎。不好！酒店天台上的黑袍人脸色一变，对胡言大声喝道：“有武王强者来了，快将童印拿下！”怎么可能？南云城这座小城不可能有王级的存在。胡言脸色大变，难道是计划泄露了？他不敢再多想，一个瞬身向童印抓去。对方人未到，仅凭一道声音，不仅破了他的幻术，就连他的凌厉大手都震碎，实力远超于他。童印面露喜色，师座他们终于来了吗？另一边，李玉君一声冷哼，震散胡言施展的障眼术，同时也震碎他的凌厉大手。他的神识探查到胡言的存在，见到他出手抓童印，一个瞬身离开战车。下一刻，他出现在高空上，向着城中心快速飞去，留下一句话：“杨团长，后面的是交给你们战狼团了。”李玉君右手一翻，手中多一柄剑，他的拇指往上一推，剑柄长剑爆射飞出，破空向童印的方向飞去。胡言眼看就要抓到童印，突然身后出现一股极其强烈的危机感，他连忙闪身避开。咻！一柄飞剑射来，插在童印的身前，同时剑上爆出一股恐怖的剑气，充斥着周围，将方圆100米内的异族异兽绞杀。天阳省中能有这等恐怖的用剑强者，也就只有贪狼军的李玉君。黑袍人瞳孔猛然一缩，这股恐怖的剑气能让他想到的只有一个人。李玉君出现在这里，说明这次的计划泄露了。黑袍人帽子遮掩下的面容黑了下来，异族这帮家伙果然靠不住，这么隐秘的计划都能泄露。小白，打开传送门。他吩咐肩膀上的空间鼠，然后对胡言喝道：“胡特使，李玉君来了，放弃计划，立即撤离。”李玉君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武王巅峰，胡言不过是5阶初期，根本不可能打得过。趁他还没来，立即撤离，否则他们有可能会被留下。李玉君，胡言面容一僵，李玉君的大名他听过，斩杀过许多神族强者，在他们神族的悬赏榜上赫赫有名，位列前茅。他放弃捕捉铜印，飞回黑袍人的身边。空间鼠听到主人的命令，立即关闭空间通道，在黑袍人身前打开一个传送门。胡言心有不甘，不舍得看了一眼南云城，眼看血祭就要开始，再拿下铜印，他们计划就能完成。谁曾想到半路杀出个李玉君。西边天空上出现一道身影，向他们快速飞来，越来越近。快走！黑袍人催促胡言离开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胡言咬了咬牙，忙活了这么多天，不能白白浪费。你要干嘛？黑袍人不知道胡言要做什么，只见胡言运转灵力，双手快速缔结树印，疯狂道：“给李玉君送一份礼物。”黑袍人顿时明白过来，胡言要进行血祭，他要在南云城里把虚面世界召唤出来。虽然没有将全城的百姓屠杀，但以之前击杀的人类的血液，再加上一些战死的异族和异兽，足够召唤出一个2、3阶的虚面世界。李玉君的身影越来越近，已经来到1000米之外。胡言对着远处的李玉君大笑道：“哈哈，李玉君，本特使送你的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”随着最后一个树印缔结完成，他举起双手，狂笑道：“哈哈，迎接神界的降临吧！”突然，胡言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场面陷入一片寂静。南云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血祭，虚面世界也没有降临。怎么会这样？胡言失声惊呼：“神界呢？城里的血液足够召唤神界，为什么血祭没有进行？”他整个人麻了，有种陷入疯魔状态。咱们的计划怕是早就被发现了。旁边的黑袍人顿时明白过来，无语道：“你们布置的血祭阵法，怕是早就被李玉君他们给拆了。感情他们布置那么多，早就被人发现，将他们当猴耍。你说，你们在南云城布置的那个阵法吗？”李玉君已经来到铜印的上空，看着吃瘪的胡言，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那么多的元晶扔在地上，我们以为是无主之物，就捡回去了。”放屁，灵石都埋在地下，怎会是乱扔的无主之物？胡言被气得血压飙升，怪不得血祭发动不了，原来是被这些可恶的人类给拆了。呵呵，李玉君轻笑一声，两指一勾，下方插在地上的剑自动飞回他手中。他挽了一个剑花，持剑
指着胡言他们，怪不得能在城里引接异族异兽降临，原来拥有空间异兽，人族和异族搅和在一起。随即他话锋一转，对黑袍人道：我倒挺好奇，你是哪方的势力，如此胆大妄为？黑袍人沉默不语。这个胡言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叫他走，他不走，偏偏还在那里发动血迹，现在被李玉军发现他的存在。要不是他的身份有大用，他早就抛下胡言，独自一人离开了。黑袍人没有回答李玉军的话，对身旁的胡言道：胡特使，该撤了。咻！他话音刚落，李玉军手中的剑快速斩出一道可怕的剑气，向他们斩去。走！黑袍人脸色一变，冲进了传送洞里，胡言也紧跟其后。在传送门快要关闭那刻，李玉军的剑气射了进去。啊！传送门关上，里面隐约听到胡言发出一道惨叫声。李玉军看着黑袍人他们消失的位置，无奈叹道：可惜了，他们有空间异兽，无法将他们拿下。第64章南云城事件完。唉，李玉军在天空上看到城里有大半地方都遭到异族和异兽破坏，浓烟滚滚，还伴随着惨叫声。他降落地面，向童印问道：童团长，没事吧？差点栽了。童印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道：跟咱们约定的时间差那么多，现在闹成这样，半个南云城被毁，死了那么多市民，后面该怎么收场？我们也没办法。李玉军无奈道：天阳省各个地方的虚面世界不约而同发生暴动，各个军团都费了一番功夫才镇压下来，所以才会延迟了。看来异族都计算好了，怕南云城的计划泄露，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让虚面世界里的异族发动暴乱，目的是不让各个军团来南云城支援。还好我们先前有所准备，不然会被打个措手不及。唉，童印叹了一声，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，对身后的二营士兵喊道：二营还能动的，跟我一起去宰了这群异族狗崽子。是。二营的士兵们振奋回应，刚才被异族围攻，打得太憋屈，好多弟兄们战死，他们心中早就憋着一股气，现在援军来了，他们可以反攻了。特！南阳城上空，战机对飞行异兽发起猛攻，子弹如雨点般倾泻，遇到密集的异兽群，甚至会发射导弹。下方的城北、城东、城南3个城门也被拿下，狼军进城，开始组建进攻，剿灭异族异兽，救援市民。这次被派来支援南云城的4大军团，都是从虚面世界调回来的战士，每个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。有了狼军的加入，局势逆转，反过来围剿异族。另一边，天阳小区，哼！城里骤然响起一道冷哼声，震荡唐渊的心神。外面的大雾被震散，天开云散，阳光照射。咦，外面的雾散了。唐父注意到外面的大雾驱散，唐渊心中一惊，好厉害，一道声音就震散城里的大雾。他起来身来到阳台，看到天空上飞行的异兽显露出身影，有20架战机对异兽发起猛烈的攻击，炮火轰鸣。看到战机那刻，唐渊瞬间明白过来，心中大喜，国家的救援终于来了。小区里躲起来的居民察觉到外面的大雾散了，听到天空上传来炮火轰鸣声，有的胆大的居民探身来到阳台，看到小区下面有许多居民的尸体，各种残肢断臂，画面极其凄惨，顿时呕吐起来。他们还看到地上还有不少的异族异兽尸体，小区里的异兽全部不见了。当他们被天空上的炮火声吸引，抬头看去，看到天上的战机正在围剿异兽，内心激动大喊道：各位，我们有救了，国家的救援来了，异族们都被赶跑了。不少人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，都探头出来观看，见到天空上的战机后，他们忍不住流下劫后余生的泪水。异族入侵，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对他们来说如同身处地狱之中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惨死异族手中。4大军团挺进围剿，除了天空上的飞行异兽，地下的异族和异兽如同被包饺子一样被围剿，无处可逃。狼军围剿持续了3个小时，终于把城里的异族和异兽全局剿灭，同时也开启救援工作。当天晚上，南云城发生的异族入侵事情被全国报道，上了各大新闻头条。伤亡人数一共107194人，其中死亡人数73763人，重伤人数25300人，轻伤8131人。整个南云城都陷入一片悲伤。这是自30年前异族被打跑之后，第一次发生异族入侵伤亡重大事故。半个南云城被毁，需要重建，全国各地的援助机构筹备物资支援南云城，医务者马不停蹄连夜赶到救援伤者。此时的唐渊正值指挥着棕熊修补房子。熊大，今晚弄不好这堵墙，你就别想睡了。你不是说脚踏大地，能够操控大地的力量吗？怎么连一堵墙都修不好？这头大笨熊将他们家的大门和房门给拆了，就连他房间里的墙也被撞崩，气得唐渊牙痒痒。还好大门被他撞飞，只是连门带框掉落下来，门上有个熊脚印，并没有损毁。
被唐渊和父亲两人扶起来，重新安装上去，用碎石填在矿边卡住，不让门倒下来，勉强还能用。现在城里乱成这样，重新装一扇新门肯定是不可能的了。至于父母的房门就无能为力了，原本就是木门，被大笨熊打得稀巴烂。主人，我叫熊霸天，不叫熊大。熊大将地上被他撞碎的砖块重新按在墙上，闷声道：脚踏大地也得有大地给我踏啊！我现在在6楼，哪来的大地给我踩？我才一阶妖兽，哪有能力凭空造土？熊霸天说出去也不怕被人揍。唐渊抽了抽嘴角，这家伙又菜又爱装，这名字说出去也不怕被人打死。唐李文夫妇和小白收拾被弄乱的客厅，听到儿子一直在训斥熊大，他们还是有些无法接受他是异兽，外貌就像熊人一样，无论怎么看都是异族。唐渊训斥够了，躺在床上撑着脑袋看着熊大，看着他那张欠揍的熊脸，好奇问道：熊大，你真的是大地熊吗？既能开口说话，长得又像异族，就连毛发也是棕色的，完全跟大地熊搭不上边。他用手机上网查过，人家大地熊长得跟熊一样，不过毛发是淡黄色的，胸前有一撮小白毛，样子很可爱。眼前这个大笨熊人模人样，面目狰狞，毛发棕色，也有一撮小白毛，和大地熊差天合地，就是他的能力和大地熊很像。为此唐渊对他的身份很怀疑。熊大身体一僵，填砖的手停了下来，脸上露出悲伤之色，伤感道：我小时候贪吃，在外面玩的时候吃了一颗果子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醒来就发现自己大变了模样，不仅能开口说话，还能像人类一样正常的站立而走。回到族群后被族群赶出来，他们说我血脉不纯，觉醒了别的种族血脉才会变成这样，不是真正的纯血大地熊。后来我在外面流浪，被大地熊一族发现，我和他们长得很像，他们把我当成了同类，以为我是走失的同族，将我带回去。还好大力熊一族比较特殊，他们没有灵力，只锻炼体魄，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大力熊一族，一直都一族里生存，不敢使用妖力。这次入侵南云城，大力熊一族也参与其中，我是被派来南云城中的一员。第65章，做我的弟子如何？第二天早上，城里的尸体都被处理干净，只留下地上的血迹。教育局发了通知，南云城的高考延迟7天，学生们还在学校被保护着，暂时回不来，瘦猴也在其中。他也不用担心家里，他家生意做得很大，父母常年在外面跑，1个月才回来1-2次。异族入侵，他爸妈也不在家。早上唐李文夫妇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他俩失业了，他们的公司在昨天的异族入侵中被摧毁了，就算重建也不知道要多久，毕竟南云城是一座小城，上面可能不会重建，现在进行裁员，发放一些补偿。为此唐李文夫妇心情非常不好。小白走了。唐渊起来洗漱完出来，喊上小白，见熊大还在沙发上睡觉，用脚踢了踢他的屁股。熊大起来了。哈？干嘛？主人。熊大打了一个哈欠，揉了揉眼睛，迷迷糊糊。带你去上牌，如果你以后不想出门被打死的话。唐渊说道，这家伙长得太像异族，不去上个牌，出门肯定会被人打死。从异界带出来的异兽都要去相关部门办理手续，登记身份，否则被当成异兽入侵处理掉。是。熊大一听性命攸关的事，立即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电梯里，唐渊吩咐熊大，一会到了外面，你用4肢走路，头别抬起来，低着头走。熊大有些发懵，不解问道，为什么呀？唐渊白了他一眼，就你那张熊脸，到了外面不被打死，算我输。熊大被对得哑口无言。出了电梯，他还是非常的从心，4肢落地，低着头走路。熊大那庞大的身躯，2米的体长，走在路上回头率100%，他被异样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。由于异族入侵大肆破坏的原因，很多道路都堵塞，车子根本无法行走。唐渊也打不到车，只能带着熊大步行。异兽登记部门在市中心，走了将近1个小时的路。当他们来到异兽局，彻底傻眼了，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哪还有什么异兽局？靠，白跑一趟了。唐渊暗骂一声。熊大抬头向唐渊问道，主人，现在咋办？还能咋办？回家呗。唐渊郁闷道，最近你尽量不要出门了。童印和李玉军等人出现在军部基地的天台上，因为南云城的事，昨晚大伙都忙活了一晚上，现在才有时间来天台上透透气。师座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童印向李玉军他们问道。今天再进行一次全城搜查，看还有没有躲藏起来的异族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明天就回去了。南云城就交给你们白狼团来看守，各地的虚面世界还要镇守，其他军团不能离开太久。李玉军单手扶着围栏，看着被毁坏南云城，郁闷道，这次南云城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昨晚收到司令的通报，上面怪我们贪狼军支援不力，明明已经提前布置好，可半城被毁，市民死伤惨重，回去后怕是要找我问罪了。童印沉默下来，
谁能想到异族这么狡猾，只能怪李玉君倒霉，运气不好。忽然，他的目光瞄到前方下面不远处的废墟位置，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他脸色一变，这个小王八蛋不好好在学校里待着，跑出来干嘛？怎么了，童团长？李玉君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注意到下方的唐渊，疑惑道：“那小伙子，你认识？被军校特招的苗子，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学校才对。”童印苦笑一声：“我去看看，这臭小子跑出来要干嘛？何必那么麻烦，我把请上来就行。”李玉君笑了声，能被军校特招，说明那小伙子天赋很出色，顿时来了兴趣，想要见一见。他身上的罡气运转，伸手对唐渊的位置虚空一握，一只罡气大手横空跨出，向唐渊的位置抓去，连同熊大一起抓起来。卧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唐渊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，小白和熊大也被吓得惊慌失措。哥哥，主人！罡气大手抓着唐渊他们缓缓向天上飞起，来到天台上才被放下来。小白和熊大害怕躲在唐渊的身后，能够将他们虚空抓来，此人的实力很强。尤其是熊大，他在异族混迹多年，见过不少异族强者，能拥有这等实力，最少也是个王级强者。唐渊落在天台上，扫了一眼，将他们抓来的人一共5个，其中1个还是他熟悉的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你个臭小子，是怎么回事？不好好在学校里待着，跑出来干嘛？童印看着唐渊，没好气道：“难道不知道南云城的警报还没解除吗？要是碰到躲藏的异族，你就死定了。原来是童大叔你啊，刚才吓我一跳，还以为遇到异族袭击呢。”唐渊笑着解释道：“最近收服了一只异兽，今天带小白和他来异兽局办理手续，没想到异兽局没了。”异兽？童印打量了眼躲在唐渊身后的那只棕熊，有些发懵：“你从哪里弄来的异兽？这小子刚从虚面世界出来没几天，不可能有机会弄到异兽。”唐渊也没有隐瞒，如实说道：“昨天异族入侵，这家伙跑来我家捣乱，被我打服了，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你小子不要命了，还敢跑回家？”童印被气得不轻，当时的情形还敢往家里跑？我爸妈还在家里呢。唐渊白了他一眼：“我要是不回去保护他们，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就你那点实力，回去也是送死，保护人的事交给国家就行。以当时的情况，等国家来救援，早就凉了。”就在他们两人拌嘴的时候，李玉君在一旁打量的唐渊，他神识放出，笼罩在唐渊的身上，突然脸色一变，眼中露出炽热的目光看着唐渊。唐渊似乎感受一股异样的目光，抬头看去，与李玉君的目光对视在一起。那种炽热的目光，就像兽猴看到美女时一样，让唐渊有种恶寒。这位大佬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？李玉君一步步向他走来，吓得唐渊后退几步，哆嗦道：“大叔，你要干嘛？”李玉君用炽热的眼神看着唐渊，道：“小伙子，做我的弟子如何？”第66章，香饽饽的唐渊。李玉君用炽热的眼神看着唐渊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做我的弟子如何？”啥？唐渊愣了一下，这大叔是看上他了？我是武王，贪狼军的师长，做我的弟子，你能在天阳省横着走？李玉君诱惑他道：“我是一名剑客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学剑？要知道，剑客不仅帅气，而且还很厉害。用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，学剑厉不厉害是一回事，帅是一辈子的事。”他刚刚用神识探查唐渊，发现这小子的体质不仅强横的可怕，就连精神也非常强大，尤其是强大的精神，绝对是个练剑的好苗子，让他起了收徒的心思。还别说，经他这么一说，唐渊有些心动起来，光是他武王的身份就已经够诱人的了。旁边的另外3个团长听到李玉君的话，很是惊讶，眼前这个小伙子居然让师座起了收徒的心思，他的天资到底有多出色？一旁的童印见唐渊有些异动，顿时大感不妙，连忙开口道：“李师座，这个不行，你不能收他做弟子。”李玉君眼见唐渊有些异动，就被打断，对童印不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童印隔空传音给他：“唐渊这小子已经被老校长看上了，所以你不能收他做徒弟。”老校长闻言，李玉君面容一僵，惋惜地看了眼唐渊，无奈摇头：“可惜了。”也不再提收徒的事。这2极反转让唐渊摸不着头脑，他也明白过来，眼前这条大腿怕是抱不上了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后果都是童印干的，就因为刚刚他那一句话，李玉君就放弃了收他做徒弟。唐渊狠狠瞪了一眼童印：“我难得被一个武王强者看上，你竟然给我搞没了！我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呵呵，你小子也别生气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以后你就会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。童印尴尬的笑了声，为了补偿唐渊，开口道：“你不是要给你的异兽办理证件吗？我来帮你处理。”呵呵，那我谢谢你啊。唐渊被气得不轻，好好的粗大腿被他给搞没了，要不是打不过童印，他早就冲上去跟他拼命了。哎，别客气。童印丝毫没有在意唐渊的嘲讽，
对他身后的棕熊和小白笑道：“小白，你们过来，我带你们去办手续。”小白认识童印，熊大见主人和童印认识，也放心走出来。异族，谁知道他刚走出来，童印他们几个看到熊大那张人性化的脸，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气息，向他压去。熊大压得无法动弹，脸上全是恐惧之色，大喊道：“大人，误会，小熊不是异族。”在熊大背上的小白也受到无妄之灾。唐渊见状，连忙开口：“童大叔，误会都是误会，这头憨熊是异兽，不是异族。你小子把我们当傻子不成？”童印瞪了他一眼，怎么看都是异族，还会开口说话？你嫌命长了，居然敢跟异族搅和在一起！大人，我真是异兽！熊大怕得要命，立即运转妖力释放出来，还真的是异兽。众人看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妖力，也是一愣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他们也算是见多识广，经常在虚面世界混迹，见过形形式式的异兽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长得像异族的异兽。童印等人这才收回身上的气息，和唐渊道歉：“唐小子，抱歉了，实在是你的异兽长得太像异族了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带他来登记信息，免得被人误会，将他给打死了。”唐渊也是无奈，谁叫熊大那张脸长得太像异族了，被误会也没有办法。行了，这是包在叔的身上。童印拍胸口保证道：“现在南云城的异兽局被摧毁了，等开门怕是要过一段时间。童叔帮你办个军牌，反正你小子迟早也是我们军方的人。”他对李玉军他们道：“各位，我带他去办个手续，先走一步了。”说完，他带着唐渊离开天台，去楼下给小白他们办理证件。唐渊跟在童印的身后，有些气闷，不解道：“童大叔，你刚刚为什么要阻止那个武王大叔收我为徒？”经过昨天的异族入侵的事，他现在都不放心让父母待在南云城，生怕那天他去上学不在家的时候，异族又来一次入侵。如果刚才李玉军收他为徒，凭借师徒关系，他可以拜托李玉军给父母安排一个好的地方。毕竟人家是武王，无论是权力还是实力，在人类世界中都是顶级的阶梯。唐小子，你就放心吧。童印见唐渊为刚才的事在生闷气，以为是没能拜成武王为师，笑着解释道：“武校那边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老师，实力不低于武王。”唐渊白了他一眼：“我要的不是这个。”其实他想拜师的目的是想为父母安排一个安全的去处。如果他家能像寿侯家那样有钱，又何必想去抱大腿呢？直接去帝都买房落住，啥意思啊？童印被唐渊搞迷糊了。算了，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唐渊叹了一声，忽然他想起一件事，问道：“童大叔，听说特招生都有各种福利送，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啥也没有？”“怎么没有？”童印愣了下：“你之前从我哪里薅的报契单不就是吗？”“屁！”唐渊没好气道：“你别把我当傻子，我有个朋友被帝都武校特招，人家武校又送钱又送房，现在他们全家都搬去帝都了，到我这里啥也没有。军校怎么说也是和帝都武校、魔都武校并列为前3的武校，福利这么差的吗？送钱送房？”走在前面的童印脚步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看向唐渊，有些怀疑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骗你干嘛？”唐渊翻了翻白眼：“就1个月前，在我们学校和小区都传开了。”童印大吃一惊，能让帝都特招送钱又送房，这天资得有多强？所以说，你们不弄点福利给我，很容易就会失去我的。唐渊撇了撇嘴：“等高考之后，成绩出来，说不定其他武校就会看上我。”“行了行了，我后面帮你问问。”童印和唐渊相处过一段时间，那不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。最好也像帝都武校那样，送间房子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让我爸妈搬去帝都，好让我安心。童印无语道：“你在想屁吃呢？送房子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。你知道帝都那边的房价多少吗？”第67章，疑似顶级武体的唐渊。童印带着唐渊来到楼下，让后勤人员为小白他们拍照、登记信息、采集毛发血液记录，并保存在档案上。叮嘱唐渊看好自己的异兽，如果将来他们犯事，身为主人的唐渊可是会受到连坐的。有了童印的帮忙，小白他们的证件很快发放下来，还有2块编号的银牌。由于小白体型的原因，他的牌子比较小，一般人的异兽上牌都是蓝牌，只有军方的异兽才会上银牌。童大叔，谢了。唐渊跟童印道了谢声后，便带着小白他们离开。我就不打搅你工作了，先回去了。童印在后面提醒一声，回去后记得别再乱跑了，警报还没解除。知道了。唐渊摆了摆手。童印见唐渊离开，便回到天台上，打断李玉军他们聊天：“师座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”“怎么了，童团长？”2人来到天台角落，李玉军有些茫然，不知道童印有什么事要跟他说，需要避开其他人。童印向他问道：“师座，你是不是在唐渊身上看到什么了？”刚才李玉军突然开口要收唐渊做徒弟，应该是看出了他身上的特殊。李玉军笑道：“那小子拥有顶级武体吧？”
童印点了点头，心中有些无奈。李玉军是武王，果然是看出了唐渊身上的特殊。等等，不对，顶级武体。他脸色一变，急问道：“师座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唐渊是顶级武体？他不是高级武体吗？”高级武体？不可能。李玉军也是一愣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刚刚用神识探查过，那小子还不是武者，他的体质却强得可怕，最少也超过武者的体质，达到武师的层次。而且他的精神力也很强，我怀疑他不仅觉醒了体质的神通，就连精神的神通也觉醒了。拥有这等资质，绝不可能是高级武体。”童印听到李玉军的话，心中大骇，达到武师层次的体质，并且精神也有可能觉醒了神通，当初这小子藏拙了。刚才唐渊提的意见，以他顶级的武体，的确有这个资格。如果这小子跑去高考，被检测出异常的体质，绝对会被其他武校挖走。不行，可不能让他中途给跑了。童印跟李玉军道了声谢，急匆匆地离开天台，跑回他的办公室，立即拨打老校长的电话。嘟嘟嘟，过了10多秒，电话被接通，里面传出老人的声音：“童小子，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，有什么事吗？听说你们南云城那边出了大事，现在情况怎样了？”南云城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现在全国上下都知道，备受关注。南云城这边的事基本都已经处理完成了，一族也一一清理干净，重建的事交给正部处理就行。童印回答了句，然后进入主题：“对了，老校长，这次打电话给您，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。”发现？老校长有些迷惑，什么重大发现？童印得意道：“唐渊那小子不是高级武体，而是顶级武体。”什么？顶级武体？老校长听到这话，失声惊呼：“童小子，你没有搞错？”“应该没搞错，是李玉军李师座探查出来的，他还想收唐渊做弟子呢。”童印把李玉军用神识探查，还有想要收唐渊为徒的经过说出来。武师的体质疑似精神觉醒，的确不可能是高级武体拥有的体质。老校长听到这个消息，血压飙升，激动道：“顶级武体，这次我们军校真的是捡到大宝了，童小子，你做得不错。”童印欲言又止，不过那小子，不过什么？有话就直说，别跟老头子绕弯子。他跟我说，童印将刚才唐渊说的话原原本本说出来。我当是什么？小事一桩。老校长一听，觉得不是事，既然这小子一片孝心，老头子就成全他。老头子记得在城东区那里有一套房子，一直没住过，就当奖励送他了。记得不要让他参加高考。老校长怕唐渊跑去参加高考，怕那特殊体质被检测出来，到时候被其他武校惦记上，跑来和他们军校抢人。放心，老校长，交给我来办。童印挂掉电话，先不急着通知唐渊，先把他晾一晾，过几天再告诉他，免得这小子坐地起价。唐渊带着熊大在回去的路上，这家伙脖子上挂着牌子，胆子大了起来，站立而走，在作死边缘中试探。好几次因为他的脸，差点被路上经过的武者毒打，要不是他脖子上挂着的军牌，怕是要躺着回去了。回到小区，刚出电梯，这头憨熊和小白急匆匆跑回家，想要显摆他们脖子的吊牌。憨熊也不知他力气大，开个门，差点把昨天好容易弄好的大门弄倒，气得唐渊踢了几下他的屁股，骂道：“力气就不能小点吗？再把大门弄坏，今晚就吃熊掌。”他也是皮糙肉厚，全然不觉，扭着屁股进家，看到唐李文夫妇在客厅里看电视，神气地扬了扬脖子上的吊牌：“两位主子，看看我脖子上的是什么？”妈妈，小白也有。小白从熊大头上跳赵月的身上也有模学样的显摆。咦？唐李文注意到他们脖子上的银色牌子，一眼就认出是军部发放的牌子，看向在玄关换鞋的唐渊，震惊道：“这是军部的异兽牌，小渊你是怎么弄来的？”说来也是巧，异兽局被异族摧毁了，我原以为牌子办不成。唐渊换好鞋子进来，笑着解释道：“结果碰到了上辅导班的时候，认识的一名军官，他帮忙弄了2个牌子。军牌啊！”唐父脸上露出笑容，军牌可是很难弄的，没想到儿子一下子弄来2个。这要是换作平常，他绝对会带小白去小区里显摆一下，仗仗面子。奈何昨天异族入侵的事，小区里的居民死伤大半，现在小区里人影也不见一个，大伙都处于悲伤之中。第68章，好消息！第2天，贪狼军撤离南云城，留下白狼团看守。南云城的警报也随之解除，学生们可以回家了。有大部分的学生回到家中，撕心裂肺大哭，悲痛欲绝。因为异族入侵，他们的家人都死在这次的事件中，家也被摧毁了，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。当天早上，瘦猴跑回来，第一件事来唐渊家，见他平安无事，就放心下来。这几天瘦猴在学校没见到唐渊，他就知道这小子跑回家了。在唐渊家坐了一会，他便回到家中，一出电梯，他家大门消失不见，屋内被异族弄得稀巴烂，像是强拆一样，根本无法再住人。平常照顾他的保姆
运气好逃过一劫。那天早上，保姆去瘦侯家的农场拿新鲜异兽肉，因为胡言施展的障眼术，他回来时找不到南云城，在外面晃悠了1个小时才回来，战斗已经结束，才得以活命。瘦侯带上几套衣服，打算去唐渊家避难，结果当天下午，他爸妈回来，将他带走了，身边保镖跟随，搬进了酒店住。因为这次的异族入侵事件，他爸妈不放心儿子留在南云城，要不是南云城高考延迟了，侯氏夫妇早就将儿子带走，搬离南云城，前往大城市。转眼间3天过去，距离高考还剩下2天。这天早上，唐李文如常一样在看早上新闻，妻子做完家务后，带着小白去买菜。夫妻2人失业后变得无所事事，南云城被毁，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，许多百姓目前都是靠国家援助，有不少的市民离开南云城，前往其他城市谋生活。咕咚咕咚，旁边躺着的熊大打着呼噜睡觉，鼾声如雷，吵得唐李文无法专心看新闻。他忍不住拍了拍熊大的屁股，熊大，醒醒，你去小圆房里睡，别在这里吵着我看电视。熊大挠了挠屁股，迷迷糊糊醒来，睡眼惺忪的看向唐李文，主子，怎么了？你去小圆房里睡，别在这里吵我。哦。熊大应了一声，从沙发上起来，挪动脚步离开客厅。唐李文看着熊大的背影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这头大懒熊整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而且吃的比他们一家人还多。熊大打开房门，见唐渊还在床上睡着，挤着身体躺上去，床垫瞬间下沉，大床发出吱嘎声。没了熊大的鼻鼾声，唐李文终于可以安心的看电视。000，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唐李拿起手机查看，是个未知的陌生号码。他点了下接听，里面传出一道浑厚的声音：你好，请问是唐李文，唐先生吗？没错，是我。唐李文听到是找他的，应了一声，问道：你是？是这样，我们是军校招生办的，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唐渊同学，麻烦你找他来接一下电话。好消息？唐李文笑问道，是不是要将他的特招给撤销了？不是。电话那头的童印黑下了脸，你儿子现在可是个宝贝，谁舍得当他离开？这对父子果然是亲生的。不是撤销特招，能是什么好消息？唐李文无语道，你等一下，我叫他来。小渊。说完，他往身后大喊，小渊，有你的电话。睡得正香的唐渊被父亲那大嗓门吵醒，悠悠醒来，忽然看到睡在他身旁的熊大，一阵无奈，这头憨熊既吃不记打，说了多少次不要上他的床，他就是不听，揍了多少次后面都一样会忘记。也不看看他的体重，他这张小木床能撑多久？气得唐渊正想踹他几脚，要是害他晚上没床睡，拔了他的熊皮。小渊，有电话找你。外面父亲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唐渊只能暂时放弃打他。一大早打电话来，而且还是打到他爸的手机上。唐渊来到客厅，向父亲问道，爸，是谁找我？唐李文把手机递给唐渊，军校招生办的，好像是有什么好消息通知你。好消息？唐渊有些迷糊，他接过手机，将听筒的位置放在耳边，喂，你好，我是唐渊。唐小子。里面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，原来是童大叔你啊。唐渊听出童印的声音，疑惑问道，一大早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童印笑道，有个好消息通知你。哈哈，好消息？啥好消息？唐渊兴致缺缺，打了个哈欠，能有啥好消息？那天你不是跟我提了些福利的问题吗？童印见他兴致缺缺的样子，直入主题，我帮你到上面反映了下。一听到这话，唐渊整个人顿时来了精神，困意全无，激动问道，上面怎么答复？唐李文被儿子的激动声吸引，有些好奇，转头看过去。童叔，我为了你忙前忙后，好说歹说，军校上面的领导最终答应下来。童印用一副大包大揽、尽心尽力的语气，他们答应奖励你一套房子。唐渊激动失声问道，童大叔，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童印点头回应，提出条件，不过前提是你不能参加高考。没问题。唐渊高兴回道，对他来说高不高考都一样，反正他已经被军校特招了。童印告诉他，3天后上面会把房产证寄过来，到时候你们家就可以搬去帝都了。谢了，童大叔。唐渊脸上笑容满面，感谢道，你啥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顿饭，感谢你的帮忙。吃饭就算了，现在南云城的事特多，分不开身。童印拒绝了唐渊请吃饭，你小子到了军校后可要好好表现，别再像辅导班时那样混日子，就算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。放心吧，童大叔。唐渊拍着胸口保证道，到了军校我会好好表现的。行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童印笑道，那就这样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先挂了。哦耶！电话挂掉那刻，唐渊激动地跳起来，臭小子！唐
唐李文见儿子高兴的一蹦一跳的样子，很感兴趣，好奇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好消息，让你那么高兴？”“哦，没什么。”唐渊抑制激动的心情，装出一副淡然的样子。“军校那边看我资质出众，奖励我一套房子。”“什么？奖励一套房子？”唐李文激动问道：“是城东还是城北？”唐渊摇了摇头：“爸，小了。”“难道奖励的房子很小？”唐李文以为奖励的房子很小，不以为然笑道：“房子小点也没关系，我们一家住不下，可以租出去。”唐渊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：“我是说，爸，你的格局小了。”唐李文有些发懵：“啥意思啊？军校奖励我的房子不在南云城。”“不在南云城，那在哪里？”“爸，你大胆猜一猜。”“臭小子，找打是吧？”唐李文被气得不轻：“我猜个屁，到底是哪里？”“唉。”唐渊叹了一声，十分装13道：“军校看我天赋出众，不想流失我这个人才，于是就奖励我在帝都一套房子。”“帝都！”唐李文失声惊呼，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，激动道：“小渊，这是真的吗？骗你干嘛？刚刚那个电话就是来通知的，过几天房产证会送来。”第69章，奖励一套房子。转眼间3天过去，高考已经结束，唐渊如愿收到房产证和钥匙，他猜测这是怕他跑去高考压了下来。现在高考结束才送到唐渊的手上。赵月接过房产证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当看到里面的内容，他忍不住尖叫起来：“啊！”旁边的唐李文父子被吓了一跳：“怎么了？”“老唐，你们看！”赵月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将房产证摊开给他们看，激动道：“500平的房子。”唐李文看到上面的字，眼睛都快凸出来：“500平，这得要花多少钱啊？”帝都乃是国都，那里的土地寸土寸金，他们夫妻打一辈子工也买不起一个厕所，500平对他们来说如同天文数字。咕噜，唐李文咽了一下口水，看着唐渊：“儿子啊，你老实跟爸说，你到底是什么资质，爸能顶着住？”他绝不相信儿子是黄阶下品的资质，否则军校又怎会下这么大的血本来投资他？“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黄阶下品的资质。”唐渊张口就来，反正学校检测的就是黄阶下品的资质。“放屁！”唐李文没好气道：“一个黄阶下品的资质能让军校下这么重的血本？真的是黄阶下品资质？”唐渊叹了一声，解释道：“只不过他们说我拥有五体，才会如此看重我。”“五体？什么是五体？”唐李文夫妇不知什么是五体，因为五体的信息鲜有人知，并没有在外界流通，普通人基本听都没听过。唐渊就将当初童印和他说过的话搬了出来。唐李文明白过来，也就是说，你拥有那什么高级五体，所以才会被军校看重，为此他们还要为你提升资质。他眉头皱了皱：“我们老唐家世代都是农民，哪来什么武帝、武圣等人物？你爷爷之所以能成为武者，还是虚面世界出现，国家提倡习武，他才获得修炼功法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看了看唐渊，又瞄了瞄赵月：“老唐，你这是怀疑我在外面偷人？小渊不是你亲生的吗？”赵月和唐李文一起生活了20年，哪能不知道他的小心思？唐李文尴尬地笑了声：“没，老婆你误会了。”赵月气愤道：“你唐家世代是农民，我赵家世代习武，祖上出过武帝强者也说不定。小渊这是继承我赵家的血脉。”经妻子这么一说，唐李文回头一想，还真有可能，老丈人家世代习武，说不定祖上真的出过强大的老祖宗。看着父母两人吵起来，唐渊在一旁劝架也劝不动，还好有小白帮忙，这才消停下来。事后母亲生起闷气，不搭理父亲，也不做饭，搞得全家人煮面条吃。当天晚上，寿侯一家来唐家做客。侯家还没发迹的时候，两家的关系很不错，加上两家孩子的关系，侯母和唐母就成了好闺蜜。后来侯家发迹，公司工作多了，侯母也去了帮忙，比较少回家。寿侯小时候还经常放在唐家寄养，后来他大了点，侯家就请了保姆照顾寿侯。他们平常都是电话联系。今晚侯家过来是要和唐家辞别，因为寿侯要去帝都上学，他们一家要搬去帝都定居。美玲，你们家也搬去帝都吗？赵月一听到侯家要搬去帝都，捂嘴激动道：“这要巧！”李美玲听出赵月的弦外之音，惊讶道：“难道小月姐你们一家也搬去帝都？”赵月解释道：“小渊也去帝都上学，他不放心我和老唐在家里，担心哪天异族再入侵，就叫我们一起去帝都。小渊也考上帝都了。”李美玲有些惊讶，她知道赵月夫妇不想唐渊成为武者，平时也不给他买修炼资源，所以唐渊经常到他家蹭饭吃异兽肉。没想到这小家伙居然也考上了帝都大学，看来他的资质也不差。同时他也很欣慰，以后唐渊出人头地，以后能让小月姐他们过上好日子。李美玲知道赵月夫妇失业了，他家本来是小康家庭，这下子全家搬去帝都，生活肯定会变得很拮据。
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递给赵月，笑道：“小渊考上了帝都，我这个做医的要给他点奖励。”美玲，你这是干嘛？赵月连忙把银行卡推回去，心意我们收到了，别搞这些。小月姐，李美玲不悦道：“我这是送我的小侄子一点小心意，你就别推脱了。帝都不比老家，样样都要花钱，房租、水电、吃喝那样不要钱。你现在和李文也失业了，小渊上武校也需要购买修炼资源，所以你就别推脱了，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。”一旁和唐李文聊天的侯国栋也开口劝道：“对啊，小月姐，你就收下吧。美玲，你们不用为我们担心，我和老唐虽然下岗了，但都获得一笔不菲的补偿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来的积蓄，足够我们的生活。”赵月有些感动，解释道：“而且小渊被武校特招，学校奖励了一套房子，所以除了日常生活花费，我们基本用不了多少钱。”侯氏夫妇惊呼一声：“什么？小渊被武校特招了，并且还奖励了一套房？”侯国栋向唐李文震惊问道：“老唐，这是真的吗？”“真的。”唐李文有些显摆道：“那套房子也不大，就500平而已。”侯国栋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和唐李文相识10多年，深知他的性格，没看出来啊，唐渊这小子居然被特招了，还奖励一套大房子，看来他的天资很高，否则武校不会下这么大的重本。李美玲打心底为赵月感到高兴：“小月，你们新家在哪里？我们也去买一间，咱们继续做邻居。”帝都虽然寸土寸金，但以侯家的财力，500平的房子还是能轻松买得下来。赵月想了想，小渊奖励的房子好像在那什么叫凤鸣山的地方。凤鸣山？李美玲失声道：“小月姐，你没搞错，有什么不妥吗？”赵月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，房产证上面写着是凤鸣山01号。侯国栋夫妇哑口无言了。凤鸣山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佬居住的地方，不是有钱就能买得下来。他们家算是有点钱，但根本没资格在凤鸣山落脚。第70章，前往帝都。高考结束，换作平常，同学们肯定会召集出来聚会，毕竟以后大家都上了大学，能见面的机会肯定很少。但这次异族入侵，许多同学的亲人都遇难，还处于悲伤之中，所以没有人提议出来。这冰棍怪好吃的，侯兄，你这个朋友我雄霸天骄了，以后被异族欺负的时候报上熊爷的名字。哈哈，老唐，你这只异兽不仅长得奇怪，还会开口说话，太有趣了。有趣个屁，招打得很。就是。唐渊和瘦猴还有小白他们从外面回来，两人两兽嘴里都舔着一条冰棍。小白因为体型的原因根本拿不了，唐渊帮忙拿着递到他的嘴边。瘦猴前几天第一次见到熊大，被他怪异的面容给吸引了，觉得熊大很稀奇，一直跟他套近乎，奈何熊大就是不鸟他。今晚瘦猴过来逗熊大，从唐渊口中得知这家伙贪嘴，就带他们去外面买零嘴吃。还别说，一点小零嘴就把熊大给收买了，和他称兄道弟起来。小渊这孩子出息了，被帝都武校特招，还奖励了一套房子。李美玲羡慕道：“以后小月姐你们要享福了，能被帝都武校如此看重，可想而知唐渊的天资有多出色。”此话一出，唐李文夫妇面容一僵，赵月叹了一声：“不是帝都武校，是国防武校。”什么？李美玲他们两个惊呼一声：“小渊是被军校特招了？”赵月无奈的点了点头。外面唐渊他们舔着冰棍回来，瘦猴在门口听到里面的父母他们聊天声音，当听到唐渊被特招，先是一惊，随后一喜，拍了下他，笑骂道：“行啊，你小子居然被特招了，居然瞒着我！”可接下来唐母的话让瘦猴愣住了，气得不轻：“老唐你疯了，竟然答应军校的特招！行了，军校有啥的，不一样是武校吗？”唐渊无所谓道，推门进家，对里面的侯国栋夫妇打了声招呼：“侯叔、林姨。”他们点了点头。原本想要祝贺他上武校的事，现在得知是军校，到嘴祝贺的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瘦猴叼着冰棍进来，大咧咧道：“爸妈，我决定了，要和唐渊一起去上军校。”“不行！”侯国栋夫妇异口同声喝道。“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侯国栋怒斥道：“你要是敢去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”这个臭小子放着好好的帝都武校不去，跑去军校。行了，瘦猴，别闹了。旁边的唐渊一脸无奈：“你去送人头吗？”特招的事情之所以没有告诉他，就是怕他脑子一热也跟着去。瘦猴不满道：“你都能去，我不能去，我们不同一个性质。”唐渊解释道：“我是被特招的，真要遇到什么危险，军校肯定不会让我出事。”经他这么一说，在场的人都愣了下，反应过来唐渊好像说的没错。军校在唐渊身上投资那么大，在他未成长起来之前，肯定会保护他，不可能让他出事。自唐李文夫妇得知儿子上军校后，一直担忧的心在这一刻放松了下来。军校那么看重儿子，肯定不会让他出事。原本得知唐渊上军校后，
那怪异的气氛也在这刻消散。两家相聊甚欢，到了晚上10点才散场，约定后天一起去帝都。第二天，唐李文夫妇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，这次搬去帝都定居，可能以后没啥机会回来了。毕竟他们两家在南云城也没啥亲人，父辈们也都死在虚面世界中。这栋房子他们原本想卖出去，奈何被一族一闹，不仅房价大跌，而且还卖不出去。南云城重建，他家的位置不在重建的范围中，以后可能会变成旧城区，他们只能委托中介出租出去，能为家里弄点经济来源。唐渊也没啥东西可带，就带了几套衣服。他房里的电脑被父亲搬去二手店卖了，那堆从异族手里捡来的武器也一并卖掉。至于卖了多少钱，唐渊也没问。第三天早上6点，侯国栋一家打车过来接唐渊他们去隔壁城市机场。南云城是座小城，没有机场，只能走一趟去隔壁的城市。侯国栋夫妇和唐李文夫妇一辆车，唐渊和瘦猴、熊大一辆，后面4个保镖一辆。听瘦猴说，他爸雇佣的那4个保镖，3个武师，1个武将。据说那个武将年薪1000万，听得唐渊忍不住咂了咂舌。侯叔真土豪。坐了1个小时的车，终于来到白云城机场。侯国栋已经为他们订好了机票，直接去办理登记手续。至于小白和熊大，飞机上有专门放置异兽的区域，办理好手续后被工作人员带走了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开始登机。半小时后，飞机终于起飞。唐渊的座位靠近窗子，望着下方的云层，兴致缺缺，和瘦猴聊了一会就闭眼睡觉。坐了4个小时飞机，终于来到繁华帝都。下了飞机，唐渊领回小白他们，让熊大4只落地走路，不要抬头，免得惹出事端。在机场吃了一顿午饭后，他们离开机场，打了3辆出租车。相比唐家3口子大包小包的塞后尾箱，侯家3口子却2手空空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衣服等用品到了帝都买新的，带来带去太麻烦了。瘦猴他们还没买房子，计划着先在酒店落脚，后面再去看房子。赵月说不要那么麻烦，邀请他们一起到新家住着先，等找到新房子再搬也不迟。500平的房子应该有不少的房间。侯国栋他们也没见过凤鸣山，正好想见识下大佬居住的地方，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。上了车后，出租车司机向他们问道：各位老板，要去哪里？唐李文开口道：去凤鸣山。凤鸣山？那司机有些惊讶，住在那里的可都是大佬，看他们这大包小包的，应该是去入住。车子开了半个小时，来到城东的凤鸣山。赵月有些郁闷道：老唐，这房子在山上，以后买菜不是很麻烦，还不如在山下方便。的确。唐李文看着眼前的山路，也点头附和，得买辆车代步才行，不然买个菜不知道要走多久的路。那司机大哥和侯国栋夫妇听到这话，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这也太凡塞尔了吧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在装13。第71章前往新家。凤鸣山的道路两侧建造花基，上面种植各种漂亮的鲜花，一股清新的花香味吹进车里，让人心情舒畅。很快车子开到山顶，被一扇大铁门拦住，无法前行。外面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，摆放着各种豪车。各位老板，到了，车子只能开到这里。司机对唐李文他们说道：凤鸣山不允许外人进去。唐李文付了车费，将行李箱拿下，瘦猴家的保镖自觉过来帮忙提箱子，他也拗不过，就放弃了。大门旁边有个保安亭，唐渊他们来到旁边，里面有个魁梧的中年男子躺在摇椅上。保安见他们全都是生面孔，开口道：各位，凤鸣山不招待外客，如果是找人的话，麻烦打电话叫人出来。大哥，误会了。唐李文礼貌道：我们是新搬来的零1座的业主。说着，唐李文知道对方不相信他的话，还专门把房产证拿出来，这是我们的房产证。零1座的业主。中年保安想起前几天上面传达的命令，说如果1号业主过来，立刻通知他们。他从摇椅站了起来，对唐渊他们道：各位先等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然后离开保安亭，去门口外面打电话：经理，前2天你要我关注零1座的业主，他们来了。对，就在大门外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中年保安挂掉电话后，来到大门前，按了一下遥控，打开大门，换上一张笑脸，将唐渊他们请进来。诸位请进，我们物业经理马上就到。众人进入凤鸣山，打量着里面的环境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桃树林，上面挂着许多粉红的桃子。侯国栋等人觉得跟他们想象中的凤鸣山差太远了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不知道的以为是桃山呢。中年保安看出他们的心思，笑道：是不是有点小失落？山前这片桃林只有3、4月份才是最美的。不多时，一道身影从天空上降落下来，是个40多岁的男子，长得儒雅帅气，双鬓白发。久等了各位，不好意思。男子对唐渊等人微笑道：我是凤鸣山的物业经理刘成天，请问哪位是唐渊？
唐先生。唐渊站了出来，我是。刘承天向前跟唐渊握手，唐先生，你好。真是年少有为啊。唐渊礼貌回了句，刘经理你好。叫经理就生分了。刘承天笑道，以后我们经常碰面打交道，总不能每次都叫经理，听着也不舒服。我就托大，叫你唐老弟，你叫我刘哥或刘老哥就行。那好，刘哥。唐渊点头附和，能够御空飞行，起码也是武宗的修为，叫他一声老哥也不亏。哈，这样就对了，唐老弟。刘承天高兴地搂着唐渊的肩膀拍了拍。老校长把他的房子送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，说明对方被老校长看上了，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能让老校长看上的人，将来他的成就必定不低，所以他趁此机会结交一番。刘承天看着唐渊身边的人，老弟，不给老哥介绍一下你的家人？唐渊给他一一介绍，这是我爸唐礼文，我妈赵月，我叔。刘承天一一跟他们握手，老哥我比你们年长，就托大了。唐老弟、侯老弟，两位弟妹，侯小子。刘经理，你不是和小渊他？唐礼文他们抽了抽嘴角，他叫唐渊做老弟，叫他们是老弟，这辈分不是乱了吗？刘承天笑道，唐老弟，我们各论各的，别在意。瘦侯更是无语，叫唐渊做老弟，怎么到了他这里叫小子？这个刘承天看不起他侯某人。刘承天和众人打完招呼后，来到那中年保安身边，道，老于，跟我一起去拿车子。啊！老于愣了下，经理，我走了，这大门就没人看了，一会有业主来了怎么办？业主都有门卡，他们自己会开门。刘承天踢了他一脚，没好气道，快点跟上。待他们离开后，侯国栋有些无语，这个刘经理挺自来熟的，见谁都叫老弟的吗？那个武将级别的保镖一脸凝重道，老板，你可别小看这个刘经理。侯国栋有些不解，雷哥，这话怎么说？众人也纷纷看了过来，不明白他为何说出这话。刚刚那个保安是武宗强者。雷涛解释道，他在这个刘经理面前低声下气，被踹了一脚，也不敢发怒。一个武宗强者看守大门，那这个做经理的刘承天实力怕是更强，我怀疑他应该是武王强者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惊，武王强者对他们来说高攀不起。而唐礼文和侯国栋得知刘承天是武王强者后，傻笑起来，一个武王和他们称兄道弟，说出来倍有面子。很快，刘承天和老于两人驾驶着一辆类似观光车的车子过来，对唐渊他们招了招手，唐老弟，上车，带你们到新家。唐渊一家和瘦侯一家上了刘承天的车子，熊大和4个保镖上了老于的车。车子开了100多米路，离开了桃林。众人向前方眺望，看到前方有一个大湖泊，湖边上种有许多柳树，微风吹来，柳枝飘扬。现在中午时分，太阳高挂，湖泊的中央竟升起雾气，有鹤鸟从湖面上掠过，泛起一道道凌波。在湖岸上伫立着有一座座古朴的建筑。路上，刘承天和唐渊他们解说道，住在凤鸣山的业主都是一些强大武者的家属，所以安保工作比较严谨，无论是谁，哪怕是业主，都不许开车子进来，都停在外面。我们害怕有歹人藏在车子里混进来作乱，进来后只能开我们这种车子，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。这种车子在保安亭后面都是免费使用的，每户业主都能开到自家门口停放，等外出时再放回去。安保的问题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们有专业的安保部门，每天24小时巡逻看守，每个安保人员都是武宗修为。侯国栋他们听到这话羡慕不已，一群武宗做保安，这么豪华的阵容实在是太豪横了，谁敢跑来作乱？第72章搬进新家1，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。侯国栋发现这凤鸣山上的空气很清新，一点都不像大城市里该有的空气。侯老弟还挺灵敏的啊，确实是这样。开车的刘承天笑道，你们知道看似平平无奇的凤鸣山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有钱人对其趋之若鹜，挤破脑袋想要进来吗？众人皆是摇了摇头，问道，为什么？刘承天也不再隐瞒，因为凤鸣山下面有一条破碎的龙脉，也就是异族口中的灵脉，普通人住在这里无病无灾，长命百岁。听到刘承天的解释，众人明白过来，怪不得会有那么多人会对凤鸣山如此向往，原来是地下有一条龙脉。对那些没有修武天赋的普通人来说，这是能让他们能活得更长久的风水宝地。无病无灾，长命百岁，光是这8个字就足够诱人。侯国栋夫妇对唐家羡慕不已，他们看了看唐渊和儿子，同样生了个儿子，为啥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优秀，让父母过上好的生活？刘哥，为啥这里叫凤鸣山？有什么说法？瘦侯好奇问道，这地方跟凤凰之类的一点也搭不上关系。啪！突然，侯国栋一巴掌拍在瘦侯的头上，呵斥道，没大没小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刘什么哥，叫刘叔。噗嗤！旁边的唐渊见到这一幕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打趣道，没错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以后叫我也记得叫叔。滚犊子！
瘦猴一听唐渊在打趣他，当即跟他打闹在一起。刘承天倒没在乎这个，解释道：这里未开发前是一片山林，因为龙脉的缘故，这里盘踞着许多鸟类，经常传出鸟鸣声，才会因此得名凤鸣山。车子靠近湖泊范围，他们看到岸边的房屋以一个包围圈形式包裹住湖泊，湖边上有不少老人在钓鱼，还有几个少年在湖里游泳。不远处的建筑清晰可见，全部都是统一的四合院房屋，外面装修漂亮华丽。唐渊他们以为灵妖座是第一间的房屋，结果不是。车子经过一栋栋房子，不少业主看到有新面孔进来，而且还是刘承天亲自开车接送，都好奇新业主是什么来头。新业主入住凤鸣山，由刘承天亲自接送的消息一下子传了开来。唐礼文有些好奇：刘哥，我们灵妖座不是第一间吗？不是，编号越靠前，房子就越好。刘承天摇了摇头：你们灵妖座房是最好的，建在龙脉之上，业主们都羡慕不已。建在龙脉上？唐礼文夫妇不敢置信，军校居然将这么好的房子送给他们。侯国栋夫妇今天一直被打击。很快，车子来到湖泊尾端的一座四合院，门口外面有一个停车棚。刘承天把车子开了，进入停下，对唐渊他们道：唐老弟，你们的新家到了。众人纷纷下车，在刘承天带领下来到大门前。刘承天掏出钥匙，对唐渊他们解释道：我们物业有备用钥匙，每隔一段时间专门替那些还没入住的业主打理房子。现在你们入住，一会备用钥匙还给你们。他将钥匙插进门锁扭动，咔嚓一声，门锁打开，推开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个前院，里面有鱼池和假山，还在种植了一些观赏植物。正如刘承天所说，灵妖座房子没有人住，他们物业每段时间都会来打理，院子里的杂草都是刚长出来的。在刘承天带领下，他们穿过前院，进入庭院，解说道：左侧4间房子是卧室，每间房子内都有内卫；右侧4间，一间是厨房，一间是饭厅，2间相通的，后面2间也是卧室。正面房子从左边开始，第1间大的是大厅，第2间是主人房，第3间小的是书房，第4间是卧室。正面大走廊两侧，左边是工位，右边是杂物房。赵月走了一圈房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栋房子他非常满意，又大又漂亮。新家里一切家具电视都齐全，也不用麻烦到外面买。刘承天给他们解释完房子的布置后，便将备用钥匙还给唐礼文，然后拿出手机：唐老弟，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和身份证，还有电话号码，办理身份证明和门卡，这样你们就不用麻烦去物业那里弄。唐礼文感激道：那就多谢刘哥了。刘承天给他们拍好照片，存下电话号码，便带着老于离开。唐老弟，车子就留给你们了，晚点我再给你们送门卡来。赵月连忙道：刘哥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自己去拿就行。这麻烦什么？小事一桩。刘承天摆了摆手，和老于腾空飞走。待他们离开后，赵月和李美玲开始大扫除工作。小白跟着一起帮忙，与其说帮忙，还不如说在玩。他对新鲜事物特别感兴趣，而且他的智力在6、7岁左右，只要赵月他们对他表扬夸赞，他都能高兴好长时间。唐礼文和侯国栋加入其中，雷涛他们也没落下。老板都动手了，他们总不能站在一旁看戏。唐渊和瘦猴自然也逃不了。至于熊大，纯粹是帮倒忙的玩意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1名。被唐渊赶去拔草，这家伙居然跑去鱼池里祸害观赏鱼，气得唐渊将他暴打一顿才消停。人多力量大，差不多1个小时，终于把家里打扫干净。唐渊和瘦猴提着2大袋垃圾出来扔，里面装的全都是杂草。每家每户的门口外面都有一个垃圾桶。瘦猴将垃圾扔进垃圾桶里，提议道：老唐，咱们逛一逛吧，正好见识一下凤鸣山。唐渊也正有此意，搬了新家，看看周围的环境。咦，这不是耀东哥吗？突然，一道少年兴奋的声音在他们身后骤然响起。瘦猴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，闻声看去，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面露喜色，高兴道：你个臭小子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唐渊也回头看去，是一个面容稚嫩的少年，16岁左右，长得挺俊俏的。他身后还跟着3个同龄的少年。看到这个少年，唐渊感觉很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仔细一想，这特么不是林雪瑶的弟弟林少宇吗？第73章搬进新家2。耀东哥，你怎会在这里？林少宇见到熟人，高兴大叫道：倒是我问你呢，你小子怎么会在凤鸣山里？瘦猴笑问道：他也没想到，他相遇故人。这小子是母老虎林雪瑶他弟，当年他和唐渊打劫的主角。也正是因为得罪这小子，他和唐渊被林雪瑶毒打了3年。不过这小子是个性格大咧咧的人，小时候就喜欢跟在他和唐渊屁股后面跑。后面他和唐渊升了初中，他们不同一个学校，就没有再跟着了。因为我家就在这里啊。林少宇揉了揉鼻子，得意道：听说灵妖座房子的业主搬进来，我和小伙伴们过来看看。
什么？瘦猴听到这话，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，失声道：“你家在这里？”他是知道林雪瑶被帝都武校特招了，而且还奖励了一套房子，但没想到这套房子竟然在凤鸣山。我撤！怎么我身边的小伙伴一个个都这样牛批，又是特招，又是送房子的，到了他这里啥也没有，还要靠自己努力考上武校。瘦猴有些羡慕嫉妒恨了，同样是人，差距咋这么大呢？耀东哥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……林少宇先是有些疑惑，随后反应过来，震惊道：“难道耀东哥你是灵妖座的业主？”瘦猴白了他一眼：“不是。”也对，耀东哥你家再有钱，也买不了这里的房子。林少宇点了点头。瘦猴家虽然有钱，但没资格在这里买房子。瘦猴眉毛挑了挑，这熊孩子咋那么嘴欠呢？看破不说破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少宇，你姐呢？2个多月没见林雪瑶，唐渊也怪想念的。当初林雪瑶既给他买药，又给他当陪练，直到他离开，唐渊也没跟他说句感谢的话。现在回头想想，自己真是太差劲了。你是？林少宇光顾着和瘦猴聊天，没有注意到他身边的大帅哥，对方好像还认识他。他的记忆中应该没见过这个人才对。瘦猴见林少宇认不出唐渊来，嘿嘿笑道：“嘿嘿，少宇认不出他来了吧？”林少宇一脸茫然：“我认识的吗？”瘦猴也不再打趣他，如实说出他是你小渊哥。什么？他是小渊哥？林少宇惊呼一声：“不可能！耀东哥，你骗我的吧？”瘦猴翻了翻白眼，无语道：“我骗你干嘛？”林少宇见他不像说假话，有些相信他。在他的记忆中，瘦猴和唐渊一直形影不离。你真是小渊哥吗？他来到唐渊的身边打量了番，啧啧道：“2个多月不见，你这是整容了？这个样子，就是亲妈来了也认不出来。”别扯淡，跟你说正事呢。唐渊真想抽这小子一顿。什么整容？他唐某人原本就是个大帅哥，需要去整容吗？林少宇不再调侃唐渊：“我姐跟他的老师去修炼了，不在家。”哦，啥时候回来？林少宇摊了摊手：“不知道。我姐那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算问了也是白问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向唐渊问道：“小渊哥，你还没说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谁带你们进来的？需要别人带吗？”唐渊指了指他身后的房子，用林少宇刚才说的话：“我家就在这里。”什么？小渊哥，你家是灵妖座的业主？林少宇失声道：“假的吧？骗你干嘛？走，哥带你进去逛逛。”林少宇半信半疑跟上去，他身后3个小伙伴一直没有插话，他们和唐渊、瘦猴不认识，插不上话。直到唐渊自报家门，心中大惊，眼前的青年居然是灵妖座的业主。他们跟在林少宇身后，低声问道：“少宇，你这个小渊哥是什么来头？”来头？没啥来头。林少宇愣了下，也没隐瞒：“小渊哥是我以前老家的邻居，我们从小玩到大。”不可能吧？他的3个小伙伴明显不信，能住进灵妖座，来头必定不少。他们跟林少宇交朋友，有一半是在家人的授意下才和他做朋友，否则一个无权无势的林少宇根本就不值得他们结交。他们家看中的是林少宇身后的姐姐，上面有消息传出，林雪瑶被武圣强者收为嫡传弟子，带进了虚面世界修炼。哪怕是假消息，但林雪瑶的天赋也让他们重视，毕竟被帝都武校特招，还被奖励了一套凤鸣山的房子，这可是从未出现过的例子。林少宇跟着唐渊他们进去，他在里面看到唐李文夫妇和侯国栋夫妇，他终于相信了唐渊的话，连忙跟他们打招呼：“唐叔、岳姨、侯叔、林姨。”唐李文他们刚想出去一趟购物，却见到林少宇出现，惊讶道：“少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“我家也在这里。”林少宇笑着解释：“嘿嘿，看来以后我家又和唐叔家做邻居了。”“哈哈，这是好事啊！”唐李文夫妇高兴道。唯独侯国栋夫妇闷闷不乐，唐家和林家因为儿女出色都搬进凤鸣山，只有他们侯家孤独在外。侯国栋狠狠瞪了一眼瘦猴，这个不争气的家伙。瘦猴有些迷糊，好端端的瞪我干嘛？少宇，今晚把你妈和你姐他们叫过来吃饭。赵月开心道：“今天是岳姨家的进伙饭，一定要来啊！”“好的，岳姨。”林少宇点头答应。“你跟小渊他们玩吧，我们出去买点东西。”待唐李文他们离开后，林少宇终于相信了唐渊的话，震惊问道：“小渊哥，这套房子你是怎么弄来的？”一旁的瘦猴撇了撇嘴：“和你姐一样，被特招了呗，武校奖励的房子。”“武校奖励的？”林少宇咂了咂舌，这还是那个他认识的小渊哥吗？那个连修炼资源都是他姐送的，居然被武校给特招了。他身后的3个小伙伴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这个叫唐渊的竟然和少宇他姐一样被武校特招奖励的房子，那他的资质应该不比林雪瑶差。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收获，看来这趟没有白跑。第74章白龙鱼王1。
林少宇和3个小伙伴做了会，听说唐渊他们想逛逛凤鸣山，自告奋勇带路。结果他们出到前院，林少宇注意到左侧位置有一头大棕熊在鱼池里抓观赏鱼。这庞大的体型，他一眼看出是异兽，惊讶道：“异兽，熊大，你是不是皮痒了？”唐渊看到一幕，死得不轻。这头憨熊既吃不记打，没看一会，又开始闹幺蛾子了。熊大吓了一跳，手一抖，鱼掉进鱼池里。他缓缓转过身来，见到黑着脸的唐渊，连忙解释道：“主人，我没有抓鱼，是那鱼缺氧翻白肚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心救他，对，给他人工呼吸。”熊大眼珠子碌碌一转，想出一个完美的对策。唐渊黑着脸道：“你觉得我信吗？”异族。林少宇他们4个见到熊大的样子，吓得惊叫起来，连忙后退。别怕。一旁的兽猴提醒道：“熊大是异兽，谁家的异兽长这样？这分明就是异族。”林少宇他们明显不信他的鬼话，这头熊跟异族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跟我们说是异兽，骗鬼呢？兽猴也是很无语，谁说没有？老唐家的异兽就长得像异族，不过还是解释道：“你们看看熊大脖子上挂着的牌子，是上了牌的，国家认可的异兽。”经他这么一说，林少宇他们的目光落在熊大的身上，见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银色的牌子，上面还有编号，惊讶道：“真有牌子，而且还是军牌的，说明国家认可他的异兽身份。”他们恐惧的心终于松了下来。林少宇等几人好奇地看着被唐渊打趴在地上的熊大，他们第一次见长得跟异族一样的异兽，而且还会说话，太神奇了。憨熊，一会我回来，看到鱼池里少一条鱼，今晚你就别想吃饭。唐渊警告熊大一番后，对林少宇他们道：“走了，少宇。”林少宇几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他们得知熊大是异兽后，感觉很神奇，但又不敢上去和他玩。在林少宇几人的带领下，唐渊和兽猴走走停停，一路领略凤鸣山上的风景。山上的房子一共有100套，在房子的后面有公园、运动场、娱乐场等各种娱乐设施。逛了1个多小时，整座凤鸣山都被他们走完，这才打道回府。林少宇身边的3个小伙伴和他们分开，各自回家，剩下他一个人，继续和唐渊他们一起走。兽猴好奇问道：“少宇，你不回去？”“我妈去上班了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回去也无聊。”林少宇摇了摇头，还不如和耀东哥你们一起玩。其实他心里惦记唐渊家的熊大，长得跟异族一样的异兽，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几人刚回到家，就看到唐父和侯父已经回来了，迎面碰上。他们2人手里拿着一只新鱼竿，带上小凳子和小盆子，急匆匆的出门。熊大这憨货也在其中，他手里拿着水桶跟上。唐渊和兽猴皆是一愣，看他们这架势是要出门钓鱼。兽猴问道：“爸，你们这是去哪里钓鱼？”侯国栋头也不回，回了句：“外面的湖里，听说湖里有白龙鱼。”“那我妈他们呢？”唐李文已经来到门口外面的湖边，摆好阵势。“你妈他们还在外面逛街买东西，我们买完菜就先回来了。”他们3个跟了上去。唐渊好奇问道：“白龙鱼是什么鱼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？”白龙鱼是一种异兽，没啥攻击力，但却是难得一见的美味，而且还是大补之物。侯国栋笑呵呵回答：“普通人吃了，男的强身健体，女的吃了滋阴养颜。你们午休吃了后，修炼事半功倍。2年前我去外地出差，有幸吃过一回，那味道，真是绝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忍不住舔了舔舌头，有点回味白龙鱼的味道。可惜这白龙鱼有市无价，有钱也很难买到，很少出现在市面上。听着侯国栋的描述，众人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。熊大这货都流着哈喇子了，他擦了擦口水，对着唐李文打气道：“主子，加油！今晚能不能吃到白龙鱼，就看你们的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们。”唐李文和侯国栋2人极为自信，他们做好鱼料，然后打窝甩竿，一气呵成。10分钟、20分钟、半小时，熊大手中的水桶都打好水了，等待着鱼儿上钩，都快望眼欲穿了，一条鱼也不见钓上。他的耐心都快被磨没了，嚷嚷叫道：“主子，你们到底行不行啊？这么久都没鱼上钩，吵什么吵，都把鱼儿给吓跑了。”唐李文不满道：“这鱼也太精了。”侯国栋也点头附和，郁闷道：“鬼精鬼精的，把饵料吃光，就是不上钩。”一旁的林少宇好心劝道：“唐叔，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。我在这里住了2个月，就没见过有几个人能钓上白龙鱼。别人都能钓到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继续盘它。”就是。2人上完饵料，继续甩竿。反正唐渊他们的耐心已经耗完了，准备回家。唯独林少宇不舍得走，缠着熊大聊天，一直在他身边嘀嘀咕咕，在他身上摸来摸去，没完没了。熊大看他是唐渊的朋友，一直强忍着暴打他的冲动，强忍着怒气：“小屁孩，你能不能离熊爷远点？再动手动脚，熊爷可要揍你了。”
唐渊和瘦猴刚转身离开，就看到不远处雷涛几个开着车子将母亲他们送回来，车上后面摆放着一大堆东西。车子开到门口，唐渊和瘦猴两人上前帮忙拿东西。李美玲他们看到在湖边钓鱼的侯国栋两人，气得不轻，这两个死家伙买完菜就跑了，说有急事回家，原来是跑回来钓鱼。赵月无奈道：还好有雷哥他们帮忙拿东西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来。雷涛几人手里大包小包的，每个人垮着脸，他们是保镖，不是佣人，专门陪老板娘们逛街拎东西。哥哥，看看小白的衣服漂不漂亮？小白见到唐渊，非常的激动，跳到他的肩膀。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粉色的小衣服，非常的臭美，显摆他的新衣服。唐渊自然不会让他失望，夸赞道：哇，这么漂亮的衣服，谁给小白买的？嘻嘻。小白高兴道：是妈妈他们给小白买的。第75章白龙鱼王2。赵月他们回到家，将买来的东西放好，开始处理今晚进伙饭的食材。小白则跑到外面跟熊大炫耀他的新衣服。唐渊和瘦猴闲着没事做，过去帮忙摘菜，然后洗干净装在篮子上放好沥水。他们也不会做饭煮菜，后面就没他们的事了。两个人来到大厅里看电视，开了一包林一刚买回来的茶叶，冲了一壶茶喝起来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一转眼已经来到傍晚6点。唐李文他们钓鱼还没回来，不用说肯定还没钓到，真是锲而不舍。至于林少宇，熊大对他不搭不理，他自讨没趣就跑回来。唐渊觉得干坐着也无聊，对一旁看电影的瘦猴他们道：去外面看看老爸他们钓得怎样。林少宇摇了摇头，不去，白龙鱼精得很，钓不到的。瘦猴电影看得正入迷，拒绝道：反正也钓不到，浪费表情。唐渊也没再叫他们，自己走出去。现在是7月份夏天，太阳还没下山，依旧还有淡淡的阳光照射在湖面上。他来到熊大的旁边，瞄了瞄他抱着的水桶，有几条鲫鱼和草鱼，还算有点收获。至于白龙鱼一条也不见。熊大见到唐渊到来，擦了擦口水，嘟囔道：主人，我也要新衣服。刚刚小白跑来显摆他的衣服，让熊大的心里很不平衡。连小白这只小异兽都有衣服穿，他作为异兽中的扛把子，怎能落后？你一只熊穿什么衣服？唐渊没好气道：原本就长得跟异族一样，再穿上衣服，你不怕出门被人打死？说完也没有再理会他，来到唐李文他们的身边，劝道：爸，钓不上就别钓了，准备吃饭了。不行，我要跟白龙鱼血战到底。唐李文收回鱼线，重新上饵料，将鱼钩甩出去，忙活了半天，今天要是不钓上一条白龙鱼，我饭也不吃了。侯国栋也附和道：没错。旁边的雷涛几人抽了抽嘴角，钓了一下午，除了几条草鱼，白龙鱼连个影子都不见。再给你俩钓一晚上，怕是也不见一条。唐渊被他俩给整无语了，都多大的人了，两个加起来都快100岁的人，居然这么幼稚，对那什么白龙鱼那么执着。一会老妈他们出来，肯定又要挨骂。哎，算了。唐渊叹了一声，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，我帮你们去抓就是了。说完，他一跃而下，一头扎进湖里。唐李文他们正想阻止，结果这小子已经跳了下去。湖里的水很清澈，唐渊看到下面有鱼的身影，双手拨了一下水，借力潜下去。随着他的下潜，他发现这个湖的水位还挺深的，按照他刚刚下潜的计算，起码也有3-4米深，但还没到底。唐渊神识打开，探查下去，结果他探到神识范围边缘，还没到湖底。这湖这么深啊！他有些惊讶，但没有多想，继续使用神识探查，寻找白龙鱼的踪影。神识扫到，附近的都是一些草鱼和鲫鱼之类的鱼，并有其他的品种鱼类。咻！突然，一道白影闪过，脱离了他的神识范围。这是白龙鱼。白影虽然一闪而过，但唐渊的神识却扫到了，看到它的真面目，有点像鲤鱼，巴掌大小，通体雪白，每片鱼鳞有漩涡纹路，嘴边有2条长须。唐渊双手用一力波搅动湖水，身体一下子窜了出去，向着白龙鱼逃跑的方向追去。游出10多米远，他的神识再次捕捉到白龙鱼的身影。此时的白龙鱼因为唐渊的出现受到惊吓，四处逃跑。唐渊拨动双手，快速追去，来到白龙鱼的身后。他伸手抓去，谁曾想白龙鱼感知到危险，鱼鳍和尾巴甩动，灵活游动身体往左边方向逃去，让唐渊扑了一个空，身体穿了过去。他立即调转方向，再次追了上去。就这样，一鱼一人你追我赶，展开了追逐。在水下，唐渊很难发挥，再加上白龙鱼灵活，现在只能拼体力了。3分钟过去，湖面上的水面一直在搅动，时不时冒出大气泡。这水不对劲啊！岸上的唐李文有些担忧，心急道：臭小子还不冒头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侯国栋也感觉不对劲，雷哥，麻烦你下去看看。雷涛点了下头，准备动身。啪！他正想跳下湖里的时候，突然
湖面的水翻动，唐渊的头伸出水面，他的手举起一条雪白的鱼，笑道：“抓到了，这应该就是白龙鱼吧？刚才他和白龙鱼比斗体力，等白龙鱼体力耗尽，才把他给抓到。”唐李文见到儿子出现，松了一口气。侯国栋见到唐渊手中的白龙鱼，激动道：“对，没错，是白龙鱼。”唐渊游到岸边，将白龙鱼放在水桶里，众人纷纷围了过来。这就是白龙鱼吗？唐李文感叹道：“好漂亮！没想到这湖里真有白龙鱼，我一直以为是假的。”雷涛他们感叹道：“我再去抓几条。”唐渊把鱼放下，再次动身跳进湖里抓鱼。据说白龙鱼市面价50万一条。雷涛身边的一个保镖羡慕道：“有种跃跃一试，想要下湖里抓鱼，50万一条。”唐李文听到这话，咂了咂舌，这鱼吃了还能长生不老不成？侯国栋却不在乎多少钱，开口道：“如果你们谁能抓到白龙鱼，我60万一条收了，有多少要多少。”老板，真的吗？雷涛他们有些不淡定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侯国栋点了点头，那就这样说定了。雷涛他们4人脱掉身上的衣服，跳进湖里去抓鱼。唐渊的神识再次捕捉到白龙鱼的身影，故技重施，跟他拼起体力。没办法，白龙鱼实在太灵活了，在水里唐渊根本不占一点优势，只能把他的体力耗尽，才能抓住他。这次耗时4分钟，唐渊才把白龙鱼拿下。就在唐渊准备游上水面，突然他的神识内出现一只巨大的身影。他下意识回头一看，却见身后出现一个庞然大物，是一条高度5米多、体长20多米的白龙鱼，那对龙须有30多米长，成年人拳头般粗。我操！唐渊吓得呛一口水，潜能瞬间被激发出来，双脚一蹬，双手拨动湖水，像一支利箭射出去。第76章禁火犯。唐渊夺命狂奔，一瞬间就游出了10多米远，飞快往湖面上游去。他的半个身体露出水面，双手滑动，快速向湖边游去。唐李文和侯国栋见到唐渊手里拽着一条白龙鱼，先是一喜，可紧接着他们注意到唐渊脸上竟露出惊恐的面容，感觉不对劲，而且他游泳的速度比之前还要快，给人一种像是在逃命一样的感觉。唐渊游回到岸上，回头瞄了一眼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手中的白龙鱼已经被他给捏死了。唐李文见儿子脸色煞白，连忙问道：“小渊，你怎么了？”唐渊喘了一口气，惊魂未定，湖底下面有一条巨大的白龙鱼，几十米长，差点被吞了。几十米长的白龙鱼？唐李文两人一听，顿时脸色大变，这不成精了吗？侯国栋听说白龙鱼目前最大的记录也就长到1米长，这几十米长都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头，早就变异成精了。侯国栋大感不妙，不好，雷哥他们下湖抓鱼了。唐渊瞪大眼睛，他们也下去了？旁边的唐李文无语道：“你侯叔开价一条白龙鱼60万，他们都下水去抓了。”侯国栋有些着急道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他们只能自求多福了，希望那条白龙鱼王没有注意到他们。唐渊也是无语，反正这湖我是不会再下去了。啪！刚好这时有一个保镖浮出水面换气，侯国栋连忙喊道：“老陈，立即叫雷哥他们上岸，湖下有怪物。”啥？刚换完气的老陈听到老板的话愣了下。侯国栋着急道：“快点叫他们上来。”哦。老陈不明所以，见老板着急的面容，不敢多想，连忙潜下水中寻找雷涛他们3个。很快，雷涛他们一个个浮出水面，陆陆续续游了回来。雷涛他们不解问道：“老板怎么了？”侯国栋开口道：“不要再下水了，小渊说水下有一条白龙鱼王。”白龙鱼王？雷涛他们一听，面露喜色：“为什么不下水？我们这就将鱼王抓上来。”你们去找死吗？侯国栋没好气道：“小渊说那条白龙鱼王几十米长，你们去送人头吗？”啥玩意？众人瞪大眼睛，几十米长，真的假的？骗你们干嘛？唐渊白了他们一眼，那条白龙鱼王1层楼高，体长不低于25米，反正这水我是不会再下去了。咕噜，雷涛几人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，几十米长的白龙鱼，这怕不是已经成王了吧？就算雷涛遇到这鱼王，也是给他送菜的。唐渊将手中捏死的白龙鱼扔进水桶里，对唐李文他们道：“爸，你们别再钓鱼了，以后没事别靠近湖边，一会找刘老哥反映下。”唐李文他们听到湖里有怪物，那还敢再钓鱼，连忙将他们钓鱼的工具收拾好。这不，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唐渊刚说完刘成天，他就虚空飞来，见到唐渊他们就降落下来，笑呵呵道：“唐老弟，你们家的门卡弄好了。刘老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见到刘成天，唐渊立即把刚刚在湖底下的事说了出来。“哦，老弟，你说鱼龙王前辈啊？”刘成天听唐渊说起白龙鱼王的事，笑道：“没想到被你给发现了，这里的业主都还不知道呢。不用担心，鱼龙王前辈很温驯，
不会攻击人类的。玉龙王前辈，唐渊等人皆是一愣，听语气，刘承天认识那条白龙鱼王。玉龙王前辈是一只7阶的妖兽，活了几千年了，据说是从秦朝活动现在，一直生活在凤鸣山上。刘承天解释道，当年被人发现，有不少宗门想请他回宗门做镇宗神兽，都被他给拒绝了。华夏成立后，国家就承认了他的存在，和他签了契约，不得无故伤害人类。听到刘承天的解释，唐渊松了一口气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了。那还抓不抓白龙鱼了？雷涛几人听到白龙鱼王不会伤害人类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有些蠢蠢欲动，问道：要抓你们抓，我是不下水了。唐渊白了他们一眼，现在回想起刚才那种情景，他还是心有余悸。打死他也不再下水，要是遇到白龙鱼王被他误吞了怎么办？呵呵，雷涛他们几人讪讪一笑，也没再提抓鱼的事。行了，唐李文劝说道，有2条白龙鱼就够了，就别冒险下水抓鱼了。说着，他对刘承天道：刘哥，今晚我家进伙饭，你可要赏个脸，留下来吃饭啊。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刘承天笑呵呵道，好久没吃过白龙鱼，今天有口福了。厨房里热火朝天，唐氏和侯氏夫妇在忙活。刚抓上不久的白龙鱼，由侯国栋亲手操刀，毕竟就他吃过白龙鱼，知道怎么做。饭菜都已经做好，林少宇他母亲还没来，等他到了才能开饭。大伙都在大厅里坐着喝茶聊天。时间来到7点，000，厅里的对讲门铃响起，林少宇站了起来，我妈来了，我去开门。不多时，林少宇带着一个美艳的少妇进来，她身穿着白领制服，配着高跟鞋，手里提着2盒礼物过来。美艳少妇长得和林雪瑶有7分相似，化了淡淡的妆。小月姐、美玲、唐大哥、侯大哥。苏月荣进来，看到赵月他们，高兴的打招呼，将手中的礼物递了上去。今天少宇打电话给来，我还以为他骗我呢。人来了就行，带什么礼物呢？赵月接过礼物，有些责怪道。他将礼物放好，然后道：月荣来了，可以开饭了。众人来到饭堂，唐渊和寿侯开始盛饭端菜上桌。唐李文夫妇、侯国栋夫妇，还有苏月荣、林少宇和刘承天他们一桌。唐渊、寿侯、熊大、小白还有雷涛他们4人一桌。众人拿上筷子，第一眼就落在白龙鱼上，做法是清蒸。原本侯国栋想做鱼生的，这样营养不会流失，但又怕其他人不喜欢吃鱼生，干脆就用清蒸。鱼血他也没浪费，和鸡一起炖汤。众人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尝，熊大因为手的问题拿不了筷子，只能用小池子盛。鱼肉放进嘴里，那种香味，那种鲜味，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唐李文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，惊叹道：这就是白龙鱼吗？只是清蒸，什么调料也没放，就如此美味，这味道简直绝了。侯国栋笑道：用来做鱼生更好吃，我怕你们不习惯吃鱼生，就没做。赵月招呼苏月荣他们：刘哥、月荣、少宇，别客气啊，这鱼很好吃，多吃点。另外一桌的唐渊鱼肉咽下，顿时苦着脸，好吃是好吃，但多少有点费体质。叮，宿主服用白龙鱼肉，在阴阳逆转下扣除0.1体质。旁边的小白直接把鱼肉推给熊大。寿侯见唐渊苦着脸，疑惑道：咋了，老唐，怎么苦着脸？难道鱼肉不好吃吗？唐渊伤感道：没，我只是不喜欢吃鱼，你们多吃点。第77章前往军校报道。时间流逝，1个礼拜过去，林雪瑶依旧没回来。时间来到7月29号，距离去军校报道还有2天。通知书上写着的日期，31号前到军校报道。寿侯他们在昨天搬走了，他家买在帝都武校附近，据说花了几千个 W，300平左右，离他们这里还挺远的，开车去他们那里要半个多小时。没了寿侯他们，家里一下子静许多。老妈去了邻居家串门，老爸则和新认识的朋友钓鱼，家里就剩下唐渊和串门的林少宇。林少宇正在和熊大靠躺在沙发上看动漫片《无敌刀神》，他们手里各拿着一包辣条啃着吃。自从在寿侯口中得知熊大贪嘴，他就买了一大堆零食过来引诱熊大，每天来串门都带零食过来，这不很快他们就打成一片，称兄道弟起来，感情好的不行。刀神，你的神刀呢？赤手空拳怎么打得过一王？熊大看到动漫里的刀神赤手空拳和一王打，被一顿暴揍，气得不轻，恨不得自己上场替他。就是，这作者脑子有毛病。旁边的林少宇也附和，恨铁不成钢道。旁边的唐渊一阵无语，他也趁此机会向林少宇问道：少宇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我和你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？他一直很想知道这个问题。这小子前几天说漏嘴，连林雪瑶给他买药的事都知道。林少宇身体僵了下，小渊哥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说呢？唐渊瞪了他一眼，我要是记得还用问你？林少宇连忙摇了摇头，
你不记得，那我更不能说了。唐渊一脸不解，为什么？我姐说了，你想不起来，就是没有把事放在心上，等你想起来就会知道。林少宇缩了缩脖子，害怕道：如果我告诉你，他会打死我的。说完，他害怕唐渊逼问，就跑了出去，留下一句话：熊大，我家有泡椒凤爪，你来不来吃？泡椒凤爪。熊大一听到吃，连看电视的心思也没有了，跟着跑出去，小老弟，等等我。林少宇连这些都知道，唐渊多少也能猜出来，脸色大变，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转眼间2天过去，今天是7月31日，唐渊要去军校报到。中午吃完午饭，唐渊不慌不忙地收拾2套衣服，至于床铺被子这些，学校都有的，因为是军校，全部都是统一。熊大一袭黑西服打扮，戴着一副墨镜，正在慢悠悠地收拾他的衣服。昨天他缠着唐父给他买衣服，不然他不跟唐渊去上学，赖在家里。原来他一直对衣服念念不忘，被唐渊拒绝后，一直在后面憋着坏。这不，他昨天看时机成熟，跟唐李文摊牌，如果主子不给他买衣服，他就赖在家里不走。唐李文当场绷不住了，这个懒熊饭量大的惊人，再让他在家里待着，迟早会吃穷他家。为了他家的财政着想，唐李文只能含泪掏出小金库，为他买2套衣服。这个懒熊电视剧看多了，喜欢西装，于是花了1000大洋，给他买了2套便宜的西服，才把他给打发了。熊大用塑料袋将他另一套衣服装上。哎，别！唐李文见状，连忙道：我那里有个挎包，送你了。他是真担心这头懒熊把衣服弄坏了，再来坑他的钱。收拾好一切后，唐渊他们全家出发。来到大门口停车场，唐李文开出前几天新买的车子，红星牌轿车，落地价20万，让他心疼了好几天，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雪上加霜。夫妻2人计划着，等唐渊上学后出去找工作，不能坐食山空。唐渊和小白坐在后面，熊大身体高大，根本不能比着这身体坐，只能弯身子，坐得很难受。唐李文第一次来帝都，也不知道军校在哪个位置，只能打开导航搜索军校的位置。导航的响声响起，准备出发，全程36公里，预计用时38分钟。唐李文有些惊讶，这军校在郊外。他启动车子，按照导航的路线行驶，开了30多分钟，在导航指引下，他们来到郊外，终于看到军校。军校被大山包围，看样子军校的位置原本也是一座大山，只不过是被推平了，建了学校。车子开上斜坡，很快来到校门口，却被保安室里的保安拦在门外。军校除了学生，不允许家属进入，2位家长请回吧。唐渊拿上背包下车，对父母道：爸妈，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你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家。赵月有些伤感，叮嘱道：出门在外，一个人要多注意身体，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回家，钱不够的话记得和妈说。唐渊点了点头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大妹子，你不用担心孩子。里面的保安提醒道：学生的吃喝穿着日常用品之类，我们学校都全包的，不会用到钱。唐李文提醒道：小渊，你自己多注意，军校不是其他武校，你一个人在外遇到困难不要逞强。知道了。唐渊点了下头，回去路上注意安全，小心开车啊。小兄弟，报道来这边。那保安将唐渊喊了过来，我们军校不像其他学校，直接在这里签到。唐渊来到保安室窗口，里面坐着4名保安，其中一个保安对他道：麻烦出示一下你的通知书。唐渊将他的通知书递了上去，对方接过通知书，在电脑里输入信息。保安输入完信息后，将通知书还给唐渊。这时熊大从车上下来，屁颠跑过来，原来他在车上睡着了，被唐李文叫醒，这才下来。保安再把通知书交还唐渊那刻，注意到他身后跑出一只熊人一族，立即喝道：有异族出现。话音一落，保安室里的保安都纷纷爆发出强大的气息，唐渊的身体一沉，差点倒在地上。保安室里的保安已经不见踪影，下一刻4名保安出现熊大的身边，将他擒拿捉住，说：你是怎么跨过防线进入帝都范围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唐渊连忙解释道：他不是异族，是异兽。说着，他担心保安不相信，将熊大的证件从包里掏出来，我这里有他的证件，他脖子也有牌子的。熊大吓得双脚发软，连忙使用妖力，一层黄色的妖力浮现，我是异兽，不是异族。保安们见状，真是异兽。他们看到熊大身上的妖力后，这才相信，将他放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异兽长成这样，而且还会说话。其中一个保安惊讶道：小兄弟，你这异兽是变异了吗？这也太像异族了。唐渊尴尬的笑了声：是的，刚才抱歉了，这异兽实在是长得太像异族了，我们难免会误会。保安们跟唐渊和熊大道歉：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了。没事。唐渊也是很无奈，他已经习惯了，这头熊迟早会死在这张脸上。经过一个小插曲，唐李文夫妇看着儿子进入学校，
背影渐渐消失，这才启动车子离开。第78章野外生存试炼1。原本就长得跟异族一样，你还穿件衣服出来显摆。唐渊对身后的熊大骂骂咧咧道：“被人打死也是活该。”就是。肩膀上的小白也在数落他，差点连累了我和哥哥。熊大自知理亏，不敢多言，沉默不语。唐渊进入军校，前方空荡荡，一座建筑也没有，1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10米大小的黑洞。不会吧？看到这黑洞，唐渊苦着脸道：“军校建在虚面世界里，怪不得都说军校的死亡率高。学校建在虚面世界里，时常有异族进攻，想要进入人类世界，死亡率能不高吗？”唐渊来到虚面世界入口，大步跨进去。有没有一起组队的？兄弟，你们那边5人，我们这边也5人，一起合并吧，不用那么麻烦再找人。天河战队招人，清一色基础攻9层，只差1人。有没有粤省的兄弟一起组队？唐渊进入虚面世界，前方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聚集了上千个学生，正在吆喝着什么组队。在学生的旁边有几个巨大的帐篷，后面则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古老森林。看到那么多人，熊大害怕被打死，非常的从心，四肢落地，低下头跟在唐渊身后。唐渊好奇上前走去，便被那些学生发现有新生进来。其中一名男子见唐渊带着一只异兽，这可是强力的队友，抢先一步上前拉住他：“兄弟，组队不？”“组什么队？”唐渊一脸不解问道：“今天不是新生报道吗？”那人讲解道：“军校为新生举办的野外生存挑战，每年新生进校都会举办为期1个月的野外生存试炼，在野外生存1天就会获得1点积分，击杀异族和异兽也会获得积分。”唐渊疑惑问道：“积分有什么用处？”“积分用处可大了。”那人解释道：“积分越多，排名越前的学生，后面进入学院会被分配到好的班级，有好的老师教导，就连宿舍也是豪华单间。据说表现好的会被武王级别的老师看上，收为弟子。”那人继续道：“在军校上学，永远都离不开积分。我们的吃喝需要积分，学习武技需要积分，学习功法也需要积分。”唐渊好奇问道：“兄弟，你也是新生吗？”“对啊，怎么了？”“既然是新生，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？”“哦，这是刚刚前面的帐篷里领取手环的时候，里面那老师说的。”唐渊点了点头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怎样，兄弟，一起组队吧。那人对唐渊期待道：“我们这边刚好9个人，加上你正好10个，绝对能获得好名次的。”“不好意思，我先去了解一下。”唐渊十分委婉地拒绝了他的组队邀请，带着熊大挤进人群。靠！那人见唐渊离开，忍不住暗骂一声，浪费那么多口水，居然白搭。唐渊的出现，加上他身后的熊大，这可是强力的队友，纷纷对他发出组队邀请，但都被他一一拒绝。他来到刚才男子说的帐篷位置，掀开门帘，里面有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中年模样，女的看起来30多岁样子。他们面前摆放着一台电脑，还有一台机器。唐渊也不敢确认他们多少岁，毕竟武者是修炼之人，内练一口气，有真气、罡气护体，容貌衰老比较慢，有的强大武者甚至能够返老还童。那中年老师看到来人，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省的？唐渊如实回答：天阳省。唐渊。中年老师在电脑前敲打键盘，搜查他的信息。唐渊一脸惊讶道：虚面世界也能连得上网？唐同学，不要小看国家的科技力量，虽然国家重武，但科技的发展也没落下。中年老师笑道：不过这玩意贵得很，目前也就只有我们军方才有这东西。那女老师捣鼓了下机器，过了几秒，机器升起，露出一只手环，跟电话手表有点像，屏幕拇指宽，上面显示0的数字。女老师把手环交给唐渊，说道：每年新生进校都会举办为期1个月的野外生存试炼，落脚的地方停留时间不得超过半天，每次前进都要超过原先的位置1里以外，否则会被定义为失败，取消资格。这手环专门记录你击杀异族和异兽，每击杀一只异兽，手环上都会显示获取的积分，积分对你进入学校时所分配的班级有关，积分排名越高，获得的福利也就越好。前100名的学生不仅能获得单间豪华宿舍，而且还有机会被武王老师收徒。这个试炼你可以独自一人行动，也可以和其他同学一起组队，10人为一队。不过我建议，没有达到武者前，最好和其他同学组队，因为那些异族和异兽都是一阶的等级。还有一点你要注意，手环一定要保管好。如果遇到危险，按红色按钮，学院会派人来救你的。但同时，你的野外试炼也到此结束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唐渊点头道谢，便退出帐篷。卧槽，大伙快看投影屏幕，这个叫周顶天的家伙，积分一下子飙升到第1了。15积分，也就是说他一个人1个下午就杀了15个异阶异族或异兽。有谁认识这个周顶天的家伙？是海津市的武王世家，
周家大少爷，童家的童芊芊上升到第2 13积分，北周李家李梦龙上升到第3 12积分。看来世家子弟开始发力了。唐渊刚出来，就听到人群中发出惊叹的声音。他顺着目光看去，后面第2个帐篷里射出投影，上面显示着前100名的学生。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已经有大半的同学进去了。没错，再拖下去，我们就要垫底了。我们队伍还差2个人，有没有来的？时间就是排名。我来，加我一个。不少学生被这排名榜给刺激到，不想再浪费时间拖下去。有的人少队伍，直接解散，加入其他的队伍，纷纷朝着前方的森林蜂拥而去。第79章野外生存试炼2。唐渊对于军校的福利，他倒没有多大的期待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熊大，走了！他喊上熊大，朝着森林位置走去。兄弟，要不要一起组队？朋友，我们组的人都是基础攻9层的，来不来？同学，一起组队有个照应。不少注意到唐渊一个人，还带着异兽，纷纷发出邀请。唐渊都一一拒绝，带着熊大大步走进森林里。进入森林，唐渊随便挑了个方向前进，肩膀的小白嗅了嗅鼻子，没啥发现。熊大离开了人群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站立起来走路。他们走了30多米远左右，看到地上有一具狼类的异兽被开膛破肚，身上有几块肉被割走了，狼尸僵硬，血液干枯暗红，看样子应该是早上死的，被第一批新来的学生击杀，腰丹也被挖走。熊大看到地上的狼尸，口水都流了出来，一手将狼尸扛在肩膀上。你干嘛？唐渊被他这手操作给搞懵了。带走吃啊！熊大如实回答。这狼是异兽，哪怕是死了1天，也不会那么快发臭，肉质好着呢，不能浪费。唐渊抽了抽嘴角，这头憨熊从吃完午饭到来到军校1小时不到，就开始想吃的了。他没眼看了，算了，你喜欢就行。咻！唐渊刚说完，走了没几步，地面上的枯叶中窜出一只蝎子，用菜尾扎在他的鞋子上。唐渊抬起脚，将蝎子踩死。麻蛋，我最讨厌的就是森林。当初在白狼团的虚面世界也是这样，枯叶下藏着各种各样的毒物，经过的人要打起12分精神，否则就像开盲盒一样，永远都不知道哪里会窜出一只毒物偷袭。我和冯四做佯攻，许家乐你们在后面看准时机出手。唐渊继续前行，走了100米多远，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道声音。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，看到前方有10个学生正在围攻一头大野猪。那野猪体高1.2米，体长2.5米左右，肤色灰黑，嘴里伸出2根15厘米长的锋利獠牙。10个学生每人手里都拿着刀剑大锤等武器。唐渊愣了下，他们怎么都有武器的？难道还可以自带武器上学？刚才发话的是个体型魁梧的男子，另一个站出来的是个身材瘦小的男子，两人手中一个拎着一柄大锤，一个拿着一双匕首。魁梧男子对瘦小男子道：冯四，不要害怕，我们10人联手配合，哪怕是异兽也不是我们对手。冯四点了下头，明白。上！魁梧男子喝了一声，我在前面进攻挡住他，你攻击他的眼睛，其他人见机行事。话音落下，魁梧男子抡起大锤冲了出去，冯四紧跟其后。哼哼，那头大野猪眼睛猩红，发出猪叫声，向着魁梧男子他们2个冲去。那庞大的体型跑起来地面震动，眼看越来越近时，魁梧男子双手握锤，手臂上的肌肉隆隆鼓起，青筋现出。砰！手中的大锤对着大野猪的脑门砸去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，碰撞产生巨大的反震力，将魁梧男子双手握着的大锤被震飞，脱手而出。他的双手有些发麻，好强的防御。哼！大野猪被轰了一锤，发出愤怒的嘶叫，脑门上流出一行鲜血，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。他的速度不减，那双锋利的獠牙对着魁梧男子的腹部刺去。魁梧男子脸色一变，这要是被刺到，以大野猪的冲击力100%会凉。他运转铁布衫，在野猪的獠牙靠近他的腹部10厘米左右时，他的双手抓住野猪的獠牙，用尽全身的力量将野猪的脑袋死死按下去，这才避过死亡危机。野猪的头虽然被按沉下去，但速度和力量不减，将魁梧男子的身体一路推行，他脚下划出2条深深的沟痕。一旁的冯四看到魁梧男子被野猪推着走，从他身边经过，有些发懵。大哥，你把野猪的头给都按了下去，我怎么捅他的眼睛啊？魁梧男子的力量根本无法制止野猪，只能眼睁睁地被推着走，一旦松手就会被野猪捅个透心凉。砰！退着退着，后方被一棵大树挡住，已经无路可退。冯四等人纷纷提醒，大喊呼叫：鲁达，小心！砰！魁梧男子被推撞在大树，猛烈的冲击，后背传来剧烈的疼痛，让他龇牙咧嘴。哼哼！野猪的獠牙也插进来大树里，惊恐哼叫起来：快点动手！
鲁达见到这么好的机会，死死按住野猪的头，忍住身上的疼痛，对队友们大叫一声。冯四等9人拎着武器冲上去，对着大野猪一顿乱砍。3分钟后，野猪被砍得血肉模糊，彻底失去气息，倒在地上。呼呼！鲁达松开抱住野猪的手，瘫坐在地上，背靠大树，大口喘气。终于解决了，谁的积分？众人都纷纷看了看手中的手环，一个女生缓缓举起手，柔弱道：“是我。”鲁达喘完气，笑道：“你们也看到了，就算我们不是武者，联手起来也能解决异兽。这次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也是第一次和异兽战斗，难免会有些胆怯和害怕。我们再战斗几场，就能慢慢适应。”说着，鲁达提议道：“异兽虽强，但智力低下，我们可以设置一些陷阱，将异兽引来击杀。”与此同时，军校监控室中，一个个分屏器投射出各队学生的监控画面，密密麻麻。每个老师负责监看10个监控，如果有表现好的学生，都会被记录下来，等到开学分班的时候挑选出来。咦，156号的监控，这个叫鲁达的学生表现得不错，表面看起来有些憨厚，但却有勇有谋。其中一名老师惊讶道：“作战指挥也不错，还会适当的鼓励队友。刚才和异兽的战斗临危不乱，是个不错的苗子。”其他的老师也纷纷看了过来。有一名老师注意到镜头里有一个躲在不远处的学生，他身旁还有一个扛着狼尸的熊人异族，皱着眉头道：“那学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和异族搅和在一起？”还真的是。经他这么一说，其他老师的目光从鲁达的身上转移，落在监控镜头角落的唐渊身上，立即查查这小子是谁。军校不允许出现人族的叛徒。第80章，熊爷保证每年主人给你们扫墓。在几个老师一番操作下，锁定了唐渊的人脸识别。下一刻，屏幕上出现他的信息：姓名唐渊，年龄18，籍贯天阳省南云城，特招生，异兽小白，编号 TY9527，品种未知，目前并没有此兽的资料记载。种族鼠类，异兽熊大，编号 TY9528，品种未知，目前并没有此兽的资料记载。种族熊类。注：外貌虽然长得像异族，但却是异兽。这小子居然是特招生，真是长见识了。老夫还是第一次见到长得像异族的异兽。特招生嘛，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能不能像周顶天他们那样大放光彩？一众老师看到唐渊的信息之后，知道误会了他。有不少老师看到唐渊是特招生，有些期待起来。画面转换到唐渊这边，走啦！看到他们将野猪解决后，戏也看完了。唐渊踢了踢熊大：“主人，要不等会再走？”熊大依依不舍道。唐渊有些迷糊：“为什么？等他们走了后，我再去将那头野猪带走。”熊大心里打着小九九，这么大的野猪不能浪费。你除了吃还会干什么？唐渊被气得不轻，再不走一会被人发现，将你当成异族宰了。熊大一脸不屑道：“就他们几个人，让他们双手也打不赢熊爷。那你自己慢慢等吧。”唐渊白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他还要找个合适落脚的地方。唉，熊大回头不舍地看了一眼野猪，最终跟上唐渊的步伐离开。唐渊和熊大慢悠悠地前进，走了100来米远，又遇到一支猎杀异兽的队伍。他们识趣地绕路，换一个方向，免得别人以为他们是来抢异兽的。现在森林边缘基本布满新生，每走几步路都能遇到他们，形成了一种僧多肉少的局势，让他们更疯狂地寻找异兽。当然也会伴随着风险，有的学生猎杀异兽时受伤，只能无奈地退出试炼。哥哥，左边的位置有好东西吃。突然，小白叫住唐渊，从他的肩膀上跳下地面，往左边的位置跑去。小白姐，你去哪？熊大见小白跑了出去，在后面叫了一声。唐渊和小白相处那么久时间，他知道小白说好东西绝对是跟毒之类有关系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异兽，口味跟他一样，只要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一律都不吃，反而对身体有害的东西吃得最欢。唐渊和熊大跟了上去，只见一个小草丛之中生长着一株不知名的植物，树茎上长满一颗颗鲜红的小果子。小白爬上去，将小果子摘下来放进嘴里吃，对唐渊高兴道：“哥哥，这果子很好吃，你也尝尝。”听他这样说，唐渊伸手摘下一颗果子放进嘴里。主人，不要！熊大见状，吓得扛着的狼尸都扔了，冲了过去，连忙大喊大叫：“这是败血果，有剧毒的，不能吃！”但他想要阻止也来不及了，因为唐渊已经把嘴里的果子嚼了起来。果子的汁液有些苦，后又有些回甘。唐渊咽下果子，不满地看着熊大：“干嘛？”惨了！熊大见唐渊把果子咽下，皮毛遮掩下的面容变得惨白。“主人，你这个蠢猪，这是败血果，有剧毒的，误食后
其毒素会腐败你体内的血液。自从得知唐渊是特招生后，那个负责监视他们10个监控的老师一直把目光落在唐渊的身上，想要看看他有什么表现。结果唐渊给他表现一手口吞败血果，把他吓得脸色苍白，指着监控画面急道：“不好，那个特招生唐渊，他吃了败血果。”什么？吃了败血果？见鬼！怎么会有人傻到吃败血果？越鲜艳的东西基本都会有毒，他的生物老师没教的吗？来不及了，从学院出发到试炼场地有200公里远，以我们的速度赶过去怕是要凉了。立即通知校长，特招生不能有失。我这就去。监控室里的老师们听到唐渊吃了败血果，都气急败坏。每个特招生都是学院的宝贝，不容有失。现在能救唐渊的也就只有老校长了。其中一名老师急匆匆离开监控室，立即飞快朝老校长的住处飞去。砰砰砰！那老师来到老校长住处，拍打房门，大喊道：“校长，出事了！来了来了！门都快给你给砸坏了！”屋里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：“急成这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咔嚓！房门打开，只见一个身材瘦小、有些驼背的老人走出，童颜鹤发，一身休闲打扮，脚穿一双人字拖鞋。那老师着急道：“校长，有一个叫唐渊的特招生吃了败血果，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救他了。”什么？唐渊那小子吃了败血果？武乾坤失声惊呼，一个瞬身消失在原地。那老师见武乾坤动身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回去监控室。另一边，熊大像死了亲爹一样哭丧着脸，他的命魂在唐渊身上，如果唐渊一死，他也会跟着死的。想他熊霸天天生贵族，身负大地熊血脉，年纪轻轻，花样年华，还有大好的时光，就这样要没了。越想越觉得自己无辜，气得对罪魁祸首的小白大骂道：“都怪你这只死老鼠，乱找东西吃，这次熊爷被你给害死了。”眼看大伙都要同归于尽，熊大破罐子破摔，逮着他们2个一顿臭骂：“你自己找死就算了，还带上这个蠢货主人！熊爷的命魂还在这蠢主人的手上，他要死了，熊爷也会陪葬。这次熊爷被你们给害死了。”熊大越说越委屈，豆大的泪珠从眼眶流出。倏然他脑中灵光一闪，带着希冀之色的看着唐渊：“主人，能不能把我的命魂还来？”说着，他举起手发誓：“熊爷保证，以后每年的今天，熊爷都会给你们扫墓上香的。”蠢货主人！唐渊被熊大臭骂一顿，脸色黑了下来，一脚将他踹翻在地上。第81章武乾坤的发现。胆子挺大的吗？唐渊脸色黑了下来，居然敢骂他是蠢货。一旁的小白也被气得不轻，这头大笨熊不仅叫他小老鼠，而且还在骂他。踹翻在地上的熊大注意到唐渊身上的皮肤开始变得泛红，惊恐指着他：“毒发了！”他着急道：“主人，快点把我的命魂还来，不然没人给你收尸了。”监控室里的老师也注意到唐渊身上的皮肤泛红，毒性开始发作了。他们心里祈祷着武乾坤快点赶过去。叮！宿主服食败血果，血液正在被毒素腐蚀，在阴阳逆转下，毒抗性增加 0.1， 血气充盈，临时4维属性临时提升1倍，维持半小时。卧槽！系统弹出来的提示把唐渊吓了一跳，连忙打开面板查看。宿主唐渊，境界无，资质玄阶下品，气感100，力量38+18零时，体质43.8+21.9零时，速度30+15零时，精神10+10零时，功法铁布衫圆满，秘法敛息诀9级590-900，神通霸体大力神行神念，状态阴阳逆转，毒抗性4.1，精神抗性9，四维属性临时增加了1倍，体质达到了65点多。换做之前的牛头人，他站着不动，对方也打不动他。没想到这败血果还有这种功效，唐渊心中大喜，一会留下一点败血果，这可是保命的玩意。熊大见唐渊站着不动，不知在傻笑什么，他的手在唐渊眼前晃动几下，见他没有反应，而且脸色变得红润起来，惊呼道：“妖兽了，主人回光返照了。”唐渊还处于惊喜中，被熊大一声吆喝惊醒，回神过来。当听到他喊出那句回光返照，被气得不轻，逮着他一顿暴揍：“我回你没得返照，咒我死是吧？叫姑奶奶小老鼠，我让你叫，看姑奶奶不挠死你！”一旁的小白也不甘示弱，跳上他的身上一顿乱挠，疼得熊大哇哇大叫。1分钟后，熊大鼻青脸肿，皮开肉绽，求饶道：“主人，小白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别再打了，再打就要死熊了。”唐渊和小白出了一口气，这才放过他，对小白道：“小白，这果子别吃光了，留一点，我有大用。”“好的，哥哥。”小白点了下头，
摘2颗，吃1颗。唐渊也同样如此，可惜这果子保存不了多久，最多也就几天。不过能留一点是一点，危险关头有大用。主人，你们没事？旁边的熊大见他们将败血果一颗一颗的吃进肚子里，看得目瞪口呆，很是懵逼。这不科学啊！败血果可是毒得很，他以前见过一只一阶的异兽误食败血果，没几分钟就跪了。为何唐渊和小白吃败血果一点事也没有？在监控室的一众老师们也同样如此，为什么他吃了那么多败血果，一点事也没有？这小子的身体是不是能免疫毒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赶紧把校长叫回来。有老师想起武乾坤已经赶去救唐渊了，立即用手环联系他。在天空上快速飞行的武乾坤感受到手环的震动，抬手点开，一个投影画面弹出。他以为唐渊毒发，急问道：秦老师，唐渊那小子是不是毒发了？老头子还有半分钟就能赶到。不是，校长。秦老师连忙道：那位唐渊同学平安无事，他的身体似乎可以免疫毒性，刚刚他又吃了不少败血果，一点事也没有。校长，你可以不用过去了。武乾坤愣了下，这小子的身体还有这种能力，他对唐渊越来越感兴趣了，笑道：来都来了，先去看看吧，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也能来得及。老头子先挂了，他挂掉视频，快速往试炼之地飞去。没过多久，他来到试炼场的上空，神识打开寻找唐渊的踪影。他见过唐渊的照片，神识一扫，很快就找到了唐渊。武乾坤来到高空上，神识扫到唐渊，他正在和一只小老鼠吃着败血果，诧异道：这小子真的能免疫毒性。忽然他察觉到唐渊身上那股澎湃的血气很强烈，震惊道：不对劲，这小子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下方的唐渊和小白一起将败血果吃完，留下10颗放进了背包里。他的毒抗性已经达到了 5.1， 有些意犹未尽，对小白道：小白，这附近还有红果子吗？小白嗅了嗅鼻子，最终摇了摇头：没有，可惜了。唐渊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，然后对躺在地上的熊大踢了踢，走了，继续赶路。熊大身上的伤也恢复得差不多，他不停吸取大地的力量修复伤势，屁颠屁颠地爬起来，不敢再胡言乱语，将狼尸扛起来跟上去。路上林中一直传来打斗的厮杀声，也不知道唐渊运气好还是运气差，这一路上他一只异兽也没见到，反倒是在小白的带领下吃了不少带毒的植物，毒抗跌到了 5.9 了。和其他的属性一样，达到5点后身体抗性上来，每次增加 0.01。 不过唐渊倒不气馁，无非用数量叠上去，和之前的精神一样，反正小白在，他一点也不担心。无论是熊大还是监控室的老师们，或天空上的武乾坤，都看得头皮发麻。他们已经记不清唐渊吃了多少带毒的东西，只要那只小老鼠一找到毒物，一人一鼠就躺开肚子来吃，各种各样的毒混进肚子，一点事也没有，嗅得他们头皮发麻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武铁？武乾坤有些发懵，唐渊的表现和之前同印描述的完全不一样，并且他还发现一个惊天的秘密，每当唐渊食用毒物之后，他的体内的血气总会变强许多，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变回原样。武乾坤有些怀疑猜测道：这小子不会是服用毒物就能变强吧？唐渊的身体变化让他怀疑起来。第82章童芊芊和李梦龙一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唐渊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林中传来打斗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看来他已经脱离了外围的边缘了。主人，咱们都走半天了，天都黑了，啥时候才能找地方休息？熊大现在又饿又累，嘟囔着嘴道。这路上唐渊和小白吃吃喝喝的，就他一个跟在后面，没有休息过。唐渊看了眼天色，最终同意道：行吧。也不知道这座森林有多大，走了半天也没走出去。他原本还想离开森林，找个合适落脚的地方，不想在森林里过夜。毕竟林中的虫类太多，他不想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虫子爬满身体。如今看来是找不到合适落脚的地方了，只能随便找个地方凑合一晚吧。哗啦啦，忽然耳边传来一阵水流流动的声音，对熊大道：有水流动的声音，我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有合适落脚的地面。那快点啊，主人！熊大一听，身上的疲惫消退，扛着狼尸往水流传来的方向跑去。你跑那么快干嘛？唐渊有些无语，朝不远处找吃的小白招了招手：小白，不找了，今天先这样吧，走了。好的。小白应了一声，跑了回来，顺着唐渊的裤脚爬上肩膀。唐渊跟上熊大的步伐，走了大概有5分钟的路，水流的声音越来越响。最终他们穿过一处草丛，来到水流的地方，是一条5米的宽的小河，河岸两侧宽敞，布满小石头。咦，这地方不错，很适合落脚。唐渊看到这空旷的岸边，远离了杂草横生的森林，跟他想要寻找落脚的地方不谋而合。今晚就在这里落脚了。他对熊大道：熊大，跟我一起去弄点枯叶来。要枯叶干嘛？
难道用来烧火？熊大有些不解，烧火的话，用树木不是更好？烧个屁的火！唐渊没好气道，这岸上全是小石头，不找点树叶来垫一垫，今晚怎么睡觉？快点！说完，他重新进入森林去收集树叶。知道了。熊大应了一声，不情不愿地跟上。很快，唐渊将枯叶收集完毕，铺在小石头上，弄了个长2米、宽1米半的枯叶床。他躺上去试试，虽然睡在枯叶上不怎么舒服，但起码隔绝个人的小石头。那边的熊大收集完树叶后，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开餐，跑到河边将狼尸扒皮掏脏，处理干净。熊大本来就是异兽，生食和熟食对他来说都一样，况且他们也没有生火的工具。他抱着整只狼啃着吃，嘴里发出瘆人的咬碎骨头的声音。熊大来到唐渊的身边坐下去，大方对他道：“主人，要不要分一条腿给你们吃？”“不用，你自己吃吧。”生吃他下不了嘴，再加上是异兽，就更不可能吃了。而且这一下午，他和小白一起吃了那么多的毒草、毒果子，已经填饱肚子。一只体长1米多的狼很快就被熊大吃光，他满意的揉了揉肚子，紧接着就趴在地上睡觉。唐渊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这头懒熊吃饱就睡。月亮露头，月光洒落下来。今天在森林里走了一下午，身上脏兮兮的。他跟小白道：“小白，我去洗澡，你来不来？”小白高兴道：“哥哥，我也去。”还好出来的时候带了一套衣服，不然没衣服换了。唐渊和小白来到河边，将身上的衣服脱下，跳进水里。小白也有模学样，把身上的小衣服解下，跟着跳到河里，四肢跑水游泳。这滑稽的模样，差点让唐渊笑了出来。由于没有沐浴露和肥皂之类的用品，唐渊只能从河底下捞了一把沙子擦拭身体。砰砰砰！突然，不远处的林子中传来一阵阵爆炸声音，伴随着一道道火光照亮黑夜的树林。砰！倏然，一道红光从森林中飞射出来，砸在唐渊身边河的对面，砸出一个将近3米的坑洞，碎石四溅。坑洞里冒起火焰，方圆10米内的范围照亮。一名俊俏的青年从坑洞中走出，他身上冒出炙热的火焰，空气被火焰燃烧得有些扭曲。那青年注意到河里的唐渊，两人四目相对。大大大！唐渊的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青年也察觉到来人，是个英姿飒爽美丽女子，身材高挑，凹凸有致，酥胸翘臀，齐耳短发。女子下身穿着淡蓝色的牛仔短裤，上身穿着一件短袖黑 T 恤，配搭一双黑色高帮帆布鞋。青年看到女子，面上露出怒容：“童芊芊，你发什么疯？”童芊芊一脸笑呵呵地看着青年：“李家的李梦龙，你的名号我听过，听说你是李家50年来最出色的天才，拥有火德五体，一直都想跟你较量一番，可惜你藏身北周里的虚面世界中修炼，无缘一战。今天难得碰到，不打赢我的话，就别想离开。”疯婆子！李梦龙也是怒了：“你要是闲着没事，就去找周鼎天他们打，老子没空陪你玩。”童芊芊的名号他也听过，是个战斗狂，换作平常，或许他还会跟他交手一番。可现在是试炼比赛，周鼎天他们都对第1名虎视眈眈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，他不想跟童芊芊浪费时间。而且对方的实力也不差，真打起来可能会2败俱伤，到时候他将会和第1名无缘。有意思了。天空上一直监视着唐渊的武乾坤，看到闯进来的童芊芊两人，顿时来了兴趣。童家的小女娃和李家的小娃子碰到一起了。不行！童芊芊立即拒绝，好不容易才碰到，不打一架，我浑身难受。我特么！李梦龙被气得不轻，正要破口大骂。我说，待在河里的唐渊全身光秃秃，很不自在，将他们的对话打断。2位要打架，能不能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别牵扯到无辜。童芊芊一副心思都在李梦龙的身上，当听到忽然响起的声，他这才察觉还有第3个人的存在。啊！当他的目光落在唐渊身上的时候，见他全身光秃秃，失声尖叫，变态！他对着唐渊隔空一掌拍去，迸发出强大的真气，将唐渊轰飞出10多米远，连带着小白也受到牵连，一起掉进下游，被水冲走。第83章童芊芊和李梦龙2。童芊芊，你疯了！李梦龙见童芊芊对一个连武者都不是的同学使用真气，瞪大眼睛：“他连武者都不是，你想杀了他吗？”童芊芊出完手后也有些后悔，刚刚看到唐渊赤裸的身体，把他当成耍流氓，下意识出手。悔意只在心里，表面上当然不会表现出来，有些强词夺理，强作镇定道：“谁叫他大晚上不穿衣服出来耍流氓？”听到他这话，李梦龙嘴角抽了抽，他要是没看错的话，刚才那个同学是来河里洗澡，而且是他们闯进来打搅到人家，并不是人家耍流氓。童芊芊脚下那堆衣服是最好的证明。特么，谁变态了？唐渊和小白被冲走一段距离，才从水里爬起来，愤怒爆了一声粗口。洗个澡都会受个无妄之灾，
他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就被那个女人骂了一声死变态，然后一掌拍飞他。我他妈是招谁惹谁了？童芊芊听到下游里传出唐渊愤怒的骂声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听对方声音中气十足，应该没事。他战意十足，对李梦龙道：“我们继续。我现在真没空陪你打。”李梦龙无奈道：“你真想打的话，等试炼结束后我们再打。”来。童芊芊可不管他的话，体内的真气涌现，依附在双脚和双拳上。他脚下一踏，地上小石头飞溅，他的身体爆射出去，瞬息来到李梦龙的身前。童芊芊的身体半躬身，一拳轰向李梦龙的腹部，拳头之上携带着真气。龙炎护体。李梦龙见状，眼皮子直跳，发动真气，一层红色的火焰在他身上浮现，将他的身体包裹住。砰！童芊芊一拳轰在李梦龙身上的火焰，他拳头上的真气竟分化了火焰，一拳轰在他的腹部。混元真气。李梦龙脸色一变，身体倒退出去，双脚在地面滑动，一块块小石头滚动，地下划出2条沟痕，划出10多米远才稳住身体。童芊芊，你还真的？李梦龙嘴里流出一丝鲜血，腹中传来疼痛，怒瞪着童芊芊。他也没想到这个疯女人来真的，再不认真打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童芊芊右脚微微抬起，踢在地上的小石头上，一块块小石头向着李梦龙爆射出去。疯婆子，这是你逼我的！李梦龙被逼得无奈，只能动真格了。与其一直被他缠着，还不如费点功夫和他分个高低。岩蛇！他暴喝一声，运转真气，2条大腿般粗壮的火焰蛇破体而出，盘旋在他的身上。那些爆射而来的石头碰到岩蛇，瞬间被融化，化作一滩汁液流落地面。打起来了！天空上的武乾坤高兴道：“两人皆是武者巅峰，童家的混元经，李家的炎龙诀，到底孰强孰弱？”去！李梦龙操作2条岩蛇，对童芊芊发起进攻。岩蛇在他的操控下活灵活现，形成左右夹攻。面对2条袭来的岩蛇，童芊芊丝毫不慌，反而兴奋起来。童芊芊身体俯下，避开岩蛇的攻击，岩蛇从他头上掠过。还没完呢！李梦龙见状，张开双手，发动真气，控制岩蛇，回手往俯下的童芊芊攻去，张开血盆大口扑下。童芊芊单手按在地上，身体往左边倾斜，用力一按，朝左边位置避去。轰！2条岩蛇横插交错咬落下来，再次扑空，地面炸出一个坑洞。在李梦龙操控下，2条岩蛇缓缓升起，它们口中咬住的石头慢慢融化成汁水，坑洞下更是燃烧火焰。就是这样，继续！童芊芊精致的脸露出兴奋的笑容，她双脚上依附真气，身体往前微微一倾，身形一动，快速移动朝李梦龙掠去。咻咻咻！李梦龙连忙操控岩蛇阻止他前进的步伐，奈何童芊芊身体矫健灵敏，轻松避开他的岩蛇攻击。看对方的动向，似乎是想跟他打近身战。近身战他还没怕过呢。当即李梦龙运转真气，身上冒出火焰，慢慢形成一副火焰铠甲，宛如一名古代将军。李家的炎龙诀真神奇！童芊芊兴奋道，瞬息来到李梦龙的身边，双拳依附真气，一拳轰出。李梦龙一心二用，和童芊芊对轰，同时又操控岩蛇从后面攻击。童芊芊的拳头碰到李梦龙的火拳，对方的火焰开始崩溃，像是被融化了一样。眼看就要碰到李梦龙的手，2条岩蛇已经出现在童芊芊的身后，他只能放弃，一跃而起，避开岩蛇的攻击。好机会！李梦龙见他跃上空中，心中大喜，立即操纵岩蛇飞上天空。童芊芊脸上依旧挂着笑容，没有慌乱，他身体往下俯冲，扬起拳头，体内的真气疯狂运转，真气在他的拳头上凝聚。天罡拳！他娇喝一声，一拳对着下方的岩蛇轰去。砰！一道恐怖的拳劲迸发而出，将近2米的大小，直挺地轰在2条岩蛇上。岩蛇碰到拳劲，寸寸崩碎，化作满天火花，照亮方圆100米范围。童芊芊落地，身体一转，再次对李梦龙发起进攻。李梦龙也不甘示弱，与他碰撞在一起，真气火光四溅。2人缠斗在一起，速度极快，从河岸打到对面岸上，你来我往，真气和火焰迸发，所到之处，地上留下一个个坑洞和火焰。李梦龙和童芊芊打得难分难舍，他额上冒出细汗。童家的混元经太狗了，竟然能分化我的火焰真气。睡得正香的熊大眉头紧蹙，耳边一直传来嘈杂的声音，累了一天，好不容易才能休息。这声音绝不是唐渊，他猛扎起来，暴怒吼道：“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在吵熊爷睡觉？”熊大暴怒的声音打断了童芊芊2人的战斗。2人停下手，闻声看去，是一只熊人一族。熊大醒来，打量着周围，不见唐渊和小白的身影，他用枯叶铺垫的床也被火焰烧成灰。他大感不妙，唐渊和小白应该出去找吃的，
如果他回来看到枯叶被烧光，会不会以为是熊爷烧的？一族两人看到熊大，眉头皱了下。李梦龙率先开口道：“这头熊人是我的，等解决完他，再和你分胜负。”没想到有一族送上门来，运气不错。熊大发现2个罪魁祸首，就是他们把主人睡觉的床给烧了。为了避免唐渊的责罚，他有必要将歹人拿下，否则他跳进河里也洗不清。熊大裂开满口锋利牙齿的嘴，狰狞地看着李梦龙他们2个：“你们2个王八犊子，想怎么死？”第84章，武乾坤出手。监控室的老师分2班制，早上那班已经换班了，轮到晚班老师监控，目的是为了避免遇到危险的学生，及时得到救援。咦，李梦龙和童芊芊碰上了，他们打起来。负责监控李梦龙和童芊芊的2个老师看到他们2个碰到一起，并且打起来。童芊芊和李梦龙这些天赋出色的学生，早就出现在每个大一老师的竞争学生名单中。监控中出现唐渊洗澡的画面，李梦龙他们2个打了进来。忽然童芊芊见唐渊没穿衣服，一掌把他给拍飞。这个童芊芊太野蛮了，真气都用上了。有些老师看到这一幕，眉头皱了下，有些不满。查查那个学生的监控，有没有事，通知附近的救助人员前去救他。找到了，是我这边168号监控的。其中一个老师发现他负责监视的监控中出现了唐渊的身影。咦，这小子挨童芊芊一掌，一点事也没有，还能活蹦乱跳。唐渊吗？不少老师瞄了一眼，将这个学生的名字记下，挨了童芊芊一掌也没事，说明他的实力不错，值得关注。一个异族居然敢如此嚣张！李梦龙笑了：“童芊芊，你不许插手，这个异族是我的猎。”咻！他话还没说完，倏然他脚下的地上传出一条地刺。什么？李梦龙吓了一跳，立即跃起，才躲过一劫。砰砰砰！但攻击并没有因此而停，熊大一脚跺在地上，一根根锋利的地刺拔地而起，袭向李梦龙和童芊芊。岩蛇！空中的李梦龙见状，心中一惊，立即发动岩蛇，控制撞击在地刺上，炙热的温度将地刺融化。砰！童芊芊拳头上汇聚真气，狂暴一拳轰在地上，将刚冒出来的地刺震碎，轰出一个坑洞。李梦龙落地，惊讶道：“这是妖力，他不是异族，而是异兽，有点本事，那熊也要认真了。”看到自己的攻击被一一化解，熊大打算动真格，他的妖力涌动，脚下源源不断的吸取大地之力。在他的操控下，大地震动，地上的石子滚动起来。童芊芊双脚依附真气，稳住身体，提醒道：“要来了，小心了。”李梦龙点了下头，警惕起来，真气运转。这是大地之熊的能力。天空上的武乾坤察觉到熊大发动的能力，一脸惊讶道：“唐渊的这头熊居然有大地熊的血脉。”随即他心中大喜，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收获，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，居然得到神兽血脉的妖兽。大地熊是神兽的血脉，成长起来最低也是8、9阶的实力，未来会成为人类顶级战斗力。这头熊和唐渊签的不是本命契约。武乾坤皱着眉头道：“下午的时候，这家伙一直嚷嚷着叫唐渊将命魂还给他，签的应该是主仆契约。不行，一定要让唐渊和他重新签订本命契约。之前他不在意，但现在知道熊大拥有大地熊的血脉后，就不能放任不管。”另一边，监控室，大地熊，这头熊有大地熊的血脉。有老师惊喜道：“我们军校的虚面世界里有神兽血脉的异兽。”不少老师见到大地熊有些蠢蠢欲动，想要去收服它。不对，你们没注意到那头熊人异兽穿的衣服吗？有眼尖的老师注意到熊大身上穿的西服，还有他脖子上挂着的牌子，而且他还是挂了军牌的，已经有主了。还真是编号 TY9528 天阳的牌。是哪个学生的异兽？附近没有其他学生，除了刚才被童芊芊拍飞的那个学生，该不会是他的异兽吧？老师们得知熊大有主后，有些失望。画面一转，回到童芊芊他们的画面，大地的震动越来越强烈，地下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窜出来般。我的衣服，我的树叶床，谁他妈干的？突然，一道暴怒声在众人耳边骤然响起，打断了熊大他们。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，熊大身体一僵，身上的妖力散去，缓缓回头，只见唐渊全身赤裸，站在他身后，脸上呈现一张怒容。唐渊刚游回来上岸，就看到周围的地形都变了，地上变得坑坑洼洼，还冒着火焰，还有许多尖锐的地刺和岩石块。他好不容易铺好的床和换下来的衣服都被烧成了灰，还好不幸中的大幸，他的背包没被烧掉，不然只能光着身体了。熊大连忙撇清关系，指着李梦龙他们2个控诉道：“主人，不关我的事，全是他们2个干的。”说着，他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。我极力的阻止他们，奈何双拳难敌4手，我只能勉强和他们打得有来有回，无法救回你的衣服。
李梦龙和童芊芊两人对视一眼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衣服是我们烧的没错，但你啥时候出手救火？这头熊坏得很，睁着眼睛说瞎话。熊大的话是真是假，他不知道，能把他的衣服烧了，也就只有刚才那个砸落下来的李梦龙。唐渊的脸色阴沉下来，他就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，接下来就没衣服可换了，只能穿一套。他来到背包前，将里面的衣服拿出来穿上。哥哥，小白的衣服也被烧了。趴在唐渊头上的小白，他换下来的小衣服和唐渊的衣服放在一起，如今也被烧成灰了。唐渊把他从头上拿下来，然后蹲下身子，将小白放在地上，安慰道：“你先去一旁待着，哥哥帮你教训他们。”说完，他站起来向李梦龙他们走去，黑着脸骂咧咧道：“马德，都跟你们说了，要打架去远一点的地方打，偏偏在这里祸害老子。”不知为何，唐渊给李梦龙一种很危险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很强烈。他连忙解释道：“兄弟，这都是误会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唐渊打断：“接我一拳，这事就算了。”轰！话音刚落，唐渊脚下的大地崩碎，他的身影消失不见。这一道劲风迎面扑来，李梦龙脸色狂变，下一秒，唐渊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前，那拳头对准他的腹部轰来，携带着破空之声。唐渊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李梦龙根本反应不过来，无法闪躲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轰来。不好！天空上的武乾坤脸色一变，这小王八蛋的速度和力量好强横。他立即出手，一只无形的大手横空跨来，将李梦龙和童芊芊两人抓走。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唐渊的眼前，让他的攻击扑了一个空。这……唐渊心中一惊，有人出手，悄无声息地将李梦龙他们就走了。这是何等的实力！第85章被武乾坤盯上的唐渊。不好，这小子动杀心了。监控室的老师看到突然动手的唐渊，他爆发出来的力量和速度，把在场的老师都惊艳到，大忌道：他的速度和力量早已超过武者，李梦龙他们有危险了。迅速联系救援人员，李梦龙和童芊芊他们两个不能有事。就在他们要联系救助人员的时候，监控画面中横空跨来一只无形大手，将李梦龙他们给救走了。有人出手救了他们。是谁出手的？救助人员是大3的学生，不可能有这等实力。这等实力，最低也是武王。是哪个武王老师在那边？老师们见李梦龙他们被救走，纷纷松了一口气，同时也对出手之人很疑惑，到底是哪个老师在试炼场那边？武乾坤将李梦龙他们抓到天上，这个小王八蛋是想杀了他们吗？同时他也为唐渊的速度和力量感到震惊。第一次童印和他汇报，唐渊的3维均匀，力量和速度6点多，体质差点破10。第二次说他体质破10，觉醒了神通。第3次说他的体质已经达到了50等级。可如今唐渊表现出来的力量和速度都已经达到50级别了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的武体又是什么？明明连武者也不是，为何3维属性进展如此夸张？他实在想不明白，必须将他收为弟子。童芊芊看到武乾坤，高兴道：“武爷爷，童丫头，以后可不要再毛手毛脚的了。”武乾坤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叹了一声道：“要不是老头子在，你们两个怕是要吃苦头了。多谢武校长出手相救。”李梦龙连忙抱拳躬身道谢。在军校，姓武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武乾坤。小事。武乾坤摆了摆手，毫不在意，好言劝道：“以后看到那小子，不要再惹他了，你们打不赢他。”校长，不知刚才那人叫什么？是哪家的子弟？李梦龙心有余悸地问道。刚才唐渊出手那瞬间，让他嗅到了死亡的危机。那速度，那力量，他在同龄人的身上从没感受过那种压迫感。怎么？你想对付他？武乾坤斜眼瞄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道。校长误会了。李梦龙心中一惊，连忙低下脑袋，抱拳道：“学生绝无此意，只是想和那位兄弟交个朋友。”天地良心，他刚才被唐渊的实力所惊艳到，想和唐渊交个朋友，他又不是那种小心眼的纨绔子弟，别人得罪了他就要弄死对方。李梦龙一直认为自己的实力不输任何同龄人，哪怕遇到普通的武师也不虚。没想到今天才发现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是他骄傲自满了。刚才那人表现出来的实力彻底的打击到他。武乾坤观察了一下他，见他不像说假话。童芊芊抓着武乾坤的手臂，有些撒娇问道：“武爷爷，您就说嘛，刚刚那人是谁？”好了，别再摇老头子了。武乾坤的身体被他摇得一晃一晃的，无奈道：“那小子叫唐渊，不是世家子弟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从小地方招来的。”什么？他就是唐渊？童芊芊听到唐渊的名字，惊呼一声：“怎么，童丫头你认识？”武乾坤愣了下，不对啊，要是认识唐渊，刚刚又怎会对他动手？前段时间听我四叔说的。童芊芊撇了撇嘴，
四叔说他在南云城遇到一个叫唐渊有趣的学生，据说他的实力很不错。我原本还想找他练练，可四叔却说他连武者都不是，说我去找他比试，不是欺负人吗？说到这里，童芊芊气愤道：如今看来，四叔骗了我，他知道我打不过唐渊，没有和我说实话。如果童印听到童芊芊的话，绝对会大叫冤枉。他初识唐渊的时候，是去二中挑选人才进入辅导班，唐渊那强大的体质的确惊艳到他。当时童芊芊打电话问他有没有遇到出色的高中生，他就随口说了一句唐渊。童芊芊还想来南云城找唐渊比试一番，后面听童印说唐渊还不是武者，他就放弃了。原来是童小子说的啊！武乾坤明白过来，童印是童芊芊的四叔，从他口中得知唐渊，那也不出奇。唐渊吗？李梦龙将这个名字记了下来。武乾坤开口道：老头子就不浪费你们的时间了，送你们下去后可不要再打架了。他叮嘱两人道：这次的试炼尽量争取一个好的名次。老头子有几个老战友从战场上退下来，打算收个传承弟子，将他们一身的本领传承下去。是。李梦龙和童芊芊连忙回答。两人心中大骇，武乾坤跟他们说了个不得了的消息。武乾坤的老战友，这最低也是个武帝级别的强者。他把两人分开送走，一个送到北边方向，一个送到东边方向。解决完两人的事，武乾坤把目光落在唐渊的身上。下方的唐渊见李梦龙他们被救走，有些担心出手之人，立即收拾东西，带熊大他们跑路，回个地方落脚。臭小子，你这是准备跑路？忽然一道声音在唐渊头上响起，他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驼背瘦小的老头降落下来。唐渊身体一僵，心跳加速，不用说，刚才出手之人应该就是这老头了。小白和熊大更是吓得躲在唐渊的身后，他们似乎很怕对方。武乾坤的出现让监控室的老师反应过来，刚才出手的人原来是校长。武乾坤出现那刻，监控画面黑了下来，众人知道这是校长做的手脚，恐怕不想让其他人听到他们两人的对话。唐渊连忙抱拳行礼，见过前辈，看你长得斯斯文文，一表人才，杀心那么大。武乾坤打了眼唐渊，摇了摇头道：别人不过烧了你一件衣服，至于动杀心吗？前辈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唐渊一听对方是来兴师问罪的，连忙解释道：刚刚晚辈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他们，并不是真的想要杀了他们。这话他说真的，他又不是杀人狂魔，不至于为了一件衣服去杀人。刚才出手不过是火气上头，想要教训教训李梦龙他们。这两人，一个扇了他一巴掌，一个烧了他的衣服，换做常人也会生气。除了开始冲锋的时候，为了装逼吓唬吓唬他们，动用全力踏碎大地。后面出拳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大部分的力量收回，只动用40%力量，绝非是想要杀他们。第86章拜师。唐小子，老头子对你很满意。武乾坤看着唐渊笑道：有没有兴趣做我的徒弟？唐渊一听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原来是来收徒的，悬着的心松了下来，好奇问道：大爷你是哪位？武乾坤双手背负，挺了挺那驼背的腰，一脸高傲道：老头子叫武乾坤。武乾坤？唐渊摇了摇头，没听过。他刚才不过是出于客气，问下对方的名字，看他这傲娇的样子，应该是个很出名的前辈吧？你没听过？武乾坤当场就不乐意了，你来上军校，居然不知道老头子？唐渊有些无语，难道上军校就应该知道你的名字？不过听对方的语气，似乎在军校里很出名的样子，小心翼翼问道：难道前辈您是军校里的领导？武乾坤算是明白了，这个臭小子是真不知道他身为军校的学生，居然不知他这个校长。他只能自报身份，老头子乃是军校的校长。校长？唐渊脸上露出惊讶之色，没想到这老大爷来头这么大。武乾坤见唐渊脸上震惊的表情，很是满意。老头子可是7品巅峰武帝，只差一步便能突破8品武尊，做你的师傅绰绰有余。咕噜，唐渊咽了一下口水，7品巅峰武帝，这可比当初想收他为徒的李玉军强上不知多少倍。做老头子的弟子，传你天。武乾坤还想继续加大筹码，不曾想他话还没说完，扑通，唐渊就跪在地上，对武乾坤连磕3个响头：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3拜。7品巅峰武帝收他为徒，傻子才会拒绝呢。光凭他的身份，都足以让唐渊在华夏横着走了。这……武乾坤愣了下，这么果断的吗？连筹码都不用加了？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！他脸上露出笑容，双手将唐渊扶起来，高兴大笑，连说3个好，拍了拍他的手，道：拜老头子为师，不会委屈你，为师已经为你准备好礼物了。说着，他右手一翻，手心中多出一枚黑色的戒指，上面刻有怪异的纹路，这是为师送你的礼物，空间戒指，里面有5平方大小的空间。为师年轻的时候从异族手中抢过来的，现在就把它送你了。空间戒指。
唐渊一脸激动，这不是玄幻小说里才有的宝物吗？怎么高武世界也有？谢谢师傅。他接过空间戒指，对武乾坤道了声谢，迫不及待地戴上。师傅，这东西怎么使用？滴血刃镯。武乾坤笑道：里面有我送你的礼物。礼物吗？唐渊面露喜色，武帝大佬送的东西肯定不会差。他立即把手指放到嘴边撕咬，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手指咬破，快速挤出一点血液滴落在空间戒指上，否则伤口将会愈合，又要重新忙活。旁边的武乾坤看得惊讶不已，这小子的肉身果然强悍无比。空间戒指吸收了唐渊的血液，散发出一道红光。待光芒散去，唐渊和戒指多了一种联系，他的意识竟能探进戒指内，里面有一个5平方大小的空间，空间里摆放着一个小瓶子，还有一块玉牌。他心中一动，空间里面的小瓶子和玉牌凭空出现在他手中，惊讶道：这也太神奇了！唐渊第一次见这么神奇的东西，玩心大发，将东西收回去，又拿出来。玩了一会，他好奇地向武乾坤问道：师傅，您送我的这小瓶子和玉牌是什么东西？那瓶子里装着一枚地阶极品的丹药。武乾坤笑道：为师花了不少功夫，为你专门找来的礼物洗髓丹，服用后能让你的资质提升一个品阶，达到玄阶下品。他继续道：那玉牌是传承玉，是你特招的奖励，为师从军部那边专门为你寻来的，有武道强者将自己的一道武学意念记录在其中，是一门地阶极品的秘法洗髓经。此法共有4层，每提升1层都会让你的身体洗髓法骨，资质提升一个品级，修炼圆满，你的资质就能达到地阶下品了。后面为师再为你寻找一些天材地宝，让你的资质再提升一下。闻言，唐渊非常的感动，对其行了一礼，多谢师傅。没想到武乾坤对他这么好，提升资质的东西每一样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师傅居然为他寻来2件。武乾坤摆了摆手，毫不在意道：这是为师送你的小礼物，道什么谢，把洗髓丹吃了吧。唐渊身体僵了下，将洗髓丹收回空间戒指中，僵硬笑道：师傅，先不急，迟一点吃也不迟。洗髓丹肯定是不能吃的了，这玩意对别人是补品，对他来说却是毒药，搞不好将他的资质一撸到底，成为个连修炼资质都没有的普通人，到时候有的他哭了。唐渊连忙拆开话题，将玉牌举起，问道：师傅，这玩意怎么用？武乾坤为他讲解，将玉牌贴在脑门上就行了。唐渊听他的吩咐，把玉牌贴在脑门上，下一秒，玉牌发出一道白光，融入他的脑海中。突然，大量信息传入他的脑海里，洗髓经，一个个字体像是印在他的大脑中。5分钟后，玉牌化成粉末，随风飘散。丁，宿主领悟地阶极品秘法洗髓经。唐渊缓缓睁开眼睛，系统弹出提示，打开面板查看。洗髓经满级4，当前0级0-5万，每提升1级，洗髓法骨，增加1品级资质，增加20力量，20体质，20速度，20精神。我去，这洗髓经不仅提升资质，还增加4维属性。唐渊看到洗髓经的介绍后，暗吃一惊，这秘法太强大了，不愧是地阶极品的秘法。不过升级就有点难了，升到1级需要5万熟练度。按照他玄阶下品资质，1小时能获得5点熟练度，一天24小时，也就是120熟练度，14个月时间才能提升1级。第87章突破武者。武乾坤见唐渊醒来，问道：徒儿，怎样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唐渊点了点头，高兴道：这秘法好强，里面讲述不仅能提升资质，还能增加4维的属性。武乾坤笑道：这秘法是佛门的功法，和易筋经是一套的功法，天阶下品易经洗髓经。300年前，有个人潜入佛门盗取，盗窃时被发现，抢夺过程中，易经洗髓经被一分为2，偷盗之人抢走的是秘法部分，留下来的易筋经是断体部分。虽然后面佛门将洗髓经找回来，但在丢失的期间，洗髓经换了几次主人，早已被偷偷抄录下来。这套秘法在30年前被收录到军部的功法宝库中，一般人想要换出来，可要花费不少代价。说到这里，他叹了一声，可惜易筋经部分，佛门死活不肯做交易，否则我们军部就能多出一部天阶的修炼之法。唐渊感叹道：这部秘法竟是佛门的，地阶功法都这么强，不知天阶等级的又是何等的光景。徒儿，你也不用羡慕，区区一部天阶下品的功法。武乾坤笑呵呵道：为师给你弄来洗髓经，不过是为了给你提升资质罢了，为师的看家本领还没拿出来呢。唐渊听出弦外之音，惊喜道：难道师傅你要传我比天阶下品更强的功法？当然。武乾坤骄傲道：我们武家的战神诀岂是易经洗髓经能够比拟的？战神诀听名字有点霸气，加上师傅的语气，最少也是天阶中品的功法。唐渊一脸期待地看着武乾坤：师傅，那你什么时候能教我战神诀？武乾坤摇了摇头道：现在还不行，
等你的基础功圆满了后，才能传授于你。师傅，我的基础功早就圆满了。唐渊连忙道：因为没有进阶武者的功法，我一直停在原地，无法成为武者。他原本还想着进入军校后领取特招奖励地阶的功法，只是没想到有个武帝师傅送上门来，这么快圆满了。武乾坤面露诧异之色，随即他疑惑道：不对，徒儿，你不是黄阶下品的资质吗？怎么修炼得如此之快？18岁就已经将基础功修炼到圆满，最少也是玄阶的资质。他记得童印给他汇报，唐渊是黄阶下品的资质，为此他大感头痛，绞尽脑汁，专门为他准备一些提升资质的东西。可能是徒儿比较刻苦修炼的原因吧。唐渊也不知怎么解释，含糊的道：再加上徒儿上了辅导班，每天都泡药浴和敷药膏，进步神速。看着唐渊一脸正经的胡说八道，武乾坤也没有追究下去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武乾坤看着他，认真问道：你的基础功真的圆满了？真的。唐渊重重的点了点头。好，为师传你战神诀。确认唐渊的基础功圆满后，武乾坤决定传授他修炼之法。他两指点在唐渊的眉心上，警告道：徒儿，放松心神，不要抵抗，不要乱动。唐渊先是有些紧张，但很快就放松下来。武乾坤的战神诀的功法以意念的方式传给唐渊，法不传六耳。庞大的信息传入唐渊的脑海中，脑袋有点胀痛。他眉头皱了皱，开始慢慢梳理战神诀的功法，信息内容很多。时间慢慢过去，10分钟后，武乾坤的手指从唐渊的眉心处收回，唐渊还在闭目梳理武乾坤传授的战神诀。20分钟后，叮！宿主领悟功法杀神诀。杀神诀不是战神诀吗？看到系统的提示，唐渊有些发懵，功法名字怎么变了？叮！宿主的铁布衫被杀神诀顶替，自动转化为1000熟练度，添加到杀神诀中。叮！宿主杀神诀的熟练度达到1000圆满，成功突破1级，获得100真气，4维增加5，杀气100。恭喜宿主成功突破到武者境界，4维属性增加10。突然，唐渊身上爆发出暗红色的真气，并且伴随着一股杀气。这是突破到武者了。武乾坤看到这一幕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震惊道：怎么可能？才刚得到杀神战神诀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基础功转修成战神诀，并且成功练出真气。他记得历史上最快从基础功转修武者功法，并且练出真气成为武者，是冠军侯霍去病。他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成为武者，而他的徒儿唐渊花了半小时不到就成为武者了。要不是武乾坤亲眼所见，他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，见鬼了！人家冠军侯是神级天资，才能那么快突破武者。他的徒弟不过是黄阶下品的资质，和冠军侯相比差天合地，怎会那么快就能感悟到天地元气？武乾坤记得当初他突破武者花了半天时间，他的资质乃是天阶极品，如今和自己的徒弟相比，啥也不是，真的是活见鬼了。唐渊睁开眼睛，眼中闪过一丝红光，双手握拳，感受晋级武者后的力量，全身充满力量。他摊开右手，控制丹田里的真气从经脉中输送，一层暗红色的真气依附在手掌中。好神奇，这就是真气吗？唐渊把玩着真气，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。他立即打开面板，查看晋级后的属性。宿主唐渊，境界武者，资质玄阶下品，真气100，力量34加34等于68，体质36.9加36.9等于73.8，速度30加30等于60，精神25，功法5品级杀神诀，当前1级0-2000，每提升1级增加100真气，5四维属性100杀气。修炼方式杀斩杀生灵越多，修炼越快。秘法敛息诀9级590-900，洗髓经0级0-5万，每提升1级，洗髓法骨增加1品级资质，增加20力量，20体质，20速度，20精神。神通霸体大力神行神念，状态阴阳逆转，毒抗性 5.9， 精神抗性9，杀气100，能够震慑敌人，使敌人产生恐惧之心，内心崩溃，让宿主不战而胜。第88章本命契约。突破武者后，4维属性暴涨，体质达到将近73，力量68，速度60，精神25。这明明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，可唐渊却高兴不起来，只因他的新功法战神杀神诀。这功法和之前的铁布衫一个屌样，铁布衫挨打变强，杀神诀杀人变强。别人修炼越打越强，他修炼以阴阳逆转的回状态加持下，
越打越原地踏步。这功法强是强，但就是有点坑爹啊！挨过了铁布衫的折磨，换了新功法后，以为能有所好转，结果还是一个鬼样。武乾坤从震惊中回神过来，猛逼问道：“徒儿，你老实跟为师说，你是不是神级的资质？啥玩意？历史上最快突破武者的，也要花1个小时。”武乾坤茫然道：“你一个黄阶下品资质，居然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把战神诀学会，并且突破武者，是这样吗？”唐渊有些发懵，原来是升级太快了。他这是有系统帮忙，怎么解释？只能装糊涂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糊里糊涂的就学会了战神诀，然后就突破了。”算了，武乾坤也不打算追究这个问题。徒弟越出色，他这个做师傅的自然是乐见其成。对了，师傅，唐渊小心翼翼问道：“咱们修炼的这功法是战神诀吗？”功法的修炼方式有点邪门啊，以杀变强。武乾坤身体微微一僵，随即解释道：“你小子懂什么？越战越强才叫战神诀，不然叫什么？系统不会无端端给功法换名字，难道是师傅他们家获得杀神诀时修改了名字？”唐渊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毕竟杀神诀这名字怎么听都不像是正经的功法，再加上以杀变强的特性被外人知道，当成魔道功法，所以武家才改成战神诀。武乾坤怕唐渊这小子再问下，连忙岔开话题：“对了，徒儿，你后面那头熊是什么异兽？他身上有大地熊的血脉是吧？”熊大听到武乾坤读到他的名字，抖了抖身体。唐渊点了下头：“他就是大地熊。大地熊长这样，你被他给骗了吧？”武乾坤无语道：“为师和大地熊打过交道，这相貌差天和地，完全就不是一个品种。不知道他自己说的。”唐渊摇了摇头，是真是假，他倒没有多大的在意。他说小时候吃了个果子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开口说话。小狗熊出来！武乾坤对熊大招了招手。换做其他人，谁敢叫他小狗熊，熊爷绝对会打爆他的狗头。谁特么是狗熊？你熊爷爷乃是传说中的大地之熊。可对面叫他的人是武帝大佬，熊大有怒也不敢言，只能屁颠屁颠的走了出来。武乾坤对唐渊问道：“徒儿，你是不是跟着这小熊签订了主仆契约？”主仆契约？唐渊有些迷糊，应该是吧。熊大把他的命魂给了我，我和他取得一些感应，他不能背叛我。那就对了。武乾坤点了下头，对熊大道：“小狗熊，和我徒儿重新签订契约，签本命契约。”熊大身躯抖了抖，毛皮下的面容煞白。唐渊有些疑惑：“本命契约？本命契约乃是和主人同生共死的契约，生命相连，主人死，他也会死，签订后就无法更改。”武乾坤解释道：“这头小狗熊有大地熊的血脉，它的诱惑力可不少。要是被某些老家伙发现，可是会不顾颜面对你出手抢夺，威逼你交出他的命魂。只有和他签订了本命契约，就不会担心被别人抢走。”唐渊斜眼瞥了瞥熊大：“是这样吗？”“是吧？”熊大尴尬的笑了声，保证道：“不过主人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主人的，所以这契约能不能不签了？奴仆契约签了，命魂还能有机会拿回来，本命契约签了，他就一辈子绑在唐渊的身上。你说呢？”唐渊瞪了他一眼：“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我动手？”熊大还想再挣扎一下：“主人，再给个机会。”啊大！唐渊一拳将他抡翻在地，这家伙不打不行。别！1分钟后，主人别打了，我同意签了。熊大被打得哭爹喊娘。唐渊成为武者后，打人更疼了。你说你是不是贱？唐渊收回拳头，白了他一眼，好声好气的跟你说，你偏不听。熊大撇了撇嘴，不敢多言。他站起来，咬破手掌，鲜血滴落地上。他嘴里小声嘀咕。忽然，他脚下亮起一道红色光芒，一幅怪异的图文浮现。他对唐渊道：“主人，把我的命魂拿出来。”旁边的武乾坤开口道：“徒儿拿出来吧。”唐渊也没多想，使用精神操控，解开束缚，将熊大的命魂释放出来。没了束缚，熊大的命魂从他的脑门上慢慢冒出，跳落在诡异的图文上，吸收他刚才滴落的血液。武乾坤看时机差不多，提声道：“徒儿，把你的手伸到命魂上方。”唐渊听从师傅的吩咐，把手伸出去。忽然，武乾坤伸出一根手指，从唐渊的掌心上划过，破开一道口子，鲜血滴落在命魂上。熊大见状，撇了撇嘴，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，根本不给他一点后路。武乾坤看到命魂变得鲜红起来，可以了，徒儿。唐渊点了下头，将手收回去。熊大如今认命了，嘴里念叨一些唐渊听不懂的话。下一刻，命魂飞回到唐渊的身上，融合他的身体。咻！突然，一条鲜红色的锁链从唐渊的身体射出，插进熊大的身体里。看到本命契约完成，契约之链连接一人一兽，从今往后，没人能从唐渊的手中抢走熊大。武乾坤顿时眉开眼笑道：“可以了。”
啊！忽然横生变故，只见契约之链刚连接到熊大，他倒在地上痛苦惨叫起来。砰砰砰！熊大的身体发出一道道沉闷的爆响，皮肤爆裂，炸出一道道血花，大量鲜血喷射而出。第89章，熊大的异变。怎会这样？武乾坤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脸色大变，以为熊大发动契约时暗中修改契约，急道：小狗熊，你是不是偷偷修改了契约？嗷！熊大痛得嗷嗷直叫，没有修改，传承记忆的本命契约就是这样的，我哪敢乱改。砰砰砰！说话间，伤势爆裂越来越严重，他的皮肤和血肉被炸飞出来，露出触目惊心的伤口。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唐渊被这血腥的一幕吓到，向武乾坤问道。为师也是第一次见。武乾坤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他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情况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既然契约没问题，那熊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故？熊大的身体被炸得血肉模糊，露出白森森的骨头，大量的鲜血流出，他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意识开始有些模糊，仿佛看到他家的老祖宗来接他。想我雄霸天威风凛凛，居然以这种方式死去！小狗熊，快点吸收大地的力量！武乾坤感觉到熊大虚弱的气息，连忙叫道：这头熊可不能死！他蹲下身子，将真元输入熊大的体内，为他续命。熊大刚牵上老祖宗的手，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话，微微清醒过来，身上传来的疼痛让他产生求生的欲望，用尽所有的力气发动妖力，疯狂吸收大地的力量。方圆100米内的大地力量朝他的身体涌去，开始慢慢修复他的身体。可惜这种修复速度远比不了身体破损的速度，每次修复一点就会自动炸开，仿佛有人将他身上的血肉一块块切下来，宛如千刀万剐般。唐渊看他那凄惨的模样，给他打气道：熊大，坚持住啊！熊大那豆大的眼泪不停往流，对唐渊凄惨哭诉道：主人，熊爷被你给坑死了，我就说不用改契约，你还偏偏逼着我改，现在说什么都迟了。唐渊有些尴尬：熊大，你要坚持住啊，坚持就是胜利。你想想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大好的熊生，人类世界可是有许多的美食，要是死了你就尝不到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美食的力量，熊大在唐渊一番安慰下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，疯狂吸收大地之力，修复身体。武乾坤挠着头，他搞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错了，真是稀了个奇。一旁地上的小白看到熊大凄惨的状况，这画面有点似曾相识，他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就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。吼！熊大凄厉的惨叫声一直在森林回荡，周围的飞禽走兽被吓得四处而逃，附近落脚的学生也连夜搬走，实在是太瘆人了。惨叫声维持了3个多小时，熊大的声音越来越虚弱，那庞大身躯只剩下骨架和内脏，眼珠子只有神经线连接着。要不是有武乾坤为他输送真元和大地之力源源不断的给他续命，他早就死了。唉，没救了。武乾坤收回真元，一脸懊悔，叹了一声，对唐渊带着歉意道：都怪为师，要不是为师要你们修改契约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不关师傅你的事。唐渊摇了摇头，武乾坤也是为了他好，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只能怪熊大命不好了。他看着熊大凄惨的样子，于心不忍，被折磨了这么久，不想让他再承受这样的痛苦。唐渊五指握拳，一层暗红色的真气依附在拳头上，对熊大伤感道：熊大，你我主仆一场，你变成这样，我也很心痛。为了不让你继续受这种折磨，我亲自送你一程吧，到了那边的世界，不会再有痛苦了。说着，唐渊拳头微微抬起，对着熊大的脑袋。原本半死不活的熊大打了一个激灵，那快要掉落的眼珠子颤了颤，嘴里发出沙哑的声音：不要，主人，我还能再抢救一下。他感觉到了体内那股不停破坏他身体的能量开始渐渐减弱了。唐渊怜悯地看着熊大，都变成这样了，还有这么大的求生欲，再看看吧。武乾坤也被他的求生欲给打动了，阻止了唐渊再次为他输送真元。半小时后，熊大体内那股破坏身体的能力终于沉寂了，他的血肉皮毛以眼见的速度重新长了出来。眨眼间，原本剩下骨架子的熊大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不过他的皮毛发生了点变化，变成暗棕色，胸前的那一撮小白毛还是原样。这武乾坤被眼前这一幕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一瞬间他的伤势就恢复如初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太诡异了。就连一旁的唐渊和小白也同样如此，这头憨熊是什么情况？好！熊大站起来，仰天咆哮，激动道：我熊霸天活过来了！哦！他话还没说完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。只见武乾坤五指化爪，在熊大的手臂上撕下一块血肉。死老，你干嘛？熊大痛得龇牙咧嘴，怒疯着武乾坤，刚要骂粗口，
但想起对方的身份，连忙改口：“别吵！”武乾坤手里抓着熊大的血肉，目光死死盯着他的伤口。果不出其然，没几秒时间，熊大的伤口以眼见的速度恢复，变回原样，一点伤痕都没有。没有吸收大地的力量，也能如此之快地恢复伤势。武乾坤一脸震惊，一只异阶的妖兽竟有这等自愈能力，完全超出常理。他用炽热的目光看着熊大，这难道是再次变异，体质发生了变化？唐渊也是震惊不已，熊大的自愈能力和他相比，已经不遑多让了。他好奇问道：“师傅，熊大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武乾坤也搞不明白，想他堂堂一个7品巅峰武帝，活了那么多年，也算见多识广。可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，无论是唐渊还是熊大。武乾坤有些猜测道：“可能是你的妖兽发生变异，才会有这种恐怖的自愈能力，不然他也无法解释熊大的自愈能力。”武乾坤眉头轻皱，他手里抓着熊大的血肉，感受到里面蕴含着一股强大的能量。这股能量绝不是一个异阶妖兽所拥有的。他对唐渊道：“徒儿，你的妖兽已经平安无事，为师还有要事处理，就不逗留了。记住这次试炼，争取前3的名次，别给为师丢脸。”武乾坤丢下一句话，他腾空飞走，并且还将熊大的血肉拿走。第90章，倒霉的熊大。武乾坤离开后，监控画面恢复过来。监控室里的老师们猜测，唐渊可能和校长是认识的，不然校长怎会在他那里逗留那么久？他们将唐渊的名字记录在挑选名单上。走啦！唐渊望着满目疮痍的河岸，踹了踹熊大的屁股，换个地方休息。他们3个搬到不远处的岸边休息，折腾了一晚上，大伙都累了。叽叽。第2天早上7点，林中的虫鸟鸣叫声将唐渊和小白吵醒，熊大依旧雷打不动。唐渊来到河边洗脸，看到上游的岸边上有不少动物出来喝水。小白打开唐渊背包的夹层，翻出一件粉色的小衣服，扭着小屁股穿衣服。咻！忽然，不远处树上的一只老鹰找到机会，俯冲而来，用锋利的爪子抓住小白，带到天空上。小白！唐渊反应过来时，小白已经被带到天上。好你个小鸟，连你姑奶奶也敢抓！小白回神过来，发现竟是一只连异兽都不是的老鹰偷袭他。砰！当即勃然大怒，黝黑的妖力浮现，一爪子挥出，狂暴的妖力将老鹰轰成血雾，而他自己则从天空上掉落下来。小白！唐渊惊叫一声，小白掉落小河对面的森林中，憨熊起来。唐渊踢了2脚熊大，将垫头睡觉的背包收入空间戒指中，一个起跳跃到对面河岸。熊大迷迷糊糊醒来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主人这么早动身了，快点跟上。唐渊丢下一句话，向着小白掉落的方向掠去。熊大一脸无奈，只能屁颠屁颠的跟上。小白！唐渊进入林中，大喊小白的名字。后面的熊大还不知道先前发生的事，有些疑惑问道：“主人，小白姐怎么了？掉进林子了。”唐渊随口回了一句，继续叫喊：“小白！”咻！忽然，一只花豹从树上飞扑下来，对着唐渊的脖子位置咬去。滚犊子！唐渊反手一巴掌扇过去，砰！那恐怖的力量直接把豹子的头打爆，化成血雾，一枚白色小珠子滚轮地上。叮！宿主击杀一阶下品异兽，杀神诀熟练度1。果然是坑。唐渊看到系统信息，多少有些无奈，还好扣一点，不算多。他躺一天能获得120熟练度，这一点熟练度对他来说微不足道。他戴着的手环震动了下，上面多出一个1的数字。负责监控唐渊的那名老师见他连真气都没有动用，一巴掌就将异兽打爆脑袋，忍不住咂了咂舌，这小子的力量好大。唐渊弯下身子，将地上那枚白色小珠子捡起来，小拇指般大小。他感受到里面的妖力，这就是异兽体内的妖丹吗？熊大屁颠屁颠跑上去，看着唐渊手中的妖丹，流着口水道：“主人，这妖丹能不能送给我啊？”“给你。”唐渊没多想，直接把妖丹抛给他，他留着也没用。熊大接住妖丹，一口将妖丹吞进肚子里，对唐渊感谢道：“谢谢主。”他话说到一半，脸色突然大变，惊恐道：“不，我的妖力，这妖丹有毒！”唐渊一脸懵逼：“啥玩意？妖丹有毒？我的妖力流失了！”熊大哭丧着脸：“我好不容易吃到1阶圆满，现在损失了我半成妖力，差点掉落到1阶后期。”唐渊有些无言以对：“叫你胡乱吃东西，我哪有乱吃东西？”熊大伤心道：“我一直都是这样吃的。算了，还是找小白要紧。”唐渊没空理会他的糟心事，当务之急找小白要紧。熊大一脸肉疼，又要吃不少东西才能补回损失的妖力。临走时瞄了一眼花豹的尸体，最终狠下心不带走了。他害怕这头花豹身上有毒，吃了后又会损失妖力。这片森林应该还没有被新生发现，
异兽很多，他们刚走没多远，又遇到一只大角鹿异兽正在吃草。大角鹿是一种温驯的食草异兽，见到唐渊他们踏足进来，吓得惊慌失措，开始逃跑。哪里跑？熊大见状，那能放他离开？刚才损失了半成妖力，现在正好补一补。他的妖力运转，一脚跺在地上，逃跑中的大角鹿没有察觉到脚下的危险。咻！一道尖锐的地刺从地下窜出，插进大角鹿的腹部，将他的身体悬挂在半空。哟！大角鹿痛苦嘶叫，四肢挣扎，大量鲜血顺着地刺流落。他挣扎了一会，伤势太重，就失去了气息，脑袋和四肢垂落。嗡嗡！唐渊的手环震动起来，原本1的数字跳动变成2。咦，熊大杀了异兽，我也能获得积分？他惊讶道，这样的话，他不用出手也能获得积分了。呜！一道嘶吼将唐渊吓了一跳，他回头一看，只见熊大像是死了亲爹一样，嗷嗷大哭。唐渊没好气道，憨熊，你发什么疯？熊大泪眼婆娑，哭道，主人，妖丹有毒，我的修为掉落到1阶后期了。他将大角鹿的妖丹吃了后，妖力再次消散，修为掉落到1阶后期，叫他如何不伤心？你怎么记吃不记打？唐渊被气得不轻，刚吃完1次亏，你转头又忘了。熊大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那一个叫伤心，我哪知道这大角鹿的妖丹也有毒。唐渊彻底败给他了，无言以对，这头蠢熊迟早死在那张馋嘴上，快点跟上，不然我不管你了。哦！熊大跟上唐渊，在后面伤心嚎叫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哭丧。再哭，老子可要揍你了！唐渊被他的哭声吵得不耐烦，小白又还没找到，真是糟心事一大堆。面对唐渊的语言上威胁，熊大乖乖闭上嘴巴，只能默默流泪。以他对唐渊的了解，说出这话是真的会揍他的。小白！唐渊大声呼喊小白的名字，他记得小白掉落的位置应该是这个方向。沙沙沙！一道沙沙声响吸引了唐渊的注意，他闻声寻去，在左侧的草丛后面有一条成年人大腿般粗壮的巨蟒。死！巨蟒在地上痛苦翻滚嘶叫，身体蜷缩摩擦地面，发出沙沙声响。第91章，被天道眷顾的熊大。主人，怎么了？哎呦！熊大跟在唐渊的身后，好奇上前看去，没有注意脚下有一根藤蔓，不曾想被绊了一下，脚步没站稳，一个踉跄撞在唐渊的身上。我特么！唐渊被他那庞大的体型撞飞出去，刚好倒在巨蟒的前面，一人一蟒四目相对。糟了！熊大见状，冷汗直冒，自己貌似闯祸了。死！巨蟒对唐渊张开血盆大口，上下颌骨长满密密麻细小的牙齿。唐渊倒没有害怕，以他现在的体质，区区1阶异兽，巨蟒的牙咬碎都不可能伤到他分毫。砰！眼看巨蟒就要咬下来，他的身体突然一僵，背部腰间的位置炸开一个大窟窿。死！巨蟒痛苦嘶叫，腰间的神经线被炸断了，下半个身体无法控制，毫无意识的扭动。让你吃姑奶奶！巨蟒的身体里发出一道奶声奶气的女孩声音。只见一只浑身沾满粘液的黑白小老鼠从巨蟒的伤口中爬出。小白！唐渊看到小白，惊喜叫道：“哥哥！”小白听到唐渊的声音，闻声望去，看到倒在地上的唐渊，飞扑过去，高兴蹭着他的脸。小家伙身上全是巨蟒肚子里的胃酸，一股子腥臭味。唐渊将他拿下来，从地上爬起。你怎么被这家伙给吃了？小白气愤道：“刚刚掉下来的时候，被这条臭蛇给偷袭了。他从天上掉下来，刚好落在树枝上，原本还想回去找唐渊，结果没注意，树上还有一条巨蟒，一不留神就被他给一口吞了。然后他在巨蟒肚子里折腾了一番，才打破巨蟒的肚子逃出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非常的生气，从唐渊的手上跳落地上，漆黑的妖力涌现。小家伙居然是1阶后期的实力！唐渊有些惊讶，成为武者后，他的真气能感应到小白的实力，没想到小白竟有着1阶后期的修为。小白双爪依附妖力，跳到巨蟒的头上，那双小爪子如同利刃般，轻易地将巨蟒的鳞片皮肉撕扯下来。巨蟒在地上不停地在挣扎，根本无法还击。1分钟后，小白对巨蟒宣泄完，将他的妖丹挖了出来。唐渊手环上的数字跳动，变成3。小白拿着妖丹想爬上唐渊的肩膀，被他拒绝。不行，臭死了，去河里洗洗。小白委屈地撇了撇嘴。唐渊看他那可怜兮兮的模样，还是没有狠下心来，心软道：“算了，上来吧。”嘻嘻，哥哥最好了。小白欢天喜地地顺着唐渊的裤脚爬到肩膀上。送你了，熊大。心情大好的他将手中的妖丹抛给熊大，反正他也不吃。谢谢小白姐。熊大手忙脚乱地接过妖丹，高兴地对小白道了声谢，刚想把妖丹塞进嘴里，想起刚才2次吞噬妖丹的画面，不由打了个冷战。保险起见，
还是不急着吃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妖丹放在背着的挎包里。走啦！唐渊瞪了他一眼，带着小白原路返回。哦，来啦！熊大见唐渊没有追究把他撞倒的事，高兴应了一声，一手拽着巨蟒的尾巴，扭着屁股跟上。很快，一人两兽来到河边，唐渊将小白从肩膀上拿下来，亲自给他洗澡。熊大也趁着这个功夫处理巨蟒的尸体，开膛破肚，剥皮，一气呵成。将近5米长的巨蟒，5分钟不到就被他处理干净。他坐在河岸上，巨蟒浸泡在水里，一口咬断舌头丢掉，剩下的部分都是食用的。咔嚓咔嚓，熊大双手抓着辣条，一口咬下去，嘴里发出咬嚼骨头碎裂的声响。他嚼了几下，将巨蟒肉吐下肚子，忽然身体一僵，喃喃自语：“不会吧？”他在撕咬下一块蟒肉，嚼了几口咽下，皮毛下的面容变得惊恐起来，手中的巨蟒掉进河流被冲走。他失声喊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吃下蟒肉后，熊大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妖力再次流失。正在帮小白擦拭身体的唐渊听到熊大在大呼小叫，无语道：“你又抽什么风？”“主人，我的身体出事了。”熊大惊恐万状道：“我吃了异兽肉后，体内的妖力又开始流失了。”他觉得应该是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以后是不是不能吃东西了？这样他会不会饿死？一想到这里，熊大一阵天旋地转，感觉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。唐渊眉头皱了下，熊大这状况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这憨熊又没有被天道祸害过，不应该啊！等我下。他将小白放到肩膀上，打开神识，在河里探查，看到有几条3指大的鱼游过，快速出手插进河里，一手将鱼抓住。唐渊上岸，把鱼拿到熊大的面前，试下吃了这鱼，看看会不会流失妖力。熊大颤抖着手接过鱼，放到嘴边，却没有勇气吃下去。唐渊见他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喝了一声：“快点，死就死吧！”熊大抖了抖身体，咬了咬牙，闭上眼睛，放进嘴里，咀嚼了几下，咽了下去。过了几秒，怎样？唐渊向他问道。熊大缓缓睁开眼睛，一脸惊喜：“没事，我的妖气没有流失。”说着，他激动高兴道：“难道不是我的身体有问题，而是那些异兽都中毒了，才会让我的妖力流失？别高兴得太早。”唐渊无情地打断他的幻想，再去做个实验。熊大的面容僵住，做什么实验？找一只异兽试试。唐渊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让熊大再吃一次异兽肉看看。如果妖力还是会流失，说明熊大真的被天道诅咒了，变成和他一样，身体出现阴阳逆转。唐渊带着熊大重新进入森林寻找异兽。半小时后，熊大扛着一头狼出来，老规矩，开膛破肚剥皮，清洗干净。在唐渊和小白的注视下，熊大撕下一条狼腿吃了下去。唐渊向他问道：“这次如何？”熊大流下豆大的眼泪，妖力又流失了。主人，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唐渊怜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没事，以后不要吃妖丹和异兽肉，就不会有事了。”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这倒霉的孩子被天道眷顾了。第92章螳螂族。一人两兽顺着河流下游而行，期间他们遇到几只出来喝水的异兽，都被熊大给干掉了。一路上，唐渊和小白他们采摘一些果子充饥，走走停停。对于大胃口的熊大，这些食物根本就不能填饱肚子。时间来到中午，太阳高挂，熊大饿得饥肠辘辘，对唐渊道：“主人，能不能休息一下？”“行吧。”唐渊点了下头。他们也不赶时间，也没有固定的目标，随心而行，走到哪去到哪。熊大得到回答后，欢天喜地地跑到河里抓鱼吃。对他来说，他还是喜欢吃肉，野果子这些太寡淡无味了。唐渊和小白找了棵大树遮阴的地方坐下休息，看着不远处抓鱼吃的熊大。咻咻咻！突然，右侧的森林里发出一阵阵异响，果然是人类。一道声音在唐渊右侧边骤然响起。唐渊和小白闻声望去，右侧15米远的树上出现5个异族，他们皮肤是绿色，长着人类的脑袋，额头上有一对触须，他们的双手是一对锯齿刀，双脚是虫类的节足，身后有一对昆虫翅膀，看起来像人形螳螂。他们打量着唐渊，算算时间，人类学院新生试炼日到了。可恨，人类入侵我们神界，将我们这些小族和其他大族群分隔两地。我们这些小族宛如被圈养起来的口粮一样，每年都会安排人类小儿猎杀我们。我们族群里，只要超过2阶中期的族人，都会被人类强者抹杀掉。试炼场中，无论是异族还是异兽，都不会有超过2阶中期的实力，否则会被军校出手抹杀。所以异族们不敢突破2阶中期，一直压制修为不突破。军校和这些异族达成了不成名的协议，每年8月都会安排新生进入试炼场猎杀异族和异兽，
换取他们族群生存下去的机会。反而之，异族也可以猎杀军校的学生，只要猎杀10个学生就可以放出试炼场，但不可有超过2阶中期修为的出手，否则他们的族群会被抹杀。那5个异族用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唐渊，先杀了这个人类，后面通知族人猎杀其他的人类小儿。好，动手！5个螳螂人翅膀打开，眼中露出嗜血的目光，他们的翅膀震动，向着唐渊飞掠而去。唐渊没有任何的闪躲的动作，他双手放在后脑勺枕着，对着不远处河里抓鱼的熊大喊道：熊大！4个一阶初期，1个一阶中期，不需要他出手，交给熊大来解决就行。来啦！熊大进食被打断，很是生气，他跳上河岸，一脚跺在大地。隆隆隆！大地震动，地面上的小石子滚动，下一秒，一根根的刺拔地而起，向着那5个飞掠而来的螳螂人袭去。小心，避开！其中一个螳螂人见状，瞳孔猛然一缩，提醒其余4个族人。他们翅膀一扇，快速往天上飞去，才躲过一劫。5个螳螂人停留在空中，目光看向出手之人，竟是一只熊人。大力熊一族。他们看到熊大的外貌，眉头一皱。大力熊，你为什么要帮那个人类？你这是要背叛神族，成为人类的走狗吗？大哥，不对。其中一个螳螂人注意到熊大使用的地刺，提醒道：这头熊人刚才使用了土系法术，而大力熊不会使用法术。螳螂族的。熊大一眼就认出5个螳螂人的身份，喃喃自语道：这帮家伙会飞行，有点棘手啊。螳螂人怒瞪着熊大：你到底是哪个神族的？为何要救那个人类？现在离开，熊爷当什么事也没发生。熊大看到螳螂人后，便没有交手的欲望，好言相劝道：不怪他，这螳螂人太赖皮了，他们有飞行能力，一旦飞到天上，他无法攻击到。呵呵，5个螳螂人气急反笑，其中一个螳螂人道：大哥，和这个神族叛徒废什么话？先杀了他，再杀那个人类。话音落下，5个螳螂人震动翅膀，朝熊大的位置俯冲而去，以包围的方式围攻。一道道绿影闪过，从熊大身边掠过。砰砰！熊大摆开防御的姿势，一爪一掌挡下其中2个螳螂人的攻击，将他们击退。奈何双拳难敌4手，另外3个螳螂人的唐刀从熊大后背划过，轻易破开他身上的皮毛防御。熊大痛得龇牙咧嘴，怒而转身，扬起熊爪，携带着狂暴的妖力，朝其中一个螳螂人拍去。可惜他们长有翅膀，身体灵活，翅膀一震，往后一退，轻易地躲开了熊大的攻击。另外2个刚才被击退的螳螂人再次飞来，从后面偷袭，唐刀在熊大的后背划破2道长长的口子。此时的熊大面对5个动作灵敏的螳螂人，宛如一个活靶子一样，无力反抗。监控室里负责监控唐渊的老师见到他们遇到异族，那老师有些想不明白，熊大像个活靶子一样被异族围攻，落败是迟早的问题，为何唐渊不出手相助，反而在一旁看戏？如果熊大战败，他自身难保。难道唐渊放弃试炼了，打算按下求救？画面回到试炼场，熊大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伤口，鲜血染红地上的石头，顺着缝隙融入地下。好！他愤怒咆哮，身上的妖力宣泄，形成一股劲风，将螳螂人逼退。妖力！那5个螳螂人被熊大的妖力逼走，飞到天空上。他们看着熊大身上爆发出来的妖力，不敢置信道：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是妖兽！螳螂人们一直以为熊大也是神族的，没想到他竟是妖兽，他们也是第一次长得像神族的妖兽。怪不得他会保护那个人类，如今已经明了，原来是妖兽叛徒。妖兽之中有不少叛徒投靠人类，经常在他们神族后面捅刀子，所以他们神族对妖兽的信任几乎为零。熊大，要不要我帮忙？唐渊看到熊大被打得有点惨，完全不是对手。他原以为区区4个一阶初期和1个中期，熊大能吊打他们，如今看来是他想多了。螳螂人身形灵活，熊大体型庞大，攻击速度慢，成了活靶子。第93章重力空间。不用，熊大也是打出火来，肚子里憋着一肚子火，拒绝了唐渊的帮忙。这帮螳螂族竟把他熊霸天当猴耍，原本他还嫌麻烦，不想跟他们打，现在把熊爷爷给惹毛了，不打也得打。呵！熊大大喝一声，妖力涌动，脚下疯狂吸取大地的力量。咔咔咔！下一秒，熊大脚下的大地涌出一颗颗岩沙，顺着他的双脚缠上，凝聚出一副岩石铠甲，将他全身包裹起来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哇！唐渊和小白见到这一幕，眼中冒光。此时的熊大像变了身一样，变成一个高大魁梧的将军，实在是太酷了。这是什么能力？螳螂人见熊大身上披着一副铠甲，有些惊讶。其中一个螳螂人不屑道：管他的，任何的防御手段在我们的唐刀面前都不堪一击。的确，
其余的螳螂人笑道：“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先解决这头妖兽，再杀了那个人类，然后通知族人们，猎杀之日到了。”叮叮叮，螳螂人们翅膀震动，向着熊大杀去。一双唐刀斩击在岩铠上，发出金属碰撞声响。他们的攻击只在岩铠上留下一道道1厘米深的斩痕，却被岩铠的反震力震麻双手。好强的防御！螳螂人们瞪大眼睛，熊大身上的石甲坚硬的程度超过他们的想象，我们的唐刀竟没有破开这石甲。熊大脚踏大地，源源不断地吸取大地之力，眨眼间就把岩铠给修复。这石甲还能自动修复。螳螂人们注意到这一点，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继续攻击。叮叮叮，他们的翅膀一扇，飞快移动起来，围绕熊大的身边攻击，化作绿色的残影，发出一道道斩击声响。熊大身披岩铠，动作变慢了许多，他的速度跟不上螳螂人的攻击，每次反击都扑空。大哥，这头熊有古怪！螳螂人发现他们的唐刀斩击在石甲上，虽然留下一道道斩击痕迹，但石甲很快就恢复如初。哈哈，小螳螂别浪费力气了。熊大哈哈大笑，对螳螂人们十分不屑，嘲笑道：“以你们的力量，根本无法破开你熊爷爷的岩铠。”一句小螳螂把螳螂人们气得不轻。螳螂老大气愤道：“继续加把劲，使用这等防御法术，消耗肯定会很大，等他的妖力耗光，就是他的死期。”熊大看激将法起了作用，干脆就停下反击，任由他们攻击，嘴里还时不时嘲讽道：“继续，再加把劲，熊爷的妖力就快消耗完了。”无论是唐渊还是监控室里的老师，都搞不懂熊大要干嘛。他站着不动，任由螳螂人攻击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是等螳螂人的体力耗尽？可就算是这样，螳螂人也不是傻子，人家后面发现啃不下熊大这块硬骨头，肯定会撤退。他的目的难道是让螳螂人知难而退？唐渊他们没注意到，熊大一直吸取大地之力，周围空间发生变动，地上的石子开始滚动起来，朝着外面方向滚去，远离熊大身边范围。在外人看来，是螳螂人的攻击将石子掀飞。忽然，唐渊察觉到熊大身边的空间似乎变得有些弯曲起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，连忙揉了揉眼睛。熊大周身的空间扭曲范围越来越大，往外扩大，就连他身边的空间也是一样。唐渊有些猜测，难道是熊大的后手？就在此时，熊大摊开双手，十分装逼，重力空间。砰砰砰，一股无形的恐怖重力镇压下来，螳螂人们身上仿佛被一座大山压着一样，从半空中掉落下来，砸出一个个小坑。唐渊身体微微一沉，他肩膀上的小白直接压趴下来，无法动弹。小白惊慌道：“哥哥，不用怕，这是憨熊弄出来的。”唐渊安抚小白，示意他不用害怕。唐渊感受到这股重力有3000斤力量左右，对他影响不大。他有些惊讶，没想到熊大还有这种能力。他的重力空间一出，一阶之中基本没有敌手，哪怕是普通的2阶初期，这头憨熊也能斗上一斗。毕竟1阶之中，无论是异族还是武者，一般的力量都在15至20之间。当然，一些体修和专门修炼肉身的异族除外，他们的力量也在20至30之间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们身处熊大的重力空间中也是被虐，毕竟熊大能够行动自如，而他们却要扛着重力。5个螳螂人1阶初中期，他们的力量大约在15下划线16左右，身处在重力空间之中，他们根本无法动弹，脸上全是恐惧之色。熊大对他们惊恐的表情很满意，来到他们的面前，十分装逼道：“让你离开，你们偏不走，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。”螳螂人老大的头被压在地下，无法抬起来。他听到熊大的声音，急道：“熊大哥，能不能放过我们？你我都是神界的兄弟，我们神妖一家亲啊！”他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这话，熊大怒气飙升，一脚将他的头踩爆，破口大骂道：“马德，刚刚打熊爷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神妖一家亲？刚才打他的时候刀刀见血，他身上流出来的血没1斤也有半斤，要不是他熊霸天有点手段，早就死在这帮螳螂人的手上了。熊妖，杀了我们，你也活不了，我们螳螂神族的族人就在附近。”螳螂人见软的不行，用硬的威胁：“现在放了我们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”螳螂人知道踢到铁板了，他们也没想到这头熊还有这等能力。砰砰砰，熊大又是抬脚，将其余的螳螂人脑袋全部踩爆，嘴里骂咧咧道：“当你熊爷是傻子吗？还放了你们，既往不咎。”他熊霸天怎么说也在异族里混迹那么长时间，能不知道异族的心思和性格？真要信了他们的话，那你就是傻子了。异族这帮家伙坏得很，比人类还要坏，前面和你称兄道弟，后面转身就能把你给卖了。第94章追上来的螳螂人。熊大解决5个螳螂人后，来到唐渊面前，见他坐在地上，小白被压趴动不了，
以为他们被重力空间镇压住，开始装逼道：“小渊子、小白子，熊爷的重力空间如何？”小渊子，憨熊，胆子肥了呀！唐渊冷笑地看着熊大，这头憨熊以为他被重力空间镇住，无法动弹，开始作妖起来。小白子，小白愤怒的目光死死盯着熊大，大笨熊，你想找死吗？熊大抖了抖身体，额上冒出细汗，一下子得意忘形，装过头了，连忙道：“主人，先说好，我解除重力空间后，你们不许打我。”唐渊冷笑道：“如果我不答应呢？”熊大害怕被打，把心一横：“如果你们不答应，我就不解除重力空间了，和你们耗着，直到你们答应为止。”呵呵，唐渊笑了一声，站了起来，一步一步向熊大走去，威胁我：“真以为你这重力空间能镇得住我？你能动？”熊大失声惊呼，吓得毛发竖起来，身体后退。砰！唐渊一巴掌把他抡在地上，将他按在地上一顿摩擦。5分钟后，熊大鼻青脸肿的跪在地上，对唐渊和小白卑微道：“主人，小白姐，我知道错了。”唐渊和小白出了一口气，也没再为难熊大，走了。熊大爬起来，扭着屁股跟上唐渊的步伐。唐渊瞥了一眼身旁的熊大，疑惑道：“憨熊，你既然有重力空间这种能力，为什么开始不使用？”没那么简单。熊大脸上的伤已经恢复如初，摇了摇头：“重力空间发动需要很长时间做准备，我要沟通脚下的大地，才能获得大地的权柄，发动重力空间。这招能力有点苛刻，遇到普通的敌人还好说，他们破不开我的防御，但要是遇到像主人你这样强大的敌人，那会给我时间沟通大地。而且这个能力消耗的妖力很大，哪怕吸取大地的力量维持重力空间，最多维持5分钟。如果实力强大的敌人，时间会更短。”闻言，唐渊也觉得有道理。正常战斗，谁会给你时间蓄力大招？除非是哪些脑子有坑的人。一人两兽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咻咻咻！在唐渊他们离开半小时后，3道绿影出现在螳螂人的尸体旁。来者是3个螳螂人，中年的模样，他们的唐刀比死去的5个螳螂人的唐刀还大一点。为首的是个独眼螳螂人，他看着同伴的无头尸身，地上的血液还没完全干枯，面容平静道：“难怪唐任他们没有回来集合，原来是遇害了。队长，你看，地面上有人类的脚印，还有一对奇怪的脚印，看起来有点像熊印。”有一个螳螂人察觉到唐任他们身周边有奇怪的脚印，因为他们尸体周边范围没有石子，泥土露了出来，把凶手的脚印留下。他一眼就认出是人类的脚印，不过那双类似熊脚印的又是什么情况？算算时间，狩猎日到了。那独眼螳螂人脸上露出狞笑，难怪昨天南边的森林动静那么大，原来是人类的载重进来了。唐风，通知族人，狩猎日到了。说完，他对另外一个螳螂人道：“唐安，召回咱们狩猎队的成员。唐任他们死了没多久，那人类应该还没走远，务必找到他的踪迹。”是。那2个螳螂人听到命令，各自行动起来。唐渊他们顺着下游走了1个小时，河流的前方出现悬崖，无法再往前走了。他们靠近悬崖边上望下去，河水顺着悬崖流下，变成瀑布，看着高度起码也有100-200米高，根本无法下去。熊大向唐渊问道：“主人，没路了，现在怎么办？”休息半天，晚点再进林里找个落脚的地方。可惜野外试炼不能在原地逗留超过半天，不然唐渊都想在河边上住上1个月。好的。熊大一听可以休息，高兴不已，屁颠屁颠跳进河里抓鱼吃。刚才被螳螂人一闹，他都还没吃饱。哥哥，我也去附近看看有没有好吃的东西。小白也是个闲不住的主，从唐渊肩膀上跳下，一溜烟窜进身后的森林。唐渊提醒一句：“别跑太远了。”知道了。嗡嗡。唐渊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下，忽然他的手环震动了下，数字变成13。早上他杀了1只豹子异兽，熊大杀了2只异兽，大角鹿和灰狼，小白杀了条巨蟒，获得4积分。后面赶路的时候，熊大又杀了3只异兽，刚才杀了5个异族，增加了8积分，加起来一共12积分。他有些迷糊，现在怎么又增加1点？忽然他想起来，试炼期间在野外每生存1天就会获得1点积分。算算时间，他从昨天进来到现在刚好满1天。熊大在河里饱吃一顿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岸上休息。小白浪了一圈，2手空空回来，和唐渊说附近没有好吃的东西。阵阵凉风吹来，让唐渊感觉清爽舒服，无比的惬意，顿时有些困意。他从空间戒指里拿出背包，放在地上当成枕头。小白也趴在背包上睡觉。监控室的老师看到这一幕，有些傻眼，这小子心怎么这么大？这里是虚面世界，不是人类世界，竟敢这样肆无忌惮的睡觉。时间慢慢过去，太阳渐渐西落。轰轰轰！突然，林中传来一阵阵爆炸巨响。唐渊和小白被爆炸声惊醒，闻声望去，
身后的林中冒起尘烟。咻咻咻！终于找到你了，人类！突然，唐渊的身后骤然响起一道戏谑的声音。唐渊回头看去，只见10个螳螂人出现在半空中，为首的是个独眼螳螂人，面容暴怒狰狞道：“你可让我们好找，反侦查能力不错呀！这一路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的足迹，无论是林中还是河岸，都没有你的痕迹，差点让我们放弃了。还好，后面你放松了警惕，在河岸上留下足迹。”唐渊嘴角抽了抽，这帮家伙居然真的追上来。不过，这掩盖足迹的事真不是他干的，他也没这闲工夫。这一切都是熊大做的，他怕螳螂人追上来，每走一步路都调用大地之力将他们的足迹掩盖。后面熊大看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以为螳螂人找不到了会放弃，所以就没有掩盖后面的足迹。第95章，再遇童芊芊，蛇人族。独眼螳螂人察觉到唐渊的修为，阴冷的目光盯着他问道：“我倒很好奇，你一个1阶初期的人类是如何将唐任他们5个击杀？”唐渊看着这10个螳螂人，为首的螳螂人1阶圆满修为，其余9个都是1阶后期，看这阵容还挺豪华的。他踢了踢还在睡大觉的熊大：“喂，憨熊，你家亲戚来了。”“哈哈，亲戚？”熊大挠了挠屁股，悠悠醒来，打了个哈欠：“熊爷哪来的亲戚？”咕噜，他抬头起来，目光正好落在螳螂人的身上，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1个1阶圆满，9个1阶后期，打不过，完全打不过。大力熊！螳螂人见到熊大的样貌，认出他是大力熊一族。独眼螳螂人皱着眉头：“大力熊，你怎么跟人类混在一起？难道背叛神族了？”面对螳螂人的询问，熊大眼珠子碌碌一转，立即装出一副激动的面容：“亲人啊，你们终于来了！”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诉道：“先前熊爷看到螳螂兄弟被那人类打杀，上去帮忙，谁曾想一不小心被这人类所擒。你们不要被他1阶初期的实力所欺骗，这人类不能用常理来判断。这一路上，熊爷被这人类打骂侮辱，简直是生不如死。”螳螂人见熊大哭的那一个凄惨，有点相信他的话。独眼螳螂人对他道：“你退到一边，这人类交给我们来处理。”是。熊大点头应了一声，然后给唐渊一个你自求多福的眼神，屁颠屁颠的跑到一边看戏。他倒不担心唐渊的安全，唐渊的实力他很清楚，在没有成为武者前就能击杀2阶实力的牛头人，如今成为武者，实力更强。唐渊白了他一眼，这头熊看似憨，其实鬼精得很，而且还很不要脸。小白也识趣的从唐渊肩膀跳落地上，不给他添乱，跑到熊大那边给他打气：“哥哥加油！”算了，这头憨熊是指望不上了，对他来说的确有点强熊所难。唐渊无奈摇了摇头，他蹲下身子，从地上抓了一把小石头。螳螂人见唐渊的动作，警惕起来。刚才熊大提醒过他们，这人不能用常理来判断他的实力。独眼螳螂人对其中一个螳螂人道：“唐安，你去试一下他。”唐安点了下头，一双唐刀摆出攻击姿势，背上的翅膀震动，做出一个俯冲的动作。轰！眼看唐安要发起进攻，突然后方的森林中爆出一声巨响，一道黑影飞射出来，砸落在河里，掀起巨大的水花。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唐安的进攻。唐渊和螳螂人的目光看向河里，河水变得浑浊起来，水流流动，冲走浑浊的河水，鲜红的血水冒出，一具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蛇的一族尸体浮出水面，他的腹中出现一个大洞。独眼螳螂人认出那具尸体的身份，眉头一皱：“蛇人族。童芊芊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引来这么多蛇人，老子被你害惨了。不是你叫我引来的吗？你脑子是不是有坑？我是叫你引几个蛇人来，没叫你引来这么多。”忽然后面的森林中传出一道怒喝声，紧接着有2道狼狈的身影窜出来。唐渊看清那2道身影的样貌，是之前一巴掌拍飞他的童芊芊，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青年。童芊芊跑出来，看到唐渊，面露喜色，他刚挥手叫他，却看到他后面的半空上那10个螳螂人，声音戛然而止：“靠，这里也有一族！”青年看到唐渊身后的螳螂人，面容垮了下来。独眼螳螂人看到忽然闯进来的童芊芊2人，脸色露出笑容：“运气不错，又来了2个人类来送死。”唐道：“这3个人类是我们蛇人族的，你们唐人族离开这里。”林中骤然响起一道妩媚的声音：“咻咻咻！”紧接着一个个蛇人出现在树上，他们的尾巴缠绕在树枝上。一个24个蛇人，每个蛇人手中拿着长枪的武器，对着唐渊他们3人虎视眈眈。“蛇妹儿，你们蛇人族的胃口挺大的呀，想要独吞？”独眼螳螂人冷笑一声，他的唐刀指着唐渊：“这人类杀我5个族人，好不容易才追上他，你们蛇人族想要他，得要问我们唐人族的唐刀。”话音刚落，他身后的9个螳螂人扬起唐刀，摆出战斗的姿势。
蛇妹脸上闪过一丝无奈。唐人族那边一个一阶圆满，9个一阶后期，他们这边一个一阶圆满，7个一阶后期，10个一阶中期，6个一个初期。真打起来，他们就算赢了也是惨胜，没必要为了一个人类弄得两败俱伤，不划算。蛇妹开口道：“那个人类让给你们唐人族，但是这2个人类归我们蛇人族，这2人杀了我们不少族人。”可以。唐刀也不想跟蛇人族开战，毕竟对面数量占了优势，真打起来他们唐人族也不好受。嘻嘻。童芊芊趁着蛇人族和唐人族谈判的时候，细声跟唐渊打了个暗话。唐渊一脸茫然，这个疯婆子干嘛？只见童芊芊用手指了指他和青年，然后又指了指唐渊，2根纤纤玉指放在左手掌心上拨动了几下，然后又做了几个奇怪的手势，最后他对唐渊摆了个 OK 的手势。唐渊歪了下头，很是懵逼，这是啥意思？打招呼吗？童芊芊见唐渊一脸睿智的表情，以为他明白，当即摆出3根手指，每1秒放下1根。3秒过去，3根手指放下，他和那青年脚上依附真气，一瞬间冲了出去，越过了对面的河岸，头也不回的跑了，留下风中凌乱的唐渊。他现在才明白童芊芊刚才打的手势是什么意思了，这是叫他跑路吗？蛇妹见童芊芊2人趁他们谈判的时候溜了，被气得不轻，到嘴的肥肉怎么可能让他们给跑了，怒喝道：“追！”蛇人们跳落地上，快速移动，朝他们逃跑的方向追去。第96章强大的唐渊。童芊芊和青年2人一路狂奔，他对身后的唐渊2人道：“一直被追着也不是个事，得想个办法将他们甩掉或解决掉。”那青年摇头，感觉这个想法有点不切实际，在林中想要甩掉他们比较不现实，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，而且还有10个唐人在后面，他们能飞行，无法甩掉，那就找个人合作将他们解决掉。童芊芊灵光一闪，他想起一个人，我想到一个人了。谁？青年愣了下，李梦龙还是徐勇？项羽。童芊芊说道：“我昨晚在东边的森林看到他，把异族引到他那边，一起联手解决这些异族。”周顶天，你能解决多少个异族？青年寻思了下，同时面对一阶后期的4、5个不是问题，初期或中期的10个8个左右。我这边也差不多。童芊芊眼前一亮，对唐渊道：“唐渊，你的实力比我们强，同时应付一个一阶圆满和4个后期应该没问题，剩下的交给项羽。”哦。周顶天有些惊讶，童芊芊说：“这个叫唐渊的比他们强。”童芊芊兴奋道：“怎样唐渊？”如果真像童芊芊说的那样，周顶天觉得可行，仿佛看到一大堆积分在跟他招手。他高兴地对唐渊问道：“兄弟，有没有把握？”周顶天没听到回话，继续问道：“兄弟，给句话啊！”唐渊依旧没有回应，2人同时回头看去，却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惊呼一声：“人呢？”周顶天懵逼道：“他不会没有跑，还停留在原地吧？”“不会吧？”童芊芊停下脚步，傻眼道：“我都给他打手势了，一起逃跑的呀。”周顶天弱弱地问：“你说他会不会是没看懂啊？”闻言，童芊芊面容一僵，还真有可能，这小子是从小地方来的，不像他们军人世家出身。他向周顶天问道：“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回去救他？”34个异族，其中2个一阶圆满，16个一阶后期，凭我们2个去了也是送人头。周顶天无语道：“我们走吧，那人跑不了，应该会按下求救，要不回去看看吧。”童芊芊还是有些不放心，虽然他知道唐渊的实力强，但同时面对那么多异族，怕是双拳难敌4手。周顶天白了他一眼：“要去你去，反正我不去了。”童芊芊见周顶天不为所动，也不再勉强他，孤身一人原路返回。这个疯女人！周顶天见他真的回去救人，心里做了一番思想斗争，最终咬了咬牙，怒道：“要是害老子被踢出局，老子跟你没完！”说完，他也跟了上去，追上童芊芊。童芊芊见周顶天跟上来，有些诧异道：“你不是不来的吗？”周顶天闷声道：“那小子是我们未来的同伴，怎能见死不救？”童芊芊高兴笑了笑：“我就知道你小子心地不错，还不是你害的。如果不是你引来那么多异族，事情也不会变得那么麻烦。”周顶天咬牙切齿道：“我当时怎会脑抽到和你合作？”咻咻咻！回头刚跑没多远，一个个蛇人窜出现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蛇人！2人看到蛇人这么快追来，脸色皆是一变。这么快？难道唐渊出事了？看着童芊芊他们消失的身影，唐渊很是无语。跑路就跑路，打啥手势暗号呢？直接说一声不就得了吗？咻！趁着唐渊愣神的瞬间，一道绿影从他的身边一闪而过。撕拉！唐渊身上的衣服被割开 X 型的口子，从胸膛延伸到肩膀上。咔嚓！唐安出现在唐渊的身后的半空中，忽然他的一双唐刀发出碎裂声响，2只唐刀崩碎。不，我的唐刀！
唐安看着他引以为傲的唐刀崩断，只剩下一小节，悲痛嚎叫。没了唐刀，他和废物没啥两样。眼前一幕把一众螳螂人吓得毛骨悚然。唐安的唐刀斩击在眼前的人类身上，对方不仅一点伤也没有，反而将唐安唐刀给震断了。可想而知对方的身体强度有多恐怖，怪不得那个大力熊说不用以常理来判断对方的实力。唐刀大感不妙，踢到铁板了。眼前的这个人类怕是人类中的天才，实力不能按照正常的思维来判断。这些天才都能越级战斗，2年前他遇过一次，记忆犹新。要不是他能飞行，早就被宰了。撤！唐刀下达撤退命令，唐安都伤不了他，他上去也一样，谨慎一点，还是放弃目标。靠，我的衣服！唐渊看到身上的衣服被斩烂了，这可是他最后一套衣服啊，怒气一下子飙升。一众螳螂人听到撤退命令，立即震动翅膀飞走。马德，想打就打，不想打就跑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唐渊怒喝一声，真气涌现，包裹在石子上，发动控物的神通，精神力依附在石子上。他对着螳螂人的方向用力扔出，将近7000斤的巨力挥动，石子爆发出音速射出。要不是石子上依附着真气，在这等恐怖的力量下，早就粉碎了。砰！在精神力的加持下，石子锁定其中一只螳螂人，石子砸在他的身体，如同炮弹一般炸了开来，他的身体断成2截，从空中掉落。唐刀和唐安等9个螳螂人被吓得大惊失色，脸色煞白，疯狂加速。可唐渊又怎么让他们如愿的离开？砰砰砰！唐渊不停扔出手中的石子，精准锁定在螳螂人的身上，一个个螳螂人身体爆炸，犹如身折翼的鸟从天上掉落下来，血雾从天空上飘洒，螳螂人掉落下来，砸出一个个坑洞，尘烟四起。叮！宿主击杀一阶一族，杀神诀熟练度1。系统提示弹出，除了开始第一个被炸成2截的螳螂人伤势过重死去，其余9个还活着，不过离死也不远了。每个螳螂人身体被石子轰出一个拳头大的窟窿。唐渊害怕他们死去又会扣除熟练度，对不远处的熊大喊道：“憨熊，解决掉他们！”咕噜，熊大咽了一下口水，一颗小石子能爆发出这等恐怖的威力，他算是正式见识到唐渊恐怖的力量了，怪不得他的重力空间无法镇压他。是，熊大不敢有丝毫怠慢，连忙发动地刺，将地上的螳螂人刺个透心凉。嗡嗡，唐渊带着的手环震动，数字跳动到23。轰轰轰，和对面的森林发出打斗爆炸声音。唐渊扭头看去，疑惑道：“童芊芊他们没能逃掉。”第97章，这哥们好能装啊！叮叮叮，童芊芊和周顶天遭到蛇人的围攻，虽然他们2人联手击杀了一个1阶后期，3个1阶中期，3个1阶初期，但也受了不少的伤。2人背靠背，被17蛇人个围困着，有些气喘。监控室的老师见童芊芊2人身陷险境，一阵无奈，明明都已经逃出去了，还跑回来。行动之前不先动动脑子，想要救人也要量力而行啊！现在还把自己搭进去。童芊芊的身份不简单，周顶天身份不算高，但却是特招生，他们不能出事。当即那老师拿起通讯器，8号救援人员，5号救援人员，你们负责的学生出事了，准备随时救人。放心，已经准备就绪，在看着呢，等他们按下救援就能出手。100米远的树上出现2名穿着军装的青年，他们拿着通讯器汇报。那老师提醒道：“不要等待他们按下救援，要随时做好营救。”明白。那俩青年对视了一眼，看来这2人的背景不简单啊，要么是背景通天，要么是特招生。都叫你走，你偏要回去，现在想走也走不了。周顶天有些发牢骚道：“这次试炼要是失败了，我跟你没完。现在发牢骚有什么用？我们要想赢，就得先解决蛇人的头领才行。那家伙是1阶圆满。”童芊芊头发凌乱，目光盯着蛇妹儿，战斗时他在一旁偷袭出手，我们也无暇分身。周顶天，你挡着其他蛇人，我先把蛇人头领解决，再来帮你。我挡个鬼！周顶天听到他这话，差点吐血。6个1阶后期，7个1阶中期，3个1阶初期，他拿什么来挡？拿命来挡吗？他气愤道：“要不我来解决蛇人领头，你来挡其他蛇人，别跟人类浪费时间。”蛇人族死了不少族人，蛇妹儿不想跟童芊芊浪费时间。这些人类奸诈得很，他们都有求救的手段。每次快要将他们击杀的时候，总会使用求救的手段，让那些人类强者前来营救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族没有几个能离开试炼场。想要击杀他们，不能给他们发出求救信号的机会。死！蛇人族等人齐齐张开嘴巴，口中喷出淡紫色的毒雾，瞬间将方圆100米内的范围布满毒雾。远处的救援人员看到弥漫的毒雾，开始紧张起来，准备救人。不好！童芊芊心中一惊，立即屏住呼吸。这些蛇人打算用毒来对付我们。交给我！周顶天脸上没有任何慌乱之色，
真气运转，只见他的头顶上出现一个由真气凝聚的大鼎，鼎身上显现一个饕餮图案。他的真气控制大鼎飞到天空上，鼎口往下，大鼎内传出一股强大的吸力，将方圆100米内弥漫的毒物全部吞噬进入大鼎里。你们周家的石鼎功还有这种能力？童芊芊见周鼎天使用的大鼎，一脸惊讶。那当然，周鼎天一脸骄傲道：我们周家的石鼎功无物不吞。树上正要出手的2个救援人员见到周鼎天召唤出一口大鼎，将毒物全部吞噬干净，震惊道：这是什么功法？还有这等能力？另一个救援人员认出，好像是海金周家的石鼎功。蛇妹见蛇毒被大鼎吸走，脸色阴沉下来，动手杀了这2个人类。一声令下，蛇人们提着武器蜂拥而上，他们蛇尾摆动，移动速度很快。童芊芊从腰间的小挎包里拿出一瓶丹药，倒出2枚，自己服下1枚，另外1枚抛给周鼎天。周鼎天接过丹药，一眼就认出回气丹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我先解决那个蛇人领头，你负责牵制其他蛇人。童芊芊对周鼎天说了句，体内的真气涌出，混元真气。话音落下，真气形成一层护膜披在他的身上。那你快点，我可撑不了多久。周鼎天咬了咬牙，服下回气丹，石鼎护体。他头上悬浮的大鼎慢慢缩小，最后被他一口吞下。下一刻，周鼎天的皮肤变得淡紫色，真气形成一口大鼎，将他保护住。童芊芊看得变成紫人的周鼎天，目瞪口呆。周鼎天，你怎么变色了？你这是变异了吗？变异个屁！周鼎天没好气道：刚才石鼎吞噬了蛇毒，我现在吞下石鼎，浑身是毒，你别靠我太近，小心中毒了。蛇人来了，准备应付。2人看到已经接近他们的射手，正准备出手，砰！突然，一个1阶后期的蛇人腹部炸开了一个大洞，一枚小石子穿出，速度不减，飞出100多米远，从其中一个救援人员的身边擦过，撞击在他身后10多米远的树干上，砸出一个人头大小的坑洞。2个救援人员回神过来，心中一惊，是谁出手？他们的目光寻找出手之人。小心，有敌人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蛇人们停下进攻，目光寻找出手之人。砰砰砰！紧接着又有3个蛇人倒在地上。是谁？蛇妹见又有3个族人倒下，暴怒大喝：别像个小老鼠一样藏头露尾，有种现身！童芊芊，你们2个怎么回事？一道清脆的声音骤然响起，众人闻声看去，只见30多米远的一棵大树的树枝上坐着一名俊俏的青年，肩膀上站着一只小黑白鼠，树上飘下零散的落叶。他背靠树干，右脚悬空垂下，左脚踏在树枝上，左手搭在左脚的膝盖上，右手抛着石子。唐渊！童芊芊看到唐渊，面露喜色：你没事？唐渊听到这话，一阵无语，这丫头会不会说话的？你很想我有事吗？周鼎天看到在树上的唐渊，抽了抽嘴角，这哥们无论坐姿还是动作，怎么看都是在装逼。唐渊看着他们，疑惑道：你们不是先跑的吗？怎么被追上了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周鼎天纳闷道：童芊芊说你没跟上，担心你有事，要回去救你，结果被蛇人族给堵上了。听到这话，唐渊挺感动的，2人为了他这个陌生人，居然不惧危险，跑回来救他。谢了。唐渊道了声谢，接下来就交给我来捡。咔嚓！他话还没说完，树上飘落一大堆落叶，紧接着树枝断裂声音响起，一道巨大的身影砸落下来，大喊道：主人，快躲开！砰！唐渊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道身影砸在身上，连同他落脚的树枝断裂，齐齐掉在地上，发出一道沉重的闷响。这个憨熊！第98章，唐渊出手，蛇人覆灭。你这个憨熊！熊大压在唐渊的身上，让他气得不轻，将他推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对着熊大一顿数落：干啥啥不行，吃饭你倒是第1名。好不容易装一次，就被这憨熊给打断了。小白也在一旁数落着他：就是。熊大耷拉着脑袋，不敢说话，心里很是委屈。是你叫我到树顶上撒落叶，也不看看那小树枝哪能承受得了熊爷的体重。1阶初期的人类，1阶后期的大力熊。蛇妹看到熊大和人类混迹在一起，脸上露出厌恶之色，看熊大那卑微的样子，不用说是背叛了神族。唐人族那些废物被他给甩掉了吗？他下达命令：蛇藤、蛇泽、蛇飞、蛇俊，你们4个去解决叛徒和那个人类。是，队长。那4个蛇人应了一声，摆动蛇尾，调转方向，朝唐渊他们杀去。等会再找你算账。唐渊瞪了一眼熊大，随即目光转向那4个杀来的蛇人，2个后期，2个中期，这是看不起我们吗？他的拇指放在掌心上，推出一枚小石子，对着其中一个1阶后期的蛇人，拇指用力一弹，小石子爆射出去。死！那蛇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下身的蛇尾爆开，
断成两截，倒在地上痛苦嘶叫。剩下的3个蛇人，唐渊如法炮制，拇指快速弹出一颗颗石子，一朵朵血花绽放。砰砰砰，蛇人尾巴断成两截，应声倒地，痛苦呻吟。唐渊特意攻击他们的尾巴，不想杀神诀的熟练度被扣掉。刚才唐渊出手，蛇人们没看到，如今看到他的攻击方式，竟是一枚小石子，顿时吓得毛骨悚然，连连后退。一个石子的威力这么大，童芊芊和周顶天，包括远处树上的2个救援人员，都震惊不已。这是纯粹使用力量弹出的石子，并不是武技，这得需要多强的力量才能办到？蛇妹脸色一变，一个异阶初期人类的力量如此恐怖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唐人族没有杀掉唐渊了。唐人族怕是全都被他给杀了。撤退！见识到唐渊的恐怖后，蛇妹知道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，放弃猎杀童芊芊他们。他率先撤离，下达撤退的命令。一群蛇人听到命令，头也不回，开始四处逃窜。咻咻咻！但唐渊又怎会放他们离开？一枚枚石子从手中弹出，一个个蛇人应声而倒。石子用完后，他又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把石子。来之前，他装了一大堆石子在空间戒指里。用石子击杀唐人后，唐渊开发出新的招式，将石子当成暗器使用，效果出奇的好。以他目前的力量，全力打出的暗器，哪怕是2阶的异族也挡不住。短短3秒，已经倒下8个蛇人，剩下最后一个蛇妹已经跑出100米远。蛇妹听到身后一声声爆响，下意识回头看去，结果看到身后的族人全部倒下，只剩下他一个，吓得3魂不见7魄，灵力运转，尾巴摆动得更快。还想跑？唐渊的手往后一扬，用力一扔，石子飞射出去，爆出音响，锁定蛇妹。砰！石子瞬息来到蛇妹的身后，穿过她的身体，蛇尾断成2截，倒在地上。咕噜！童芊芊2人被唐渊的操作给震惊到了，忍不住咽了下口水。一瞬间，一众蛇人全部解决掉，就连监控室的老师也被唐渊的实力给惊艳到。这一刻，他们都把唐渊纳入招入班级的名单中。这强的不是一星半点，而是超出了常理。解决完蛇人后，唐渊对他们2个说道：“这蛇人是你们引来的，我就不跟你们抢积分了，交给你们自己解决。再见。”说完，他带着小白和熊大离开。唐渊这样做也是为了还给他们2个一个人情，毕竟他们是为了来救他而陷入危险。况且蛇人也是他们引来的，唐渊就不跟他们抢了，他也不差这点积分。童芊芊和周顶天愣住，直到唐渊的身影消失，他们才回神过来，想要叫住他已经不可能了。2人将蛇人分配击杀，童芊芊作为诱饵引来蛇人，一共获得13点积分，周顶天获得12点积分。解决完蛇人，2人朝唐渊离开的方向追上去，很快就跟上他的步伐。唐兄弟，谢了。周顶天收获了12点积分，心情大好，跟唐渊道谢，要不是你帮忙，刚才我们就麻烦了。小事。唐渊摆了摆手，毫不在意道：“如果你们不是为了回来救我，也不会陷入危险。唐渊，咱们一起合作猎杀异族如何？”童芊芊看着唐渊，两眼放光：“我和周顶天一起去引异族来，咱们联手猎杀。”周顶天眼中一亮，刚才唐渊表现出的强大实力，有了他得加入，他们绝对能大杀四方。他很是异动问道：“唐兄弟，有兴趣一起合作吗？”算了吧。唐渊摇了摇头，拒绝道：“我就随便逛逛看看，对积分没有太在意，还是不合作了。”2人也注意到唐渊手环上23点积分，和他们相比差了一大截，以他的实力不可能这么低。看来唐渊对积分没有多大的兴趣，他们也不勉强他。周顶天，那我们继续合作，如何？童芊芊把合作目标放回周顶天身上。周顶天是世家之人，对试炼场的规则还是很清楚的。人类狩猎异族，同样异族也在狩猎人类。后面的异族基本都是成群结队出动，光靠他一人还是有些勉强，找人合作是很有必要。他点了下头，可以，不过这次由我来做诱饵。他被童芊芊的骚操作给坑怕了，真怕他又引来一大堆异族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宁愿自己辛苦点去做诱饵，也不用他去。行，童芊芊倒没觉得有啥不妥。那唐兄弟，我们先走一步了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唐渊，再见。周顶天2人和唐渊道别一声，便转身离开。唐渊应了一声，你们也多保重。第99章，契约青灵蛇。试炼场中，异族们收到人类踏足试炼场的消息，知道狩猎日到了。各大异族倾巢而出，展开大猎杀，全面覆盖整个试炼场。那些刚踏足试炼场内围的新生被逼退回外围。如果是一个异族，他们还能联手干掉对方，但面对一群异族，他们连武者都不是，又怎么会是对手？不少胆小的新生被异族强大的阵容给吓到，纷纷按下救援，退出试炼。第2天试炼就被淘汰了1/10新生，一共306个新生，
其中有35个新生来不及按下救援，被异族猎杀了。监控室里的老师们都失望不已，而对学生的死亡没有多大的情绪变化。他们都是从战场上退下的战士，早已见惯生死，对死亡已经麻木了。每年死亡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。退回外围的学生，他们基本都不是武者，但心理素质强大，祈求能存留一天是一天。第3天淘汰的比较严重，淘汰了3%。第5天又淘汰了1%，剩下1500多学生。转眼间半个月过去，试炼场里的学生剩下将近1%，289个。到目前为止，牺牲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169个。生存下来的学生有89个是武者，活跃在内围组队猎杀异族。其余200个学生未达到武者，被异族猎杀。他们不曾放弃，在外围四处躲藏，不敢游荡，饿了吃野果、草根填腹，渴了就喝露水，打着能过一天是一天，每获得1点积分都对他们进入军校有好处。半个月时间，这10几天时间对唐渊来说就没有一天是安宁的。那些异族就像是有狗鼻子一样，每隔1-2个小时就能找到他，发疯了似的对他发起进攻。晚上也没能睡个好觉，经常刚一睡着就被异族吵醒，怎么杀也杀不进，他都快被搞得神经衰弱了。后来他和熊大分班制，白天他背着熊大赶路，晚上熊大负责守夜解决那些异族。这段时间被异族这么一闹，唐渊的积分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，已经达到了891分。这天下午，第刺，熊大一脚跺在地上，一根根的刺拔地而起，将唐渊用石子打残的异族全部收割。地刺贯穿异族的心脏，鲜血染红地面，地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异族尸体。唐渊的积分从891变成953。主人搞定了。熊大打了个哈欠，来到唐渊的身后，趴在他的背上说了一句话，然后闷头大睡。唐渊抽了抽嘴角，双手撑着熊大的臀部，要是被人看到会不会被笑死？刚才和小白找毒物吃，不小心误入异族的领地，被异族团团包围。他将异族废掉后，叫醒熊大来解决。哥哥，前面又有好吃的。小白又嗅到好东西，从他的肩膀跳下来，溜进一个草丛中。唐渊快步跟上。这些天他在林中吃了大量的毒物，毒抗都跌到了9.1了。也不知道毒抗跌到10后会不会像其他的属性一样觉醒神通。也不对，他想起来好像不能觉醒神通了，他已经突破到武者，神通觉醒是在没成为武者前，属性达到时才能觉醒。小白嘴里塞着一张叶子，对着唐渊招手，哥哥快来。唐渊走了过去，看到地上有一株墨绿色的植物，它的叶子褐色的斑点。咻！忽然藤蔓上窜出一条墨绿色的蛇，婴儿拳头大小，1米半长，张开蛇嘴向唐渊咬来。唐渊反应迅速，一手掐住他的舌头，那蛇惊慌起来，獠牙冒出毒液，蛇身缠绕着他的手臂，想要挣脱束缚。大补啊！唐渊看到毒蛇獠牙上的毒液，舔了舔嘴唇，脸上露出笑容。他张开嘴，掐着舌头，把蛇毒滴进嘴里。青鳞蛇有些发懵，这人类竟然敢吞噬他的蛇毒，同时也心中大喜，这个人类死定了。唐渊服下蛇毒，没过几秒，他的身体一僵，体内的血液循环慢慢停滞，紧接着手脚麻木，浑身无力，呼吸有些困难，并且伴随着头晕目眩，眼前出现幻觉。青鳞蛇知道唐渊开始毒发了，奋力挣脱他的手，想要逃跑。叮！宿主吞噬青鳞蛇毒，身体和精神遭受腐蚀，在阴阳逆转下，体质增加 0.1， 精神增加 0.1， 精神抗性增加 0.1， 毒抗性增加 0.1。 系统提示弹出，所有负面状态全部清除。我撤，这蛇毒增加4个属性。看到系统的提示，唐渊震惊不已，增加4个属性，这条蛇竟是一个大宝贝。眼看青鳞蛇快要挣脱，唐渊连忙把他给掐住，不给他逃脱的机会。唐渊掐着青鳞蛇，笑眯眯地对他道，小黑蛇，你是异兽，我知道你有灵智，能听懂我的话，交出你的命魂，和我签奴仆契约，我饶你一命。这条青鳞蛇的蛇毒可是大补，唐渊想把它养起来，以后就有取之不尽的蛇毒。死！青鳞蛇一阵挣扎，它的上颚对准唐渊的脸，嘶叫一声，2颗獠牙喷出蛇毒，射在他的脸上。好，有脾气，我喜欢。唐渊松开手，把熊大放在地上，将腾出来的手抹了抹脸上的蛇毒，脸带着微笑，对小白道，小白，给这条蛇教教规矩。说完，他松开手，将青鳞蛇放掉。青鳞蛇落地，身子扭动，快速逃亡。是，哥哥。小白将叶子塞进嘴里咽下，四肢踏地，一溜烟就跑了出去。青鳞蛇不过是一阶初期的异兽，速度上如何比得上已经成功晋级一阶圆满的小白？小白一个呼吸就追上了青鳞蛇，跑在他的前面，一爪子扇在青鳞蛇的头上，将它给扇飞回去。青鳞蛇从空中掉落下来，被摔得七荤八素。
他甩了甩舌头，还没恢复过来，小白就已经出现在他身前，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摩擦。5分钟后，嘶嘶，青灵蛇在小白的一番教育下，彻底认命，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唐渊的脚下，将他的命魂吐了出来。命魂飞到唐渊身上，融了进去，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这次唐渊不敢再签本命契约，他害怕再出熊大那档子的事，把青灵蛇给搞死了，所以签奴仆契约就行。第100章武士武家老祖宗1。好，杀了我，快点杀了我！军校的一间实验室中，一只虎人一族，他的身体爆裂，不断重组，痛苦惨叫。武乾坤静静地看着虎人的身体变化，直到他的身体彻底爆炸，才叹息了一声：又失败了吗？毁灭和生机，这股力量怎么跟当初童小子描述徒儿的五体那么像？那头大地熊的变异会不会跟徒儿有关？武乾坤看着培养皿中熊大的血肉，经过这么多天，他的血肉依旧完好，没有任何的腐烂迹象。他做过不少实验研究，异族和异兽都无法承受熊大血肉中的能量，并且这股能量被移植出去，不能保持太久。武乾坤感受到这股能量开始慢慢的消散了，最多再维持半个月，得找个人帮忙看看才行。武乾坤将培养皿带走，离开实验室，向着虚面世界出口飞去。离开虚面世界，他往东北方向飞去。飞行了将近1个多小时，武乾坤来到玉省商丘，进入了一片山脉。来到山脉的深处，他拿出一块玉牌，只见他手中的玉牌亮起一道柔光，照射出去，下方的山脉出现一个入口，他一头扎了进去。场面也转变，他来到一座古城的城门下，城门上刻有2个大大的甲骨文字武士。这座古城不是虚面世界，是武家半神强者作画的时候他的身体演化出来的洞天小世界。城门外有士兵把守，他们看到武乾坤，连忙躬身行礼，拜见九太爷。武乾坤点了下头，腾空飞进城里。这座古城划分出2个区域，城中心被高墙包围住，城里外围人来人往，车马如龙，男女老少都穿着古代的衣服，让人身处于古代初始文明之中。武乾坤直奔内城，很快来到内城的城门口，降落下来。那些守卫见到武乾坤，连忙躬身行礼，见过九太爷。武乾坤问道：老大在家吗？那守卫回答道：大太爷和五太爷前年带领家族子弟去开拓新的虚面世界，目前还没回来。又去开拓新的虚面世界？武乾坤有些惊讶，随即道：对了，我这次回来，你们别声张，我只是回来办点事，很快就会离开。他害怕前脚刚回来，后面就有一大堆后辈来拜访。是。那些守卫点头附和。武乾坤进入内城，直奔家族禁地。禁地入口有2个族老镇守，他们见到武乾坤到来，有些惊讶。这小子自从成了军校的校长后，10年也不见回来一次。15叔，24叔。武乾坤跟2位族老打了声招呼。55打趣道：哟，这不是小九吗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呵呵。武乾坤尴尬的笑了声。15叔，你就别打趣我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工作，今天回家是有事请教下老祖宗。说着，他问道：最近老祖宗怎样？有没有稳定些？524点了下头，稳定了不少。武乾坤脸上露出笑容，那我先去拜访下老祖宗，一会再跟2位叔叔喝一杯。呵呵。2人同时呵呵冷笑一声，和你喝酒就免了，你把酒留下就行。这次绝不骗2位叔叔，小侄这次回来带来好酒。武乾坤打了个哈哈，溜进了禁地。刚踏入禁地，武乾坤便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杀气充斥着整座禁地。他身上的汗毛竖起，额上冒出细汗，吃力的前行。每前进一步，杀气越强，他的速度变成龟速，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终于来到禁地的中心。周围的杀气凝聚成实体，将武乾坤的身体出现一道道伤痕。他吃力的运转真元，释放体内的杀气，与之抗衡。在禁地的中心盘坐着一名红发妖异青年，他的周边有4条巨大的铜柱，每条铜柱延伸出一条锁链，将红发青年的4肢锁住。红发青年缓缓睁开眼睛，是一双赤红之瞳，眼中充满嗜血之色。他看到来人，嗜血的眼神消退，变得暗淡。小九。武乾坤躬身行礼：乾坤拜见老祖宗。武天成看着武乾坤那苍老的面容，伤感自责道：是老祖害了你，如果当年不是老祖好生要面子放你出去，你也不会出那等事。武乾坤连忙道：不怪老祖宗，是乾坤太自负，让老祖宗失望了。说到这里，武乾坤非常自责道：因为乾坤的事，害得老祖宗杀劫加深，不得不自封禁地之中，和你的关系不大。武天成摆了摆手，无奈道：我们武家的杀神诀修炼到最后，杀孽过重，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，除非突破武神。他继续道：倒是你武帝境界原本还有1000多年的寿命，却伤了本源，如今寿命所剩无几。华夏那边是靠不住的了，
前阵他们去开拓新的9阶虚面世界，看能不能为你寻到治疗本源的天才地宝。老祖宗，您是咱们武家的顶梁柱，真找到天才地宝，用在你身上才是最合适。武乾坤连忙道：“我不过是天阶的资质，就算治好本源，未来的成就最多也就5胜，别为我浪费。”武天辰白了他一眼：“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资质并不是最重要，哪怕是神阶资质，也只不过是拥有成为武神的门槛罢了。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不少神阶资质之人，但最后除了嬴政一人之外，又有谁成为武神？我们武家的老祖先当年也不过是地阶资质，但却身怀杀神之体，集百家武学，悟出杀神诀，以杀正道，最终成为武神，飞升仙界。你身怀先祖的杀神之体，更是天阶极品资质，起点比老祖先要高。”武天辰目光炯炯地看着武乾坤：“你未来的成就必定能达到老祖宗那样的高度，带领我们武家重建昔日的辉煌。”老祖宗，我这是伤了本源，能恢复的机会很渺茫。武乾坤无奈道：“不用为我浪费时间了。”他的话让武天辰面容一僵，叹了一声：“如果老祖我能突破武神，还能为你治疗本源，奈何杀劫加深，一步之遥，如同天堑。只希望前阵他们能为你寻来疗伤之物。”